陈飞，我怀孕了。什么？你再说一次。我说我怀孕了。想要钱是吧？我这里有3000元，你拿着赶紧去医院把孩子打掉。好，我知道了。那年江月熙把孩子打掉后，我为了不惹上麻烦，彻底把她当成一个陌生人看待。然而那次手术对江月熙来说，却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子宫永久性受损以后都无法再生孩子。自此以后，她也从来没有找我闹过，都是自己在默默扛着，也从未跟其他人说我对她做过的事情。不久，她就患上了抑郁症。毕业后没有多久，她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得知这个结果，心里很痛，愧疚的种子就在心里慢慢滋生。那天我喝了很多的酒，一边喝一边扇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走在马路上，微风微微划过脸庞。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再做那种混蛋的决定。就在此时，对面迎来一辆车，在飞出去的那一瞬间，我笑了，身体感觉很痛很痛，可是更痛的却是心。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重生回到了江月熙打掉孩子的当天。我深吸一口气，双手颤抖着拨打了江月熙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时间紧迫，我没有迟疑，穿上了衣服冲出了宿舍。等我，傻丫头，一定要等我呀！此时医院的走廊上，江月熙眼神空洞，透露着深深的无奈，因为她从小就没有父母，她太清楚没有父母的孩子成长过程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堪体验。想着想着，江月熙轻声呢喃起来：“宝贝，妈妈对不起你们，是妈妈没有。”妈妈没有能力让你们幸福。江月熙的声音越来越小，不觉就带着哭腔，眼眶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掉落下来。沈清看着江月熙，又情不自禁的在流泪，她眼里的泪水也是跟着涌了出来。沈清知道江月熙是一个多么喜欢小孩子的人，就算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可爱的孩子，江月熙都能乐上好久。然而她却要打掉自己的3个孩子，这简直太残忍，对孩子是，对江月熙更是。沈清已经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了，她理解江月熙做这个决定有多么不舍。陈飞这个渣男，这种时候居然连电话都打不通，马上就要动手术了，居然连人都不出现，这种人会遭天谴的。给3000块钱就以为完事了，他怎么能做得出这种事情来？这个混蛋，人渣禽兽！江月熙其实一直在等我出现，时不时会看下手机，又看下医院门口的方向，直到手机没电都没等到任何消息。江月熙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着些什么。可能他人来了，我也许就没有决心走进手术室。可能他露出一点不舍，我就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可能他小小的一句鼓励，我就有勇气和信心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他跟自己有没有感情不重要，他愿不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也不重要，只要他是爱孩子的，哪怕一点点爱，我可能就真的愿意不顾一切把孩子生下来，把自己的心肝宝贝留在这个人间。但是他一直都没来，也许他压根就不想要这几个孩子，不被爸爸喜欢的孩子是不幸的。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着，江月熙心中仅存的一丝希望也在一点点消逝。还有15分钟就手术了，陈飞是不可能来了，他也鼓不起勇气来了。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他能做的那就是跟自己的孩子好好告别。此时我从宿舍楼里飞奔到了学校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往江月熙手术的妇幼保健院而去。不久到了医院，我急匆匆往楼上跑去，我没有走电梯，直接冲上3楼。然而整个3楼的每个手术室外面，我都没看到江月熙，人呢？不会已经在做手术了吧？这个时候，一个小护士拿着一份文件从办公室探出头来。江月熙进来一下，这份手术同意书你最后确认一下吧。你的手术有特殊风险，医生应该已经跟你说过了，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就签字，签完字马上就进去做手术。说完，护士把手术同意书递给江月熙，她左手拿着同意书，右手拿着签字笔，在这一刻却又忍不住轻声抽噎出声。没有来，陈飞终究还是没有来。她害怕的浑身颤抖起来。马上就要手术了，马上就要跟自己的宝宝永别了。江月熙不忍地看着自己的小腹，就好像能看到3个鲜活的小生命。宝贝，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们，妈妈是一个罪人，不负责任的让你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却又要狠心的将你们送走，对不起。对不起。江月熙已经泣不成声了，哭得越来越厉害。一旁的沈清此时此刻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就只能默默地站在她身后抚摸着她的肩膀，同时在心里再一次将我狠狠咒骂了一遍。渣男，你会遭报应的。江月熙整整哭了3-4分钟，医生打开门喊了一声：江月熙，快点。这一声催促把陷入悲痛之中的江月熙拉回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让她再次清醒过来。江月熙握紧签字笔，深吸了一口气，而刚才医生的一声催促也被焦急如焚的我听到了。我从走廊一头冲向另外一头，直接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江月熙握着笔，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我当即就明白还没有进手术室还来得及。我飞扑到江月熙身边，一把抓住她那只握笔的小手，突然被人抓住了手，江月熙顿时慌神了，下意识就想要摆脱，可是她抬眼的瞬间发现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他来了，他真的来了。而我看着双眼已经哭红了的江月熙，心里莫名一阵绞痛。江月熙，不要签字，把孩子生下来好吗？我紧紧攥着江月熙的手，眼神坚定。一旁的沈清此刻纵使千头万绪，有很多话想说，但也还是选择了闭嘴，默默退到一边。而听到我说的话，江月熙的瞳孔微微放大，
是想把孩子生下来吗？一时之间，江月熙根本不知道作何反应，眼泪再次不争气的夺眶而出。我慢慢伸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眼神坚定而透彻地注视着她，而感受到我强有力的双手和眼神，江月熙心情也慢慢平复了下来。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巴轻轻张开。是真的吗？你真的想让我生下宝宝吗？我也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刚想开口解释，江月熙先开口了。陈飞，我希望你想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是一个错误而已，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就算你不想留下孩子，我也能理解你，真的，我不会怪你，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听到这话，我心里再次触动不已。江月熙，我知道我很混蛋，是个渣男，我不否认，但我想得很清楚了，孩子也是我的，我想留下来。其实我也想把孩子生下来。听到这句回答，我顿时脑袋一阵眩晕。没想到江月熙对孩子不舍的心情如此强烈。片刻后，我双手不受控制地将她抱入怀中。被我突然其来的拥抱，江月熙也是顿时一愣，原本面无血色的脸颊顿时染上了一抹红晕。反应过来的她本能地轻轻一把将我推开。不用，你照顾孩子就可以了，不用照顾我。我被推开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举动有些唐突了，对不起，刚才太激动了。而江月熙见到我道歉后，反而还有些小高兴。看来陈飞得知自己要生下宝宝们，是真的为这个消息而感到高兴，因为是真心喜欢宝宝，所以才会这样吧。然而一旁的沈清却是有些皱起了眉头。这丫头的心已经彻底倾斜了要生下孩子，但是她自己还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家里条件又不好，要拿什么生孩子养孩子呢？沈清真的乐观不起来，想想就头疼。但是现在江月熙肯定已经劝不动了，她已经下定决心了。想到这里，沈清觉得有必要跟我把话说清楚。既然西西已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我也不好说什么了。但是陈飞，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你确定自己有能力养活3个孩子吗？听到沈清这么说，我一点都不生气，自己的确没钱，甚至还到处跟朋友借钱。我看着沈清的眼睛，认真回道：我知道，我会想办法的，谢谢你，沈清。就在沈清还想说什么的时候，却被江月熙在身后用手指戳了2下。沈清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多说什么。江月熙这个傻子，居然开始护着这个渣男了。正当我想给江月熙多一点信心的时候，叮的一声，超级奶爸美食系统绑定成功，妈妈身体虚弱，奖励滋补鲫鱼姜仁汤，任务售出美食营业金额达到1万，解锁新品美食。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奶爸美食系统。由于系统只解锁了1道滋补鲤鱼姜仁汤，也没有办法开店，只能在学校门口摆摊。就在此时，一旁的江月熙突然就有些眩晕。沈清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她。西西，你贫血不能站太久，我这有块巧克力，你先吃了。我担心的不禁眉头微微紧皱，知道江月熙身体虚弱，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严重。于是我赶忙跑过去跟护士说了几句，表示想把孩子留下来。之后我又跑去跟妇产科的医生沟通了一些情况，最后我挂了一个专家号，准备给江月熙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一直陪在江月熙身边的沈清将我忙前忙后的身影都看在眼里。如果陈飞能一直像今天这样就好了，要是不老实，老娘高低拿鞭子抽他。片刻没多久，就轮到江月熙检查了。当江月熙听到我挂了一个专家号，顿时间觉得有些浪费钱了。我就是贫血，没啥问题，还挂个专家号，多浪费钱。闻言，我强势的说道：如果你不去，我就抱着你进去。再说了，你就当为了宝宝，好不好？说完，我就准备弯下腰，伸出手就要去公主抱。见拗不过我，江月熙只好答应。等下，我去还不行吗？我想他应该是真的怕了我。这要是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给抱起来，简直秀死个人了。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专家医生叮嘱了一些注意的事情，然后又带我们来 B 超室准备看下小宝宝们。江月熙乖乖的躺在了床上，将上衣轻轻撩开。好了，后面知道你们不爱看就略过了。很快 B 超机上就出现了相对比较清晰的画面。这里看到没？这里就是3个宝宝的位置。这个时候，女医生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严厉的面孔，而是对着 B 超机里的画面耐心而又温情的跟我们解说着。我目不转睛的盯着那3个葡萄大的东西，难掩激动不已的心情。虽然还完全看不出样子，但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出生后会是多么的招人喜欢。而江月熙看着自己宝宝的模样，眼泪再次忍不住流了出来。此刻她的心情比刚知道怀孕时的心情还要复杂。就在半个小时前，她差一点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永远失去自己的3个宝宝。好在陈飞及时出现阻止了她。对不起，宝宝，我不是诚心要抛弃你们的，让你们受到惊吓了。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一旁的我自然是察觉到了江月熙又哭了，我蹲下来拿出纸巾轻轻擦拭江月熙眼角的泪水。傻丫头，不许哭了，我们一定能照顾好宝宝们的。我的话一下说到了江月熙的心坎上。不哭了，不要哭了，一切都过去了。为了宝宝，以后都不哭了。江月熙挤出一个笑容，收住了眼泪。不久，所有检查就全部结束了。从医院出来后，得知江月熙跟沈清都没吃中午饭，于是打算去饭店吃一顿。可江月熙死活不同意，说外面吃饭太贵了，不要浪费钱。无奈下，只好回到去学校食堂吃饭。到了学校门口，江月熙忽然停下来对我说道：食堂人多，被人说闲话就不好了。江月熙很清楚，如果他和我突然出一块现在食堂，肯定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和非议。毕竟现在还不太合适暴露自己怀孕的事情。对于江月熙的话，我非常清楚他是什么意思。不过重
活一世，我肯定不会再做渣男。自己作为孩子的爸爸，迟早要面对，何不大胆面对？所以我就只能拿孩子当借口，强行要陪在江月熙的身边。见我又拿宝宝说是江月熙，果然有些迟疑了。我乘胜追击，俯身低头对着江月熙说道：“待在一起总归是对宝宝好的吧？说不定宝宝就想听爸爸声音呢。走吧，吃饭去吧，不用管那么多。”笑着说完，也不等江月熙答应，自顾自走在前头。我的颜值本就是校草级别的，出现在人群中就会吸引不少人的目光，尤其是很多女生，有些虽然不认识我，但也知道校草的光辉事迹和她的长相。因此，当看到我跟2个漂亮的女生站在校门口，其中一个颜值还不是一般高的美女，不少女生都狂皱眉头，对我有好感的更是郁闷不已。陈飞又换女朋友了，这不是江大校花跟她闺蜜沈清吗？江月熙明显感受到了周围人不算友善的目光，她也搞不懂为什么我非要执意跟自己去食堂吃饭。难道她不怕别人误会吗？毕竟她爱不爱我无所谓，只要她能够照顾宝宝，爱宝宝就好了。难道她真的为了宝宝，为了我，以后不跟其他女生来往了？江月熙有点迷糊，看着我大踏步向食堂方向走去的背影。一旁的沈清见江月熙还有点迟疑，当即开口：“走吧，她想陪着就陪着吧，吃个饭而已，别想那么多。”沈清都这样说了，江月熙便没再坚持，她挽起沈清的手，跟在我后面一块往食堂走去。来到食堂，虽然还没到吃饭的高峰点，但已经陆陆续续有不少人在排队打饭吃了。我怕江月熙去打饭被挤到，就让沈清陪着她找了地方先坐下来，自己则一个人过去打了3份饭回来。我也不知道江月熙喜欢吃什么，所以打了有荤有素，也有清淡些的，还有些油腻的。江月熙看到满满一大盆的菜，她都震惊了。自己又不是猪，为什么要打这么多菜啊？这么多菜，就是晚上再吃一顿也吃不下。江月熙平时节约惯了，看到我这样大手大脚花钱，心里就难受。不过难受归难受，想到我能这么细心，心里竟然有点小感动。我记得爷爷跟自己说过，以后嫁人要嫁2种人，一种是愿意为女人花钱的，一种是细心的。刚才没来得及问你喜欢吃什么菜，所以多打了点，毕竟现在可不是你自己吃呢。由于江月熙中午没怎么吃，也的确有点饿了，所以只能乖乖的拿起筷子开始吃了起来。吃着吃着，江月熙不由自主的皱起了眉头，看来自己怀孕，胃口也不好了，而且还有孕吐反应。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垃圾食堂，东西是真难吃，看来江月熙以后的饭菜必须还得是自己亲自做才行。于是当即打算回去就开始给江月熙准备滋补鲫鱼姜仁汤。在食堂吃完饭，我就送江月熙回宿舍，然后我立马联系了学校旁边的日租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菜市场买菜去了。很快买好原材料后，我就直接来到了日租房，将原材料洗好摆在案板上，便开始制作。不过很可惜，我足足浪费了3条鱼后才制作完成。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精心奋战，我终于成功做出了自己的第一锅鱼汤。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忍不住感叹不已。滋补鲫鱼姜仁汤终于大功告成了。拿来汤勺轻轻舀了1小勺送进嘴里，咸淡适中的5香之味立马在我嘴里荡开，然后迫不及待地加了一点鱼肉放在嘴里。下一刻我瞪大双眼，不可思议，这么好喝的鱼汤是我做出来的。收拾片刻，我就带着鱼汤回到了学校。有几个男生无精打采地坐在后排，盯着江月熙和沈清这对大美女愣愣出神。陈飞这家伙今天早上6点就给老子薅起来，这小子肯定没干什么好事。我赞同这小子往我借了500元，说是要租日租房。沈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气得拳头紧握。这陈飞不是说会对西西和孩子负责的吗？转头就去开日租房了，这个渣男，一会儿他来了，看我不弄死他。然而江月熙听到这些话之后并没有太大反应。陈飞还是那个陈飞，这只不过是他本来的样子而已，他跟其他女孩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真心关心孩子的就足够了。正当他们热切讨论的时候，我拿保温饭盒走进了课室，也不顾其他人的眼光，直接走到江月熙身边坐了下来，顿时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突然就遭受了这么多的目光，这让江月熙很是不适。你坐到后面去吧，这样不好。我直接把保温饭盒放到桌子上，有什么不好的？你看我给你准备的什么？刚才还没注意到，见到饭盒的那一刻，江月熙顿时有些呆住了。没想到陈飞给自己带汤，还直接带到课室里来了。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人看着，这叫我如何好意思当众吃东西？我也没管那么多，然后就把保温饭盒给开了。啊什么呀？这是我亲手做的鱼汤。饭盒一打开，一股浓浓的香味瞬间飘散开来。江月熙原本就不是特别喜欢鱼腥味的，怀孕了之后更是受不了半点带有腥味的东西。但是她被迫闻到饭盒里飘出来的香味后，并没有本能的排斥，也闻不到半点的鱼腥味，反而是一股淡淡的清香，有点姜仁和葱花的味道。江月熙顿时有些纳闷了。陈飞不是说鱼汤吗？什么鱼汤？怎么连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呢？见江月熙自然流露出来的期待之色，我喜上眉梢，那可不是赶快趁热尝尝吧。我将保温饭盒拿到江月熙面前，还细心把勺子给放好。这个时候教室里的人简直都惊呆了，我和江月熙的狗粮让他们有点猝不及防，但更猝不及防的是那鱼汤。这个时候江月熙的肚子居然不争气的叫了起来，也顾不上矜持了，勺了半勺，轻轻抿了2口，随之精致的小脸上闪过一丝惊艳之色。这也未免太好喝了，不仅闻起来让人食欲大增，喝起来味道更好。
喝下那一大勺之后，江月熙的食欲彻底被打开了，她也不再克制，而是大口大口一勺接一勺的喝了起来，很快便将一大饭盒的鱼汤和鱼肉吃完了。见到江月熙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其他人纷纷吞咽着口水。坐在后排的舍友们首先忍不住问道：“陈飞，鱼汤真是你亲手做的？我怎么就不敢相信呢？肯定是到哪个大酒店打过来的吧？”对此我忍不住心里有点嘚瑟起来，不过马上就想到这不机会就来了吗？真是我自己做的，不骗你们，明天我就到门口美食街摆摊去，想喝的话准备好你们的银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江月熙一脸惊讶地问道：“陈飞，你说去摆地摊是什么意思？”看着江月熙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我笑了笑。摆地摊做小贩，不卖鱼丸卖鱼汤，赚钱吗？不丢人。他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套。那我来帮忙吧。闻言，我一脸宠溺地对江月熙说道：“第一，你愿意帮忙我很开心；第二，你去可以，但是不能动手干活；第三，不要忘记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江月熙轻声应了一声：“好吧，都听你的。”上课时我一直在盘算先要解决启动资金的问题，而自己兜里就只剩下这个月的生活费了，所以现在只能借钱，而宿舍这3个傻屌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于是下课后回到宿舍，往3个傻屌总共借了1万2，然后在网上申请了摆摊的营业执照，还有卫生体验。不久通过后，趁着人家还没下班，就马不停蹄的去办。一切顺利后，回到学校跟江月熙一块吃了晚饭。吃饭的时候，沈清听到我的进度也是大为吃惊。什么？你营业执照就已经弄下来了？第二天上午的课一结束，我就拉着宿舍的3个免费劳动力，跟自己到市场上去买小吃车，顺便把食材也一块买回来。没想到在去的路上，脑海中响起了一阵熟悉的声音：叮，宿主成功完成滋补鲫鱼姜仁汤，新手小礼包奉上，解锁新菜品初恋玉米汁。我喜出望外，本来还担心单卖鱼汤会有点单调，这下稳了，玉米汁可是很普遍的人气饮品，完全不用担心。就这样，下午4点我们将所有东西备齐，然后在7点半前将鱼汤跟玉米汁一块装上了小吃车。到了美食街后，我先是去管理处交了租金，全部搞定后，我们开着小吃车来到固定的摊位上。小吃车停好后，舍友们便干劲十足麻利的将小桌子和小板凳摆弄好，我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块小黑板。与此同时，3个傻屌不知道谁在班级群发了张照片，班级群里很快就有10几个发声表示要来一探究竟。沈清看到这条消息后也是有点没反应过来，陈飞这家伙的行动力还真是惊人啊！他连忙让在低头看书的江月熙看手机。江月熙看完后二话不说就拉起沈清的手出门了。我要去帮陈飞说好了的。另一边的美食街，一个失恋的女生走到了我们的摊位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来碗汤吧。”我们顿时喜出望外，终于迎来了第一位顾客。陈豪他们3个沙雕见终于开单了，就无比殷勤地拱上去服务，亲自帮美女端开凳子，引导她入座，嘘寒问暖。美女一下被这3个人给整懵了，这也未免太热情了吧！当汤端上来后，陈豪他们3个狗贼站在旁边，全程紧盯着人家美女看。小美女无比尴尬地瞟了3人一眼。这是你们这里的特色吗？我见状连忙招呼他们一边去。见陈豪3人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退到一边后，小美女才开始正式吃了起来。她拿起筷子先夹了一点鱼肉尝了一下，只是尝了一口后，她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明明是鲫鱼肉，却没有一点鱼刺，而且这味道未免也太好吃了，鲜嫩多汁，还没有一点鱼腥味，鱼肉煮得恰到好处，吃到嘴里口感简直棒极了。小美女3下5除2便把1碗鱼汤里的鱼肉都吃了个干净。很快小美女的碗就见了底，她甚至都整个把碗都端了起来，一滴鱼汤都不想浪费。吃完后她冲着我大声喊了一声：“再来一碗！”见状我们不禁愣了一下，随后便是偷笑不已。很快她就又将鱼汤干完，然后扫码付款。就在这时，几十个同学成群结队的向摊位走来。我喜上眉梢，知道他们都是来帮衬自己生意的。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我的干劲也跟着提了起来。江月熙和沈清2人走得慢，是最后才来到小摊的。江月熙看着眼前生意火爆的小吃摊，心里很是开心。陈飞为了养活自己3个宝宝，真的在付出实际行动，而且还是这种很辛苦摆摊小贩的工作。他没有说谎，他真的有在做，而且看起来好像还很有效果。陈飞，我来了。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江月熙正在弯着腰收拾桌子，还真是个傻姑娘。但是眼下这些粗活是绝对不能让她干的。我立马停下了手中舀汤的动作，走了过去。都说不用你帮忙了，你乖乖的在这里。江月熙看到我有点生气的表情，委屈的解释：“没事儿，很轻松的，一点都不累，真的。”我微微沉着脸严肃坚持道：“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以后就不让你来了。”见我好像真的生气了，江月熙低着头不敢说话。我见他垂着脑袋有点失落的样子，又有点于心不忍。你先把鱼汤喝完，等下忙不过来，你再看要不要帮忙。江月熙听到还是可以帮忙后，立马笑逐颜开。我点了点头，然后便给江月熙打了一碗鱼汤过来。江月熙见到这份超大碗鱼汤的时候都震惊了，这分量未免也太多了吧？江月熙的樱桃小嘴自然张大，这肯定是陈飞的阴谋，故意装这么多，吃完了都打烊了，还怎么帮忙？看着江月熙的小表情，我不禁哑然失笑，摆出一副我是认真的表情，轻轻在江月熙脑袋上摸了摸。见状，江月熙没来由的一怔：“陈飞这是干嘛？难道这是摸头杀？不，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我们2个并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只不过是因为孩子而联系在一起的陌路人而已。”
然而面对这么一大碗鱼汤，他总觉得吃不完。可当他开始尝过了一口后，没用太多时间，直接喝了个精光。江月熙竟然还有一丝丝意犹未尽，下一刻江月熙彻底震惊了。3个宝宝，饭量大，不奇怪，不奇怪，我自己并不是一头猪，并不是。一旁的沈清见江月熙的胃口这么好，也是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同时沈清也看明白了，这都是鱼汤的功劳，只有我的鱼汤才能让江月熙胃口大开。真有这么好喝吗？不过好在我也给沈清打了一碗。怀着莫大的好奇，沈清舀了一勺鱼汤放在了嘴里，刚喝下去的第一口，他终于理解江月熙的反应。我去，这鱼汤也太好喝了吧！沈清咕嘟咕嘟的3两下就喝完了一整碗鱼汤，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只恨他不够大，不然还能继续喝。西西，我看你平时比我饭量还小的，果然怀孕的女人饭量大，我也好想怀孕啊，这样我就能多喝点鱼汤了。闻言，江月熙扶着额头一阵无语。你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与此同时，江月熙喝完鱼汤后就撸起袖子准备帮忙。现在的生意不但没有淡下来，比刚才还忙。陈飞应该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吧？江月熙刚站起来要帮忙擦擦桌子，就被眼前的3个舍友抢走了。他们可不敢让怀孕的江月熙乱动。使不得，使不得！嫂子，你快坐下，让我来，这是我的垃圾，谁也不准抢。3个人一个比一个积极。江月熙想干点活都被抢走了。10点左右，所有的东西就全部卖完了。收拾完毕之后，3个人非常识相的离开了。本来江月熙也想离开的，可是却被我给拦下来了。我数学不好，能帮我算下账吗？江月熙要留下来，沈清自然也是不走的。可是没想到3个沙雕硬要拉着沈清走，就这样小吃车旁就剩下了我和江月熙2个人。我和江月熙并排坐在小板凳上，四目相对，气氛顿时有点小尴尬。我松了松肩膀，忙碌了这么久，确实有点累了。一旁的江月熙见了，莫名有点心疼。那个，我们来算下账吧。我一边说，江月熙一边记。没过一会，江月熙就将账目给算了出来。当他最后发现一晚上净赚了2000块，有点不可置信的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小小的摊位。这1个月就是6万啊，那1年的话岂不是60多万？要是人再多点，岂不就是年入100万了？他甚至觉得今天要不是他和沈清免费喝了2大碗鱼汤，利润还会更高。江月熙低着头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我要是不喝这2碗的话，就还能赚更多的钱。闻言，我立马郑重其事道：江月熙，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允许你这样想，我是你肚子里宝宝们的爸爸，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江月熙见我如此郑重其事，也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知道了，你不要生气，我以后会注意的。江月熙2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很是不安。我看着他有些唯唯诺诺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我语气变得温和，对江月熙再次说：你胃口不好，肚子饿了，乖乖吃饭，不要有什么负担。听到我的话，江月熙不由得怔了一下。陈飞，他怎么对自己这么好？要是换做其他男人，早就不管自己了。其实殊不知，现在的陈飞早已不是当年的陈飞了。此时我把小板凳挪到了江月熙的身边，这样吧，你不想愧疚，那就答应我一件事。见我突然凑了过来，江月熙本能的与我拉开距离。答应他一件事，会不会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而我看见江月熙脸颊微微泛红，一阵好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周末陪我去个地方就行。你放心，我不会干什么坏事的。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哈。江月熙对我这种滚刀肉的做法也是很无奈。不过是跟陈飞去一个地方而已，应该不会干什么坏事吧？我看了下时间，已经是10点了，打算先把江月熙送回宿舍，自己再回日租房去。不久，我回到日租房便开始张罗明天的计划。第二天一早，我6点准时来到菜市场，买完东西后差不多7点半了。回到日租房后，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将初恋玉米制做好了，然后便开始给江月熙准备今天的午饭。不久便做了一个蒜苗肉丝跟一个番茄炒蛋。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上课了，我直接拿出了保温盒，将所有菜打包装好，然后心满意足的出门去上课了。不久我就提着饭盒来到了教室，看到江月熙后径直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把饭盒放好，冲江月熙笑了笑，拿出书本准备开始听课。由于最近起早贪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道悦耳的女声在耳边突然响起：陈飞，醒醒，下课了。还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道甜甜的声音唤醒了，我轻轻抬起眼皮，一张绝美脸庞映入我的眼帘，来人正是江月熙。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就要摸摸她小脸蛋，可是手刚伸出去，李东突然凑过来：飞哥，你盒饭里的东西让我尝尝呗。这一句话直接给我吓得一激灵，吃你妹啊，死一边去！我没好气地甩了甩手，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吃吃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见我发飙了，李东一脸的委屈，一旁的江月熙却抿着嘴被逗笑了。笑死我了。然而李东自然是不会就此放弃的。飞哥，我们是就在这吃呢，还是到食堂去？就连一旁的沈清也禁不住的回想，西西人这么好，陈飞做的东西他肯定会分一点给我吃的。我看着李东和沈清2人那意味不明的眼神，只好说道：去食堂吧，这点东西不够我们吃的。不过先说好，必须江月熙先吃，他吃不下了你们才能吃。就这样，我们4人一块来到了食堂。我打开饭盒，浓浓的菜香味瞬间就飘了出来，而且江月熙还闻到一股久违而熟悉的味道。我催促江月熙下筷，江月熙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蒜苗肉丝放在嘴里尝了一下。江月熙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几个菜以前都是爷爷经常给自己做的，如今自己已经9个月没有回去看他老人家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过得怎么样了。见江月竟然哭了，我顿时慌了，怎么了？不好吃，试试其他的。江月熙立马摇头否认，不是很好吃，我就是有点想爷爷了，对不起。闻言我连忙安慰他，没事没事，等放寒假我陪你一起回去。一旁的沈清也安慰道，小哭包，
别哭了，等放寒假我陪你一起回去。听到沈清这么说，江月熙这才不哭。这餐饭江月熙也吃得很香，对我的厨艺也赞不绝口。下午的课一上完，我就带着3个沙雕直奔出租屋。由于今天4人都比昨天熟练了很多，7点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7点20分，我的小吃车来到摊位前，刚把小吃车停下，2人就直接冲了上来。女生气喘吁吁地向我说道：“老板，来2碗鱼汤，2份初恋玉米，不，都来4份。2份打包。”我见这么快就来生意了，也不含糊，简单收拾了下，洗了下手开干。不久，小吃车面前就排满了人。一旁的江月熙见我忙得连水都喝不上一口，很贴心的倒进水杯里，还插了根吸管，这样喝很方便，还不耽误你干活。对于江月熙的这份贴心照顾，我心里很是开心。由于天气比较炎热，怕他中暑，于是招呼了下沈清，带着江月熙到旁边休息一下。闻言，沈清撇了撇嘴：“老娘义务给你干了那么久，也没见你让我休息。”此刻我的小吃摊前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就连周边的那些小吃摊老板们也纷纷前来排队。就这样忙活到了晚上9点左右，东西全部卖完，然后大伙便开始打扫卫生、收拾东西起来。我看了一下小吃车里还有几个青菜跟米饭，于是让他们去旁边的小超市买了10几个鸡蛋回来。我立马就起火开锅，根据系统的蛋炒饭做法炒了起来。很快，一份颜色金黄蛋炒饭就大功告成了。众人纷纷拿出碗筷围坐在一起吃了起来。几人享受完美味的蛋炒饭后，陈豪和沈清他们就回宿舍了，就又只剩下我和江月熙2人。江月熙十分满足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不管陈飞做什么，自己都很有胃口，很喜欢吃，而且吃了还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反应。我给江月熙倒了杯温水，吃饱了吗？来喝口水，待会儿再吃点水果。闻言，江月熙嘟着嘴道：“啊，水果啊，我吃不下了，再吃我就变猪了。照这样吃下去，自己说不定会吃胖的。”我看着嘟着嘴的江月熙，感觉特别的可爱。没事，你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江月熙害羞的把脸给别过去，脸颊微微有些红。那我给你买了，拿回去，晚上你如果醒了饿了可以吃。真的不用了，你上次给我买的水果还没吃完呢。闻言，我立马叮嘱他，上次的水果到现在已经不能吃了，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其实江月熙平时节约惯了，就算上次买给他的水果有点多，1个晚上也是能吃完的。他肯定是不舍得吃，故意留下一些，下次再吃。江月熙抿着嘴道：“知道了，早知道就不跟陈飞说，上次的水果还有剩了，搞得现在又要扔了，心疼的不行。”我用温柔又带着一丝霸道的语气对他说道：“你只要记住照顾好自己就行了，要是照顾不好自己的话，那我就必须租个房子让你过去住，我来照顾你。”说完，我双手撑着小吃车将他围了起来。见到我已经无限零距离的靠了过来，江月熙心扑腾扑腾的跳得厉害。他这是要干嘛？是要亲亲吗？而我的话让江月熙更慌张。租房子到外面去住，跟他一块住，那不是每天都要这样被他欺负吗？闻言，江月熙小脸嫣红，心跳飞快。我知道了，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我怕他摔着了，连忙伸手拉住了他。你慢点，我不逗你了，我们来算下账吧。过了好一会儿，江月熙才慢慢从紧张和羞涩中缓了过来。不久，我们把今天的账算了出来。今天一天的盈利总共是3080块，加上昨天的总共进账盈利6000多块。我听到江月熙将最后的数据报出来后，也是非常满意。看来明天就能完成系统的任务了。然而，正当我憧憬着系统任务有什么奖励的时候，脑海中熟悉的提示音骤然响起：叮，恭喜宿主表现出色，奖励1000营业额，提前完成任务，成功解锁新菜品美味生煎包。没想到系统居然奖励我提前完成任务了。不久，我收拾好东西送江月熙回宿舍。江月熙一路都微微低着头，默默走着自己的路。路过水果店，去给他买了够吃1晚上的水果。买好之后，江月熙却抢着把单给买了。江月熙趁着我要发难之前解释道：“你给了我3000块的，在医院没用多少，你忘了吗？”我顿时语塞，也不好说什么了。陈飞，那这些水果给你，你最近也辛苦了，谢谢你，我先回宿舍了。不辛苦，傻丫头，再苦再累也值得。看着江月熙回到宿舍后，我也乐呵呵的提着江月熙送给自己的水果回宿舍去了。第二天只有一节无关紧要的课，我决定翘掉它。刚解锁了新菜品，打算明天一早去买好材料试手。一回到宿舍，陈豪和方平2个人就开始酸不拉几起来。哟，飞哥，你还记得你这里有个家呀？有本事你别回来啊！有本事一直跟嫂子腻歪下去啊！你以为她不想啊？嫂子这不是怀孕了吗？怎么腻歪啊？怀孕了不可以的吗？可以吗？不可以吗？飞哥，我们问你呢，可以吗？我拿出2个苹果朝这2个沙雕扔了过去，滚蛋！居然调侃自己。不久，我将自己明天的计划说了出来。哥几个，明天的课我准备翘掉了。早上我去市场买食材，准备试试新菜品。话音刚落，3个傻雕立马激动了起来。什么新菜品？那我翘课，兄弟必须一条心。楚大厨去采购，我这个苦力肯定也要来帮忙的。老规矩，我去找代课。4个人很快达成了一致翘课的想法，毕竟是一节可有可无的公共课，一般都不会点名。然后我也跟江月熙说了下明天自己的计划，顺便也邀请了他来试吃自己的新菜品。江月熙也是满心欢喜的答应了。我盘算了一下时间，等到江月熙下课时，新菜品生煎包估计也差不多好了。第二天早上6点整，我们准时来到菜市场，几人忙活了1个半小时，采购结束。东西买回去后，3个傻屌因为实在起太早，
一到我的日租房便倒到沙发上睡回笼觉了。看他们那个熊猫眼，我也没喊他们，然后自己便开始忙活起来。不久，生煎包的香味瞬间就溜了出来。睡觉的3个傻屌没一会儿就被香醒了。当然，这3个傻屌醒了自然就是开吃。上午10点左右收拾好后，我就去接江月熙了。只见江月熙双手抱着一个大纸箱子，我连忙接过箱子，发现还挺重的，就疑惑地看向江月熙。里面有个风扇，给你买的。你一直在小吃车里忙活，天气本来就闷热，还不透气，就更热了。每次你都是汗流浃背，尤其是后背，整个都被湿透了。我看着实在有些心疼，就在附近给你买了一台风扇。我抱着江月熙帮自己买的这台风扇，不觉露出了笑容。傻瓜，这么重的东西不会叫我去搬啊？谢谢你，这个风扇对我太有用了。这是江月熙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真的很喜欢。小风一吹，完全能感受到江月熙的关心。江月熙点了点头，知道了。很快我便带着江月熙来到了日租房，然后我让江月熙坐在沙发上休息下。你先坐哈，我的新菜品已经大功告成了，我去拿来给你尝尝。江月熙依旧轻声应着。好的。这是他第一次到日租房来，放眼望去有些新鲜。等自己毕业出来工作有钱了，也一定要租一个这样的房子，到时候把爷爷接过来一起住，那就太好了。我端着一锅生煎包出来，就发现江月熙盯着眼前的大电视在发呆，在想什么呢？要看电视吗？江月熙愣了一下，摇了摇头道：没什么，不用了。然后我亲手夹了一个生煎包送到江月熙面前。江月熙看着眼前生煎包，忍不住小鼻尖动了动，紧跟着舔了舔嘴唇，不禁发出赞叹道：好香呢。然后便不客气地拿起一个生煎包吃了起来。好好吃呢，好多肉。江月熙一脸满足地笑着，不觉又想起了爷爷。如果我爷爷也能吃到这么美味的生煎包就好了。我知道他暑假没有回家，最近怀孕，情绪也特别丰富，时不时会想起爷爷。我实在不想这傻姑娘因为太想爷爷给想出病来了。国庆11放假了，我们要不回去看你爷爷吧？江月熙一听这话，脸上顿时笑逐颜开，又开心又期待。真的吗？但很快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摇起头来。不行，太远了，坐火车都要30几个小时。闻言，我摸着头想了一下，这傻丫头肯定又是怕浪费钱。这样吧，你把家里的地址给我，我们寄点好吃的东西给爷爷。江月熙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就把地址发给了我。我一查地址离镇上也不是太远，立马就网购下单，买了一些容易储存的东西。江月熙偷偷看了我一眼，心想：他真的是一个好人，还从来没有人对自己和爷爷这么好过。感动归感动，江月熙还是拿出钱包准备把钱给我。我看着他破旧瘪瘪的钱包，里面最多就只有几百块钱，这要是给了自己，他不是得节省好久？可是自己又不能说得太直接，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想到了这里，我瞥了一眼放在旁边的风扇，记上心头。你给我买风扇，这算就是回礼了。闻言，江月熙还是从钱包里拿出300块钱就要塞给我。不行的，风扇没那么贵。闻言，我再次心生一计，你可以对生煎包给出你的评价，这对我很重要，也对我的生意帮助很大，价值几千上万块可能都不止。江月熙对我期待满满的眼神很是无奈。那好吧，既然他不愿意收钱，那以后多在小吃摊帮忙就好了。这样想着，江月熙便组织了一下语言，对我的生煎包评价道：这个生煎包真特别好吃，酥脆的表皮搭配上鲜嫩多汁的馅料，口感和味道都无可挑剔。闻言，我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好了，肚子饿了吗？我做饭去。当即就跑去厨房重新开始做生煎包。没过多久，新的一锅生煎包上桌，江月熙满足地放开肚子吃了起来。午饭算是就这样解决了。我坐在沙发上跟江月熙休息了一会儿后，不久市场那里的鲫鱼也送了过来。看时间差不多了，也要开始着手准备晚上的东西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到市场去一趟，把晚上生煎包的食材也买回来。出门之前，我让江月熙在家里休息会儿。你要不要睡一会儿？那曾祥这傻丫头听到睡这个字，白嫩的小脸立马染上了红晕。睡？他双眸陡然睁大，有些惊恐地抬起头看向了我。他说的睡是什么意思啊？江月熙下意识往旁边坐了坐，与我拉开了些距离。见江月熙有些奇怪的反应，我也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反应过来，这傻姑娘。于是我故意往江月熙那边又坐过了一点，去坏笑道：对啊，睡一会就是睡一会儿。江月熙立马傻眼了，又往后退了退。我们两个一起？紧张的话都有些说不清了。不行，我怀着宝宝，我们不可以啊。我们两个不能那样的，我还怀着宝宝，不可以的。见江月熙整张脸红的不行，我忍不住笑出来。傻丫头，你想什么呢？我是说让你去睡个午觉。闻言，江月熙顿时羞得用手捂住自己的笑脸。太丢人了，自己刚刚到底在想些什么？下一秒，江月熙就被我一个公主抱了起来，身体突然被抱起，她吓得娇嗔出声。我得意地瞟了一眼怀里的江月熙，然后抱着她进了卧室，轻轻放在床上。下一刻，她拿出被子，迅速将自己给包裹起来。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他看不到我。我并没有得寸进尺，轻轻将门带上道：傻丫头，好好休息，我一会就回来。江月熙轻声地在被子里应了一声。你路上慢点。下一秒，满脑子凌乱起来，自己居然被他抱起来了，还是公主抱，他怎么这样啊？
抱自己干嘛呢？江月熙顿时有点无地自容了。为了怕江月熙醒来一个人，我加快了脚步，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将所有东西全部买齐了。当我回到日租房，发现江月熙还在熟睡中，不由自主的嘴角轻轻上扬。这一刻，我的心里别提多么温暖。然后我来到厨房，便开始准备小吃摊的东西。2个小时后，江月熙悠悠的醒来了，她连忙爬起来，用一种刚刚睡醒的声音轻声呢喃：“我应该去帮忙的。”来到厨房一看，我已经在煎生煎包了。江月熙看着我只身忙碌的身影，突然觉得陈飞这一颗好帅啊！爷爷说，能吃苦、肯负责、又上进的人是值得托付终生的。紧跟着江月熙用甜糯的声音道：“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吗？我很能干的。”我看他这架势非干不可的样子，于是让他来包饺子。闻言，江月熙拼命点头。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差不多包好了50多个生煎包。江月熙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我时不时会抬头去看他。那一刻，我仿佛整个空气充满了爱的味道。看着他小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了面粉，很是可爱。我忍不住伸手在他精致的鼻尖上轻轻是擦了一下，没想到擦完他的小脸面粉更多了。看着他像个小花猫一样的脸，我笑出声来，哈哈哈！小花猫江月熙。江月熙生气地质疑道：“哎呀，你分明就是故意戏弄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没有，你就是故意的。”晚上7点的时候，终于将所有菜品都准备完毕，然后把江月熙送的风扇装在小吃车上，试了试，风很大，吹着很舒服。不久来到小吃摊，没想到提前来的人比昨天更多了，就连某音的美食博主都纷纷前来凑热闹。今天的生意好到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由于人太多，李东一个人都快忙飞了，就连江月熙也忙前忙后的。不过我叮嘱过他慢慢来，宁愿不做生意也不要累着了，看来还是得招一个固定员工才行啊。就在这时，远处一辆红色跑车停在了小吃摊后面的停车场，随后从跑车里走出来一个踩着高跟鞋、身材修长的女总裁。看到长长的队伍，女总裁也没有不耐烦，自觉排到了队伍后面去。10分钟后，女总裁终于来到摊位面前。老板，给我来3个生煎包，1份鱼汤，1份玉米汁。闻言，我顿时有点尴尬，不好意思，生煎包只有1个了，其他都没有了。闻言，她美眉微蹙，颇有些无奈道：“那好吧，就要这个鱼汤。”而后面还在排队的人一听，顿时有点小情绪了。啊，不是吧，都卖完了呀！我抱歉的摇了摇头，把那个生煎包给到了女总裁。在一旁忙碌的江月熙也发现这个高冷女总裁。陈飞他就喜欢这种美女吧，又有魅力又成熟，他跟这样的美女在一起才是绝配，不像自己只是一个家境普通、能力普通的女孩子。还在一旁尴尬的我却不知道江月熙脑海中产生了那么多想法。一旁的女总裁端着生煎包开始吃了起来，第一口吃进去，她的眼睛顿时一亮，真咸，真甜，真嫩，满口异香，太喜欢这个味道了。然而3、2口之后就吃完了，完全没有得到满足。不行，明天我得早点过来排队，我一定要一次性吃个爽。而另一边的我看着还在忙碌的江月熙，心疼的走过去道：“傻瓜，累不累？”江月熙一脸轻松的笑道：“不累啊，就是擦擦桌子，怎么会累呢？”好了，你乖乖坐着吧，剩下的我来。片刻收拾完后，我便开着小吃车消失在了美食街。我照旧是先打算将江月熙送回宿舍，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得跟江月熙说说有关搬出去住的事情。那个今天晚上就别回宿舍住了，跟我去日租房住吧。听到这话，江月熙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说什么？不回宿舍，跟他在外面过夜？这怎么可以呢？之前只是一次意外，我们都没结婚，怎么可以做那种事情呢？江月熙抿着小嘴拒绝了我。不好，没结婚，不能跟你同居。见状，我也没有轻言放弃。是我们虽然是没有结婚，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了。闻言，江月熙立马摇了摇头。还不等江月熙还要说些什么，我抢先道：总之明天就是周末了，之前答应我的你不会反悔吧？那好吧。此刻江月熙还在心里想着，只要不是跟陈飞出去同居，不管他提什么要求，都尽力满足。走到半路，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江月熙：累不累？我来背你吧。闻言，江月熙又是一阵脸红。不累，不用。我也没再调戏他，就这样静静地走在熟悉的校园路上。回到宿舍后，江月熙给爷爷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爷爷就有些生气道：丫头，你怎么给爷爷买那么多东西？下次不要买这么多东西了，太浪费钱了。要买你就给自己买，知道了吗？江月熙默默听着爷爷的指责，心里却觉得特别温暖。照旧跟爷爷说了些家常后，他就忍不住想要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爷爷。爷爷一直在农村待着，年纪也大了，他能接受我没有结婚就怀孕的事情吗？想着江月熙还是没有勇气跟爷爷说，但左思右想之下，他决定先试探一下爷爷。爷爷，要是西西不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爷爷，你还会支持西西吗？要是我不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还会支持吗？江月熙用开玩笑式的语气试探爷爷。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不糊涂也不傻，但无论如何，爷爷还是给江月熙心理上的支持。傻丫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爷爷都会站在你这边。爷爷的声音沉稳和温暖，给了江月熙前所未有的支持。这次跟爷爷足足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江月熙才挂断。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我回去后就盘算今天的成果。目前为止，自己摆了3天的摊，总共盈利了9600块。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租个房子。想到这里，我便了解了一下周边房子的情况，最后看中了3套房子，准备明天过去看看。第二天一早，我就按时接上了江月熙。没想到一进食堂里面，江月熙捂着嘴巴走到一个垃圾桶旁边吐了起来。见状，我连忙上去轻轻拍了拍江月熙的后背。怎么样，好点没？江月熙有些难受的擦了下小嘴。
好些了。于是我转身就带着江月熙来到外面干净的早餐店吃饭。我给江月熙倒了一杯热水喝下后，她才感觉胃里舒服了些。随后我点了白粥和蒸蛋，都是比较清淡的，还很细心的给江月熙包鸡蛋。江月熙还从来没被人这么细心的照顾过，多少有些不适应，不过也没有拒绝我的好意。此时一个身材很好的女人突然发现了我。陈飞，她正是学院里的院花陆晴。我说这几天怎么突然冷落我了？原来是有了新欢啊。话落也没看江月熙一眼，便坐在了我身边，紧跟着用妩媚的声音加上撩人的眼神道：陈飞，好几天不见了，你就不想人家吗？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江月熙身上，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才反应。我没有给陆晴面子，直接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不回你信息就是不想见你。现在我可不想给哪个女人半点念想。听到我的话，陆晴整个人都傻眼了。为什么？陈飞可从来没有这么绝情过啊。陆晴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仍旧一脸妩媚的媚声说道：陈飞，话不要说的那么绝情嘛。我们之前不是还去世纪酒店办了会员吗？要不今天……而江月熙听见，脸色随之一变，身体也微微抖了一下。我显然也是没想到他会这么没有底线。陆晴，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要是再胡说八道，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听到我的呵斥，陆晴顿时有些慌了。此刻他从我那冰冷的声音里感受到了一股凉意，只好不甘心的站起来，灰溜溜的走了。陆晴一走，我就拿出手机直接把他给删掉了。一旁的江月熙也是见到我如此凶狠的眼神，也是被吓到了。我见江月熙那有些噤若寒蝉的样子，对不起丫头，吓到你了，今天是个意外，以后不会发生了。江月熙小声的哦了一声。陈飞跟自己解释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他虽然是自己宝宝的爸爸，但自己并不会干涉他和别的女孩子的事，而且我们两个也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不过江月熙听到我说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删了，心里还是没来由的感到一阵开心。刚才陈飞说他有女朋友了，他口中的那个女朋友是指我吗？我见江月熙没有真的生气，也就放心了不少。吃完了，走，带你去个地方。片刻后，我就带着江月熙来到了一个住宅小区。我打算在附近租套房子，你帮我看看呗。这房子你也要住的，你可得看满意了。闻言，江月熙有点措手不及。啊，这陈飞怎么还在想这事？自己可都是拒绝了的呀，他怎么还自作主张了起来呢？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套房子面前。当江月熙听到中介报出的租金后，忍不住有点啧舌，然后在中介不注意的情况下，小声跟我道：这套房子太贵了，不行再找找便宜的。闻言我柔声道：傻丫头，钱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想着以后我们宝宝住的舒服就行。闻言江月熙一时之间感动的不行，他真的很努力，很上进，一心为宝宝着想。然后江月熙暗暗发誓以后要帮我减轻一些负担。很快我们便进入了房间里面。这套房子通风采光都挺好，房型也很方正，主要是够大，有3个房间，楼下1个，楼上2个，就算是3个宝宝老妈偶然过来也不会太拥挤。看了一会便直接敲定这套房子了，合同一签完，房东把钥匙给我后就走了。而江月熙则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偌大的房子有些发呆。好漂亮的房子，不过好贵，真的好贵。他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也要出一点钱。等我过来后，江月熙就再次拿出自己瘪瘪的钱包。我只有400多了，你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于心不安。见状我顿时有些不高兴了。傻瓜，这房租的钱你已经给了呀，你每天都来帮忙，我赚的这每一分钱都有你的份。你怀着宝宝每天孕吐的那么难受，你已经做很多了，做得很好了。如果你还因为钱的事跟我计较这么多，我才于心不安呢。没有，我也是不想让你太辛苦。如果我这样说给你造成心理负担了，那我收回刚才的话。说完，江月熙就乖乖的把钱给放了回去。我伸出手摸了摸这傻姑娘的小脑袋，傻瓜，以后咱们不提钱的事了好不好？江月熙重重的点了点头。我笑着把江月熙重新拉到沙发上坐下来。好了，饿了吧？跑了这么久。他本想着说还好，结果肚子就咕咕咕的叫了起来。江月熙顿时有些尴尬，小脸一阵窘迫。看着江月熙尴尬的模样，我忍不住就想逗逗，饿了就说出来，还有你害羞什么？难不成你喜欢？闻言，江月熙的小脸立马就红了。还好陈飞没有说喜欢我3个字，不然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见状，江月熙只好连忙转移话题。我饿了，你赶紧做饭去吧。见状，我也没有再逗这个傻姑娘了。走吧，我们一块去买点菜。江月熙如释重负，机械似的点了点头。就在2人在各个摊位前选菜的时候，一个小拉车急匆匆的差点把江月熙给绊倒。我眼疾手快，及时伸手搂住了她的腰，稳稳的将她护在了怀里。反应过来的江月熙也是有些后怕。刚才如果撞到了，摔跤了，那可不是小事。任何意外对怀孕的自己来说都可能引起可怕的后果，我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见她有些后怕的样子，我连忙牵起她的小手。这里人多，我牵着你小心点好。江月熙的手被我握住的瞬间，全身就仿佛电流通过一般，有点恍惚，更是有点紧张。这还是她第一次和男生牵手。陈飞，你先松开我的手，我绑下头发。听到江月熙这么说，我便松开了她的手，随后她拿出皮筋将头发随意扎了起来。此刻梳着高马尾的江月熙露出了修长的天鹅颈，整个人的颜值经得起任何细致的挑剔。此时我呆呆地看着她道：你这样也很好看。江月熙被我莫名其妙的夸赞搞得有点懵，自己头发明明很乱，还说好看。我看着江月熙疑惑的眼神道：我很喜欢你把头发扎起来，以后都这样好吗？而江月熙听到我的话，心里也很开心。以后都这样扎给你看。我见江月熙把头发绑好了，又牵起了她的手。江月熙也没反驳，任由我这么牵着。她的手好大，把自己的手全握住了。不过由于天气太热了，我们的手很快就捏出汗了。
这时旁边刚好有个拿着雪糕的小朋友，见状江月熙顿时馋了起来。不过碍于她怀了宝宝，也只能搀着。而一旁的我也瞥见江月熙馋嘴的样子，于是拉着她的手向一家便利店走去。见状江月熙还以为我忘记买什么东西了。进了便利店，我二话没说，直接拿了一块巧乐兹。江月熙眼睛顿时一亮，买雪糕？她怎么都没想到我居然注意到了她想吃雪糕。他真的好细心啊！我撕开巧乐兹对着他说道：“只能尝一点点，不能吃多了。”闻言，江月熙整个人都开心的飞了起来。我只吃一口，就一口。然后迫不及待地张开嘴咬了一口。好冰呀，好好吃呀！此时的江月熙脸上全是惊喜的小表情。我看了一下她咬的雪糕，真的就只咬了这么一小口。这傻姑娘未免也太乖，太可爱了吧！于是我又把雪糕伸到她的嘴巴前，示意再来一口。见状，江月熙拼命摇起了脑袋。不吃了，不吃了，可以了。此时他的样子像极了单纯的小朋友，可爱至极。我轻轻捏了一下江月熙的小脸，好，不吃了，那我们回家做好吃的。说完顺手帮他擦掉了嘴角上沾着的一点雪糕。我盯着江月熙粉嘟嘟的嘴唇，忍不住想去亲一口。一旁的江月熙瞪大双眸看着我，我脸上也有吗？我为了掩饰尴尬笑了笑，一口把雪糕塞到了自己嘴里。见状，江月熙指着我嘴里的雪糕，我吃过的，上面有我的。惊慌失措的他有口水这3个字，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吃过自己咬过的雪糕，这不就相当于间接性接吻了吗？想到这里，江月熙脸蛋又是一红。此刻我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的身子有些燥热，就想吃点冰的压压火。然后雪糕就被我2口消灭干净。江月熙惊讶地张大嘴巴，我去，这么夸张的吗？他都不觉得冰吗？而这个时候的我还真一点不觉得冰，因为此刻我觉得只有江月熙才能解我的炙热，但她还怀孕呢，但是打飞机又不是我的性格，真是愁啊！以后都要跟这个傻姑娘住一块了，不得天天降火。不过她的嘴巴也挺可爱的，不知道能不能……呸！陈飞，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缓解了一下龌龊的想法，我再次牵起江月熙的手。不久，我们重新回到了新租的房子里，然后便开始准备今天的午饭。不久，菜就炒好，饭也蒸熟了，我们便坐下开始在新家的第一餐饭。吃过饭后，江月熙坚持她要来洗碗，我欣然地答应了下来。毕竟有句话说得好，夫妻搭配干活不累。吃饱喝足后，我又开始了我的计划。要不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你放心，我保证不会对你做任何事。闻言，江月熙还是拒绝了我。今晚啊，要不还是再过几天吧，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呢。江月熙的回答也算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没有太失落，也知道强求没用。不过，有些事只可智取，当即打算找个合适的时间故意磨蹭一下，然后再说太晚了回去不安全，这死丫头还不得乖乖留下。此时的江月熙压根不知道她早已成为了我的猎物。休息了片刻，我便去日租房将所有东西搬了回来，紧跟着又跑去菜市场将所有东西买齐，回来又钻进厨房开始今晚出摊的前期准备。而江月熙则被我强迫去睡下午觉了。傍晚6点半，一切准备完毕，我便开着小吃车出发了。7点，我的小吃车准时出现在自己摊位上。出摊没多久，很多回头客纷纷前来排队了。一旁的江月熙想帮忙，却发现自己好像都帮不上，于是去买了瓶冰矿泉水，倒在杯子里，插好吸管，喝口水吧。我俯下身去猛吸了一大口，好冰，好凉爽，舒服。排队的顾客见状顿时不乐意了，我靠啊，陈老板你过分了哈，杀人诛心啊！我笑了笑，没说什么，继续埋头忙活了起来。快到8点的时候，摊位前的人就没有减少过。我估摸着今天2000个生煎包能全部卖完啊！现在这个势头5天就可以完成系统的任务了。8点半过后，小吃摊还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江月熙也没闲着，站在一旁帮我打包。此时在长长的队伍中，一个女总裁正排着队。我去，自己还提前下班过来的呢，这排队的人比昨天还多呢。看着乌泱泱的人群，女总裁不禁有些担心起来。不会买不到吧？半个小时后，女总裁终于杀到了小吃车前。然而我的一句话让她彻底破防了。不好意思，这位美女，今天的生煎包已经卖完了。闻言，女总裁精致的脸蛋顿时黑了下来。自己还是提前来的，这都没买到。思索片刻后，看向我说道：“老板你好，我叫故乡，能加个联系方式吗？我就是想知道老板你每天的出摊时间。”我瞥了他一眼，果断的直接拒绝了。不好意思，我有女朋友了，不加女孩子的联系方式。一旁的江月熙也是认出了这个昨天的女总裁。没想到陈飞如此干脆的就拒绝了人家。等等，他刚刚说的女朋友不就是我吗？顿时江月熙有点迷糊了，不过心里是有点小开心的。而一旁的故乡却无比尴尬。老娘还从来没有被男人如此果断的拒绝过。故乡看了一眼旁边的江月熙，顿时明白了我的意思。虽然面相符合我找男朋友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我一个总裁要当众撩你啊。当然，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呸！故乡，你在想什么啊？下一秒，他便决定明天派自己的秘书前来排队。打定主意后，故乡便准备转身离开。不过以防万一，他灵机一动，对江月熙道：“老板娘，我能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闻言，江月熙脸刷一下就红了。老板娘，原本他就不会拒绝别人，被故乡这么一叫，整个脑子都有些模糊，然后就鬼使神差的拿出手机给了故乡。我给你下面吃，你饿了吗？闻言，我微微愣了一下。你会做饭？江月熙顿时有点不开心了。当然会了，我可是跟爷爷学了很多菜呢。说完，他就麻利地钻进了厨房。来到厨房，江月熙就开始忙碌起来。很快，厨房里就传来有节奏的切菜声。听到声音，我起身默默注视着她，只是一个背影就让我的眼睛难以挪开。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啊！很快，番茄热面条就被江月熙端了出来。
快尝尝看我做的好不好吃。我期待的拿起筷子直接夹了一大口，好吃，真的很好吃。话落，我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这一瞬间我真的感觉很幸福。一间房，2个人，我做中饭，他做晚饭，这大概就是最幸福的样子吧。吃完饭，江月熙又抢着要去把碗刷了。见状，我急忙拉住他，让他好好休息，然后还帮江月熙倒了杯水。考虑到宝宝也需要休息，他便没有逞强。洗好碗后，见江月熙疲惫地躺在沙发上，我走过关心地柔声道：“丫头，你这几天孕吐还严重吗？我们过几天再去医院检查一下。”一听又要去医院，江月熙心里就开始抵触。好多了，没怎么吐了。医院的话，还是过段时间再去吧。闻言，我顿时明白这丫头肯定又心疼钱了。钱的事不用担心，现在我们可是收入颇丰呢。说完，我伸手揉了揉江月熙的小脑袋，于是就这样故意跟她聊天到了10点多。现在已经10点多了，要休息了。说完便装作一副比较累的样子，要不你今天别回去住了，我好累啊，我现在送你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看到我满脸疲倦的样子，顿时心疼起来。不过很快她又纠结起来，想了想道：“要不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吧，到了给你发信息。”闻言，我顿时不乐意了。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说完，我又故作腿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装作要去送她的样子。戏精这一块，我敢说自己是专业的，尤其是江月熙这种天生单纯的傻姑娘，都不用怎么演就被我征服了。江月熙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道：“好了，今天晚上我留下。”闻言，我心里一阵暗爽。紧跟着戏精再次上线，我一脸愧疚道：“对不起啊，今天实在太累了。”江月熙十分善解人意地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待会儿你早点休息，我给沈清打个电话。”说完，拿起手机拨通了沈清的电话。电话一接通，沈清就担心问道：“西西啊，这么晚还没回来？陈飞还没收摊吗？”已经收摊了，不过现在很晚了，他今天很辛苦，恐怕不能送我回去了，所以我今晚不回来了。沈清一听这话，整个人都炸毛了。什么？你说什么？今天晚上不回来了？沈清整个人都傻眼了，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陈飞这个渣男，肯定是他搞的鬼。江月熙的小脸刷的一下直接红透了。没事的，我现在怀着宝宝，不可以做那种事。闻言，沈清整个人头都大了。我知道不能同房，他也可以亲亲摸摸什么的嘛。他连忙阻止沈清继续往下说。亲亲，你放心吧，我有分寸。虽然手机传来的声音不大，但我还是听到了点。没想到沈清那个死女人满脑子想的比我还龌龊，以后绝对不能让江月熙跟他混得太密。沈清见江月熙铁了心的要留下，也没办法了。那好吧，自己留心点，千万不要让某些人得逞了。挂断了电话，江月熙的小脸涨得绯红。我看着娇羞的江月熙，忍不住打趣道：“傻瓜，你放心，沈清说的那些好多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啊，以后有机会试试。”听到这话，江月熙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他听到沈清说的话了，肯定是听到了，听到了还故意调侃我。我捏了下这傻姑娘的脸蛋，让她乖乖去洗澡。江月熙点了点头，乖乖去了洗手间。趁着她去洗澡的空隙，我决定给老妈打个电话。老妈在哪？快活呢？在舞蹈室呢，没事的话我就挂了哈。闻言，我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索性我就直接将她要当奶奶的消息告诉了她。电话那边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紧跟着老妈激动不已的大喊：“什么？怀孕？3胞胎？”此刻我嘴角微微上扬道：“算了，今天太晚了，要不你还是去练舞吧。”闻言，老妈也很是无语：“臭小子，反将我一军是吧？赶紧给我说，少废话。”我笑了笑，将事情的经过跟老妈说了一遍。听完，老妈就迫不及待的要来这边照顾江月熙，我赶紧拦住了她，毕竟江月熙还没同意见他们。老妈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立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接下来跟老妈说了一些江月熙的情况，老妈听了后很是心疼自己未来的儿媳妇，于是狠狠的给了我一通交代，甚至如果江月熙饿了半夜都要我起来做饭。我整个人都真的怀疑起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了。果然有个坑儿子的老妈真是很苦恼啊。紧跟着老妈突然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待会我给你转8万块钱，给西西多补补。听到8万块的时候，我顿时愣了一下。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要知道老妈以前可是抠搜的很，不过现在自己的小吃摊一切顺利，根本不需要。老妈，我自己在美食街开了小吃摊，做得很不错，每天可以赚个1、2千块呢。闻言，电话那头的老妈再次傻眼了。天哪，这还是自己儿子吗？怎么有点看不懂了？于是我简单的跟老妈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就挂断了电话。此时远方的老爸刚刚下班回家，老妈赶紧将他要当爷爷的事情说了一下。听到后，老爸足足沉默了一会后猛然跳了起来，这兔崽子不愧是我儿子，一次中3个。挂了电话，我悠悠的坐在沙发上，聆听洗手间传来刷刷刷的声音。10分钟后，江月熙走了出来，我帮你吹头发吧。说完就将江月熙拉到沙发上坐了下来。闻言，江月熙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你也累了，我可以自己来，你去洗澡吧。没事，头发不早点吹干很容易着凉。我一边说边拿出了吹风机，把吹风机插上电，便给江月熙吹起了头发。通过我的动作，江月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柔。他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吹头发。我温柔而带着训诫的话语道：“以后洗了头发必须得及时吹干，不然很容易生病头痛的。”闻言，江月熙乖乖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会乖乖吹头发的。陈飞，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由于吹风机声音很大，我没有听到他的话。此时我正细心的给江月熙吹着头发，而江月熙坐在前面强忍着身体的反应。时间过得好慢啊，为什么自己的头发还不干？自己都快受不了了。十几分钟后，江月熙的头发终于干透了。见状，这傻姑娘就快速的弹了起来，用手捂着小脸，害羞的不行。你快去洗吧，我先去睡觉了。说完，便像一个小兔子一样窜进了房间。我看着她跑上楼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江月熙窜到了房间，立马就整个人缩到了被窝里。好紧张啊！另一边的我伸了个懒腰就去洗澡去了，而远方的老妈正在细心的列出一个清单，不仅给江月熙准备了爱吃的东西，还有很多衣服。第二天一早，江月熙就早早的起床了。江月熙看了一下昨晚上的衣服还没洗，于是她抱着衣服找到了一个盆开始洗了起来。洗着洗着，她突然发现了我的小内内，脸蛋刷一下就红了，并且犹豫了起来。我帮他洗一下，应该不会介意吧？犹豫了一下后，然后用手认真的洗了起来。片刻，他将所有衣服洗干净后，又跑进厨房开始做起了早餐。早上8点，阳光通过窗户照射进来，江月熙看着柔和的阳光，心情格外的好。过了一会，他看我还没起来，于是到我的门口徘徊了一下，将小耳朵贴到门上听了下动静。见我还没醒，他就用饭碗盖上了早饭，然后坐在了沙发上等着我起床一起吃。却没想等着等着他就睡着了，而我直到9点多才睁开了眼睛。那傻丫头醒了吗？会不会因为换了床而睡不着？想到这里，我便担心的起了床。哪曾想刚刚下楼就看见桌子上有2份早餐，顺着客厅看了过去，这傻姑娘正躺在沙发睡着了。此刻的她谁得很香，嘴角还微微上扬。见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傻姑娘做什么好梦呢？紧跟着我拿了一张毛毯给她盖上，看着她那肉乎乎的小脸蛋，我一下没忍住直接亲了一口，她的脸蛋瞬间一下弹了起来。这傻姑娘软萌萌的亲起来口感真好啊！这一刻我都忍不住想在她的嘴唇上亲2下，不过我怕惊醒她，想了想还是算了。而江月熙卷了卷毛毯睡得更香了，我也没再打扰她，然后就去洗漱了。下一秒我就发现了阳台上被洗干净的衣服，傻丫头太贤惠了，竟然不嫌弃自己把底裤袜子都洗了。然后我转头又看向熟睡的江月熙，不禁感叹道：不愧是自己的宝藏女孩。然后转头再看向餐桌上的早餐，心里顿时暖暖的。这傻姑娘到底起来的多早啊？思索了一下，想到宿舍还有几个单身狗，于是坏坏的一笑，将今天江月熙做的事情分享到了宿舍群里。其他几人见状顿时不乐意了，大早上的要不要这样啊飞哥？我看着他们几个的反应很嘚瑟，炫耀完了我就端着早餐走进了厨房准备热一下。我刚进厨房，江月熙听着动静睁开了眼睛。陈飞醒了。他连忙起身，这才发现身上盖了毛毯，肯定是陈飞给自己盖的。自己怎么不小心睡着了呢？他起身到了厨房，就看见我正在热早饭，而我听到动静后转过了头。傻丫头，早上好。闻言，江月熙甜甜的一笑。早上好。下一秒，我放下手中的事情，将他拉了过来。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很早就起来了？而江月熙看着我严肃的表情，有些害怕。他是不是又要凶自己了？紧跟着低着头小声道：我平时不爱睡懒觉，所以起来的早。那以后你醒了在床上躺着，还有我的衣服放在洗衣机洗就行了，等着我醒了早饭和你一起做。可能我的表情有点严肃了。江月熙的小脸上立马挂上了一丝委屈，看着他委屈的样子，我又柔和的道：我很喜欢你给我洗衣服，但是你现在怀了宝宝，不能太劳累，而且我们洗衣机为什么不用呢？闻言，江月熙小声反驳道：有些衣服不能放在洗衣机，不然不干净。我看着小声说话的江月熙实在太可爱了，下一秒我又化作戏精委屈道：我平时太累了，手洗实在为难我了。江月熙听我这么说，眉头微皱：那以后我给你洗。说完他就捂着脸害羞的背过身去了。看着背过身的江月熙，我故意凑到了他耳边说着：那就谢谢西西了。我说完之后，他立马发现我的语气不对劲，他好像是故意这么说的，陈飞肯定是故意欺负自己的。逗完了傻姑娘片刻，早饭也就热好了。然后江月熙将早饭端上了桌，刚刚到餐桌边，他就感受到了一阵眩晕。江月熙立马扶住了桌子，这才稳稳地站住了。我连忙上前扶住了江月熙，让他坐下。我拿出了白糖，给他冲了一杯白糖水，先喝点糖水补充一下体力。江月熙咕嘟咕嘟地把一整杯糖水都喝了进去，但是眩晕感并未消散，甚至还有点想吐。见状，我连忙伸手轻拍他的后背，紧跟着在家里翻找片刻也没发现巧克力，无奈我只好又去冲一杯更多的糖水过来，然后把刚刚煮好的鸡蛋剥了递给他。他喝了糖水又吃了鸡蛋，才逐渐有些好转。我无比着急地问着江月熙：怎么样，现在好点了吗？江月熙看我无比的担心，连忙道：好多了，头也不晕了。那我们现在去医院检查一下。说完就准备拉着江月熙去医院检查一下。一说去医院，江月熙立马就又犯怵了起来。不过这种事情可由不得他，必须医生说没事我才放心。江月熙见我容不得商量的样子，嘟着嘴道：好吧，那我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抽血好痛的。江月熙想着抽血就有些害怕，不过还是没表露出来。很快我便带着江月熙来到了医院，现在主要就是改善江月熙的低血糖症状，所以这次就只需要检查低血糖就行了。然而等他靠近抽血的窗口，莫名的就害怕起来。059号江月熙。江月熙听到叫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不害怕，抽血很快就搞定了。一边念念碎着，一边坐在了抽血的凳子上。护士拿出了棉签，便开始给江月熙的手臂消毒。我连忙捂住了这傻姑娘的眼睛，害怕就别看，很快就过去了。片刻后，护士小姐姐拿起针开始抽血。江月熙感受到了疼痛，精致的眉头微蹙了一下。几十秒过后，护士小姐姐拔出了针头，用棉签摁一会儿。江月熙接过护士小姐姐的棉签，轻声摁着。我揉了揉这傻姑娘的头，笑盈盈的夸赞着她：丫头刚才真棒，很勇敢。江月熙抿着嘴笑了笑：你好像在哄一个小朋友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
你好像在哄一个小朋友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闻言，我宠溺地捏了下他的脸蛋，你就是小朋友比小宝宝还可爱的那种。江月熙听了我的话，心里甜滋滋的。半个小时后，检查结果就出来了。医生看了一下检查单，道：从检查结果来看，他的贫血好很多了。今天早上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他起来的太早了。医生叮嘱了很多，临走的时候还给江月熙开了维生素和叶酸。检查完拿了药，我便带着江月熙出了医院。正好旁边有个商场，于是就准备带着他去买几件衣服。我拉着江月熙柔软的小手，冲他说着：“旁边就有个商场，我们进去逛逛吧。”但是他在进去之前却拉住了我的手：“去逛逛就行了，里面的东西太贵了，我们不买。”我应着这个傻姑娘，拉着她的手进了商场。来来往往的人看到我们以后议论纷纷起来，他俩真的好般配啊。随后我便带着江月熙走进了一家女装店，可江月熙站在店门口却犹豫了起来，因为她知道里面的衣服都特别贵。于是小脑袋灵机一现：你要是给我买衣服的话，我带你去个地方。闻言，我不禁怀疑起这个傻姑娘是不是要拉着自己回去。随后她拉着我的手就走出了商场。不久我们就来到了江月熙说的地方，只见这里烟火气十足，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江月熙牵着我的手，小嘴微微张开道：“前面有加酸辣粉，很好吃，在里面点就是服装批发城。”我用手刮了一下这傻姑娘的鼻尖：“饿了吗？要不先吃点酸辣粉？”闻言，江月熙不住的点头，欣喜的不行。老板，2碗酸辣粉。好嘞，麻烦2位顾客请等待一下。我看了一下餐桌旁还有一个小板凳，连忙就把那个凳子拿了过来给他坐下。江月熙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盯着老板煮酸辣粉。不久，老板就端上来了2碗酸辣粉。江月熙动了动精致的鼻尖，嗅了嗅酸辣粉的味道，然后立马拿起筷子，忍不住大快朵颐起来。江月熙含糊着吐了口气：“酸辣粉有点太烫了。”我看了一眼这个傻姑娘，让她慢点吃。看着她如此满足幸福的样，我好奇的问道：“有那么好吃吗？”江月熙嘴里塞得满满当当，含含糊糊道：“酸辣粉好好吃哦，你快吃，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看着她说话都说不清楚的样子，我宠溺的笑了起来。随后我也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江月熙抬起双眸询问我好吃吗？我也学着她的语调嗲嗲的回道：“好好吃哦。”这一下直接给江月熙给逗笑了。哎呀，你好坏啊，干嘛学我说话？很快我们就将一大碗酸辣粉全部都吃光了。此时老妈发短信过来往我要地址，然后就出门准备去采购了。我回老妈信息的时候，顺便偷偷的拍了一张江月熙吃酸辣粉的照片。老妈打开一看，顿时微笑起来。这丫头长得可真水灵。随后看着江月熙面前的空碗，询问要不要再来一碗。她连忙摇头道：“不吃了，再吃肚子就装不下了。”吃完了酸辣粉，我们就坐在了附近的长椅上，看着江月熙的小腹已经微微开始隆起了，然后开始期待3个可爱的小家伙降临。丫头，大家都说酸儿辣女，你这么喜欢吃酸的，肚子里的应该有弟弟吧？听到我这么说，她不由得摸了摸小肚肚。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随后又想到农村重男轻女的风气，她微微有些担心的询问我：“如果他们都是女孩，你会不会也爱他们？”看着她担心的表情，我忍不住笑了笑。傻瓜，这是我们的孩子，当然会疼爱他们了。听了我的话，江月熙才露出笑容，然后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便伸手打算摸下小宝宝们，可想了想，还是算了，毕竟自己皮糙肉厚的摸坏了呢。江月熙看着我犹豫的样子笑了一下，下一秒主动拉着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小肚肚上。不用担心，我和宝宝都没有那么脆弱。我摸着这傻姑娘柔软的小肚肚，不禁感叹，这小肚肚好软，摸起来好舒服啊。紧跟着又对着小肚肚自言自语道：“你们在妈妈的肚肚里要乖乖的，要是不乖出来以后当心打你们屁屁。”此话一出，江月熙再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你好幼稚啊，竟然威胁3个月大的小孩。闻言，我一下捏住了她的小脸蛋道：“怎么我是为了你训诫宝宝，现在就开始帮宝宝说话了？那以后我的家庭地位岂不是更低了？”闻言，她勾起嘴角，笑盈盈的嘲笑我：“没有，我只是说你很温柔而已。”休息片刻后，我便拉起江月熙的手去逛街。不久，我就拉着江月熙进了一家女装店，我给她挑选了几件让她去试一试。刚拿到衣服，江月熙并没有去试，反而是询问老板能不能便宜点。老板当然知道江月熙是什么意思，现在会砍价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了。直到老板说了可以讲价才去试衣服。我第一次看见这傻姑娘讲价，这给我直接看得一愣一愣的。不久，江月熙就从里面走了出来，见状我眼前立马放出金光。只见她穿着白色的卫衣加紧身牛仔裤，别提多好看，特别好看，很适合你。江月熙看了我一眼道：“是吗？那就买这件吧。”自己刚刚给这傻姑娘拿了好几件衣服，结果这丫头就试了这么一件。丫头，你把我给你挑的衣服都试试。说完便推着这傻姑娘去试衣服了。见酱不过我，她只能乖乖去试衣服。片刻，她穿着一件米色的衬衣出来了，不错，这件好看，留下。就这样，她在我的催促下换了好几件衣服，最后在我们俩商量下买了3件衣服。就当我准备付钱的时候，江月熙隐晦地拦住了我：“老板，这件衣服不是纯棉的，巴适，我拿了。”闻言，老板当时就不乐意了：“这件衬衫和针织哪卖得了这么贵？3件衣服240。”我拿了。闻言，老板还是不肯降价。江月熙见状就拉着我走了出去。刚刚走到了门口，老板就叫住了我们：“来，3件衣服240卖你们了。”见状，江月熙的小嘴偷偷上扬了起来。不久，江月熙提着衣服出来，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厉害吧？和爷爷学的砍价技能，现在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了。”
陈飞，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就回。闻言，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却没想到他竟然跑进了一家男生内衣店。江月熙进入以后没过多久就出来了，他羞红的小脸拉着我的手就准备回去。走吧，出来逛了这么久，我们也该回去了。回到家，江月熙就把买的内衣塞给了我，你试试能不能穿。我拿着江月熙递给自己的东西，嘴角止不住的上扬。而回到房间的江月熙心跳个不停。第一次买这东西，好尴尬啊！不知道陈飞喜不喜欢自己买的东西。此时我收拾片刻后就去菜市场采购食材去了。半个小时后回到家便准备今天晚上的东西。下午6点我就把今天摆摊的东西准备好了，然后开始将准备好的东西装车。到达了摊位片刻的功夫就排满了人，有个叫王婶的在等待的时候跟我聊起天。哦哟，老板娘还真漂亮啊！王婶作为一个过来人便开始打趣我们，你们俩基因这么好，一定要趁着年轻多生几个孩子。闻言江月熙脸蛋顿时就红透了。王婶你说啥呢？大庭广众之下哪能说这些呢？我用余光看了一下这个傻姑娘道，王婶说的对，一定要多生几个。江月熙听到我这么回答更加不好意思了，已经有3个宝宝了，不能再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半个小时不到就卖出了500个生煎包。江月熙看我很忙，准备帮我包生煎包。陈飞，我来帮你一起包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闻言我给他搬来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包。随着江月熙的加入，生煎包很快就包了很多。此时一个小姐姐害羞的和我说道，陈老板，我可不可以和你合影啊？闻言我没有抬头，直接淡然的拒绝了。无奈小姐姐买完生煎包只好悻悻的走开了。而另一边还在公司忙碌的故乡终于下班了，他一看时间已经晚上9点了，那陈老板的小吃摊不会又关门了吧？想着脚下的步伐不由得快了起来。1分钟后，故乡开着车直奔小吃街，而此时的江月熙还在纳闷，咦，昨天那位漂亮姐姐没来吗？不久故乡就到了小吃街，停好车立马进来排队。我靠，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啊？此时江月熙也注意到了故乡，他看了一眼仅剩的食材，不禁为他担忧起来。他应该能买到生煎包吧？我看着江月熙忙活了半天，柔声道，丫头累了吗？休息一下吧。闻言江月熙开心了笑了起来，不累，有我一起还卖得更快。见状我放下手中的事情，将他拉到了一边，还去给他打了杯温水。丫头喝口水。他接过我手中水便咕嘟咕嘟的喝了起来。见状我洗了个手就又去忙活了。而此时的故乡看着马上就到他了，便开心起来。可没想到还没走几步，突然停止不前了。他心里咯噔一声，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噔噔噔的跑到了小吃摊面前。我靠，又卖完了！我卖完最后一个生煎包，大声对后面的客人道，今天已经卖完了，如果有需要大家明天再来。而故乡的脸上面无表情，整个人都非常的难受。自己为啥运气这么背？无奈只能嘟着嘴失魂落魄的走了。我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故乡，感慨道，这女总裁运气是真的挺背。江月熙也是看见故乡失魂落魄的样子，陈飞，要不明天我给她留几个吧，我看她好失落啊。闻言我看着这个傻姑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自己开门做生意，顾客来买东西要一视同仁，但是看着她期待的眼神又舍不得拒绝。行吧，明天给她留几个生煎包吧。听到我这么说，江月熙非常的开心。片刻收拾好东西后便带着江月熙回家。一回到家我就拉着江月熙躺在了沙发上。丫头你知道吗？今天我盈利了6000多。闻言江月熙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哇，这么多钱啊！看着时间已经9点多了，于是又开始我的人生计划。丫头，你每天陪我摆摊回来都很晚了，不如你直接搬过来住吧。江月熙听到了我的话，愣了一下。也对啊，这以后再送自己回宿舍，来来回回要耽误很多时间，那他每天休息的时间就变少了。不过他还是有点犹豫不决。此时我也看出了他的犹豫，于是说道，丫头你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任何事情的。江月熙想了一下，便小声说道，那行，不过你不可以跟我睡一张床。听到这傻姑娘同意了，我欣喜万分。还有你不可以对我做太亲密的举动。我听着她说的话，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原来自己之前欺负她都拿小本本记下了呀。不过没关系，以后住在一起了，欺负她的机会多的是。江月熙这只小白兔休想逃出我的掌心，想着我便装出了一副老实人的模样道，你放心，这些我都会做到的。最终江月熙这只小白兔还是选择了相信我这只大灰狼。那我给沈清打个电话。说完便拿着手机给沈清打了过去。电话刚接通，沈清就问道，西西，你啥时候回来啊？沈清，今晚上我不回来了，我决定以后都和陈飞住在这边。沈清一听，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什么？这么早你们就同居？江月熙听着沈清的大声质问，把手机都给拿远了。快说，是不是陈飞那小子强迫你的？没有，我自愿的，我和他各住各的房间。沈清可不听这些，于是便八卦地问了一句，西西，你昨晚上有没有被吃干抹净啊？听到沈清这么说，江月熙的小脸立马就红了。看着江月熙的小脸刷的一下红了，我就知道他们俩正在讨论羞羞的事。果然女生之间呢也是同样的。江月熙嘟着小嘴娇嗔地说了一句，沈清，你说啥呢？闻言他直接仰倒在床上，哈哈大笑了起来。就喜欢逗你，我都能想象到你的脸有多红。闻言江月熙跺了下小脚，沈清，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讨厌。好了，不和你开玩笑了，自己照顾好自己。其实沈清原本也是打算让江月熙出去住，学校的宿舍人多不利于孕妇休息，而且食堂的饭菜味道不好，只有江月熙出去住是对她来说最好的选择。听沈清这么说，江月熙感动的泪水都在打转。看着江月熙红了眼眶，我不由得紧张了起来，赶忙拿了张纸过去给她擦了擦眼角。江月熙带着哭腔道，我知道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见江月熙又哭了，我急忙安慰她，你们又不是不能见面了。闻言江月熙才停止了哭泣。这两人打电话打了好一会才挂断。整理了一下情绪，江月熙突然对我说道，
陈飞，我可以带沈清来家里玩吗？闻言我不禁扶额，这不完了合着这几天白相处了吗？我有些无奈，这傻姑娘在自己的面前还是如此卑微。见我脸色微变，江月熙心里顿时慌了。她这是不喜欢自己带朋友来家里吗？我用手在江月熙的小脑瓜上弹了一下，傻瓜，你也是这个家的主人，你想带谁就可以带谁。江月熙伸手摸着被我弹的脑门，委屈道：我知道了，我到时候带沈清来家里玩。江月熙摸了摸额头，非常开心。我看了一眼江月熙的额头，怎么样，小额头不痛吧？江月熙看出了我的心疼，嘟着嘴道：不疼。不过为了改善她在自己面前的这种卑微，我还是装着严肃的来了一句：以后说错了话，我可会弹脑门的。江月熙嘟着嘴点了点头。哦，知道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晚上10点了，现在已经这么晚了，快去洗漱吧。照旧今天也是江月熙先去洗漱，而我坐在了沙发上，听着浴室传来的流水声。哎，什么时候我也能进去一起洗？不久，江月熙就洗完澡出来了。刚出浴室，满屋子就充满了奶香的味道。江月熙弱弱的走过来，对我小声说着：你的睡衣我给你放沙发上了，我去睡觉了。说完，这傻姑娘就有些不好意思的跑去睡觉去了。随后拿着江月熙给自己准备好的睡衣，乐呵呵的洗澡去了。回到房间后，江月熙准备给爷爷打个电话。这2天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自己怀孕了，该怎么跟爷爷说？要是直接说，岂不是会把爷爷吓坏？如果直接把宝宝带回家呢？不行不行，到时候爷爷估计都能把自己赶出去。思来想去，江月熙始终不知道怎么给爷爷开口。打电话的时候，她有无数次想告诉爷爷这件事，但是她因为害怕还是没说。此时我洗完了澡，也就沉沉的睡去了。第2天一早，江月熙6点40就醒了，起来之后穿上衣服就轻声下楼做早饭去了。做完早饭看我还没起，便准备叫我起床。她先用手轻轻的敲了2下房门，见我没动静，便开始犹豫起来。自己要进去把他叫醒吗？这可是他的房间哎，男生的房间也照样很私密。在门口磨蹭了好一会，见马上就要迟到了，江月熙轻轻的推开了门走了进去。她蹑手蹑脚的走了过去，一瞬间竟然看呆了。没想到陈飞睡觉都这么帅，像极了动漫中的男主。江月熙晃了晃小脑袋，我在想啥呢？该把他叫起来了。小懒虫，该起床了，不然要迟到喽。我微微的抬起了眼皮，一睁眼就看到了江月熙正俯身看着自己。我用着沙哑沉闷的声音回道：马上就起。我拉了拉被子，结果一不小心全光了。这一幕全部映入江月熙的眼里。这人睡觉怎么什么也不穿啊？江月熙俏脸一红，捂着小脸唰的一下小跑了出去。我看着这一幕，别提多美了。这傻姑娘早都感受过了，还这么害羞。我起床后去洗手间洗漱了一下，就来到了餐桌上，而坐在我对面的江月熙脸蛋还是那么红。吃面吧，再不吃面就坨了。然后我端着香喷喷的面条开始吃了起来。江月熙看着我吃得如此满足，小嘴不自觉地扬了起来。很快我就把满满的一碗面条都吃光了。我吃完就去给江月熙冲了一杯温热的牛奶过来，把牛奶也喝了，这样营养才够。江月熙也没拒绝，为了宝宝现在得乖乖补充各种营养。吃完了早饭，现在正好7点45。还有15分钟上课正好够，我们不慌不忙地从家里走到教室。出门前我装了满满一杯温热水带去学校。这傻姑娘现在每天得多喝水才行。搞定好了这些，我伸手牵起了江月熙软嫩的小手，江月熙也没有拒绝，任由我牵着她的手。穿过街道，很快就到了学校门口。刚到校门口，江月熙就停住了脚步，她的手动了动，冲我说着：陈飞，学校里这么多人，我们还是把手放下吧。看着江月熙羞红的小脸，我还是把手给放下了。我们俩一走进学校，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我之前在学校里本来就是风云人物，这一出现就吸引了很多女人驻足观望。不知道哎，他们俩站在一起好搭呀。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俩的颜值都很高。我和江月熙并排，很快就走到了教室。一进教室就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我照旧一屁股坐在了江月熙的身边。随着上课铃声响起，不出意外我又睡着了。睡了2个小时，我听着下课铃声响起，睁开了眼睛，而江月熙却在很认真的学习。我看了一眼这傻姑娘的课本，竟然还做了笔记。我忍不住伸手捏了下她的小肉脸，凑过去道：累吗？休息一会吧。江月熙摇了摇头，不累。爷爷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看了这傻姑娘可真是一点也不矫情。我打开了保温杯，把水递给了江月熙，乖，喝点水吧。江月熙乖乖的接过了水，喝了好大一口。陈飞给自己带的水暖暖的。后排的舍友看着我跟江月熙甜蜜的举动，3只单身狗不禁投来了幽怨的目光。哎，飞哥的狗粮已经撒到教室上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单身狗可待的地方了。而一旁的沈清看着我们的举动也觉得不对劲，怎么回事啊？为啥感觉自己在吃狗粮呢？想着沈清就一把将江月熙给拉了过来。哎，你们俩这也没相处多久啊，啥时候这么亲密了？快说，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江月熙看着沈清的小表情就觉得不太对劲，他这人保不准又要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他连忙伸出小手，直接把沈清的嘴巴给捂住了。嘘，别瞎说。由于沈清的小嘴被捂住了，只能呜咽个不停。而此刻的沈清心里正在疯狂呐喊：江月熙这傻姑娘也是重色轻友的家伙。看着他们打闹的样子，我很是羡慕。江月熙在沈清的面前就像是一个爱撒娇的小女孩，我也希望她有一天能在自己的面前显露出更多可爱的模样。闺蜜俩打闹了一回，下一节课又继续。这节课是国际经济学，老师上着课就想起了一件事。老赵说的学生不就在这个班上吗？经济学老师往教室后排看了一圈，这才在角落里看到了我。好啊，现在还和班上的男生打游戏呢。陈飞，你给我站起来。江月熙在前排特别紧张，她扭头看了一下我。老师怎么突然叫陈飞了？难不成要训诫他打游戏？陈飞，陈飞，老师叫你。在前排同学的提醒之下，我这才抬起了头。
陈飞，你晚上几点出摊啊？此话一出，全班同学都惊讶了。原本以为老师是批评我玩手机，却没想到是问我什么出摊，于是将出摊的时间告诉了老师。一旁的江月熙跟沈清都懵了，老师叫陈飞，竟然是问他出摊时间。不久下课铃声响起，我就拉着江月熙回去了。下午没课，吃了午饭就去了菜市场购买晚上的食材。就在这个时候，手机突然提示有个快递到了，丫头有个快递，我们一起去拿了。江月熙乖乖的点了点头，跟在我的身后。当拿到快递的那一刻，我都震惊了，整整2大箱子都快比自己高了。我看了一下寄件地址，才发现是老妈寄来的。江月熙看着有2箱快递，便自告奋勇想帮忙。见状，我赶紧拦住了他。他现在怀着宝宝，怎么能拿重的东西？抱着快递没几步就到家了。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拆快递。当我打开了快递后，顿时我整个人都麻了，全都是女性的衣服还有用品。当时就觉得我真的不是亲生的了。不过我没给这傻姑娘说是老妈买的，不然怕她有负担。江月熙在旁边也是愣了一下，不用给我买这么多，我都有的。我捏了下这傻姑娘的小脸道：傻瓜，买都买了也不可能退了。闻言，江月熙嘟着小嘴应了一句。本以为这箱快递是江月熙的，另外1箱应该是自己的，于是我怀着小小的期待打开看了一眼，这箱东西全是江月熙喜欢的川蜀特产，还有各种零食和特产，最底下甚至有1箱牛奶。我仔细翻了一下里面的东西，老婆的，老婆的，还是老婆的，这么大2箱东西竟然没有1件是自己的。鉴定完毕，自己肯定是抱养的。不过看着一旁的江月熙非常开心，我拍了个照片发给了老妈，顺便还幽怨的来了一句：老妈，我是你亲儿子吗？而老妈收到我发来的消息就看了照片，儿媳妇拿着东西了，好开心啊！对于我的是不是他亲儿子这个消息完全不搭理我，我不死心的又发了一句：你有儿媳妇就不要儿子了吗？然后老妈接下来的话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儿子？我哪有儿子啊？我只有儿媳妇。和老妈聊了2句，我无语的把手机放下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又低了一位。一旁的江月熙看着川蜀特产的零食咽了咽口水，打开尝尝吧，丫头少吃点，一会吃午饭了。江月熙开心的点了点头。吃完了午饭，江月熙乖乖去睡午觉去了。我去菜市场采购了今晚上的食材，买完所有的东西，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然后自己便冲进了厨房忙碌了起来，一直忙碌到下午6点，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收拾着东西便出发美食街。此时美食街里面，故乡正坐在章鱼丸子的小吃摊上，他点了10份章鱼丸子，但是一口没吃，原因就是为了等着我出摊，从下午4点一直做到了6点。老板本来想提醒一下他，我的小吃摊今晚上出摊可能会比较迟，结果话刚说一半，故乡直接淡淡的来了一句：再来10份章鱼丸子。闻言，老板一阵无语，我又没有赶你走，只是想提醒你一下。就在这时候，故乡的手机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是闺蜜发来的群信息，喊她去聚会。故乡毫不犹豫的直接拒绝了，想了想又编辑了一条短信：要不你们过来，我这边有更好吃的。见状，几个姐妹有些意外，故乡这个口味极刁的人，竟然说自己发现了好吃的。于是她们几个也想知道故乡说的美食是啥，然后她便把地址发在了群里。几个小姐妹收到地址以后，立马开着车出发。故乡放下了手机以后，就不停地向美食街入口方向望去。快6点半了，陈老板的小吃车怎么还没来？6点35，故乡终于看到了我的小吃车。在看到小吃车开进来的第一瞬间，他立马站了起来，等着小吃车开进来。他冷漠的小脸上终于有了微微笑容，此时他心里都快哭了。我去，自己今天终于能吃上生煎包了。我把小吃车刚停下，他就噔噔噔的跑了过来。老板，给我来20个生煎包。江月熙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不是之前没买到生煎包的小姐姐，她今天居然这么早就来美食街了，看来她今天是特意提前来吃美食的。我提醒了一下他，稍等几分钟，今天还有鱼汤，请问需要吗？闻言，故乡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欢快了起来。要，鱼汤来1份。我点了点头，把东西准备好，就开始给他出餐。片刻，故乡接过生煎包和鱼汤，端着坐在了小板凳上。3天了，老娘终于能吃上生煎包了。吃着吃着，故乡眼角竟然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真的太好吃了。正在故乡享受美食的时候，美食街一辆辆豪车正轰着油门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豪车门缓缓打开，一条条修白的大长腿从里面迈了出来。在大家的注视下，几个白富美径直走向我的小吃摊。此时我一直在专心出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卖生煎包，唯有心思江月熙。很快几个白富美便站在了队伍中排队。20分钟后，终于排到了几个白富美，她们几人各要了10个生煎包和1碗鱼汤。端了鱼汤，拿了生煎包，几个白富美便围坐在了一块，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开始品尝生煎包。哇塞，这生煎包实在是太好吃了。就这样，自己一直忙活到了晚上9点，将所有东西卖完后，收拾好东西，我们便开着小吃车就回去了。回到家，我就在想小吃摊该取个名字了。我柔声地问着这傻姑娘：丫头，我们的小吃摊取名为有滋有味如何？江月熙想了一下，这名字取得好，有滋有味，这名字可以。2个人敲定了名字，我拿出手机联系广告店老板。很快，广告店老板发来了广告设计图，我和江月熙确定下来广告的设计图，然后转了300块钱搞定了这件事。江月熙看着我思索道：今天站着忙了这么久，应该挺累的吧？紧接着便关心地询问我：你累吗？我给你打桶泡脚水吧。爷爷说泡脚以后会很舒服，很放松的。听江月熙这么说，我好奇地啊了一声。丫头，我和你住在一起，是我照顾你，不是让你照顾我。江月熙听了，乖乖的点了点头。你先去洗漱吧。江月熙哦了一声，就乖乖去洗漱了。趁着他去洗漱，我查看了一下系统，叮咚，喜宿主完成任务，厨艺升至中级厨艺，成功解锁菜品扬州炒饭。下一阶段任务5天之内完成20万营业额。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厨艺也跟着升级了，当即决定明天试试新菜品，然后将之前借舍友钱双倍还给了他们，并且邀请他们明天前来试吃新的菜品。
放下手机后，江月熙出来后，我也快速冲了个澡。片刻洗完澡，我洗了一些水果过来。笨蛋，吃点水果再睡觉吧。闻言，江月熙微笑着点了点头。我将明天准备新菜品的事情说了一下。对了，明天有新菜品要试菜。江月熙一听，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明天也有新菜品啦？那我可以叫上沈清一起来试菜吗？我伸手捏了下这傻姑娘的小脸。可以啊，笨蛋。闻言，江月熙立马拿出了手机给沈清打了过去。沈清一听说要试菜，兴奋的不行。哇塞，江月熙，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明天我必须饿着，就等着试菜。江月熙整个人无语至极。至于吗？你白天要是饿了，可不准在我面前叫唤。一旁的我看了一下课表，见明天早上没有课，便叫着江月熙跟我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第二天一早，我早早的起来了，不过我是被江月熙给拎起来的。吃完早饭，我们就去了菜市场。当我走到卖海参鲍鱼摊位的时候，江月熙歪着头疑惑的看着我。陈飞，今天买的东西都这么贵吗？我看出了江月熙的担心，微笑道：我今天要做正宗的扬州炒饭。正宗的扬州炒饭里需要加入火腿、海参鲍鱼还有鲜笋鲜虾等食材，就算售价高些，以我的厨艺不可能卖不出去。江月熙这才反应过来，看来是自己想多了。陈飞的厨艺那么棒，怎么可能会卖不出去呢？自己要相信陈飞，他就是最厉害的。不管做什么，自己只要相信他就行了。我牵着江月熙的小手便开始采购。11点前，我们买完了所有食材，回到了家里。随后我们便准备去学校上下午的课。刚进教室，我和江月熙就被同学们围了起来。飞哥，今晚上是不是要试菜呀？我报个名。见状，我跟江月熙都懵逼了。靠，咋回事这是？李东连忙跑了过来，小声的在我耳边说着，飞哥试菜的消息不小心走漏了出去，现在整个班都知道你今天要试菜了。我听李东这么说才明白了，你们这几个小子真是大嘴巴。不过同学们还是很通情达理的，这么多人如果都要试菜肯定是亏本，于是他们决定不试菜直接买。我笑着冲大家说道：好，那就谢谢同学们了。下了课后，我便拉着江月熙回家准备试菜。下午4点半，所有食材准备完毕后，我便载着江月熙出发前往美食街。片刻，我们到达美食街，刚把车停下，同学们就探头往小吃车里面看今天是什么新菜品。可看到海参鲍鱼鲜虾火腿，同学们都惊呆了。靠，今天晚上可是大餐啊，这么多名贵食材。我没有搭理众人，而是自顾自开始忙起来。看着我忙碌的身影，一旁的小姐姐发出了赞叹：好帅！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做饭有这么好看的。靠，我真的爱上了这个会做饭的男人。另一边的小姐姐赶紧捂住她的嘴：姐妹，你小声说话，老板娘还在旁边呢。片刻，一锅金黄色的扬州炒饭就出锅了。我先给江月熙盛了一小碗放在她面前。江月熙见状也是很好奇我做的好不好吃，她拿起勺子刚吃进第一口，美眸微微瞪大。哇塞，这炒饭未免也太美味了吧！然后舔了舔嘴唇，继续品尝起来。片刻就将眼前的小碗炒饭直接吃光。此时我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卖炒饭了。扬州炒饭38元一份，每人一份，吃不饱再点，不然浪费了。我的话刚说完，就在看食客们的反应，想看食客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毕竟一份炒饭卖38还有点贵，现在市面上的炒饭一般都在10到15元，38一份的炒饭价格的确微微有点高。正在我担心的时候，好多人反而觉得这不贵。半个小时后，所有排队的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炒饭。一旁的沈清拉着江月熙的手，无比纠结。谢谢。你说我还要不要再来一碗？陈飞做的炒饭实在是太美味了，可是我都吃饱了，要是再吃的话，肚子就装不下了。闻言，江月熙扶着额头一阵无语。不吃了吧？你都吃饱了，再吃就对身体不好了。沈清一听，小嘴顿时一嘟，拉着他的小手道：可是炒饭真的好好吃啊，要是不吃，我好像会死啊。沈清说着说着，表情和反应就夸张了起来，完事还使劲的嗅了嗅空气中的香味，那样子就跟着魔了一样。江月熙白了他一眼，表现得这么夸张，怎么不去学表演呢？江月熙算是看明白了这家伙，为了不让你死，还是再去吃一份炒饭吧。沈清听江月熙这么说，立马附和道：对，我不吃炒饭会死。说完，他屁颠屁颠的就跑去排队了。看着沈清跑去排队的样子，江月熙不禁笑了起来。这家伙为了吃份炒饭，还找这么多借口，承认自己嘴馋就有这么难吗？江月熙看着现在排队的人很多，便准备帮忙。由于刚才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在小黑板上写今日售卖菜品，他把小黑板架了出来，然后在上面写下了字：今日售卖扬州炒饭38份。就这样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终于将所有炒饭卖完。刚要回家，就收到了广告店老板打来的电话：陈老板，广告牌做好了，我离你摆摊的地方不远，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5分钟过后，广告店老板开着小3轮把广告牌送来了，将广告牌安装了上去，便给老板付钱。收拾完了东西，我便带着江月熙回家了。刚到家，老妈就打来了视频电话：这么晚才收摊，累不累啊？我儿媳妇怎么样了？我孙子孙女怎么样了？闻言我一阵无语，合着您说了这么多，关注点都在后面吧？我故意没回答老妈问题，挺好的，我一点也不累。果然下一秒老妈就本性暴露了。我问儿媳妇呢，快给我说儿媳妇咋样了？我就知道老妈现在心里眼里只有儿媳妇，我好没气的回答着：你儿媳妇睡得挺好，吃嘛嘛香。老妈一听睡得香，立马慌了：睡得香？儿子，我跟你说啊，你老婆现在怀孕了，你晚上可得给我老实点。我翻了个白眼，老妈怎么说这档子事？妈，我和西西分开睡的。老妈一听，立马鄙夷我，吐槽道：分房睡？儿子，你不行啊，竟然和老婆分房睡。不是老妈，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世界上蛮不讲理的除了女人就是老妈。我怕自己再说下去会把我气死，简单聊了几句就果断挂断了电话。挂断了电话，我伸手按了按太阳穴。现在还有一件事比较头疼，那就是怎么告诉江月熙爷爷她怀孕了这件事。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她怕爷爷担心，
肯定一直没告诉爷爷自己有宝宝这件事。现在他的肚子逐渐大了，等到了后面，小南也瞒不住了。我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刺激到老人家，所以还是要趁现在找机会和爷爷坦白一下这件事。正巧江月熙也洗漱出来了，我走过去把这傻姑娘拉了过来。累吗？江月熙使劲摇了摇头，不累。我揉了揉她的脑袋，我知道你最近在愁怎么给爷爷说怀了宝宝的事情，要不我们抽空回去一趟吧，当面跟爷爷说这件事。江月熙愣了一下，陈飞竟然会这么细心，注意到这些事情。思索片刻，江月熙说道：我怕直接把你带回家吓着爷爷，我先打个电话给爷爷说有男朋友了，看看他反应如何。说完，江月熙拿出了手机就拨打了爷爷的电话。爷爷，西西谈了个男朋友。话说完，江月熙紧张的不行，见状我伸手拍了拍这傻姑娘的后背，爷爷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出来：傻姑娘大了，也该谈男朋友了，你们要相互爱戴，尊重对方。江月熙听着爷爷的叮嘱，不自觉地掉下了眼泪。我伸手擦了擦江月熙眼角的泪水。爷爷想得很长远，他不想让江月熙太孤单了。丫头下次回来就把人往家里领，让爷爷也看看，毕竟他的岁数也大了，可能会随时撒手人寰。江月熙擦了擦眼泪说道：下次我带他回来。江月熙给爷爷说了这件事，感觉如释重负。挂断电话，我揉了揉他的小脑袋，我们11还是回去吧，这样就可以早点看到爷爷了。一听说要回家见爷爷，江月熙别提有多高兴了。真的吗？陈飞，我点点头表示是认真的。这学期出来以后他还没回国家呢，我其实想着是到时候回去了，把爷爷接过来陪伴江月熙，到时候江月熙肯定会非常开心。说完了这事，我突然想起来今天的营业额，简单算了一下以后才意识到，今天的营业额居然有32500元，5万！没想到小吃摊竟然能赚这么多。我当即决定逗逗这傻姑娘，柔声问道：丫头，你猜今天小吃摊营业额有多少？江月熙想了想，今天小吃摊好像比之前都赚得多，她壮着胆子试探性的说了一句1万。我摇了摇头，也没再逗这傻姑娘。今天的营业额是32500。闻言，江月熙震惊的小嘴都微微张大。小吃摊一晚上竟然能赚3万多，这也太恐怖了吧！我看着他那震惊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不过也正常，这么个小吃摊隔谁都震惊。我捏了下这傻姑娘的小脸，让她不要太激动了。江月熙手拍着胸，缓了缓激动的心情，然后下一秒，江月熙不禁又感叹了一声：今天小吃摊居然盈利3万多，这也太多了吧！见状，我连忙阻止他那激动的心情：小傻瓜，别惊讶，以后小吃摊还会盈利越来越多的。闻言，江月熙缓了缓心情，点点头。今天小吃摊盈利3万多，我还是挺满意的。看来5天之内完成20万营业额，这任务很简单。看快10点多了，简单洗漱了一下，我们就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和江月熙早早的就去了教室。为了不打扰到老婆上课，我自觉的坐到了3个傻屌身边去了。刚坐过去，就看到方平在扣脑壳发愁道：哥几个，你们说带女孩约会应该去哪里啊？李东和陈豪愣了一下，啥意思？方平，你小子背着我们偷偷脱单了？方平听到舍友的话，心里得意的不行。别激动，哥几个，我还没脱单呢，出去约会一次那不就成了吗？闻言，李东和陈豪便开始追问上了方平。老实交代，你小子到底啥时候勾搭上妹子的？方平看着兄弟们都凑过来了，开始装了起来。女生长得超可爱，在飞哥小吃摊认识的，我们约好下课见面，准备追求她。方平的言语之间都忍不住疯狂炫耀。然而其他人听见方平的事迹，也摩拳擦掌起来，那模样好像他们也准备去找女朋友了。见状，我一阵无语，我不知道自己小吃摊竟然还有脱单的功能。方平逮住几个人帮他出招，其他几人便在后面出各种馊主意。我听了这几个人选的地方都挺 low 的，我拍了拍陈豪的肩膀，让他直接把妹子带来小吃摊，有自己做的美食，妹子怎么可能不答应他？闻言，方平一拍脑门，他咋没想到这点呢？我让方平放心来买小吃，肯定给妹子优待。见我都这么说了，方平决定了今晚上就带妹子来小吃摊。片刻，下课铃声终于响了起来，只见院长快速向我走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院长身上。院长来找陈老板，难不成是想吃美食？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院长缓慢开口道：后天学校会举行大学生创业动员大会，我想请你在会议上分享一下创业经验。此话一出，其他同学嘴巴都微微张大。院长竟然亲自邀请陈飞去参加创业分享大会。我想了一下，从上学开始就没有给别人传授过什么经验，讲没啥问题，但是分享创业经验自己可没那个本事，所以我直接拒绝了院长的请求。院长见我都直言拒绝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和院长聊了一会后，我就带着江月熙走出了教室。今天就只有1节课，我准备带他去买个手机。我拉着江月熙的小手，便带着他到了旁边的商场，一进去就直奔1楼的手机店。刚把江月熙拉进去，他就拉着我的手不想进去。陈飞，我们去手机店干嘛呀？闻言，我知道这傻姑娘想的是什么，她肯定不想让自己给她花钱，所以我直接说是自己要换手机。江月熙听了以后，这才愿意和我进去。我们刚走进了华为手机店，售货小姐姐就来介绍手机了。这款手机有白色和黑色，很多小情侣都会一起购买当情侣款。如果2位需要的话，也可以拿一个白色和一个黑色。我看了一下手机的颜色，挺正的，白色也很适合江月熙。那行，就要情侣款，帮我拿1黑1白吧。闻言，江月熙一阵无语。不是说不用给我买手机吗？怎么这么快就给自己买了？陈飞，我的手机还能用，不用买。见状，我灵机一动说道：傻瓜，人家不是都说了情侣款更好看吗？那当然得买情侣的了。我摸了摸他的头，让他乖乖收下手机。一旁的江月熙低着头，还是不太愿意收。又让陈飞破费了，自己都不太好意思了。买好了手机，我直接就把卡给装上了。然后我牵着江月熙的手去了一个电瓶车的店铺。很早就想买一个电瓶车了，到时候自己出去采购食材这些也方便一些。买了电瓶车，店家还贴心的送了2个头盔。由于新车需要上牌照，我便询问店员：你好，上牌照在哪里？随后店员将上牌照的地方告诉我们。我拿起白色的头盔，亲手给江月熙戴上。嘻
西西，我们现在去给电瓶车上牌照，你坐后面吧，到时候抱紧我，我会慢慢骑的。江月熙点了点头，上了车，伸出小手拉住我的衣服。由于他从没坐过男生的电瓶车，所以稍稍有些不自在，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于是他就只好意思伸手抓住我的衣角。我轻轻扭头看了一眼后面这傻姑娘，只见江月熙小脸微红，竟然不好意思起来。我伸手把这傻姑娘的2只手拿了过来，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腰上，让她紧紧的抱住。见状，江月熙眉头微挑，也没反抗，任由自己小手被我抓住放在腰前。她柔软的小手不禁感受到了我的腹肌。陈飞的腹肌好硬啊！江月熙整个人羞得低下了头。陈飞的身材或许就是沈清口中的腹肌男吧。我扭头看了江月熙已经坐稳了，这才慢慢的骑车。现在他肚子里有3个宝宝，必须得小心骑车。幸好这里到上牌照的地方只有7、8分钟车程，不然我肯定不会让江月熙陪着自己。随后骑着小电瓶出去，微风轻轻的吹过了我们2个人的脸颊。江月熙坐在电瓶车后面，紧紧的抱住我，吹着微风。此时他觉得特别的舒服，自己现在越来越喜欢和陈飞待在一块了。此时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孩子。江月熙就是个普通的女孩，她愿意陪着自己吃苦，愿意和自己坐在电瓶车上一起努力奋斗。现在的女生物质算计，如果没钱根本看不起你，但是丫头不是这样，她温暖善良，不在乎名利。就这样，我骑着小电驴，而江月熙紧紧地搂着自己，这样的画面就好像是偶像剧中才会出现的一样。7、8分钟后，我骑着小电驴到了地方，我伸手给江月熙摘下了头盔。刚摘下头盔，这傻姑娘的秀发就被弄得有些凌乱，我看着她炸毛的样，忍不住笑了出来。见状，江月熙连忙伸手整理了一下头发。啊，我头发乱了，那我弄弄。她用手理了理，但还是有几根头发在炸毛。我温柔地伸出了手，帮她把头发给理顺了。江月熙脸有些红，低着头小声地说了句谢谢。我伸手揉了揉她，然后拉着她的手就去办手续去了。现在登记电瓶车的人不多，进去取号排队很快就排到我了。登记签字，经过一系列手续以后，不到1个小时，所有的一切就搞定了。看时间，现在也到中午了。我想了一下，这个地方离上次吃酸辣粉的地方很近。我刮了刮江月熙的鼻尖，柔声地问道：“小傻瓜，想去吃酸辣粉吗？上次那家就在这附近。”闻言，江月熙开心地点了点头。好呀。骑着车，我们2个人吃酸辣粉去了。吃完了饭，我把江月熙送了回去。趁着她睡午觉的时间，我又去菜市场买了今天摆摊的食材，搞定了所有食材，我便往家里赶。5点半，我搞定了所有的食材，便准备出发了。出门之前，在班级群里发了个出摊消息：兄弟们，我出摊了，随时创造恋爱的条件。片刻，我便到达了美食街的摊位。刚停下不久，班里的几个傻屌就走了过来。我定睛一看，当时给我整个人都看麻了。只见他们有的穿着西装打了领带，有的整了个大油头，还有的毛都炸起来了。一旁的江月熙凑到了我的身后问道：“陈飞，他们怎么穿成这样啊？难不成附近有活动？”闻言，我用手指了指头，说道：“他们这里有点不正常，不用理他们。”此时我真的有一种掐死他们的想法，穿成这样我都怕他们吓着顾客。最可气的就是这几个人还自我感觉良好。飞哥，你看我这身西装帅吧？飞哥，你快看我的发型，特意搞了很久呢。你那头发不行，还得是我的大油头最厉害。我听这几个人说话头都大了，一人赏了他们一脚。别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赶紧都给我拾到一下。闻言，几个人重新拾倒了一下，这才看起来正常多了。片刻，方平就带着妹子来了小吃摊。女生叫汪萌，1.58米左右，齐刘海，看起来还挺可爱的。方平第一次和妹子出来，难免会有些紧张。飞哥已经出摊了，一会儿我们去就能吃上炒饭了。闻言，汪萌立马来了兴趣。方平见妹子来了兴趣，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聊。飞哥还说给我们 VIP 待遇，到时候飞哥要是出新品了，我们也可以当试菜员。妹子一听可以试菜，便激动起来。真的可以试菜吗？要是能第一时间吃上陈老板做的新品，好幸福啊！下一秒不自觉地拉住方平的手，等他反应过来，才发现正拉着方平的手。见状，汪萌羞得立马缩回了手。不好意思啊。方平趁势直接拉住了汪萌的手，他抬头看了一眼方平，要是成为他的女朋友，就能去陈老板的小吃摊试菜了。想想还挺美好的。刚到旁边，几个兄弟向方平投来了羡慕的目光。进展这么快吗？方平看着兄弟们羡慕的眼神，心里别提有多嘚瑟了。他走了过去，高兴地冲我来了一句：“飞哥，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被说的有些懵逼。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妹子，问道：“妹子带来了？”“飞哥，来2份炒饭。”我很快给方平炒了2份炒饭。方平端着炒饭给了汪萌1份，然后2个人坐在小吃摊享受了起来。当汪萌吃上炒饭的时候，更加确定了，要是能和方平在一起，岂不是天天可以享受到这种待遇？与此同时，顾客们也在小吃摊面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远在总统套房的故乡正在喃喃自语着：“陈老板的小吃摊应该再营业了吧？好馋啊！”此时手机突然不停地震动，故乡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只见姐妹们正在群里分享着我的图片，其中一个叫做吉曼在群里说道：“陈老板好帅啊！”见状，故乡也点开看了一下图片，照片中的陈老板真的好帅。就这样，几个人聊了一会，当即决定前往我的小吃摊。10分钟不到，3辆豪车停在了小吃街附近，3个白富美没犹豫，直接踩着恨天高排在了队伍中。很快就轮到了3个白富美，一人点了2份炒饭。片刻，吉曼向我走了过来，说道：“陈老板，我叫吉曼，是索菲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想认识你一下，可以吗？”闻言，我并没有任何的反应，连头都没抬一下。见状，吉曼尴尬不已。本总裁可从来没有这么主动接近过一个男生。吉曼生气地跺了跺脚。见状，一个叫叶琪琪顿时捂嘴偷笑起来。哎呀，小姐妹完全没魅力啊，看来还是得自己上才行。于是叶琪琪上前走了一步，拿出了一张名片。陈老板，我是亿博集团的总裁，这是我的名片，我每天晚上都有空。叶琪琪的暗示直接到位了，他每天晚上都有空，这就证明，如果陈老板要找自己，他随时奉陪。而且
这还是叶琪琪的私人号码。她的这个号码，除了好姐妹和家人以外，从来给过别的男生。她还是第一次愿意给男人名片。陈飞听了这女人说的话，眉头微皱，这人骚到家了呀！靠，老子这又不是动物园，几只孔雀咋来这开屏了呢？后面排队的几个女大学生又听到了关键词：一博集团的女总裁。一博集团，这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日用品公司。这家公司业务范围甚广，在海外也有好几家分公司。他们几个万万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家大公司的女总裁，竟然会齐聚陈老板的小吃摊。他们还想对陈老板下手。一博集团、索菲集团，这两个可是国内的著名大公司，他们跺跺脚，国内的经济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前大家都觉得女总裁不食人间烟火，可是当他们出现在小吃摊的时候，大家这才发现，原来高高在上的女总裁也会是小吃摊啊！而且他们一人还点了2份，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些吧？其实女总裁并不会轻易吃小吃摊，只有像陈老板的小吃摊，他们才会愿意光顾。吉曼和叶琪琪的话引得后面排队的人议论纷纷，两大女总裁，他们竟然出现在了小吃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敢说，他们俩旁边的那个小姐妹肯定也是总裁。同意，有钱人只会和有钱人玩。陈老板的小吃摊实在是太恐怖了，居然出现了国内顶级女总裁。陈老板这么帅，这些女总裁都想对他下手。巧了，我也想对他下手，就这一点颜，我和女总裁相似，四舍五入，我就是女总裁。对，我们和女总裁一样得不到陈老板。好多人在得知前面是大公司的女总裁以后，他们的目光就一直落在了吉曼他们几人身上了。有钱有颜的女总裁实在是太吸引人的注意了，但是陈飞却根本不鸟这几个女的，他看都不愿意看这几个人。傻总裁，老子才不稀罕。叶琪琪话都暗示到这里了，陈老板还是没理自己，他小脸上有些挂不住。堂堂大总裁，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2分钟后，叶琪琪的炒饭也搞定了。陈飞刚刚转过身，另外一个美女又开口了：陈老板不好意思，他们俩是开玩笑的，别放心上。我叫谢雨梦，金尊饭店是我旗下的，请问您是否有想法来我饭店指点1、2呢？谢雨梦其实对陈老板也有想法，但是陈老板都拒绝了自己的2个小姐妹了，他当然也不会再继续说这事了。他又不是傻的，不谈感情，但是可以谈生意。谢雨梦旗下有一家市内最出名的大饭店，里面的菜品奢华昂贵，只有特有钱的人才会去。这家饭店的生意一直很好，但是谢雨梦还不满足，他想请陈老板前去指教1、2。有了陈老板的指教，给自己出一点改造意见，饭店的生意说不定会更上一层楼。谢雨梦相信陈老板，他的厨艺一绝，如果去指点自家厨师1、2的话，他们说不定会做出更美味的菜品。这件事并不会太劳累陈老板，也会给他很丰富的报酬。谢雨梦想着，陈老板应该不会拒绝。陈飞听懂了他的意思，想让自己去指教厨艺，这事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厨艺也有秘方，陈飞可不是傻子，他才不愿意把秘方传授给别人。就算是系统出的秘方和每道菜的注意点，他也不会轻易泄露。而且金尊饭店的菜品肯定都是名菜，越是名菜，里面的秘密就越值钱。给别人指教厨艺这件事费力不讨好，陈飞并不愿意做。那点小钱，凭借自己的小吃摊，几天就能挣回来了。陈飞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他。不好意思，我没兴趣，这是你的炒饭。哦，谢雨梦见陈老板不同意，只能作罢。他本来还想着，如果陈老板同意了，他还能借着这个机会和他增进关系，结果他这么果断的就拒绝了自己。那行吧，谢雨梦也就没再说什么了。3个白富美全都在陈老板这吃瘪了。陈老板在面对他们3个的时候，没有一个多余的眼神，就只有一句话：他们3个现在别提有多难受了。班上其他兄弟几个一直在看着这几个白富美，全场最佳的白富美竟然全都直奔飞哥而去，他们几个别提有多嫉妒了。靠！他们3个姐姐心里眼里只有飞哥，他们兄弟几个在一旁直接被无视了。除了被白富美无视以外，他们还被现场好多小姐姐都无视了。哥几个发现这些小姐姐眼里只有飞哥，飞哥实在是太帅了，他们根本比不过。他们几个就算是收拾打扮得很帅，但是也从来没有一个小姐姐关注过自己。哥几个没一个小姐姐看上我，我也是。那些小姐姐就只看到了飞哥，飞哥这么帅气，我们哪比得过呀？我知道了，原来飞哥才是我们最强劲的情敌。哥几个围在一块唉声叹气的抱怨上了。
过了一会，几个人想通了，算了，傻女人啊，还是美食比较重要。只要是吃到了飞哥的炒饭，那今天就不亏。3个白富美各自端着2碗炒饭，叹了口气，就准备去享用美食了。哎，算了，吃炒饭去。陈老板还把名片还给了我，唯有美食能安慰我心。陈老板的炒饭这么美味，还是去吃炒饭吧。3个白富美等了一会，才终于等到了一个空位置。几个人端着炒饭坐在了小板凳上。刚刚坐下，他们3看着金黄的炒饭疯狂流口水。他们3伸出了娇嫩的小手，拿起了勺子，舀了满满一勺放在了嘴里。吃到炒饭的第一口，他们都快忍不住哭出来了。这炒饭实在是太他妈的好吃了。炒饭越好吃，几个人就越忍不住想拥有陈老板。要是能成为陈老板的女朋友，每天除了能欣赏到他的美色之外，还能享用到各种美食，人生在世，追求不过如此。陈老板就是所有人心目当中最完美的老公。陈老板的炒饭好好吃啊！救命！我要是能拥有陈老板就好了，这样就能每天在家吃到美食了。男色和美食能同时拥有，陈老板实在是太完美了。3个人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了。刚才的伤感，现在被这一碗炒饭给治愈了。同时，他们几个又很伤心，他们很难受。为什么自己找不到像陈老板一样的完美老公呢？陈老板好完美啊，他们也想拥有。121，这个男人彻底俘获了我的心。3个白富美快速的吃完了2份炒饭，他们3坐在一块，偷偷的打了个嗝，吃得好饱啊。他们平时要控制身材，一般都不会选择吃太多，特别是像炒饭一类的碳水，他们以前摄入很少。可是，一到陈老板的小吃摊，他们就受不住了。陈老板的美食这么好吃，就连胃口都不自觉的变大了不少。他们3个打了个饱嗝，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拍个照给故乡，让他也馋馋陈老板的美食。叶琪琪在吃炒饭之前，拿手机拍了一张炒饭非常完美的照片。现在吃完了，几个姐妹决定拿着空盘子一起拍个合照。咔嚓，3大美女和空盘子的合照拍好了。3个女总裁，一个比一个好看。照片拍好后，叶琪琪把照片发到了群里。她一共发了2张，一张是金灿灿炒饭的照片，另外一张是他们空盘的合照。照片刚一发出，故乡就认出来了，这照片是他们几个在陈老板小吃摊上拍的。他点开了炒饭的图片看了一下，怎么回事？陈老板出新品了吗？这次的新品竟然是炒饭。故乡现在都快哭出来了。他出差的时候竟然错过了陈老板的新品，自己实在是太惨烈了。他忍住了泪水，看着金黄发光的炒饭，这炒饭一看就好馋人啊。图片的里炒饭看起来特别的完美，里面还有各种配料，在图片中都能看到每一粒炒饭被肉松给包裹了起来。光看照片，故乡就忍不住直流口水。他闭着眼睛想象了一下这炒饭的味道，这炒饭吃起来肯定香香的，味道贼棒，而且一咬下去，各种食材的香味就在嘴里炸开。光是想象，故乡就快忍不住了。他此刻真的恨不得直接飞到陈老板的小吃摊上去。陈老板做的炒饭肯定非常美味，故乡非常相信陈老板的厨艺。自从吃上了他做的生煎包了之后，他就相信不管陈老板做什么肯定都非常美味。故乡此刻真的非常羡慕几个小姐妹，她欲哭无泪，在群里回了个大哭的表情。故乡大哭，谢雨梦，陈老板的新品贼好吃，快回来品尝。叶琪琪，你那个海外订单我这边也可以帮你协商一下，争取让你早点回来。故乡，我现在就加班，争取明天一早就回来。为了吃上美食，故乡决定今晚上连夜加班，他要争取明天一早就赶回去。吉曼看了一下群里的照片，他又拿出手机拍了一张陈老板生意很火的现场图。有了这3张照片，他发了个朋友圈，朋友圈配文：一个男人凭借一份炒饭彻底俘获了我的心。看着吉曼发的朋友圈，几个小姐妹不禁调侃上了：叶琪琪哟，你的这颗小心脏彻底被俘获了哦。谢雨梦，吉曼的心里开始装男人了，孩子长大了呀。吉曼被2个姐妹调侃的有些不好意思，小脸羞红，说道：去，我就不相信你们的心里没有陈老板，姐姐我一向比较坦诚，有啥说啥。听吉曼这么说以后，叶琪琪和谢雨梦不知道该说啥了。他们俩承认自己心里好像真的有了陈老板，或许是他的美食太美味了，又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太帅太有魅力。谢雨梦和叶琪琪看着这几张照片也发了个朋友圈，他想在朋友圈炫耀一下自己找到了全世界最好吃的摊位。一个配文：连吃2碗炒饭，
无法抵挡的美食。另一个配文，我宣布，我在这个小吃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们3个之前的朋友圈，不是高档的酒店，就是各种美艳的照片，凡是出现在朋友圈里面的地点，都非常的奢华。现在突然发了一张如此接地气的照片，这让好多朋友还以为他们被盗号了。朋友都很好奇，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所以才去了地摊。3大总裁的朋友圈都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富二代，他们一般都不会去各种小吃摊。在看到几个美女的朋友圈以后，他们忍不住在底下评论，这是哪里的炒饭啊？图片看上去未免太诱人了吧，我想吃。琪琪，你被盗号了吗？需要我公司的 IT 部门帮你解决这事吗？雨梦，你不是减肥吗？还吃这么多碳水，这份炒饭看起来好棒啊，这是路边摊卖的，味道有这么好吃吗？3大美女齐聚路边摊，我该去偶遇的。什么路边摊这么好吃啊？求分享，是不是在拍电视啊？你们怎么会去路边摊？3大美女朋友圈下面评论什么的都有，有的富二代求分享小吃摊，还有些人很好奇，他们3个冷艳总裁为啥会去小吃摊，甚至还有人以为他们去拍电影了。特别是吉曼的朋友圈，无数男的都震惊了。吉曼德星因为一份炒饭就被一个男人给俘获了，那他们不就彻底没希望了吗？3大总裁发了这个朋友圈之后，他们的朋友圈非常热闹，有好多富二代都来私信问他们这家店的地址。富二代嘛，平时就喜欢吃吃喝喝，他们当然想寻觅一切美食了。吉曼他们也很主动，把陈飞的小吃摊分享给了这些富二代，只要你喜欢陈老板的美食，那我们就是好朋友。吉曼他们3人的朋友圈一发出，一个名叫有滋有味的小吃摊在富二代的圈子里火了起来。8点左右，陈飞就已经卖出去1000多份炒饭了。狗博主他们今天也准时到了小吃摊，他们几个美食博主都快常住在陈老板的小吃摊了。今天的食客注意到陈老板的小吃摊有了名字，小吃摊取名有滋有味，这个名字取得可真好听。好多人都在感叹，以后给别人推荐陈老板的小吃摊，终于能说上店铺名了，有滋有味。陈老板做的每一样美食都有滋有味，超级好吃，感觉这个成语就是专门形容陈老板做的美食，有滋有味，让人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生活。我很喜欢飞哥的小吃摊，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在这里我感觉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美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以前我下了班想打会游戏放松，现在我只想来飞哥的小吃摊。几个享用完了炒饭的食客看着生意火爆的小吃摊一通感慨，现在小吃摊有名字了，最高兴的还是食客。狗博主也把小吃摊的名字给拍了进去。直播间的观众看到陈老板的小吃摊有了名字，他们纷纷表示这个名字很适合小吃摊，有滋有味。我记住这家小吃摊了，陈老板的生意这么好，都可以开一家饭店了。同意，要是开家饭店，那位置就更加清楚了。主要是陈老板的小吃摊出摊时间不稳定，我已经跑了2趟了，都错过了他的美食。楼上的网友好惨，告诉你，我也是，我也没买上陈老板的美食，名呜呜。直播间的观众都记住了陈老板的小吃摊，但是他们更想让陈老板开一家饭店，这样陈老板就不会跑了，他们也能更好的去蹲守陈老板的小吃摊。122人情味浓浓的小吃摊。晚上8点多，陈飞的生意正是最火爆的时候，一位老奶奶泪眼婆娑的走到了小吃摊，她老伴身体不好，现在又没胃口吃东西，她现在非常难受，给老伴买了很多吃的，她都没什么胃口，所以老奶奶就只能再来小吃街，她想碰碰运气，看看自己能不能买到上次的那家鱼汤。她到了小吃摊，发现这家小吃摊生意很火爆，排了这么多人，她走过去看了一下小黑板，小吃摊卖的是炒饭，炒饭太硬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老伴能不能吃，她想问问老板今天还有没有鱼汤。老板正在忙。老奶奶看了一下周围，她找到了西西这傻姑娘，她记得这傻姑娘人美心善，应该是老板的老婆。老奶奶走了过去，用着慈善沙哑的声音问着江月熙，小姑娘，小吃摊还有鱼汤吗？我老伴身体不好，就想喝一碗鱼汤。老奶奶说话的声都快哭出来了，她想到老伴身体不好，自己就非常难过。江月熙看到老奶奶满眼婆娑和伤心，她也很难受。小吃摊这2天都没卖鱼汤，老奶奶买不上鱼汤了。奶奶，这2天小吃摊一直都在卖炒饭，没有卖鱼汤，不好意思。江月熙觉得很愧疚，她知道奶奶此刻的心情，她老伴身体很不好，老人如果吃不进去东西，可能会很快离开人世。想到这，江月熙心里就很难受。但是这2天小吃摊并没有卖鱼汤，她也没办法。陈飞耳朵很好，听到了老奶奶和这傻姑娘的谈话，看着泪眼婆娑的老奶奶和伤感的老婆，陈飞心里也不得劲，
他想了一下，老奶奶身体不好，虽然吃不上鱼汤，但是也可以吃炒饭啊。自己的炒饭蓬松，吃起来一点也不行，奶奶应该会喜欢吃。陈飞暂时停下了手中的事，柔声地冲着老奶奶和西西说道：“奶奶，我做的炒饭和鱼汤一样美味，爷爷肯定会喜欢吃的，你要不带一份回去尝尝吧？”老奶奶犹豫了一下，在她印象中，炒饭都比较硬，老伴现在牙口不好，根本吃不了这么硬的东西，而且她胃口不好，也不喜欢吃炒饭。炒饭除了比较硬以外，也比较油，所以老奶奶犹豫了一下，她在想，炒饭并不适合带给老伴吃。她如实回答陈飞道：“我老伴牙口不好，炒饭太硬了，他肯定咬不动。”陈飞看到了老奶奶正在犹豫，他听爷爷说了原因以后，终于明白他为啥犹豫了。炒饭太硬，的确是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别家的炒饭会硬，可是自己做的炒饭完全不会。陈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想着干脆让老奶奶尝一口炒饭吧，吃到炒饭以后，他就能知道自己的炒饭到底硬不硬了。奶奶，你稍等，我马上炒一份炒饭给你尝尝。陈飞给奶奶说了以后，连忙转身去做炒饭去了。后面排队的人见陈老板正在和一位老奶奶说话，他们也没有一点着急，尊老爱幼，他们在后面等着陈老板忙活完手中的事。2分钟后，陈飞搞定了一锅炒饭，出了2盘给最前面的食客以后，把另外1盘给老奶奶。奶奶，您先尝尝这份炒饭硬不硬，如果不硬的话，再给老伴带回去。好，谢谢。江月熙陪着爷爷找了个位置坐下，他很期待奶奶对这份炒饭的评价如何。奶奶端着炒饭坐下，她看了一下这份炒饭，颜色金黄，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她80几了，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诱人的炒饭。这份炒饭和其他饭店做的完全不一样。老奶奶拿起勺子尝了一口，米饭松松软软，蛋丝也很嫩，这份炒饭咬起来一点也不费牙。自己这把年纪了，牙齿也快掉完了，但是吃这份炒饭一点也不费力。这份炒饭甚至比很多米饭都还要松软，除了松软以外，炒饭还很香。老奶奶吃到过不少食物，她也是第一次吃到过味道如此好的一盘炒饭。炒饭中融合所有食材的鲜香味，奶奶吃到炒饭的时候，仿佛自己吃到了满桌子的美食。这份炒饭一点也不硬，而且味道又这么好，老伴应该会喜欢吃吧。炒饭很好吃，点也不硬不油，我老伴就算是没了牙口，他也能吃这份炒饭。我带一份回去让他尝尝看，希望他能吃进去些。老奶奶虽然有些难受，但还是毫不吝啬地评价了这份炒饭。她真的觉得这份炒饭很好吃，不过老伴会不会吃，她也不知道。她只是希望老伴能多吃点东西，身体能尽快好转些。那我去帮你打包一份酒。江月熙听着奶奶对炒饭的好评很开心，这就证明奶奶的老伴应该会喜欢吃炒饭。很快，江月熙就去打包了一份炒饭过来。老奶奶的炒饭只尝了一口，她也一并打包回去。炒饭里的腊肉太硬了，陈飞把腊肉换成了虾仁。他给奶奶说着这事，奶奶，炒饭里的腊肉比较硬，这份炒饭就没放，我给换成了虾仁。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您二老就算是喜欢吃炒饭，也不要吃太多了，免得积食。老奶奶听了陈飞的叮嘱，她感动得差点掉下了眼。这位年轻人实在是太好了。老奶奶听了陈飞说的话，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好，非常感谢你。老奶奶用十分感激的眼神看向了陈飞和江月熙，他们2个年轻人人美心善，实在是太好了。一通感谢以后，老奶奶提着炒饭回去，路上她都非常的忐忑，她非常希望老伴能多少吃些。小小的插曲过后，陈飞继续出餐，后面排队的客人陆续拿到了自己的美食。看到陈老板对老奶奶如此善良，大家都觉得心里暖暖的。陈老板的小吃摊多了现在最缺的人情味。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人与人之间都很陌生，很少会有人主动对陌生人释放善意。倒是陈老板的小吃摊不一样，大家聚集在一块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能聊聊天，大家就像是许久不见的朋友一样。在陈老板的小吃摊，大家都很放松，好几个感性的人不禁有些感动。他们讨论着刚才的事情，陈老板实在是太温柔了。除了美食以外，我在小吃摊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老奶奶刚才着急的都快哭出来了，拿到炒饭的时候，她脸上终于没有这么焦急了。永远可以相信陈老板，奶奶的老伴肯定会很喜欢吃炒饭，希望这份炒饭能给她力量。10几分钟过后，老奶奶到了医院，刚到老伴病床前，她就把炒饭端了出来。123，正式表白，江月熙，做我女朋友好吗？
炒饭温热，正好可以吃。老头，我给你买了炒饭回来，尝一尝嘛。老奶奶用勺子舀了小半勺炒饭喂给了老伴。老头不想让老太太难受，他张开嘴想强迫自己吃一点。他现在很难受，一点东西都不想吃。可是自己如果不吃东西的话，老太太又会偷偷哭。老头想到自己的老伴，还是强忍着蛮难受，起身吃东西。自己要是吃一点，老伴也不会这么难受。老头张开嘴吃了半勺炒饭。老奶奶睁大眼睛看着老伴，她一直在祈祷，希望老头能多吃2口炒饭。老头本来毫无食欲，可是炒饭入嘴以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了想吃东西的欲望。老头试探性地嚼了嚼炒饭，这炒饭一点也不硬，反而很蓬松，吃起来香香的，让他不自觉的还想吃东西。嚼吧嚼吧，老头吃完了半勺炒饭，他虚弱地说道：“再来2勺。”老奶奶听到老伴这么说，眼泪瞬间湿润了眼眶。这么多天以来，老伴终于又愿意进食了。老奶奶很高兴，她连忙又给老伴喂了炒饭。老头今晚上慢慢有了食欲，竟然吃了小半份炒饭。他本来还想吃些，不过被老太太给制止了。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晚上吃东西得少吃点才行，不然容易积食。老奶奶把剩下的炒饭放了起来，她想着明天还可以热给老伴吃。老奶奶现在非常感谢那位年轻人，正因为有他的美食，自己的老伴才有进食的欲。老伴只喜欢吃那家小吃摊的东西，他以后要多去买。老头吃了小部分炒饭以后，身体慢慢的开始有了力气。这是这几天以来他第一次吃这么多食物。陈飞的美食正在悄然治愈着每一个人。晚上10点左右，夜晚的微风轻轻地吹过了城市，吹风带走了白天的燥热。晚上的城市凉快了不少。10点左右，很多出来遛弯的人都回去了，很多商场商圈也陆续关门了。可是一条商业美食街还很热闹，一家小吃摊前还有好几10位顾客正在排队。从这家小吃摊出摊开始，小吃摊面前的长队就一直没停过。陈飞估算了一下，今天截止现在为止，已经卖出去快1900多份了，现在还剩下不到100份炒饭，很快就能卖完了。陈飞看了一下排队的队伍，现在排队的人大约有50多位，他们应该都能买上炒饭。就算是晚上10点了，所有排队的食客没有一位不耐烦的，还有很多食客都是加完班以后拖着一身的疲惫，特意来小吃摊买炒饭的。小吃街这么多小吃摊，他们愿意花时间排在陈飞这里，在他们看来，就算是再累，他们也得排队买陈老板的炒饭。好多打工狗都心甘情愿地拖着疲惫等着美食，在吃到炒饭的那一刻，他们觉得所有的疲惫都值得了。晚上10点半左右，陈飞今天准备的2000份炒饭全卖完了。今天出摊的时间稍微久些，刚卖完，陈飞和哥几个一块连忙收拾了东西准备回去。今天哥几个非常的仗义，虽然没找到女朋友，但是他们一直坚守在小吃摊忙前忙后，他们一直等着自己卖完了最后一份炒饭，帮着自己收拾了东西再走的。陈飞决定了，以后得帮他们几个脱单，等自己空了，给他们搞联谊会之类的。兄弟几个都这么仗义，自己为他们的脱单想想招奴努力也不是不行。收拾好了东西，陈飞带着江月熙开着小吃摊回去了。几分钟后，2人就回了家。刚回家，江月熙就很贴心的给陈飞送上了一杯温水。他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得好好的休息休息才行。陈飞咕嘟咕嘟的喝了满满一大杯水，老婆送上的水就是更香甜。陈飞刚坐下没多久，老妈就给自己发了微信过来：“儿子，我给你买的东西，你拿到快递了吗？快拆开看看，里面都是好东西。”陈飞看了一眼老妈发的微信，再看了一眼客厅角落里堆的7、8个快递盒，他这才反应了过来，原来这些东西全是老妈买的呀。老妈会买好东西，他打死都不信。陈飞把那一堆快递全给抱了过来，好家伙，还挺沉的。老妈到底买了啥？居然这么沉。陈飞牵着江月熙的小手，把她拉了过来。西西，我们拆快递吧。2个人坐在一块，拆了快递。拆开第一个快递，里面竟然是小朋友的衣服，衣服小小的，很可爱。江月熙拿起小衣服看了一下，是3套粉色的小衣服，3套衣服一模一样，上面还有草莓花纹，超级可爱。江月熙看到小衣服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她被这小衣服给萌化了。她摸了摸肚肚，想象宝宝出生以后穿着这么可爱又萌的衣服，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好了。她不自觉笑得更开心了。江月熙心里很感动，陈飞，他真的好用心，这么早就给宝宝准备上了小衣服了，这些就连他自己都没准备好。江月熙抬头，
柔声地问着陈飞：“这么早就给宝宝买衣服了吗？”陈飞看着江月熙上扬的嘴角，他也很高兴。他完全没想到，老妈竟然会这么早就准备好婴儿衣服。现在宝宝还不到3个月，就买婴儿服，有点太早了吧？而且还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老妈男孩女孩各自买了3套，她这个当奶奶的，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孙子孙女了。早点准备着。陈飞继续拆快递，后面几个快递也全部是小朋友用的东西，小孩的婴儿床，小孩的哄睡床，还有奶瓶。老妈子这堆快递里全是婴儿用品，各种奇奇怪怪的，用途和作用都不一样，还有很多快递，很多零件都是散开的，需要自己后面拼起来。这些是小朋友的摇摇车，等我们有空了拼起来。这几个快递都是木质的，需要后面手动拼。今晚上太晚了，后面空了再拼。江月熙点了点头，他想着，等自己空了，得好好学一学这些婴儿用品该怎么使用。她可是孩子妈妈，当然得学会使用这些婴儿用品了。陈飞想了一下，还是决定给江月熙说这些东西是老妈买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该让爸妈来看看江月熙。陈飞伸手过去，把江月熙的小手紧紧地握住。西西，这些婴儿用品全是我妈买的，她已经知道她儿媳妇怀孕了，所以才会准备这些。儿媳妇？陈飞妈妈？江月熙听到这2个词语有些不知所措。陈飞的妈妈知道自己怀孕了，那她会接受自己吗？成为陈家的儿媳妇？江月熙想到这就有些忐忑，她紧张道：“阿姨，阿姨怎么会知道我？”陈飞拍了拍江月熙的后背，他看出了她的不安。你是我女朋友，现在怀孕了，我当然得告诉老妈了。啊！江月熙听着陈飞这么说，心里有些小慌，心跳得很快。他和陈飞现在的关系虽然很密切，但是2个人都没有把关系挑明。江月熙并不知道自己在陈飞心里是什么位置，他也没奢求，也不敢奢求自己能成为他的女朋友。但是当听到陈飞这么说了以后，他整个人有些慌。陈飞的意思是自己是他的女朋友？看着不安的江月熙，陈飞柔声说道：“傻瓜，你现在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每天和我形影不离，我们当然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听着陈飞说的话，江月熙还是有些懵。他们现在的确和男女朋友没有两样，可是有些关系得说明白了才好。陈飞柔声的继续说道：“西西，我喜欢你，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拉着江月熙的小手，陈飞现在特别紧张，他看着眼前的漂亮小猫咪，一直在等待着她的回答。不得不说，他此刻有些忐忑，他生怕江月熙不答应自己。124，迟早要见家长。亲上了。江月熙抬起了头，看着面前如此深情的陈飞，他的心跳得很快很快。面对陈飞的表白，他有些不知所措和意外。他喜欢自己，可是自己哪有什么值得被人喜欢的呢？陈飞对自己表白的话，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江月熙面对如此炽热的陈飞，他总觉得自己根本不配他喜欢。陈飞实在是太优秀了，而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孩子。可是和陈飞待在一块又很舒心，他又很贪恋这种感觉。江月熙犹豫了，这种犹豫是因为来自骨子里的自卑。他从小就没被宠爱，所以现在才没有勇气。陈飞看出了江月熙的慌乱，他是第一次被男生表白，整个人肯定会有些慌乱。他伸出手，轻轻地将江月熙给揽在了怀里。他想让江月熙别慌，别害怕，轻轻地抱着江月熙。他很柔软，就像是一只小猫咪一样可爱。江月熙也没有拒绝，他把头轻轻地靠在了陈飞的肩膀上。他的怀抱好温暖，陈飞的身上还有特属于他的味道，汗液混杂着男性荷尔蒙的味道。他很喜欢这股味道。被陈飞揽在怀里，江月熙觉得特别的安心。他想了一下，自己愿意当陈飞的女朋友，就算是默默地守在他的身边，他也愿意。江月熙把小脸转了过去，小嘴微微张开，用着特别温柔的声音说道：“我愿意，我愿意”3个字在陈飞的耳边轻轻飘荡，飘进了他的心里。江月熙同意了自己的告白，他此刻别提有多高兴了。陈飞很高兴，把江月熙紧紧地揽在了怀里。他把这傻姑娘拥抱得更紧了。江月熙也伸出了手，回应着陈飞，2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块。因为太感动，江月熙的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良久，江月熙感觉自己稍微有些喘不过气。陈飞抱自己，抱得太紧了。呼，陈飞这才把江月熙给放开。他实在是太高兴了，所以力气稍微大了些。不好意思，我太开心了。他看了一下江月熙，自己抱得太紧，会不会压着肚肚里的几只崽子？他用手摸了摸老婆的小肚肚，柔声说道：“宝宝，爸爸不是故意的，你们乖乖睡觉哦。”
看着陈飞和宝宝对话，他的话语真的好温柔。看到这个画面，江月熙不由得上扬着嘴角。宝宝有一个超级负责的爸爸，他觉得很幸运。陈飞真的很有魅力。江月熙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喜欢和他待在一块了。这些婴儿用品买的太早了些，等过几个月，我到时候去买一套房子，到时候把这些婴儿用品给搬过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就不用再租房子了。陈飞拉着江月熙的小手，给他说着后面的计划。现在租房子住不过就是过渡一下而已，等过几个月，他肯定会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听陈飞说着对未来的规划，江月熙既觉得安心，同时又很心疼他。陈飞的身上背负了太多责任，他并不想让他这么辛苦。以后宝宝出生了，江月熙也要努力给宝宝创造条件，不能让陈飞一个人太辛苦。他拉着陈飞的手，十分心疼地说道：你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就算是租房子，我们也能生活得很好。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买房子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努力，等我生了宝宝就可以去工作了，到时候我们2个人一起努力。陈飞此刻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幸运，江月熙实在是太会心疼人了，一点也不矫情，而且也愿意和自己一块奋斗努力。她真的是宝藏女孩，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不用担心，你就乖乖安心养胎就好了。陈飞摸了摸小猫头，让她不用担心这么多。老妈想过来看儿媳妇这事，陈飞一并给江月熙说了。对了，我妈想过来陪陪我们，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让她过来，你要是觉得太尴尬，我就让她再缓缓。江月熙愣了一下，她还没和陈飞妈妈接触过，所以很担心和紧张，她生怕陈飞妈妈会不喜欢自己。不过阿姨都说了想来看看自己，江月熙也不好意思拒绝。等阿姨来了，她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让阿姨喜欢自己。她这个儿媳妇一定要称职到位。我都可以。江月熙点了点头同意，但是她的紧张和担心全写在了脸上。陈飞能理解江月熙，如果说自己跟着老婆回去看爷爷，估计会比这傻姑娘更紧张。他拍了拍江月熙的后背，安慰着她：你别担心，我妈妈人很好，你这么优秀，她肯定会很喜欢你。上次的川蜀特产就是我妈妈选的，她还没见面就喜欢上了你，你不用担心。有了陈飞的安慰，江月熙安心了不少，她会好好表现，让叔叔阿姨喜欢上自己的。陈飞看着暗自下定决心的傻姑娘，她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伸出手搂着江月熙的小腰，把她搂在了自己的怀里。小猫咪的腰实在是太柔软了，好舒服呀。他开着玩笑说道：别怕，要是我爸妈凶你，我给你撑腰。那不可以，不可以和长辈发生冲突。江月熙一脸严肃地说道：小辈不可以和长辈起冲突。陈飞被这傻姑娘给逗笑了，他竟然没听出来自己是开玩笑。陈飞揉了揉小猫头，笑着应了一句：傻瓜。说完以后，忍不住侧身过去亲了一下江月熙的脸颊。这么可爱的老婆，哪能不亲亲呢？她的小脸肉嘟嘟的，好可爱。江月熙的小脸感受到了陈飞软嫩的嘴唇，她的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起来。过了一会以后，她才反应了过来，陈飞居然亲自己。江月熙用手摸着自己的小脸，有些不好意思，她唰的一下从陈飞的怀里窜了起来。我去洗澡。小傻姑娘捧着自己微红的小脸，就去阳台收衣服去了。125要见儿媳妇了，有点紧张。江月熙站在阳台上，微风吹过她的小脸，很舒服。刚才被陈飞亲了一下，月熙现在小脸红扑扑，心跳得很快。吹吹微风，整个人就没这么紧张了。江月熙摸着自己的小脸，想着刚才陈飞给自己表白和亲昵的举动，她仿佛自己在做梦一样。这个梦甜甜的，想起来就很甜蜜。陈飞看着江月熙落荒而逃的样子，他忍不住笑了笑。就算是成为了男女朋友，这傻姑娘还是不好意思。不过不着急，慢慢来就行了。小兔子已经在笼子里了，它跑不掉了。江月熙收回了衣服，她每天都会帮陈飞拿衣服。拿了衣服，她咻的一下就跑去了洗手间。陈飞趁着她去洗澡，打了个电话给老妈。老妈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儿媳妇了。她要是知道儿媳妇答应见她，那估计会高兴的一晚上都睡不着觉。电话刚接通，陈飞就直接给老妈说了这个好消息。妈，我给西西说了你们俩想过来的事，她同意了。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玩一玩。什么？儿子，我没听错吧？我真的可以过来见儿媳妇啊？陈妈别提有多兴奋了，她现在正排练完，正和小姐妹一路回家呢。听到儿子说的话，她直接兴奋的原地跺了跺脚。真的，你随时都可以过来，主要看我爸那边忙不忙。陈飞听着老妈的话，把手机往耳朵边拿远了一些。
老妈这么兴奋，声音属实不小。她又重复了一遍。陈妈这才确定了儿子自己能去看儿媳妇了。你爸忙啥呀忙？见儿媳妇最重要，我会让他空出时间的。这样吧，我们明天就来。哦，不行，我还得给儿媳妇买些东西，后天来吧。陈妈恨不得明天就来，想了一下，还是算了。明天一早就去的话，时间实在是太赶了。第一次见儿媳妇儿，她肯定要给儿媳妇准备厚礼。陈妈虽然已经陆续买了些东西了，但是她还是觉得这些东西不够隆重。明天她得去外面好好挑一挑才行，一定要给儿媳妇买到称心如意的礼物。陈妈也是第一次见儿媳妇，兴奋之余，她也很紧张。几个小姐妹在一旁听到了吴慧说的话，她们几个又一次向她投去了羡慕的目光。吴慧都要去见儿媳妇了，他们的儿媳妇呢，还不知道养在谁家呢。都行，别带太多东西了，不然累着你们了。陈飞叮嘱着老妈，让她少带点东西出门，不然累着他们老两口了。好好好，我知道了，儿子，等我到了给你打电话。老妈高兴的不行，她兴奋的直搓小手。她想起了快递的事，问着儿子，儿子，你拆快递了吗？那些东西都是给我孙子孙女买的，你可别给我弄坏了。陈飞翻了个白眼，他又不是傻的，咋会把那些东西弄坏？孙子还没出生呢，他的家庭地位又低了，现在老妈不是儿媳妇就是孙子，竟然还担心自己把孙子的东西给整坏了。这老妈现在眼里已经完全没儿子了。陈飞好没气的回答着，东西都好好放起来了。好好好，我后天就过来。陈妈听到儿子把东西收好了之后就放心了，她后天一早就要过来看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子。挂断了电话，吴慧立马就冲小姐妹炫耀上了，我后天就要去看儿媳妇了，到时候给你们发照片，我儿媳妇本人肯定比照片中更好看。吴慧满脸都是炫耀，她巴不得明天就把儿媳妇领回来，给小姐妹们看看自己儿媳妇到底有多美。唉，我家那崽子说了给他相亲，现在消息都不回我的了。我那个也是，每次说找女朋友的事就挂我电话。小兔崽子该被收拾。还是吴慧好啊，儿子这么懂事又听话，要是我儿子能这么省心就好了。吴慧一路上都在和小姐妹炫耀，炫耀完之后，她又回去给陈爸说了这事。老两口一拍即合，决定后天直接一大早就去看儿子儿媳妇。老公，妈给我的玉镯给儿媳妇带去吧，明天我再去买一些黄金首饰之类的送给儿媳妇。陈妈和老公商量着，他们老陈家有一个玉镯，是从上几代流传下来的，这玉镯现在在陈妈手里，为表心意，她决定把玉镯送给儿媳妇。儿媳妇这么优秀，陈妈很喜欢她，当然要表态。陈妈之前就买了不少东西，她很早就在为接儿媳妇做准备了。可以啊，老婆，还要给孙子买点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儿媳妇，我还没去就开始紧张。陈爸其实也有些紧张，毕竟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儿媳妇，他们也很担心儿媳妇不喜欢他们老两口。没事没事，只要我们把儿媳妇当女儿对待，她肯定会喜欢我们家的。陈妈其实也紧张，不过她相信自己真心这儿媳妇，她肯定也会喜欢自己的。和老妈挂断了电话，江月熙也洗了澡出来了，她头发湿哒哒，整个人香喷喷的。陈飞让她乖乖的坐在沙发上，自己给她吹头发。吹风机呼呼的吹过了江月熙的秀发，她的头发特别柔顺，摸起来很舒服，黑亮黑亮的，很漂亮。刚刚洗了澡，就像是出水芙蓉一般漂亮，脸上没有任何瑕疵，干净的就像是张白纸。陈飞柔声冲江月熙说道，我妈说她后天过来，到时候我们去接她。江月熙点了点头，她想着叔叔阿姨到时候过来了，自己要给他们做点拿手好菜。给小老婆吹干了头发，陈飞又给她冲了杯牛奶，让她乖乖喝下。现在11点多了，江月熙打了个哈欠睡觉去了。陈飞也去冲了个澡，他在洗澡的时候算了一下今天的营业额，今天一共卖出去了2000份炒饭，他直接到手5万，一天5万，这个速度还是挺不错的。等到后面主营炒饭，这样一天的营业额又能增加不少。洗了个澡，陈飞刚刚出洗手间，就看到了江月熙这小傻姑娘正在偷偷拿零食。她弯着腰去翻柜子里的东西，像个小猫咪一样可爱。这小家伙在自己家吃东西竟然还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实在是太搞笑了。126酸儿辣女，千万得个妹妹啊！陈飞为了不吓着她，一直在后面没出声。这傻姑娘估计是饿了，所以想吃点东西再睡。江月熙穿的是短衣短裤，弯着腰，白白的大长腿全显露了出来。陈飞站在后面，欣赏起了眼前这幅美景。江月熙在抽屉里翻了一会，找到了自己想吃的零食，一包曲奇饼干，
一包鱿鱼丝。他肚子咕咕咕叫，实在是有点饿。刚江月熙都躺下了，睡了一会，肚子实在是太饿，所以他就起来找零食。拿到零食以后，江月熙刚转身，就发现陈飞正倚着门看着自己。尴尬了，我有点太饿了，睡不着。江月熙嘟着嘴，小声的说着，他怕陈飞说自己太晚了还吃东西，所以他才偷偷摸摸出来拿吃的。傻瓜，你想吃自己出来拿就行了呀，这是自己家，干嘛还偷偷摸摸的？陈飞走了过去，摸了摸小猫头，柔声的说着，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我去给你煮点吃的吧，这些零食能吃饱吗？陈飞怕这傻姑娘吃不饱，想去给她煮点吃的。江月熙摇了摇头，连连拒绝。陈飞今天已经忙活了这么久，他不想让她太辛苦。不用，你今天这么累了，我吃零食就行。饼干和鱿鱼丝很好吃，我很喜欢。江月熙嘴馋，他也挺想吃零食的。陈飞拿了瓶可乐出来，准备陪着他一块吃零食。那我们去吃零食吧，这还有可乐，可乐配零食，绝配。我就只喝一口，就一丢丢就行了。江月熙没想到陈飞没有骂自己，他还主动陪着自己吃东西，他开心的不行，乐滋滋的点了点头。两个人抱着零食，窝到沙发上吃零食去了。陈飞把电视给打开了，小情侣在家，窝在沙发上吃东西，就看点有意思的电视。最近也没什么好剧，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猫和老鼠。看会电视吧，猫和老鼠看吗？看。江月熙很喜欢猫和老鼠，他最喜欢看这种轻松的动漫了。看着猫和老鼠，江月熙咯咯咯的笑声时不时响起。陈飞发现了，这小傻姑娘的笑点其实挺低的，她看着一点高兴的都会忍不住咯咯笑。听着小猫咪如此开心的笑，陈飞很开心。他们俩窝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猫和老鼠，好不惬意啊。这还是他们俩第一次窝在一块看电视。江月熙在自己面前也逐渐放松了不少，她渐渐地展现出了小女生的那一面。看着如此可爱的江月熙，陈飞觉得看一辈子都不会腻。吃完了曲奇，陈飞又去切了一盘水果出来。这傻姑娘今晚上忙活这么久，把她给饿着了，光吃饼干肯定不够，再吃点水果正好。江月熙拿起了一颗葡萄，剥了皮放在嘴里，刚把葡萄放在嘴里，这小傻姑娘的小脸直接皱成了团。她舔了舔嘴，娇嗔地说道：咿呀，好酸啊。陈飞看着江月熙的小脸拧巴成了一团，他不禁笑了笑，看来这葡萄的确挺酸的。他买葡萄的时候没尝，所以不知道这2天的葡萄酸。陈飞有经验了，下次一定要尝一尝再买。他伸手揉了揉小猫头，心疼地说道：傻瓜，太酸就不吃。嘿嘿，虽然有点酸，但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再吃2颗。江月熙其实并不怎么喜欢吃酸的，但是在怀了宝宝以后，竟然会馋酸辣的食物。这葡萄虽然有些酸，但是他还想再吃几颗。酸儿辣女，这是不是小家伙们给的暗示啊？陈飞揉了揉江月熙的小肚肚，这傻姑娘这么喜欢吃酸的，该不会是3个男宝宝吧？想到这，陈飞就能想到，如果是3个男孩，那家里不得鸡飞狗跳啊。哎，最起码还是要一个女孩吧。陈飞每天都很期待小宝宝出生后的样子，特别是小宝宝的性别，他实在是太好奇了。肯定会有妹妹的，肯定会有。陈飞看着江月熙的小肚肚，喃喃自语：几个小家伙，你们可得争气点啊。江月熙忍不住笑了笑，他算是知道了，陈飞真的是一个女儿控。他之前还在担心他会不会重男轻女，现在看来，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2个人看了会电视，江月熙就有些困了，他靠在沙发上，不一会就闭上了眼睛。陈飞听着没咯咯咯的笑声了，他才看了一眼旁边的傻姑娘，原来这小家伙已经睡着了。嘻嘻嘻嘻，陈飞轻轻地叫了2声。江月熙没醒，晚上有点凉，这傻姑娘可不能在沙发上睡觉。既然她没醒，陈飞决定把她抱回卧室。他轻轻地起身，蹑手蹑脚地关掉了电视，伸出自己的手，一只手放在了小傻姑娘的腰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后背上。陈飞很轻很轻地用力，把江月熙抱了起来。抱起来以后，他发现这傻姑娘是真的挺手的，一点也不重，而且她真的很软乎，整个人就像是无骨一般。陈飞的动作很轻，他抱着江月熙，轻轻地上楼，把她放在了床上。放下的时候，江月熙感觉到了有动静，不自觉地娇嗔了一句：陈飞听着他哼了一声，瞬间紧张了起来，他动都不敢动一下。
就连呼吸都不敢大声。他在担心，小猫咪该不会被自己弄醒了吧？过了大概30秒，陈飞看着江月溪翻了个身，卷着被子睡着了。呼，这小家伙没有被自己给吵醒，他伸出手，轻轻地把被子给江月溪盖好。看着熟睡的江月溪，他忍不住附身在他的小嘴上轻点了一下。确定盖好被子以后，陈飞这才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他也回去睡觉去了。正在陈飞睡觉的时候，一家酒吧里，几个富二代正聚在一块喝酒。他们看到了吉曼他们发的朋友圈，几个人很好奇吉曼他们几个推荐的地方味道到底如何。毕竟他们几个对食物的要求很高，如果不是味道特别棒，他们不可能发朋友圈。几个女总裁去吃小吃摊，并且爱上了，就凭着这一点，其他富二代也很好奇这家小吃摊的味道。几个富二代围坐在了一块，讨论上了这家小吃摊。我们明天去尝尝这家小吃摊，不就能知道味道如何了吗？最近实在是找不到吃的，口里没啥味，酒也不想喝了，去尝尝这家小吃摊也行。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去呗。我倒是想知道，一家地摊到底有多好吃。我不去，我堂堂少爷，去小吃摊吃东西不符合我的身份。那我们几个去吧。其中几个富二代可不想去小吃摊掉身价，不就是一份炒饭吗？小吃摊做的能好吃到哪去？他们有钱，想吃味道一绝的炒饭，直接聘请名厨来做就行了。所以有好几个富二代根本不屑于去小吃摊。不过也有5、6个富二代决定明天去尝尝这家小吃摊。他们倒想看看被3大美女强推的炒饭到底有多好吃。127贵重礼物安排上。第二天一早，陈爸陈妈早早的起来了，他们俩一起来就直奔商场金店。您好，请问您需要选择什么样式的饰品呢？店员上前给陈妈介绍道。我们店有很多新到的纯金首饰，手镯、耳环、手链这些都有。陈妈观看了一圈，这些黄金饰品的价格都在1万以上，现在黄金400多一克，所以一条纯金的饰品价格都不便宜。陈妈却不觉得贵，儿媳妇给自己家怀了3个宝宝，这点小钱当然不多了。她这么辛苦，就算是纯金的饰品也不能抵消她半分辛苦。陈妈选了一圈，看中了一个项链，项链是纯金的，上面还有很漂亮的吊坠。店员很懂，立马上前介绍，这个吊坠名叫云纹如意佩，以商周铜镜上的花纹为设计原型，展现出繁缛华美的装饰效果。对称元素反复出现，则表现出鲜明的韵律感。一个纹饰线条刻画细腻，外感云气纹华丽优美，中圈前空如意均匀球揽，内圈刻有让序吉祥回纹。9颗复古星圆形拱托当中1颗主钻，华丽璀璨，寓意十全十美。古典纹样与时尚钻石层层叠叠，表达出充实与空灵相结合的艺术，现代与古的交融的美感。这个项链很漂亮，非常大气，寓意也很好，很适合您佩戴或者是送人。听了店员的介绍，陈妈更喜欢这个项链了。这个项链寓意很好，送给儿媳妇，她和孙子肯定会十全十美。项链的价格是16999，虽然有点小贵，但是陈妈并不心疼，儿媳妇配得上，只要儿媳妇喜欢，她就买得值。就这条吧。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打包。店员没想到大清早碰上的顾客就这么豪爽，他一点也不越缩，这么贵的金项链，说买就买。很快，店员把项链打包好了，陈妈刷卡结账，提着金项链就去了下一家。现在儿媳妇怀孕了，她还想去菜市场，特意去挑选几只土鸡带过去，让她好好补补身子。除了土鸡以外，老妈还给儿媳妇买了很多补品，她怀着3胞胎，平时要多吃点补品才行。买好了这些，陈爸陈妈大包小包的提着东西回去。这些东西全是他们给儿媳妇准备的。儿子有没有东西？儿子？哪里的儿子？陈飞，陈飞今天早上起来撒尿，后面就没睡了。他难得比江月溪早起，起来以后就把早饭给做上了。江月溪这小傻姑娘今天睡得挺久，陈飞的动作很轻，没有吵着她。早上8点多，江月溪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清醒过来之后，突然想起了昨晚上的事。自己昨晚上不是和陈飞在沙发上看电视吗？后面怎么来房间了呢？难不成他在沙发上睡着了，自己被陈飞抱回来了？江月溪想到这有点不好意思，他怎么又麻烦陈飞了呢？而且自己怀了宝宝，体重也比之前增加了些。江月溪比较担心自己太重，累着陈飞了。想到陈飞抱自己上来，江月溪又觉得心里暖乎乎的。原来睡着了有人抱回房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江月溪很满足，他觉得陈飞能为自己做这些事情就足够了。
她现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生。江月熙捂着小脸缩到了被窝里。正在她有些不好意思的时候，门口响起了陈飞温柔的声音：“西西，醒了吗？”有陈飞的温柔叫醒，江月熙连忙起床。她看了一下时间，现在已经8点多了。幸好今天早上没课，不然自己就迟到了。昨晚上玩的有些久，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得比较晚。下次了，不能熬夜了，熬夜对宝宝不好。江月熙准备去换身衣服，她找了一下，自己的裤子基本上都是牛仔裤，而且还是紧身的。这2天她穿裤子的时候，明显感受到了有些紧，看来是宝宝在肚肚里又长大了不少。她翻了半天，终于翻出了一条体育课时候穿的运动裤。今天就先穿运动裤吧，今天上午没课，一会去买几条宽松的裤子。孕妇在宝宝长大了一点之后，就得跟着换相应的裤子。现在肚肚并没有太大，穿运动裤也勉强够，等后面肚肚太大了，就得穿孕妇特殊的孕妇装。换好了衣服，江月熙洗漱好了之后，和陈飞坐在一块吃早饭。一会想去买几条宽松的裤子，宝宝大了，不能再穿牛仔裤了。陈飞听江月熙这么说，他才反应过来，小傻姑娘的肚肚已经开始大了，如果再穿牛仔裤的话，肯定会很累。怀孕了一般要4个月左右才会显怀，但是江月熙怀的是3胞胎，她的肚肚肯定会比寻常孕妇更大些，所以在3、4个月的时候就要穿宽松些的衣服。比较瘦的裤子会对胎儿造成挤压，影响胎儿的发育和生长。陈飞之前还没想起这件事，看来自己的功课做得还不够足。一会我陪你去买。对了，一会再去买几双较为舒服的鞋子。随着宝宝逐渐长大，身体承重会加重，如果鞋子不舒服的话，每天会很累的。陈飞之前看江月熙没有几双鞋子，正好可以一起去买几双，买几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穿着更舒适。江月熙点了点头。一会吃了饭去买，2个人坐在一块吃了早饭。江月熙最近胃口越来越好了，和自己住在一块都没有孕吐反应，她现在吃得饱饱，贫血基本上全好了。吃完了早饭，2个人手拉着手准备去买裤子。旁边有步行街，陈飞决定带着傻姑娘过去看看，这条步行街的东西也不贵，江月熙也不会拒绝。打了个车，2个人很快就到了步行街。现在早上9点多，步行街上人不是很多，今天天气比较凉爽，很适合逛街。步行街上有很多店铺都在促销打折，衣服裤子基本上都6折起。安踏就在旁边，陈飞决定带着她去逛逛。安踏是国产品牌，便宜又舒服，鞋子质量也不错。走吧，我们去安踏逛逛吧。江月熙挽着陈飞的小手，紧随其后。128，亲子装早点穿不可以吗？2个人去里面逛了一圈，看中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这双鞋鞋底很软，表面有孔，穿上很舒服，而且很透气。最主要的是这双鞋鞋底防滑，就算是下雨天也没关系。店员上前介绍了一下，这双鞋舒适感很强。江月熙也很喜欢这双鞋，白色的，看上去很清爽。这双鞋现在还在搞促销，599买1送1，送的那一双可以选择女鞋，也可以选择男鞋。这双鞋还有男生同款，也有白色和黑色，你们2位可以拿情侣款。店员小姐姐看着这对颜值超高的小情侣很羡慕，他们俩实在是太搭配了，2个人的颜值一绝，看上去比明星还要漂亮。陈飞去看了一下男款鞋，白色和黑色都挺好看，这双鞋还不错，就决定买这双了。既然有情侣款，当然得和老婆买情侣款了。就这双吧，一双男生黑色，一双女生白色的。好嘞，这边还有衣服裤子，2位需要看一下吗？跟着店员小姐姐的介绍，陈飞和江月熙到了女裤区。运动裤款式不是很多，基本上都长一样。江月熙这么美，不管穿什么都好看，挑选了2条较为舒适一些的运动裤。陈飞让江月熙去试一试，很快这小傻姑娘就是完了裤子。怎么样，挺舒服的。小姐姐，裤子打折吗？江月熙不怎么挑款式，只要裤子舒服就行了，但是她挑价钱，如果裤子太贵的话，她不会买。现在运动裤全场5.9折。江月熙看了一下吊牌价，这2条运动裤原价139，打折下来80多一条，她觉得稍稍有些贵了。陈飞看出了这傻姑娘的犹豫，这裤子已经很便宜了，她居然还觉得贵，于是她直接冲店员说道：就这2条吧，只要舒服就行。好的，请移步柜台结账。店员小姐姐把鞋子和裤子都打包好了，一共763元。陈飞用微信支付，付了钱，他一手提着袋子，一手牵着老婆出了安踏。走吧，现在还早，
我们再去逛逛吧。好，我帮你提一些吧。不用，你只负责拉着我的手就行。两个人拉着小手，再继续漫步在了街上。连着走着，两个人就进了一家专卖宝宝用品的店铺。这里面有很多宝宝衣服和用品，每一样东西小小的，特别的可爱。两个人拉着小手逛了一圈，又给宝宝挑选了几件小衣服。他们两个发现，有了宝宝，根本控制不住会买各种漂亮衣服。小宝宝的衣服都特别小，而且又很可爱，他们忍不住就又买了几件。陈飞都在猜想，如果等到了宝宝出生，那他们几个的衣服估计都能被堆成小山了。刚要出宝宝店，江月熙看到了角落里的一套亲子装，走不动道了。这套好漂亮啊，以后宝宝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肯定很可爱。江月熙看着漂亮的亲子装，忍不住喃喃自语，他真的很喜欢这套衣服，到时候和陈飞穿着亲子装，带着3个宝宝出来，肯定会让很多人羡慕的。江月熙忍不住开始想象那个美好的画面了。陈飞看着这套亲子装，他也很喜欢，之前还觉得亲子装比较幼稚，等现在自己有了小朋友，他就不这样觉得了。亲子装就是幸福的代表，等宝宝出生了，他全穿亲子装，带着崽子出去的时候羡煞众人。陈飞捏了下江月熙的小脸，他也想把这么可爱的亲子装买回去。喜欢我们就买了吧，等宝宝出生就可以穿了。啊，小朋友的衣服要宝宝4、5岁了才能穿哎，现在买会不会太早了呀？江月熙虽然喜欢这套亲子装，但是买回去宝宝也穿不上。没关系，宝宝的穿不上，我们俩可以先穿。亲子装也可以当情侣装，我们就当替宝宝穿了。谁说宝宝没这么大就不能买亲子装了？反正买回去自己可以和江月熙当情侣装穿。嘻嘻，这样也挺不错的。哦，江月熙点了点头，他和陈飞还没有情侣装，这套衣服很好看，当做情侣装也不错。他和自己穿上了情侣装，他们两手拉着手出去，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布他是自己的男朋友。你好，帮我拿这套衣服吧。好的。二位要试一下吗？陈飞和江月熙互相看了一眼，他们决定去试一下。去试一下吧。两个人拿着衣服去了试衣间，很快两个人就试好了衣服。刚从试衣间出来，两个人穿着情侣装很吸引人的要求，店员小姐姐全都看了过来。哇塞，好漂亮，这套衣服好适合二位。是的，二位长这么漂亮，宝宝肯定也很漂亮。宝宝有如此高颜值的父母，从一开始就赢了90%的人了。我都能想象到他们二位带着孩子的画面了，肯定非常幸福。听着赞美声，陈飞嘚瑟地欣赏起了自己的老婆。这套衣服是浅蓝色的，老婆的衣服是裙子，长裙穿在她的身上，看上去温柔又大方。江月熙把头发扎了起来，小脸上挂着2个酒窝，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漂亮。她都不像是一个快当妈妈了的人，就是一个小女孩。长裙微微收腰，把江月熙的身材完美地凸显了出来，她看上去实在是太美了，身材又绝佳。陈飞很得意自己有这么漂亮一老婆。江月熙也在打量陈飞，这一身衣服如果是换成别人的话很难驾驭，但是陈飞就不一样了，他穿着这一身休闲装，整个人看起来很帅气。他的骨架很好，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合适，头发就算是微微有些凌乱，可是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帅气。他们俩穿着这套情侣装，两个人往垫子一站，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他们两个实在是太搭了。陈飞走了过去，搂住了江月熙，他拿出手机拍了张两个人穿着情侣装的亲昵照。这么好看的情侣装，当然得拍照记录下来喽。拍完以后，他直接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炫耀完之后，陈飞冲店员说着，很合适，就拿这一套吧。好的。付了钱，店员把衣服打包好了，提着衣服，牵着老婆，陈飞这才心满意足的准备回去了。129，实践经验为0，理论出奇的丰富。陈飞的朋友圈一发，就惹得无数人羡慕。他以前和不少女孩玩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那些女孩不配出现在自己的朋友圈。以前那些女的让自己发朋友圈，陈飞只会找各种借口来敷衍。说白了，他之所以不发朋友圈，就是不想影响自己的鱼塘。鱼塘的小鱼儿这么多，他当然不愿意发朋友圈。陈飞和江月熙相处过后，第一次主动在朋友圈发女生照片，所以他的照片一发出，在朋友圈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点开照片一看，他们酸的不行，飞哥的女朋友未免也太漂亮了吧。这条朋友圈下面不少人评论，飞哥居然开始秀恩爱了，靠，你小子的女朋友未免也太漂亮了吧，不愧是我哥，哥你去哪拐了这么漂亮一女孩啊？传授经验呗。66666，哥
啥时候喝喜酒啊？你们俩的颜值未免太高了，你们俩站在一块，简直绝配。陈飞看了一下这条朋友圈，不出5分钟，就有20几个人点赞评论。他平时不喜欢发朋友圈，一发朋友圈就炫耀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了。陈飞看着大家的评论，他乐滋滋的不行。原来炫耀老婆是一件这么高兴的事情啊！那他后面要是有了3个可爱的宝宝，那这些人不得羡慕死自己。宿舍群里，几个怨种儿子哀怨声此起彼伏。李东，靠！飞哥，你以前可从不会发朋友圈秀恩爱的。陈豪，嘿嘿，飞哥估计是看了我的朋友圈，他学到了精髓。方平，我想退群，你们2个有女朋友的人不配在群里。李东，撤了，我也去找女朋友了。方平，胖子，你还是把枕头垫高点吧。陈飞，嗨，哥不在江湖，江湖中却有哥的传说，希望哥能激励你们早日脱单。3个怨种儿子看了一眼朋友圈以后，陈飞就带着江月熙回去了，先把这傻姑娘送回去。陈飞还要去买今晚上摆摊的食材，5天盈利20万。陈飞估摸着后天自己就能完成系统任务了。今天老师调课了，陈飞决定今天早点出摊，为了孩子的奶粉钱，他可得努力再努力。你去采购食材吧，家里还有菜，我去做午饭，等你回家就可以吃了。刚到家，江月熙拉着陈飞的手，柔声说道：现在正好11点左右，陈飞去采购，自己就在家做饭，这样他也没这么累。好，不过你要小心点，当心滑倒。陈飞捏了下傻姑娘的小脸，就骑着电瓶车出门了。江月熙也去厨房忙活。陈飞刚走，他就拿出了手机给沈清打了个电话，明天叔叔阿姨要过来。江月熙有些紧张，他想让沈清帮自己支支招。把手机免提打开，江月熙一边聊天一边做饭。刚接通电话，江月熙就告诉了沈清自己和陈飞在一起了的事情。沈清，我和陈飞在一起了。沈清正在抠脚，他愣了一下，应着：啊，你们不是早就在一起了吗？江月熙，不是，我们之前就只是住在一起而已，并没有在一起。江月熙，陈飞昨晚上向我表白了，说他喜欢我，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我答应他了。说起陈飞给自己表白，江月熙就觉得甜滋滋的，很幸福。沈清听出了江月熙言语中的甜蜜，哎呦，他现在的头顶肯定在冒泡泡，快给我说说表白是啥样的，有没有鲜花，是不是很浪漫？沈清这个单身狗，他还没谈过恋爱，已知的表白场景都来自于偶像剧。一听陈飞给江月熙表白，他就很好奇现场是什么样的。他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女朋友，我就答应了。他的话很温柔，我感觉自己当时完全陷进去了。江月熙还是第一次给别人说自己被表白时的感受，她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生。沈清听着江月熙这么说，激动的不行，她都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男生深情，女生感动，这样平淡的告白也是非常浪漫的。哇撒哇撒，这就是热恋中的小女生啊。陈飞这么温柔，你应该不止陷到她温柔的话语中吧，应该还陷到了她的怀抱里吧。沈清说着说着又往那方面说去了。沈清，你别瞎说，我肚子里还有宝宝呢，你可别把他们给教坏了。江月熙娇嗔地说道，他满脑子只有这些，宝宝还在肚子里呢，他可别把小孩给带坏了。宝宝，你们别听干妈的，他瞎说呢。江月熙低头冲宝宝说道。沈清拿着手机，都能想象到江月熙的小脸到底有多红了。他想到江月熙的反应，忍不住咯咯笑。别说这些少儿不宜的话，带坏小朋友。对了，明天陈飞的爸爸妈妈要来，你帮我想想招，看我要怎么表现呢。江月熙给沈清说着这件事，他现在有多小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啊，你这也太快了吧，这么快就要见公公婆婆了？我还是个单身狗，你居然就要见公公婆婆了？那是不是再过几天就要结婚了啊？啥时候能脱单啊？沈清听了这消息之后疯狂感叹，他没想到江月熙的速度这么快，竟然马上就要见公公婆婆了。他这个单身狗，男人都没见过呢，闺蜜就要脱单。我怀了宝宝，叔叔阿姨自然对我很好奇。陈飞这么优秀，他们肯定也很好，不过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江月熙说着说着就有些伤感，他从小到大就只有爷爷一个至亲，现在突然要和陈飞的爸爸妈妈相处，他很不自然，而且后面他们就是一家人了。江月熙还是担心叔叔阿姨不喜欢自己。沈清听出了江月熙语气中的难过，连忙安慰着这傻姑娘，因为家庭原因实在是太自卑了，看来以后还得好好的开导开导她才行。
不过沈清最近也感受到江月熙比之前开朗了不少，他现在整个人比之前放松爱笑了很多，这应该是陈飞的力量，有他陪在江月熙的身边，他现在比之前自信了不少。你这么优秀，是所有人都想要的儿媳妇，叔叔阿姨肯定会喜欢你的。你明天就穿一身淑女的小裙子，然后扎个低马尾，打扮成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阿姨肯定会很喜欢你这样的儿媳。然后拿出你的厨艺，给叔叔阿姨做一桌子好菜，小嘴甜甜的，说话温温柔柔，到时候他们对你肯定没有任何抵抗力。沈清拿出了自己看多年电视剧的经验传授着江月熙，他其实想说自己还是个单身狗，哪有什么见公公婆婆的经验啊？不过单身狗都是这样，实践经验不足，理论知识一大堆，反正这些理论知识没毛病，他肯定能用上。130，院长亲自下场，以陈飞为榜样。好吧，那你说我要不要给叔叔阿姨买点什么礼物呢？江月熙想了想，自己当小辈的，应该要给长辈买点见面礼之类的吧。如果不买，应该不够礼貌。不用了，你肚子里的宝宝就是最好的礼物。陈飞这么喜欢你和疼爱你肚子里的宝宝，就算不用礼物，叔叔阿姨也会很喜欢你的。沈清知道江月熙并没有什么钱，他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如果给叔叔阿姨买礼物的话，也不能买太便宜的，他手上没什么钱，又不能买太贵重的，他又不可能去借钱买礼物，索性还不如直接不让他买。反正3个宝宝对叔叔阿姨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了，你只要记住，你是最棒最优秀的就行了，自信一些，叔叔阿姨肯定会很喜欢你的。沈清一个劲的给江月熙加油鼓劲，其实他就只是不够勇敢和自信而已，只要努力迈出第一步，后面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我知道了。江月熙点了点头，他和沈清聊了一下以后，安心了不少，他要相信自己，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和闺蜜聊了好一会，江月熙的午餐也做好了，刚做好饭，陈飞就回来了。他出去采购了一圈，回来额头上都出汗了。江月熙连忙递上了水。他出去采购，提了这么多东西回来，大包小包很辛苦，休息一会吃饭了。一回家就能吃上老婆做的香喷喷的饭菜，陈飞觉得很幸福。他闻了闻空气中的味道，满屋子都是菜香。江月熙的手艺这么棒，那自己以后有口福了。坐下吃饭吧。好，西西做的菜这么香，我能吃3碗，那我给你盛饭。正在陈飞和江月熙享用午餐的时候，学校里大学生创业动员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接下来该院长总结发言了。院长拿着话筒站在了演讲台，开始发言。听了这么多学姐学长的创业分享，想必大家也有了或多或少的创业经验。大学生不只是要努力学习，也要努力培养我们的创业思维和能力。现在各行各业都在高速发展，我们要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找寻到适合自己的商机，看准了商机，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就算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创业就得多总结经验，多努力尝试。除了以上学姐学长的亲自讲解分享以外，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校现在创业成功的真实案例，那就是学校旁边的美街里开的一家网红小吃摊。这家小吃摊名叫有滋有味，是我校大3学生开的。估计已经有很多同学去光顾了这家小吃摊，也见到了这家小吃摊的生意有多火爆。之所以分享这位同学的小吃摊，我就是想让大家亲自去感受一下校友的创业成功的小吃摊，去现场感受一下，并且燃烧浓浓的创业之情和欲望。大家可以向陈同学学习，学习他身上的坚持和执着。院长当着全校同学的面介绍了小吃摊，全校同学没想到院长居然会介绍一家小吃摊。很多同学都有耳闻这家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现在可是网红摊位，但是院长亲自介绍，还是惊讶了不少人。有滋有味，陈老板的小吃摊有名字了呀！我要是能开一家像陈老板生意这么火爆的小吃摊就好了。做梦吧，厨艺这东西可是很难掌握的。有滋有味，一会我们去尝尝呗。我们学校还有网红小吃摊，我怎么不知道啊？一会一定要去尝一下味道。有了院长的推荐，一个名叫有滋有味的小吃摊在工程学院彻底火了。陈飞也成为了院长口中的优秀学生。他呼吁全校同学向陈飞学习，学习他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精神。陈飞并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在工程学院成名人了。他现在成为了别人口中的优秀学生，小吃摊也被越来越多的校友知道。很多校友表示，他们一定要去尝尝这家网红小吃摊。下午4点，陈飞准备好了食材，开着小吃车出摊。今天没课，自己又想早点完成系统任务，所以陈飞加大了炒饭的分量。他今天要卖3000份炒饭，4点出摊到晚上，3000份炒饭完全没问题。
陈飞刚刚出摊不久，一位夹着皮包的男人走了过来。王明从前几天开始就注意到了陈老板的小吃摊，小小一个小吃摊，竟然做到了每一天生意都异常的火爆，每天排队的人数众多。王明浅算了一下，陈老板的小吃摊每天的营业额可不低，他一天的营业额应该在1万元以上。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摊位，如果把摊位转成实体店，那一天的收入可能会翻好几倍。所以王明有了个想法，他想和陈老板合伙开店。他什么都不多，手下的房产最多，所以他想拿自己的面和陈老板合伙开店。王明拿出了一张名片，向陈老板做自我介绍。陈老板你好，我叫王明，是旁边街道的，请问你有想法将小吃摊转成实体店铺吗？陈飞听着他说的话，微微抬起了头。将小吃摊转成实体店铺，当然有想法了。实体店铺没这么波折，而且一天营业时间还长，位置固定，顾客的粘合性会更强。其实陈飞很早就有把小吃摊转成实体店铺的想法，只不过现在时间不多，而且平时又很忙，所以觉得自己没必要浪费那个房租。这附近的房租并不便宜，而且基本上都是年付，自己平时又不能固定时间开业，索性还不如继续摆小吃摊，先暂时度过这个时间再说，等自己后面没课了，就可以开始着手开店了。看着陈老板抬起了头，王明继续介绍说着自己的来意。我手下有一家200平的大排档正空了出来，陈老板是否有意愿和我合作呢？我出门面，你出厨艺，我们合伙经营，到时候对半分如何？大排档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由我来出，装修、厨具等一切都由我负责，你只需要出厨艺，经营大排档就行了。131合伙开店，想得美！陈飞，合伙经营，这辈子都不可能。开店最忌讳的就是合伙经营了，而且自己是一个对食材和口味非常严格的厨师，如果一旦合伙经营，他就很有可能受合伙人的影响，做降低菜品质量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一个厨师是绝对不可能被合伙人牵制的。而且这个叫王明的人说的条件看起来很合理，仔细一想又很垃圾。他出门面和所有一切费用，大排档应该是他自己的，房租费都不用出，然后出钱装修大排档和买厨具这些，一共可能会投资50-60万。就算是算上房租费，王明前期也就可能只投资了100来万。他花100来万就想和自己合伙开店，那他想多了。如果说自己有一家200平的大排档，一个月的收入都不止100来万，王明还想和自己平分收益，他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陈飞忍不住叹了口气，咋回事？自己遇到的这些人可真是一个比一个狗啊！拜托，自己是一个大学生，并不是一个傻子。不用了，我不会考虑和别人合作的。陈飞直接回绝了这人。王明还想挣扎一下，他继续说道：那你6我4，这样总行了吧？不考虑。陈飞的态度强硬，直接拒绝了王明。王明也没说什么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开出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可是没想到陈老板拒绝的如此果断。王明低估了一件事，他低估了小吃摊未来的发展趋势。陈飞这么厉害，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把小吃摊经营得很好的，他这么强，根本不屑于和别人合作。王明走了，陈飞继续炒饭。现在虽然还不到5点，但是小吃摊的生意依旧火爆。顾香马上上飞机了。上飞机之前，他看了一眼手机，追踪陈老板的群里居然发消息说陈老板今天已经出摊了。他看到这个消息，想回去的心又迫切了几分。不过幸好1个小时后他就能到达陈老板的小吃摊了。至于顾香啥时候加的群呢？这件事还得从上一次顾香带小姐妹来陈老板的小吃摊说起。他那天听着大家在讨论一个名叫陈老板出没的群，于是他就主动去旁边的人，让他们把自己拉进群里。这还是顾香第一次加入莫名其妙的群，不过为了陈老板，他还是把群消息提醒给打开了。他并不想错过陈老板的出摊时间。1个小时后，顾香下了飞机，直奔陈飞的小吃摊，排了10几分钟左右，他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炒饭。吃到炒饭的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值了。昨晚上的通宵值了，今天急忙赶飞机也值了。如此美味的炒饭，值得自己全力奔赴。6点多，最后一节课上完了，很多学生听了院长的推荐，纷纷赶往美食街探。就是这家店，院长极力推荐的小吃摊。我之前就有耳闻这家小吃摊，校友开的小吃摊，我们当然得大力支持了。走走走，快去排队，不然一会排队的人很多。我之前就在学校推文里见过这个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的确挺火的，有了院长的亲自推荐，有滋有味，在深大彻底出名了。很多人表示，
如果陈老板能把小吃摊摆在学校里面就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光是本校的学生就可以把陈老板给养活了。今天下课，很多大学生聚集在了美食街，除了深大的学生以外，周边还有2个大学的学生也知道了一个名叫有滋有味的小吃摊。于是周围全体大学生集体出动，光顾陈飞的小吃摊。几个富二代也掐着时间来美食街。几辆豪车出现在小吃摊附近的时候，食客都见怪不怪了，他们只会感叹：哟，又有有钱人发现人间美味了。几个富二代把车停好，就排队去了。很快，几人就拿到了炒饭。看了一眼，几个人发现这份炒饭色泽非常诱人。小吃摊已经没地方坐了，他们几个端着炒饭站到了小吃摊旁边。几个富二代也不觉得不符合身份，端着炒饭大口大口的吃上了。吃到的第一口，他们终于明白吉曼发的朋友圈是什么意思了。一个男人用一份炒饭俘获了吉曼的心，现在也俘获了这几个富二代的心。吃了这份炒饭以后，几个富二代的心完全交给了陈老板，他们以后一定要常驻小吃摊。这份炒饭比我之前特意请名厨做的菜还要好吃。我以前从不屑于路边摊，现在我知道错了，难怪吉曼他们几个会这么喜欢这家小吃摊。我吃了也直接爱上了。几个富二代表示，这份38块钱的炒饭比自己花3万8吃的东西还要美味。今天的小吃摊从4点营业到9点半，3000份炒饭全卖完了，盈利7万5，爽歪歪啊！第二天10点左右，陈飞和江月熙在学校停车场等陈爸陈妈。江月熙稍稍有点紧张，陈飞拍了拍这小傻姑娘的手，开着玩笑安慰道：别紧张，丑老婆总要见公婆的。江月熙嘟着小嘴，她因为太紧张了，都没听出来陈飞是开玩笑的。她紧张的应着：我今天很丑吗？是不是衣服没穿对啊？我今天特意穿的裙子不好看吗？不丑不丑，我开玩笑的。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朋友。陈飞看着江月熙的反应，忍不住笑了笑。她实在是太紧张了，整个人都有些慌乱。好啦，你别担心，有我在身边，你不用害怕。江月熙点了点头。有了陈飞的安慰，她倒也没有之前这么紧张了。她还是怕自己形象不佳，伸出了手理了理头发。很快，一个熟悉的车牌号进入了停车场。停好号。从车上走下来2个熟悉的身影。陈飞和江月熙连忙走过去迎接。走上前以后，陈爸陈妈也注意到了陈飞，儿子在呢。他们俩急忙走了过去。陈妈一眼就看到了儿媳妇，她好漂亮啊！陈飞小跑了过去，接住了爸妈手中的东西。他叫了声爸妈，爸妈。唉，陈妈很敷衍的答应了一声陈飞，径直走向了儿媳。陈飞，老妈，你甚至没抬头看我一眼。江月熙见到了陈妈，微微有些紧张，用着甜甜的声音叫了一声阿姨。阿姨。唉，陈妈看着面前的江月熙，这女仔长得可真漂亮，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温柔大气，性格应该也很好。她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手，拉住了儿媳妇的小手。陈妈像是见着什么宝贝一样，乐滋滋地开口：唉，西西真漂亮，本人比照片漂亮不知道多倍，132，家人的温暖。感动的江月熙。江月熙被陈妈夸得有些脸红。怎么样，还有没有孕吐反应之类？怀孕了，自己的心情很重要。要是陈飞那小子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踹他。陈妈拉着江月熙的手，看着儿媳妇的肚子微微鼓起，她高兴得像朵花一样，一个劲地关心着江月熙。陈飞做的东西很好吃，最近没有任何孕吐反应。陈飞他没欺负我，对我很好。江月熙柔声回答着阿姨，她的手被阿姨握着，感觉很安心。你怀孕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妈妈的最重要，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宝贝。陈妈想让儿媳妇放心，她现在就是全家人的宝贝，不只是现在，未来也是。我知道了，阿姨。江月熙乖巧的点了点头。阿姨这么关心自己，她感觉心里暖乎乎的。陈飞提醒着老妈，现在还在外面呢，有什么话回去再说。走吧，我们先回去再说吧。好，我们回去再说。陈飞和江月熙上了车，陈飞坐在副驾驶，江月熙和陈妈坐在后排。一路上，陈妈都紧紧地拉着儿媳妇的小手，她真的很喜欢江月熙。我昨天去菜市场买了土鸡，今天早上杀了带过来的，一会回去，阿姨给你炖鸡汤。我还带了很多川蜀特产，有腊肉，还有卤肉，一会到了回去尝一尝，看看是否正宗。如果不正宗的话，阿姨给你做正宗的。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有任何想吃的，直接给阿姨说就行了。
陈妈拉着江月熙的小手，念念碎个不停。她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儿媳妇。江月熙见如此热情的陈妈，她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起来。陈妈是全世界第3个对她好的人，从小爷爷对她好，最近陈飞对她好，现在又多了一个陈妈对她好。江月熙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如果自己妈妈还在的话，她得知自己怀孕了，是不是也会买很多好吃的给自己？这或许自己的妈妈也会这么对自己吧。江月熙红着眼眶点了点头，她应着陈妈：“谢谢阿姨。”陈飞看出了这傻姑娘的不对劲，小家伙应该想不到老妈会对她这么好吧。他此刻心里说不定又开始想家人了。陈飞默默地伸手拍了拍这傻姑娘的后背，让她不要瞎想。很快就到陈飞租的房子那，刚到小院，陈爸陈妈就注意到了院子里的小吃车。儿子，这就是你摆摊用的小吃车啊，看起来还不错。就是这辆，我在抖音上看到你摆摊，今晚上要出摊吗？爸爸妈妈可以去帮忙。要出摊，下午有1节课，下了课就可以去摆摊，估计6点左右。好，那我们一会去帮忙，你一会给老爸老妈露一手，我想尝尝你做的饭。好，看着小吃车，陈妈就开始馋儿子的手艺了。摆个小吃摊，儿子的生意都这么好，那他做饭肯定很好吃。当妈的还没吃过儿子做的菜，他当然想吃了。陈飞一会决定给老妈露一手，就只做家常菜，他就能知道自己的厨艺如何了。几个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进了屋。儿子，你租的这套小别墅还不错啊，住着清静吗？西西要睡得很好才行。清静，这附近都很安静。老爸老妈，你们就住这间吧。陈飞带老爸老妈去了楼下的主卧，楼下的房间也挺大的，正好可以让他们俩睡。好，老两口进去，把带的换洗衣服放下。刚到家，江月熙就去倒了几杯水。叔叔阿姨这么舟车劳顿，得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才行。陈妈见着了儿媳妇，丝毫不觉得累，她连忙把给儿媳妇带的特产拿了出来。西西，你快尝尝这些特产，味道很好的，你看看你最喜欢吃什么，到时候我给你多买点。陈妈把腊肉、卤肉这些全拿了出来，这可是她精心挑选的东西呢。好，谢谢阿姨。江月熙看着陈妈带的大包小包，一打开，里面全是给自己带的各种东西。叔叔阿姨对自己真的好贴心啊。西西，和阿姨在一块不用这么客气，我很早就想要个女儿，现在有了你，你就是我女儿。我跟你说，陈飞小时候，我还给她穿过裙子呢，她穿上裙子超级可爱。哈哈。陈妈拉住江月熙的手，让她不用这么客气。她为了让儿媳妇放松些，主动掀起了陈飞的老底。江月熙想象陈飞穿裙子的画面，她不由得扬起了嘴角。穿裙子的陈飞肯定很可爱。妈，你说啥呢？西西，你别听我妈瞎说。陈飞连忙拦住了老妈，他要是再说下去，小时候尿裤子的时候估计都会被老妈说出来。江月熙看着陈飞忍不住偷笑，他想到陈飞穿小裙子的画面就不禁想笑。他穿小裙子肯定很可爱。好了，不拆你台，到时候西西生了小女孩，我就可以给他们穿小裙子了。爷爷要带着他们出去玩，去周边几个公园好好逛逛。陈妈都想到自己带孙女出去玩的场景了，她要是带3个3胞胎孙女出去，你们几个小家伙应该是小妹妹吧？爷爷最喜欢肉乎乎的小孙女喽。陈妈看着江月熙隆起的小肚肚，欢喜的不行，自己没生个漂亮女儿，现在就希望所以是女孩，这样她就可以给孙女穿很多漂亮小裙子了。江月熙看着阿姨这么期待宝宝的出生，她就很庆幸宝宝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他们一出生，爸爸宠爱，爷爷疼爱，这样最好了。你们坐着吧，我去准备午饭。陈飞看了一下时间，11点了，正好可以去准备午饭。那我也去帮忙。江月熙连忙说道。叔叔阿姨来了，他可不能闲着。陈妈连忙儿媳妇的手，让她乖乖坐下。她现在怀了宝宝，怎么能动呢？你乖乖坐着，阿姨去帮忙就行了。你现在得好好休息才行。儿子，可不能让西西做家务，她现在不能劳累。陈妈顺带还提醒了一句陈飞，她怕陈飞太粗心，注意不到这些。133，不愧是我儿子，优秀。好，我知道了。陈飞点了点头，他会照顾好江月熙的。儿子，你快给老妈露一手，我去给你打下手。陈妈拉着陈飞就去了厨房，她现在迫不及待想看儿子露一手了。陈爸也紧随其后，他也很好奇儿子做菜是啥样的。好，给你们俩露一手。陈飞也是做好了露一手的准备。自从自己绑定系统以来，爸妈还没尝过自己做的菜呢，自己以前也没做过饭，
所以这是爸妈第一次吃当儿子做的东西。陈飞把老妈带的鸡肉提了进去，老妈带的鸡肉是正宗土鸡肉，这样的鸡肉炖汤很鲜美。老妈在一旁打下手，陈飞把鸡肉清洗干净，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他手起刀落，每一块鸡肉剁的大小一致。陈妈在一旁看着儿子剁鸡肉，手起刀落，一点也不萎缩，他的刀工很好，行云流水，没有一丝拖泥带水。陈妈做了一辈子的饭，也做不到如此干净利落。儿子的刀工比自己还好。陈飞把鸡肉炖成均匀大小以后，拿出砂锅煲汤。鸡汤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调料，用砂锅慢慢煲着，炖出来的鸡汤更加清香。等鸡汤慢慢煲着，陈飞拿出了土豆，准备炒一个酸辣土豆丝。他升级了厨艺，刀工都变得比之前好了不少。首先将土豆切片，然后把土豆丝切成土豆丝，哒哒哒，厨房里传出来了均匀有节奏的切菜声。陈飞拿着刀，哒哒哒的切着土豆丝，他切的土豆丝非常的均匀，每一根土豆丝之间相差不过分毫。他切菜的速度很快，手速很快，但是却不慌不乱，切得非常均匀。陈妈站在一旁看儿子切土豆丝，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儿子做菜，他的刀工真的好好。自己的儿子又很帅，他全身心投入做菜的样子更帅了。陈妈无比骄傲，自己拥有陈飞这么一优秀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就是优秀。儿子真的长大了，有老婆了，果然成熟了不少。陈妈看着如此成熟的陈飞，冲着陈爸说道：那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我儿子遗传了我，他当然优秀了。陈爸可会往脸上贴金了，夸陈飞的时候，他还顺带夸了夸自己，自己的基因好，儿子才会这么优秀。你就别自恋了，你做了这么久的饭，刀工不见得有儿子这么好。儿子的厨艺不知道去哪学的，他以前也没咋做饭，现在竟然这么会做饭。陈妈还是很好奇这点，看着陈飞熟练的操作，他好像有很多年的做饭经验。其实并不是，根据陈妈的了解，他也没学过做饭啊。听着老妈的好奇，陈飞来了一句：老妈，做饭也得看天赋的吗？我就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随便练习练习，厨艺就很好了。听着儿子的解释，陈妈也信了，毕竟自己儿子这么优秀，厨艺好也不奇怪，不愧是我儿子。陈妈骄傲地应着，她相信陈飞说的话，自己儿子就是有厨艺天赋，他随便做做菜就会很好吃。儿子，你租这套房子应该挺贵的吧？还有钱吗？不够就问老妈要。陈妈凑了过来，小声地冲陈飞说着，她很小声地问这个问题，就怕儿媳妇听到了，觉得压力大。不过她又怕儿子钱不够花，这套房子是个小复式，每个月的房租水电都挺贵的，儿媳妇又怀孕了，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医院体检，而且各种花销，各种费用都挺多的，每一笔钱都不是小钱，所以陈妈一直在担心儿子钱够不够花。妈，你不用担心我没钱，我昨天都赚了7万。陈飞边做饭边和老妈聊天，他说这个7万的时候很平淡，就像是说700块钱一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陈爸陈妈彻底惊讶了。陈飞刚说完，陈妈惊讶的手中的辣椒都掉在了地上。什么？儿子昨天一天就赚了7万？一天7万？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7万，这可是一笔大钱哎！儿子，我没听错吧？你昨天竟然赚了7万？陈妈也顾不得掉下去的辣椒，拉着陈飞的手问着，她一度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就是7万。陈飞点了点头，一个月7万，的确挺多的。有很多人一年的年薪都没这么高，而自己一天就能挣7万，是挺恐怖的。也难怪老妈会这么惊讶，她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儿子会挣这么多钱。一天7万，一个月就是210万，一年就是上千万。陈妈喃喃自语的算了笔账，之前一个月几万自己都已经够惊讶了，现在一个月几百万，陈妈感觉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够，她一时间竟然还不能接受这笔钱，这恐怖的数字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接受了。陈妈这辈子做梦都不敢想象能挣这么多钱。陈爸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下巴都快掉到地上去了。陈爸扶了扶下巴，缓了缓，这才讪讪开口：儿子，昨天的营业额除开成本了吗？除开了，净盈利7万。儿子，你未免也太厉害了吧，2天就当我1年的工资了。陈爸激动的上前拍了拍陈飞的肩膀，他现在想说，儿子可不只是遗传了自己的聪明，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己早就被他拍死在沙滩上了。爸，你轻点。陈飞动了动肩膀，
老爸这一下可不轻，通过这力道，陈飞就知道老爸到底有多惊讶了。嘿嘿，老爸实在是太激动了，我完全想象不到一个月能挣这么多钱。陈爸笑嘻嘻的给儿子揉了揉肩膀，他刚才的确太激动了些。儿子，一个小吃摊能盈利这么多吗？以后如果开了餐馆，那是不是还能挣得更多呢？陈妈缓了好一下才缓了过来，她万万想不到一家小吃摊竟然能挣这么多钱。她觉得一个月几万就是小吃摊的上限了，可是听陈飞说一天能挣7万的时候，她突然明白了，原来儿子的小吃摊并没有上限。如果小吃摊经营得好，后面还能挣更多。一个小小的小吃摊都能挣这么多，要是儿子开一家大餐馆，那挣的不更多吗？陈妈一想到未来的事，她就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了。134，老妈请教陈飞厨艺，儿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后面肯定要开餐馆，到时候江月牺牲了宝宝，也得让你们二老来帮忙带带，不然我们估计会忙不过来。陈飞给老妈说着后面的打算，还有几个月宝宝就出生了，到时候宝宝出生了，他们2个人肯定忙不过来，需要老妈来帮忙带孙子，自己又要经营小吃摊，有老妈的帮忙，江月熙也会轻松很多，所以后面一段时间肯定需要老妈帮忙。那是当然了，只要你们愿意，我会一直照顾孙子孙女的。我孙子孙女，我每天守着他们都愿意。陈妈照顾孙子孙女可一点都不觉得累，反正她平时也没什么事，她愿意一直陪着孙子孙女。陈飞如果经营餐馆，应该会比现在要忙些，到时候自己愿意照顾儿媳妇和孙子。谢谢老妈。陈飞感谢着老妈，有了老妈的帮助，他后面就安心了不少。我可是你妈，你要是和我这么客气，当心我收拾你。对了，你给我们也做点你卖的美食呗，我们也想尝尝你做的美食。爸妈，做炒饭的食材没了，只能等着今晚去小吃摊吃炒饭了。陈飞也想给老爸老妈做炒饭，只可惜每天的食材都没有剩下的，今天还没去采购食材，爸妈就只能等着晚上在小吃摊享用炒饭了。今天中午自己做的菜味道也不会差，应该也够他们俩享用一顿。听儿子说吃不上炒饭，陈爸陈妈微微有些伤感。那行吧，我们就等着晚上吃。老两口虽然觉得有些伤感，不过他们也愿意等待美食。你们放心，今天中午的菜也很好吃，我儿子做的都好吃。在老爸老妈的万分期待下，准备好的菜品开始下锅。起锅烧油，陈飞把土豆丝下入到锅中，然后转大火。他微微一抬手，锅中的土豆丝全被颠了起来。每一根土豆丝在反复颠勺的过程中受热均匀，土豆丝腾空而起，没有一根落在外面。这口锅稍微有些重，但是陈飞的手一点都不抖，他的手轻轻一抬，就将锅颠了起来。他看上去就像是做了很多年饭的老厨师颠勺。陈爸陈妈看着颠勺，就感觉他像是在耍杂技一般，他实在是太帅了。陈妈第一次发现，原来做饭也这么有魅力。不，只有自己儿子做饭才这么有魅力。儿子颠勺真的好帅啊，我做了一辈子的饭也做不到他这么熟练，不愧是我儿子啊，他做饭就跟耍杂技一样，好帅。陈爸陈妈看着儿子颠勺，他们俩不自觉地夸赞起了儿子。2个人的目光从没离开过儿子的手，他们俩一直盯着儿子做菜，每一个动作都不肯放过。江月熙也默默地站在了门口，他看着如此帅的陈飞，越看越喜欢。只要有陈飞在，江月熙的目光就会一直落在他的身上，他就像是一个太阳一般耀眼。老爸老妈和老婆现在都成自己的小迷妹了。经过翻炒之后，每一痕土豆丝受热均匀，调味，起锅，装盘。陈飞的动作很快，一盘酸辣土豆丝就搞定了。陈飞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快，每一个动作之间也非常的流畅。老爸老妈看着这一系列动作，他们俩感觉非常的舒心。搞定好了酸辣土豆丝，陈飞继续炒其他的菜。今天的午餐陆续出锅，酸辣土豆丝、油焖大虾、炒小菜苗，还有一个土鸡汤，3菜1汤，正好够4个人吃。陈飞做好了饭，陈爸陈妈连忙把碗筷拿好了。江月熙本来也想帮忙，结果被陈妈乖乖地推到了椅子上坐着。儿媳妇哪能做家务呢？她乖乖坐着吃饭就行了。江月熙无奈，她今天啥都不能帮忙，她还有些小失落。拿好了碗筷，4个人坐在了餐桌上吃饭。刚坐下，陈爸陈妈看着桌上的几个菜，疯狂咽口水。在吃饭之前，陈妈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自己可是第一次吃上儿子做的菜，她当然要拍照记录一下了。她还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配文：儿子做的菜就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发完了朋友圈，二老看着菜忍不住感叹，这几道菜看
看上去色泽好诱人啊，特别是这道油焖大虾，红红的，看上去就让人食欲大开。儿子，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要动筷子了，你们俩客气什么啊？快吃吧。陈飞看着老两口的反应，笑了笑，他们俩居然还和自己客气上了。我给你们舀了2碗鸡汤，你们先尝尝鸡汤的味道吧。砂锅盖一打开，浓浓的鸡汤香味就飘了出来，鸡汤的香味萦绕在鼻尖，老两口使劲闻了闻这股香味，这香味自己以前从来没闻到过。陈飞给他们一人舀了1碗鸡汤，鸡汤要趁热喝，味道才更好。这鸡汤比我自己在家炖的香多了。土鸡的香味完全被激发了出来，闻上去还有一股淡淡的香甜味，比饭店里的还要香。老两口光是闻味道就知道这鸡汤肯定非常好喝。他们俩端着碗轻轻地吹了一口，等鸡汤稍凉，他们喝了满满一大口，刚喝下去，嘴中就有一股极致的鲜甜味，鲜甜的味道在嘴里化开，他们俩感受到了极致的鲜和极致的香。细细回味一下鸡汤，老两口感觉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放松和享受。喝鸡汤竟然能让人如此放松，好喝，实在是太好喝了。炖鸡汤的时候并没有放什么别的调料，但是这味道实在是太棒了。儿子，怎么做到的啊？陈妈很好奇，儿子炖的鸡汤为什么比自己炖的好喝无数倍？儿子也没放什么其他调料啊，而且和自己炖鸡汤的步骤也差不多啊。陈飞看着陈妈满脸疑惑，准备指教她一二。鸡汤要好喝，当然还得归功于老妈带的土鸡喽。只有正宗的土鸡才能炖出如此鲜美的鸡汤。除了食材要新鲜和优质以外，用砂锅煲鸡汤最主要的就是控制火候。砂锅的火候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得用适当的中火来炖，才能激发出鸡汤的鲜味。而且炖鸡汤最好也不要放花里胡哨的配料，用原鸡炖原汤是最好的。听着儿子说的话，陈妈微微点头。135，老爸老妈扶墙而走。他以前炖鸡汤会放很多香料来提味，原来不放香料，鸡汤也会很美味。这次感觉儿子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下次也要试试。我学到了，下次试试。陈妈虚心受教，儿子不愧是厨艺大师，尝尝鸡肉吧。陈飞给老两口一个人夹了一个大鸡腿，让他们尝尝鸡肉的味道。刚把鸡腿夹给老妈，老妈就把鸡腿夹到了儿媳妇的碗里。最好吃的大鸡腿，当然得给儿媳妇吃了。西西吃鸡腿，我吃别的鸡肉就行了。谢谢阿姨。阿姨对她如此照顾，江月熙觉得心里暖乎乎的，她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来，老婆你吃。陈爸见陈妈的鸡腿夹给了儿媳妇，他自觉地献上了自己的大鸡腿。陈飞在一旁看着偷笑，这就是家庭地位啊。陈爸没了鸡腿，陈飞又给他舀了满满1碗鸡肉。老两口尝了一下鸡肉，鸡肉很嫩很鲜，一点都不柴，味道一绝，好好吃啊。儿子的手艺好棒，再来1碗鸡汤。爸，你少喝点汤，一会吃不进去菜了。没事。陈爸又喝了满满1大碗鸡汤，鸡汤如此鲜味，他根本停不下来。喝完了鸡汤以后，他们开始品尝其他菜。酸辣土豆丝辣中带酸，特别开胃。土豆丝火候正好，吃起来脆脆的，口感很棒。土豆丝也好好吃啊。土豆丝其实很难做，要厨艺很好的人才能做得这么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丝。老两口又继续品尝油焖大虾，刚吃了一个虾，他们就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赞上了。油焖大虾又嫩又入味，一点也不油腻，好好吃，味道实在是太棒了。就这个汤，我就能吃3碗饭。炒青菜也好吃，儿子的手艺好棒啊。儿子，你实在是太厉害了。自从吃饭以来，老爸老妈的夸赞就一直没停过。他们俩平时吃饭的时候话不多，今天吃上儿子做的如此美味菜，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一直想疯狂夸奖儿子。他们俩用上了各种词汇，花式夸赞儿子。陈妈在夸儿子的时候，也不忘给儿媳妇夹菜。江月熙的碗里满满当当的，全是陈妈给自己夹的菜。她看着满满的菜，觉得特别幸福。原来被宠爱是这样的感觉。当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江月熙并不觉得尴尬，她觉得他们就是一家人。陈爸刚才喝了2碗汤，他又吃了3碗饭。陈飞在一旁都看呆了，老爸的胃口啥时候这么大了？他刚才还担心老爸汤喝多了吃不进去东西，看来完全自己想多了呀。他的胃口不知道有多大，竟然吃了满满3碗饭。要不是陈飞制止，他说不定还能再吃1碗。这小老头吃这么多，万一太撑进了医院，那就搞笑了。老妈也挺夸张的，她平时很注重身材，一般吃饭就只吃半碗米饭，结果今天足足吃了2碗。儿子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不吃对不起这些美食。爸妈，你们别吃了，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好好好，最后一点土豆丝，吃完就不吃了。我再喝半碗鸡汤就不吃了。老两口非要光盘，陈飞拦都拦不住。江月熙在一旁看着叔叔阿姨吃得如此满足，他也很开心。陈飞做的菜很好吃，看着叔叔阿姨满足，江月熙也觉得很高兴。陈飞捏了下江月熙的小脸，柔声问着他，他今天第一次见爸妈，所以吃饭挺斯文的。陈飞怕他吃不饱，笨蛋，你还吃点吗？不吃了，我已经很饱了。江月熙摸了摸肚子，他已经很饱了。陈爸陈妈看着儿子和儿媳妇互动，他们俩不禁上扬起了嘴角。看来他们俩的感情还不错嘛。陈妈在来的时候还担心他们小两口之间处得不好，毕竟自己儿子做了混账事，儿媳妇有想法也正常。看到刚才那一幕以后，陈妈完全放心了，他们俩处得很好，她就不用担心了。吃完饭，陈爸陈妈老两口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动道，他们俩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呼，好久没吃这么多东西了，撑死！我也是，撑得不行，下次不能吃这么多了。老两口瘫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陈飞看着他们俩如此满足的样子，他就知道今天中午的饭菜彻底征服他们俩了。吃完了饭，陈飞要忙着去买今晚上摆摊的食材，一会4点到6点还有课，所以他现在要尽快把食材买好，等一会下课回来之后就可以出摊了。爸妈，你们去睡会午觉吧，我去买今晚上摆摊的食材。陈飞准备让爸妈睡会午觉，他去买食材就行了。听说儿子要去菜市场采购，老两口也想陪着儿子去，他们想看看儿子平时摆摊辛不辛苦，毕竟摆小吃摊可是很累的。爸妈在这里，能帮儿子分担一下也行，我们跟着你一块去吧，正好可以看看你每天摆摊的流程是如何的。我们俩跟着，你拿东西也没这么累。陈妈说着说着就起身了，她的肚子虽然有点撑，但是没关系，她能坚持。儿子，老爸也可以帮你扛点东西。陈爸拍了拍自己坚实的肩膀，他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些，帮儿子拿东西不是问题。爸妈都这么积极了，陈飞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那就让他们俩陪着自己吧。西西，你去午觉吧，我和爸妈去采购食材，很快就回来了。陈飞摸了摸江月熙的小猫头，他现在说什么都不要这傻姑娘陪着自己了，外面又热，他出去一趟很费精力。哦，好吧，江月熙也想帮帮忙，不过他也知道陈飞和阿姨肯定不会让自己跟着一块去的，他还是乖乖在家睡觉吧。我们正好可以去消消食，吃太饱了就得活动活动。老两口手牵着手互相搀扶着起来，他们俩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扶墙而出了。136，不，有人和他抢。很快3个人就到了菜市场，老两口跟着儿子到了菜市场，他们俩很惊讶，一份炒饭需要海参、鲍鱼和腊肉这些高档食材。儿子，你做的什么炒饭啊？居然需要这么多高档食材。陈妈好奇地问着儿子，啥炒饭啊？用料居然这么奢华，做的扬州炒饭。扬州炒饭？楼下的扬州炒饭不是没这些食材吗？陈爸好奇的不行，他以前吃过的扬州炒饭哪有这么多高档食材啊？陈妈拍了下陈爸，他肯定没吃过这么正宗的扬州炒饭，我们吃的肯定不正宗，儿子做的才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我记得扬州炒饭的用料非常奢华，有些饭店好像卖88一份。儿子，你的卖多少钱一份啊？我卖38。陈飞边走边回答着老妈的问题，他没去过自己的小吃摊，当然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了。38，这么贵啊？会有人买吗？陈爸平时很勤俭持家，他一定说一份炒饭卖38，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他平时1个月的零花钱有限，他才不可能花38去吃一份炒饭。这么一对比，陈爸就觉得一份炒饭卖38实在是太贵了。你是傻子吗？儿子的厨艺这么棒，炒饭卖38哪贵了？哦，对对对，我忘了这点了。儿子的手艺这么棒，做的炒饭肯定也好吃，38一点都不贵。被老婆骂了以后，陈爸才反应了过来，儿子的厨艺很好，他做的炒饭肯定是人间美味，卖38一点也不贵。陈妈的反应则不一样，她觉得儿子卖的炒饭有点太便宜了。儿子，你用料这么奢华，不会亏本吗？妈，谁会做亏本的生意啊？一份炒饭我能挣25。陈飞扶额，老两口的反应实在是太搞笑了。一份炒饭挣25，那你一晚上能卖出去3000份炒饭？对，差不多3000份。儿子，你生意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陈爸陈妈都惊了，他们俩现在无比期待去儿子的小吃摊。他们俩发现儿子也很会挑食材，儿子买的菜全都很新鲜，品质也很好。看来儿子果然有经验，有爸妈陪着，陈飞的食材很快就采购好了，回去差不多1点，他马不停蹄的把食材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食材，休息一会，陈飞带着江月熙上课，爸妈在家里休息，等着一会自己下课就可以去摆摊了。5点半左右，专业英语的老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讲完了课，走到了陈飞旁边，问道：陈飞，一会下了课就出摊吗？我好早点让我老公带着孩子去小吃摊等着。专业英语的老师现在饿得不行，他想尽早吃上陈飞做的炒饭，所以他主动问了陈飞的出摊时间，好早点让自己的老公孩子去排队。班上同学听了纷纷感叹：老师，你未免也太鸡贼了吧，趁着有老公孩子可以提前排队，就欺负单身狗。靠，我也该找人去排队的。老师这纯粹是欺负单身狗，他实在是太鸡贼了，竟然让老公孩子提前排队。我也让我男朋友先去排着。哎，你们未免也太卷了吧，让我这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咋办呢？就是我也是一个人，也没找到人排队。陈老板的小吃摊食客现在越来越卷了，很多食客都会提前排队。陈飞有2天出摊，刚到摊位上都已经站了长长一条队伍了。为了早点吃上美食，好多人甚至会提前1个小时来排队。陈飞看着如此真诚的老师，点了点头，一会下了课就出摊，估计6点15就能到摊位了。好，那我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现在就出去排队。专业英语老师听说出摊时间以后，连忙给老公打了个电话，让他现在立刻带着儿子去排队。陈飞汗颜，现在的食客未免也太积极了吧。叮铃铃，下课铃准时响起，专业英语老师第一个冲出教室，他自己也要赶快去陈飞的小吃摊。美食当前，他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跑得很快，班上的同学都无语了。老师，你未免太积极了些吧，又没人和你抢炒饭。不，有人和他抢。老师刚走，班上就有不少同学紧随其后，他们飞叉叉的冲了出去，拿出最快的速度冲到陈飞的小吃摊。陈飞表示：喂，老板还在这呢，你们跑这么快也没用啊。下课，陈飞带着江月熙回家，爸妈已经在家里等着出摊了。几个人收拾好东西，陈飞开着小吃摊出摊。爸妈第一次跟着儿子出摊，他们全程都很兴奋。10分钟过后，陈飞开着车到了小吃摊，刚把车停下，就有不少人前来排队。陈妈一看这些食客，他们应该早就在这里等着出摊了。好家伙，他们未免也太积极了吧，居然这么早就等着出摊，他们怕是在这等了很久了。那肯定，我们刚到，小吃摊面前的队伍就有这么多人，这些食客肯定等了很久了。陈爸陈妈看着排队的人群，不禁感慨上了，儿子的炒饭肯定很好吃，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多食客这么早就来排队。把小吃车停下，陈飞正式开始今天的营业。在营业之前，他要先炒2份炒饭给二老尝一下。爸妈已经期待炒饭很久了，他当然得先给老两口上一份了。陈爸陈妈把桌椅摆上，他们俩搞定了以后，连忙过来看儿子炒饭。起锅烧油，陈飞把蛋液倒入锅中做成金黄的蛋丝，紧接着开始炒饭。他炒饭的速度很快，搭配上颠勺和翻转，他的每一个动作行云流水，一点都不拖沓。陈爸陈妈在一旁看呆了，儿子的动作和速度好熟练，他炒饭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1分多钟，小吃街里就飘荡出了炒饭的香味。陈爸陈妈在一旁闻到了这股浓浓的香味，他们俩闻着味又开始馋了。老两口今天中午吃得很饱，按平时他们中午吃太多，晚上估计就不会吃啥了。可是今天不一样，他们面对如此美味的炒饭，可顾不得肚子还撑不撑，他们就想吃如此美味的炒饭。唉，陈老板，咋还有人插队呢？这是我爸妈。陈飞汗颜，爸妈在最前面，后面有食客以为他们插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请。男的连连道歉，他没想到陈老板的爸妈也来小吃摊吃东西。食客看着陈老板的父母都来吃炒饭，他们对炒饭的品质更加放心了。陈老板的家人都来吃炒饭，炒饭的安全等各个方面又多了一种保障。同意。我也想成为陈老板的家人，这样就能享受优待了。陈老板缺个儿子，你看看合适吗？滚！陈飞把炒饭给了二老，江月熙也没吃晚饭，正好一起吃晚饭。他们3个端着炒饭坐到了小凳子上。陈妈看着金黄的炒饭，
拿手机拍了个照片发在了家族群里。他吃上了儿子做的美食，当然要好好显摆一下。发完了照片，陈爸陈妈拿起勺子舀了满满一口炒饭放在了嘴里面。他们俩吃到炒饭的第一口，两个人双眸睁大，眼睛发亮，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137，根本不用担心，他的炒饭是无敌的。这个炒饭真的好好吃啊！陈爸吃完一口炒饭，忍不住夸赞起来。炒饭松松软软，各种食材的香味都被激发了出来，和我在外面吃的8块钱一份的炒饭果然不一样。你会不会说话呀？我儿子做的堪比山珍海味，你拿8块钱一碗的炒饭和我儿子做的比，有比头吗？陈妈白了陈爸一眼，这人不会说话就别说，儿子的炒饭这么好吃，怎么能拿外面8块钱一碗的炒饭和儿子做的比呢？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儿子做的炒饭实在是太好吃了，特别是里面的鸡蛋，我竟然吃出了肉松的味道，每一粒米饭都包裹着蛋丝，好好吃啊！继续咬下去，能品味到各种食材。吃一碗炒饭，我仿佛吃到了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各种味道都能在这一碗炒饭中品尝到。吃一碗炒饭，赚大发了！陈爸陈妈享受上了炒饭，他们一口接着一口，根本停不下来。江月熙吃了这么多天的炒饭，一点也不觉得腻，他也吃完了满满一大碗炒饭。陈飞的炒饭这么好吃，让他每天吃炒饭也不会腻。江月熙就是陈飞的头号忠实粉丝，吃完了满满一大碗炒饭。陈妈忍不住在家族群里使劲炫耀了一番。她刚才在家族群里发了张照片，现在家族群里很热闹。慧慧去见陈飞了呀？他做的东西是不是很好吃？陈飞的媳妇咋样？是不是又贤惠又漂亮？这是飞哥做的炒饭，金黄金黄的，看起来未免也太好吃了吧！我也想吃陈飞做的东西。后面不是端午节吗？表婶把陈飞带回来呗。唉，可以，反正端午节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我们正好有机会尝尝陈飞做的美食。家族群里，大家看着吴慧发的炒饭照片直流口水，光是看照片，他们就知道陈飞做的炒饭肯定很好吃。吴慧看了一下群里的消息，一一回复：吴慧，哈哈哈，大家肯定有机会尝陈飞做的美食。陈飞炒饭很好吃，我都吃了满满一大碗。吴慧刚出摊没多久，小吃车面前就排了不少人。不和你们说了，我去帮忙了。陈妈还拿出手机拍了个小吃摊生意很火爆的视频，发在了家族群里。她这个视频里排队的人还不是很多，再过半个小时，小吃车面前排队的人数是现在的2倍多。在家族群里炫耀完以后，陈爸陈妈就去帮忙了。江月熙今天只能乖乖坐在一旁，有叔叔阿姨在，他根本帮不上一点忙。过了半个多小时，小吃车面前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队伍长长的，估计排了有100多个人。陈飞的小吃摊在小吃街的末尾，排队的人都排到小吃街的中间去了。陈爸陈妈看着这么多人排队，他们都被现场的画面吓着了。小吃摊的生意未免太火爆了吧？从这往后看，排队的队伍根本看不到头，小吃车周围乌泱泱的全是人，这么多人排队，难怪儿子每天能卖出去这么多份炒饭。我发现好多食客都是拖家带口的前来吃炒饭，有些食客就算是一个人，他们也会打包2份炒饭回去。儿子炒饭的速度好快啊，他有条不紊的，竟然忙得过来。儿子长大了不少。陈爸陈妈看着面前的长队，边擦桌子边感慨，儿子的小吃摊生意实在是太火爆了。小吃摊生意这么好，就代表着儿子要忙活很久。陈爸陈妈也很心疼儿子，他忙这么久肯定很累。他们俩看着儿子，他倒也没有表现出疲惫，每一份炒饭的速度都很快，他看起来精力十足。过了半个多小时，陈飞拿出了自己准备的另外一口锅，这口锅更大，他决定尝试下一次炒5份炒饭。他现在也上手了，之所以不一开始就用大锅，陈飞也是希望自己进入状态以后再换锅。做饭也讲究厨师的状态，锅大，对火候和食材用量等要求很高，所以陈飞想等自己进入状态以后再换锅。拿出大锅，快速换锅，他的速度很快，完全没耽误。倒油，陈飞把5份炒饭的量倒入到了锅中。前面的几个食客看着陈老板换锅，他们稍稍有些担心，锅大，食材就加得多，火候控制的越难，陈老板炒的炒饭味道会不会不如之前好吃呢？毕竟大锅饭肯定没有小锅饭好吃，所以食客不由得担心上了。但是他们也没吱声，他们站在前面默默地看着陈老板操作。这口锅并不轻，锅的重量加上食材的重量，这口锅如果想要颠手应该有些困难。前面的时候眉头微皱，他们感觉
陈老板应该无法再颠勺了，毕竟这么重的一口锅，如果要颠勺的话，那得需要很强的臂力。陈飞却并不觉得这口锅有多重。控制火后，陈飞端着大锅开始颠勺，他的手臂微微一抬，大锅就被陈飞抬了起来，食材腾飞在了空中，依旧没有一粒米洒落到外面。大锅的面积很宽，受热面积广，每一粒米饭在高温的作用下，受热更加均匀了。这口锅很重，但是陈飞颠勺的动作一点也不吃力，这口锅在他的手中仿佛没有重力一般。陈飞的身体比之前变强了不少，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锻炼，他的手臂力量又增加了不少，所以他能这么轻轻松松的拿这么重的一口锅。他现在的身体已经完全符合一个当厨师的标准了。前面的食客都着陈老板颠勺，他们都看呆了。陈老板拿着这么重一口锅，也能这么轻松的颠勺，他的臂力惊人啊！陈老板好帅，我都看到他手上的肌肉了。这口锅在他手里好像没有一点重量，他的臂力惊人的可怕。锅里这么多米饭，没有一粒撒出来了。颠勺虽然成功了，但是炒饭的味道不知道如何锅炒出来的东西，我总觉得差点味道。陈老板做的美食肯定不会太差，我相信陈老板。陈飞也听出了食客的担忧，他第一次炒5份炒饭，食客担心味道很正常。1分钟后，5份炒饭起锅，陈飞把5份炒饭装在了盘子里，他端给了面前的食客，换了口锅炒饭。大家先品尝一下炒饭的味道如何，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给我说。陈飞为了打消食客的顾虑和担心，让他们现场品尝起了炒饭。5个人同时品尝，应该能给出最真实的意见。前面5个食客抬着炒饭站在了小吃车面前，细细品尝了起来。刚吃上炒饭的第一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算是换了口大锅炒饭，陈老板的炒饭也无比好吃，他的炒饭直接无敌。138，缺点就是太好吃，容易胖。好好吃啊！陈老板的炒饭好像比之前的更好吃。我错了，我刚才不该不信任陈老板的。陈老板不愧是厨艺大师，他做的炒饭不管咋样都好吃。几个人吃着炒饭，各尽的夸赞，就算是用大锅炒出来的炒饭也很好吃，而且他们甚至觉得用大锅炒出来的炒饭更加好吃。突然，站在最边上的那个男的来了一句：“我知道陈老板的炒饭有什么问题了。”他的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陈爸、陈妈和江月熙也看向了他，他们都很好奇，这个男的到底会提出什么意见？陈老板的炒饭已经这么完美了，难不成还有提升空间？陈飞也看向了这位食客，他对食客提出的意见也很重视。这男的看着所有人都看着自己，他尴尬地扣了扣脑壳，呵呵一笑说道：“嘿嘿，陈老板的炒饭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好吃，我在陈老板这吃了1个星期左右，长胖了快5斤。”这男的嘿嘿一笑，说出了炒饭的缺点。他刚说完，旁边好几个人不由得翻上了白眼，这人在这耍宝呢，他们还以为这人真的能提出什么意见呢。不过提不出意见也很正常，陈老板的炒饭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如此美味的炒饭，普通人估计不会尝出有什么缺点，有10之100味的陈飞说不定才能品尝出炒饭的缺点。正应了那句话，能打败陈老板的人也只有陈老板。这男的要饱以后，旁边不少人附和上了。就体重而言，陈老板的炒饭太美味的确是个缺点。炒饭吃多了可是会长胖的，我在陈老板这吃了3天，都长胖了2斤，体重告诉我不能再吃了，可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会来陈老板的小吃摊。明，我不能再长胖了，救命啊！能不能光吃不胖啊？陈老板，能不能把我那份炒饭给我做难吃点，这样我就能少吃1碗了。陈飞，美食当前，减肥？减啥呢？食客一片哀嚎声之下，还是乖乖排队买炒饭去了。吃炒饭虽然要长胖，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吃2碗。长胖就长胖吧，没关系。小吃摊的生意越来越好，排队的人众多。陈爸陈妈在一旁帮忙，脸上的笑容就没下来过。陈飞习惯了用大锅炒饭，效率又提高了不少。他发现大锅受热比小锅一更好，控制好火候，炒一锅炒饭的时间又节约了不少。他现在在1分半左右就能炒好一锅炒饭，速度很快。他可谓是把效率提到最高，把时间利用到了极致。最关键的是，他就算是用大锅炒饭，但是一点也不累，他的手臂力量很强，炒饭的速度很快，手也不酸。陈飞快速出餐，今天排队的人明显感觉到陈老板的排队进度快了不少。
大家排队往前，这才发现陈老板是换了大锅。起初不少食客都在担心陈老板的炒饭品质会不会下降，吃到炒饭的第一口，他们就明白了，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位记录风土人情的记者陈洋洋，他正闲逛在了小吃街上。最近没有什么素材，他这几天经常拿着相机出来闲逛，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写的内容。他刚刚进小吃街，就发现有一家小吃摊面前排了长长的队伍，排队的食客一点都不慌张，每一个食客都非常有耐心。很多食客要不在玩手机，要不在聊天，他们脸上并没有半分不耐烦。陈洋洋作为记者，走街串巷，记录了很多人文趣事。生意很好的店铺他见过，但是食客如此悠闲自得的排队，他从没见过。人嘛，总不喜欢排队，一旦排队时间过久，他就会非常不耐烦。可是这家小吃摊的食客全都没有，他们都很耐心的等着美食。陈洋洋见状，不禁拿手机拍了一下排队的队伍，这张照片很好看。夜色之下，灯火耀眼，一家小吃摊面前正在排长队，每一个食客表情放松，大家显露出了一副悠然自得的状态。现在社会压力很大，但是这家小吃摊的每一个食客都非常放松。看着照片，陈洋洋不禁感叹，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就是保持好心情，买喜欢吃的食物。陈洋洋看着这样的画面，不禁拿着相信多拍了几张照片。自己最近没啥素材，正好可以先保留着。拍完了照片，陈洋洋本来想离开的，可是看着生意如此火爆的小吃街，他还是想品尝一下味道。这家小吃摊的东西真有这么好吃？如果排队的话，需要很久吗？陈洋洋有些犹豫，排队很久的小吃摊味道不一定好，而且人这么多，要是排队的话，也不知道要排多久，到时候花了时间，又买了不好吃的东西，那好亏啊。想到这些，陈洋洋又不想去排队了，他犹豫再三，还是想走。他刚迈开脚步准备离开，旁边有几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他们边跑边说道：快排队，不然一会陈老板的炒饭又卖完了，我晚饭都没吃，就为了吃陈老板的炒饭，快排队，不然一会排队的人更多，排着排着，很快就能吃上美食了。几个食客一路跑过来，说话都有些大喘气了，可是他们却顾不得休息，径直排在了长队后面。就算是排队的人这么多，但是他们也并没有一点不耐烦，他们几个忍着饥饿，十分有耐心地开始排队。陈洋洋看着这几位食客的反应，他们未免也太夸张了吧？难不成这家小吃摊真的这么好吃，值得他们跑得一身大汗前来享用？这几个人没吃晚饭都愿意排队。陈洋洋吃了晚饭，反正现在也没啥事，他干脆排到了队伍中去。他倒想看看这家小吃摊到底有多好吃。刚排上没多久，陈洋洋就听见了周围的人在讨论这家小吃摊，有好几个人说自己在小吃摊连续吃了快1个星期。139，美女记者被征服了。还有人说他把这家小吃摊介绍给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要是吃过的人，基本上所有人都爱上了这家小吃摊。还有的食客竟然开了2-3个小时的车前来，他们来回5-6个小时，就为了享用这家小吃摊的美食。陈洋洋听着食客的讨论，惊讶的不行，这家小吃摊真的有这么好吃吗？这些食客的说法未免太夸张了些吧？陈洋洋想着，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吃货，但是并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吃的上面。他觉得食物虽然很好吃，但是也远远达不到可以付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的程度。他可不会为了吃东西浪费这么多时间。很快，随着队伍一直往前，没一会就排到了陈洋洋。陈洋洋还有些意外，人这么多，排队的时间却没花多久啊，没一会居然就排到了自己，速度还挺快的。这家小吃摊的出餐速度还行，这么多人排队，陈洋洋原本预计最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才排到自己，可是20分钟不到就排到了他。陈洋洋看了一下菜单，扬州炒饭38一份，如果是正宗的扬州炒饭，38一份算很便宜的了。38一份的扬州炒饭估计不怎么好吃。陈洋洋不抱有期待，之所以不抱有期望，或许是因为炒饭太便宜了，如果卖88一份，陈洋洋可能还会更期待些。来都来了，他还是点了一份炒饭。一份炒饭，好。陈洋洋付了钱，站在了前面等着出餐。最前面的位置很好，他正好可以看到老板炒饭的整个过程。他看了一眼小吃摊的老板，人长得还挺不错的，很帅。老板接下来的动作让陈洋洋更惊讶。老板端着大锅炒饭，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帅气。没错，就是帅。估计很少会有人形容别人炒饭的时候帅气，可是陈洋洋在老板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帅气。
他的每一个动作行云流水，大锅在他的手中就仿佛和他融合在了一起。这么重一口锅，老板轻轻松松的就把他给驾驭住了。他炒饭的动作实在是太帅了。陈阳阳本来还在玩手机，看到陈飞炒饭，他直接就看呆了。1分半钟，5份炒饭起锅，1分不多1分不少，时间把握的刚刚好。陈阳阳端着炒饭，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没录视频。这位老板炒饭的过程这么帅，自己能不记录下来吗？他连忙拿着相机站到了一旁录像。为了不打扰到别的客人，他还很不好意思的和客人说了抱歉，不好意思，我是一位记者，想记录一下老板炒饭的过程，所以在这里站一小会。前面的食客很贴心，连忙给记者朋友让了位置。后面的食客听着有记者前来陈老板的小吃摊，他们很高兴，有记者采访，陈老板的小吃摊就能更加出名了。陈阳阳把炒饭放在一旁，趁着老板炒饭之前，选了一个好位置，把相机架好。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老板。陈飞还没炒饭，他就按下了快门。老板炒饭的过程，他一刻也不想错过。陈飞有条不紊地开始炒饭，陈阳阳全神贯注地拍摄，就算是在镜头里，这位老板也非常帅气。陈阳阳又看了一遍老板炒饭，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腻，就算是不吃东西，光是看老板炒饭，他就能看一天。作为一个记者，他敏锐地感知到，如果这个炒饭视频发到网上，肯定有很多人会看。毕竟老板人帅，炒饭的动作和姿势也帅，当然会吸引无数人的眼球和目光了。1分半，陈飞又起锅了1份炒饭。陈阳阳连忙看了一下刚才拍的视频，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完美。视频虽然很好，把老板的动作和姿态全都拍了进去，可是还差一些细节图。陈阳阳不愧是专业的记者，他现在决定再拍一些炒饭的细节图，这样整个视频看起来会更加诱人。于是陈阳阳拿着摄像机又继续拍摄。又过了1分半，陈阳阳拍摄完了自己所有需要的素材。在拍摄过程中，陈阳阳发现自己一直在狂咽口水。这个小吃摊的炒饭闻起来味道极好，他都快忍不住了。忍着长流的口水，陈阳阳终于结束了拍摄。他收好了摄像机，端着炒饭想找位置坐下，看了一眼陈飞小吃摊旁边，座位上全满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也不想等，于是端着炒饭就站在一旁开始享用炒饭。刚吃到炒饭的第一口，他就知道为啥有这么多人对这份炒饭如此热烈了。妈的，这炒饭未免也太好吃了吧！如此美味的炒饭，值得所有人疯狂追求。陈阳阳突然觉得自己肤浅了，他原本还以为世界上没有值得花费大量时间等待的美食，可是吃到这份炒饭之后，他完全开窍了。这炒饭这么好吃，自己就算是在这排3-4个小时也值得。他很庆幸，幸好自己没有离开，不然就错过如此美味的炒饭了。陈阳阳3两口就吃完了一整份炒饭。他今晚上本来是吃了晚饭的，可是面对如此美味的炒饭，他实在是舍不得浪费，撑着肚子，他都得把这炒饭给吃完。吃完之后，陈阳阳竟然还觉得意犹未尽，他居然还想再来点。陈阳阳是一位记者，这些年来去采访拍摄了很多人文风景等地方，在采访的过程中，他除了拍人文以外，也会拍美食，所以因为职业性质，他吃过全国不少美食。可是这家小吃摊的炒饭却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了。别的美食吃了，你可能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陈阳阳仅仅只吃了一口炒饭，他就记住了这直击天灵盖的美味。这股味道，他敢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陈阳阳吃完炒饭以后，立马就有了发文推荐这家小吃摊的想法。这家小吃摊的东西如此美味，值得让所有人知道。可是他擅长的是拍记录人文，并不是推荐美食。如果由自己推荐的话，他怕效果不佳。这家小吃摊这么美味，当然得好好撰稿推荐了。140，如此美食，必须得推广下。所以陈阳阳并不准备自己写文推荐，他连忙拿出了手机，给自己的好朋友肖倩发了个消息。肖倩也是风雪日报的记者。风雪日报是一家专门做风土人情和记录美食等人文的一家大报社。这家报社在国内很有知名度，只要是他们记录拍摄的地方和美食，基本上每一处都报了。这家报社采访的要求也挺高的，他们并不会降低要求，去采访一些什么网红地点、网红饭店之类，他们记录的都是一些最真实的山川美景和地方特色美食，而且对美食的要求也非常高。如果不是很有特色或者很好吃的美食，他们是绝对不会拍的。美食不像风景，报社记录美食，后期很有可能翻车，到时候说不定就会有读者对报社的印象不好。毕竟厨师的厨艺是很难掌控的，
因为真实，这家报社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陈阳阳激动万分，给萧倩强推这家小吃摊。萧倩是专门做美食推荐的，有她撰稿推荐，肯定会受到无数人关注的。陈阳阳，倩倩，我发现了一家宝藏小吃摊，如果要是写文推荐的话，肯定会爆火的。陈阳阳，这家小吃摊的味道很棒很棒，吃过的人都对其流连忘返。萧息刚洗了澡，准备睡觉，他一打开手机，就听到了陈阳阳非常激动的声，他连忙把手机声音放小了些。这人未免也太激动了吧？陈阳阳给自己推荐美食，萧倩咋有些不相信呢？陈阳阳这个食不知味的家伙，他吃什么都觉得好吃，他觉得好吃的东西，别人真不一定吃得惯。陈飞，所以萧倩有些怀疑这个家伙，怀疑他找的东西到底好不好吃。萧倩淡淡的回了一句：真的吗？他本来还想吐槽一下这家伙的，想了一下，还是算不能太打击这家伙的积极性。陈阳阳，真的，这家炒饭真的超级无比巨无霸好吃。陈阳阳恨不得直接把萧倩抓出来品尝一下这家炒，他现在实在是太激动了，恨不得所有人都品尝到如此美味的炒饭。凡是吃过陈老板美食的人都有一种魔力，他们都会不自觉地向周围的人疯狂推荐这家小吃。如果有朋友能 get 到自己所说的美味，自己就能开心一整天。卖炒饭的，萧倩有些疑惑，不就是炒饭吗？能有多好吃啊？不过他光是听陈阳阳发过来的语音，就知道这家伙到底有多激动了。这倒是他第一次这么激动过，看来这家炒饭或许真的有他说的这么好吃吧。陈阳阳，倩倩，快点出来，快点出来，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这条美食街了。你来了就知道我说的炒饭到底有多好吃了。自己刚洗完澡，让自己出去，做梦吧。萧倩现在打死都不会出去，她立马回绝了陈阳阳。阳阳，姐妹已经洗了澡了，现在打死都不带出来的。晚上和男朋友吃的烤肉，现在还保着呢，下次有机会再去尝尝这家炒饭。她想着，一家卖炒饭的小吃摊，有啥好值得推荐的呀？炒饭就算是美味，但是听起来也很单一。她觉得如果发文推荐这家小吃摊的话，读者肯定不会喜欢的。萧倩认为，任谁都不会特意去打卡一家小吃摊吧，而且编辑肯定不会同意自己推荐一家卖炒饭的小吃摊，他估计会破口大骂，骂自己是不是找不到题材，是不是不想干了。所以萧倩没有萌生一点想推荐这家小吃摊的想法。既然陈阳阳这么推荐这家小吃摊，他想着，那自己就找机会去尝尝味道吧。陈阳阳今天也没强求萧倩出来，今天不强求，不代表明天也不。他明天下了班，一定要把他给拉来小吃摊，尝一尝美味的炒饭。不，他要把整个部门的人全拉来，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想把整个公司的人全部拉来。陈阳阳又在小吃摊停留了一会，他本来还想再来一碗的，可是肚子实在是太撑了，他想吃却无能为力。他决定了，明天直接来这家小吃摊吃晚饭。陈阳阳刚走不久，不少食客就开始讨论上了。刚才那女孩是记者啊？应该是，她的相机这么豪华，应该是记者吧？看她拍摄的这么专业，肯定就是记者了。有记者来陈老板的小吃摊，那陈老板的小吃摊肯定很快就能爆火了，就是该让记者来采访，给大家推荐一些美食，不然别人平时吃的全是一些糟糠之食。听着食客的讨论，再加上刚才那个女孩的一通拍摄，陈妈基本上确定了，刚才的那个女孩肯定是记者。陈妈乐呵的不行，她拉着陈爸的手，小声说道：老公，刚才有记者来儿子的小吃摊，到时候小吃摊的生意肯定会更火爆的。陈爸则没注意到有记者，他刚才一直在忙着擦桌子，他的反应慢半拍。听老婆说了以后，这才兴奋地问着：什么？有记者？谁啊？谁是记者？我要不要上镜啊？老婆，你看我的形象如何？陈爸还以为记者是来采访的，采访儿子，说不定也会采访老子。他下意识地伸手理了理头发。陈爸在心中已经打好了腹稿，一会记者采访自己，他要好好发言，给大家说一下自己的儿子到底有多优秀。陈爸一听说有记者，反应的比陈妈还要激动，他四处张望，想看看谁是记者。陈妈白了陈爸一眼，八字还没一撇呢，这人居然就开始想着采访的事了。刚才那个女孩拿出相机拍摄了一通，她也没说采访的事情，拍完吃了炒饭就走了。大家说她是记者，我也不确定。陈妈老实给陈爸说着，她也是估摸，也不敢100%确定。没关系，儿子的东西这么美味，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到时候名气打出去了，记者自然就会来了。陈爸倒是不觉得有啥，反正顺其自然。141，营业额再创新高，儿子的手艺这么好，来的食客多了，
后面记者自然就来了。记者是否来采访，顺其自然就行了。老婆，你别着急，儿子的手艺这么好，不怕没有食客。大家口口相传，食客只会更多。陈爸拍了拍陈妈的后背，让她不要太着急了。陈妈也是希望儿子的小吃摊能有记者来采访，这样小吃摊的生意会更上一层楼。陈妈不知道，小吃摊现在的生意已经很好了，和实体店的生意相比，陈飞小吃摊生意比其他店铺的好几倍。如果生意太好，儿子也忙不过来，还是顺其自然就行了。陈妈又担心儿子生意太好，到时候他忙不过来。老婆，你说到时候记者来采访，会不会采访我们俩呀？我们儿子这么优秀，他们一般都会采访家长，到时候我就在镜头面前使劲炫耀，亲戚朋友都会看到我的，到时候我们面子十足，想想就觉得美。记者来采访，得提前说才行，不然到时候我们没化妆收拾。陈爸笑嘻嘻的不行，他的内心很激动，已经开始想象自己站在聚光灯下说话的场景了。行了，擦桌子去吧，别在这叭叭。陈妈把这家伙推开，他还是老。擦桌子去吧。陈妈心里也很高兴，要是儿子能登上报纸，到时候老陈家就出名了。他现在别提多高兴了，自己有这么优秀一儿子。小吃摊的生意很好，8点多，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陈飞今天在陆续出餐，今天出餐的速度比昨天快了不少，每一个食客都忍不住看着陈飞炒饭，他炒饭的动作实在是太帅了。陈阳阳刚回家，就马不停蹄地把相机里的视频导在了电脑上，他忍不住想多看几眼陈老板炒饭的视频。陈阳阳反复欣赏完好几遍视频之后，他直接用 P2 开始剪辑视频。这一共是2个视频，分为了整体视频和细节视频，他把2个视频剪辑到了一起，这样视频里面有整体画面，也有细节画面。陈阳阳对自己剪辑视频的要求很严格，就算是1分钟的视频，他也得用心剪辑很久。在剪辑的过程中，陈阳阳看着让人垂涎欲滴的炒饭疯狂流口水，这炒饭未免也太香了吧。他看着看着居然有点饿了，他以前可是从来不会吃夜宵，记者要上镜，所以他以前从来没有吃夜宵的习惯，到了晚上也不会可是今天不一样，他看着炒饭的视频竟然莫名的想吃。自己今晚上已经吃得够多了，他居然还想再吃，都怪炒饭实在是太美味了，他根本忍不住，忍着嘴馋。陈阳阳继续剪辑视频，他相信这条视频自己肯定能用上。10点半左右，陈飞结束了今天的营业，今天他要换大锅，所以准备食材的时候特意准备了4000份左右。10点半，4000份炒饭全卖完了，后面还有好多食客没有买到炒饭。今天下班太晚了，陈老板的炒饭卖完了，我刚想出来吃个夜宵，结果没想到陈老板的炒饭就没了。明天得早点出来，不然啥都赶不上。好饿啊，炒饭没了，我就只能去旁边随便吃点啥店了。没买到的食客叹了口气就走了，他们决定12明天早点来。陈爸陈妈看到这样的画面很开心，看来食客是真的很喜欢儿子做的炒饭。陈爸陈妈今天第一次陪着儿子摆摊，他们俩一点都不累，全程反而都很兴奋。陈爸把桌子板凳擦干净，收回了小吃车，收摊回家喽。有爸妈的帮忙，今天江月熙收摊的时候也没做一点活，他现在不可以做任何家务。很快几个人就收拾好回去了。小吃车上，陈爸乐滋滋的哼上了小歌，他乐得不行。儿子，今天卖了多少炒饭啊？陈妈好奇的问着。今天生意这么好，卖的炒饭肯定多，今天的营业额肯定也有个好几万，今天比昨天多卖了些，卖了4000份炒饭。陈飞刚说完，陈妈就快速的算出了营业额。什么？4000份，一份盈利25，那4000份就赚了10万。陈妈算出了这个恐怖的数字，10万块，今晚上竟然盈利10万，实在是太恐怖了。10万，这么多啊！陈爸差点惊讶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子挣的钱越来越多了，他们俩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弱了，一天赚10万，普通人想都不敢想。江月熙也倒吸了口凉气，今天竟然赚了这么多，10万，真的好多啊！3个人虽然已经知道陈飞挣得多，但是却不知道能挣这么多。小吃摊的收入果然没上限，陈飞扶额，这几人还不能接受小吃摊的收入，看来以后还得多给他们说说收入，这样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越来越强。陈飞开车着回去，没几分钟就到家了。明天是周6，正好可以陪爸妈逛逛街。到家
4个人坐在了沙发上。江月熙切了盘水果，他是偷偷去厨房切的，要是被阿姨看到了，到时候又不让他干活。叔叔阿姨，吃水果。好好好，快坐下，别累着了。陈妈牵着江月熙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她跟着出去摆摊，也累了，她得好好休息才行。怎么样，累吗？陈妈拍了拍儿媳妇的小手，柔声问着。她怕儿媳妇太累了。不累，我都没帮忙呢。江月熙摇了摇头，她一点也不累。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一定要给陈飞或者是给我说哦。陈妈关心着儿媳妇，怕她觉得不好意思。我会的。江月熙乖乖的点了点头，她现在放松了不少，也没之前紧张。你们坐着，我进去拿点东西。陈妈刚坐下没一会，就立马起身去了房间，她还把陈爸一起拉着进去了。陈飞和江月熙有些疑惑，这俩这么神秘，做咩呀？陈爸陈妈在里面找了一会，提着一个小箱子走了出来。陈妈打开了箱子，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东西。陈飞看了一眼，金九福店铺的盒子。老妈去金店了呀。142，送儿媳妇金饰，解锁新菜品。陈妈打开首饰盒，牵着儿媳妇的手柔声说道：西西，这是阿姨给你挑选的首饰，你看看喜不喜欢？首饰刚刚打开，江月熙就有些惊讶，阿姨怎么给自己买了金饰品呢？金饰品好贵好贵，她怎么承担得起啊？江月熙看了一眼面前的金项链，的确很漂亮。再看一眼吊牌，16999，小小的一根项链居然要17000，这实在是太贵重了。17000都够自己1-2年的生活费了。江月熙从来没想过，一条项链居然会这么贵。他看了一眼价格，直接回绝了阿姨。他凭什么收这么贵重的礼物？阿姨，这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陈妈看出了江月熙心疼钱，于是继续说道：傻孩子，这项链没这么贵，今天店子里搞活动，我们买成8888。老陈，你说是吧？陈妈边说话还边拍了陈爸一下，让陈爸附和2句。陈爸很懂，连忙附和道：对对对，这项链不贵的。陈飞在一旁听着没说话，心想人家江月熙只是怀孕了，又不是傻，金子这么贵，哪家搞活动啊？优惠力度这么大。江月熙听着有些不相信，现在黄金可是奢侈品，很贵的，哪可能便宜这么多？而且就算是8888，那也很贵啊，8000多买一条项链，完全不值得。阿姨，您的心意我心领了，但是您不用这么破费的。江月熙依旧回绝了陈妈，这么贵重的礼物，她不能收。陈飞挪了过去，继续劝说江月熙，他之所以不愿意收，也是觉得太贵了。不过金饰品嘛，平时不佩戴，也可以用来投资，所以一点都不贵。西西，你收着吧，这是我妈妈的心意，你要是不收的话，就代表你不认可她这个婆婆。我妈今晚上估计都睡不着，而且金饰品可以用来投资，你就当这是投资品。陈飞揉了揉小猫头，希望她收下这些饰品。老妈也是真喜欢西西，所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准备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江月熙抬头看了看陈飞，既然他都开口了，那自己还是收下了。收下了饰品，到时候放在陈飞那就行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也不能给自己保管，而且如果自己不收的话，阿姨估计心里也不舒服。为了让阿姨不多心，江月熙还是收下吧。那好吧，谢谢阿姨。江月熙点了点头，收下了礼物。陈妈见儿媳妇收了礼物，乐滋滋的很高兴。她又从箱子里拿出了其他礼物，她还给儿媳妇买了营养品之类的，就连衣服她也挑选了几件。江月熙没想到阿姨居然会给自己准备了这么多礼物，她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这么早起来带了新鲜宰杀的土鸡带过来，还给自己买了金饰品和各种营养品。她对自己的好，江月熙默默记下了。她在心里暗暗发誓，陈飞的爸爸妈妈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她会对他们很好的。谢谢阿姨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礼物。江月熙柔声感谢着阿姨，这是她从小到大第一次收到如此贵重的礼物。她想着，要不是没什么钱，自己也该买些礼物回赠叔叔阿姨的。傻傻姑娘，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不用这么客气。你有什么需求，尽管给阿姨说。江月熙听着一家人3个词，她很感动。除了陈飞以外，第一次有人把自己当作是一家人。她现在有爷爷，有陈飞，还有叔叔阿姨，他们都是自己的家人。现在肚子里还有3个宝宝。江月熙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她是最幸福的人。傻瓜，不要觉得有什么负担。陈飞怕江月熙想太多，
揉了揉小猫头，安慰着它。哦，江月熙乖巧的点了点头。叮！恭喜宿主完成5天挣20万的系统任务，恭喜宿主成功解锁菜品泡椒凤爪和咸鸭蛋。系统任务：10天之内让10万人知道小吃摊的名字。正在陈飞说话的时候，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5天赚20万的系统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成功解锁了菜品泡椒凤爪和咸鸭蛋。这2种菜品不算是主菜，更像是小吃，而这2种小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那就是广受人喜欢，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泡椒凤爪，平时大家嘴馋想吃零食的时候都会买了吃，这可是看电影、聚会娱乐必备零食。而咸鸭蛋也很受大家喜爱。陈飞对解锁的这2种菜品都非常满意，接受度很广的小吃，赚得就能更多。陈飞查看了一下系统咸鸭蛋和泡椒凤爪的制作方法，这方法和市面上普通的制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啊。陈飞仔细看了一下制作方法，这2种小吃听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制作起来却并不简单。想要做的美味和好吃，这里面却是大有门道。有了系统所出的秘方，陈飞能保证自己制作的味道肯定比其他人的要强上无数倍。正好明天就是周末，陈飞决定明天就是菜。泡椒凤爪制作的时间比较短，咸鸭蛋想腌制入味则需要10天左右。如果明天泡椒凤爪试菜成功，明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卖了。咸鸭蛋需要等好几天，不过没关系，美食值得等待。爸妈，你们今天忙了这么久，也累了，你们房间里就有厕所，去洗漱休息吧。明天早上去菜市场买食材，研究新菜品。陈飞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已经快11点了，今天忙活了这么久，也该休息了。陈爸陈妈只听到了儿子说是菜2个字。儿子，明天是菜，又有新菜品？老2口异口同声问道。他们俩都非常期待儿子明天要做的菜品，自己来的也太巧了吧，正好赶上儿子是菜。对，明天是菜。陈飞点了点头。陈爸陈妈也很期待新菜品，儿子做的菜品肯定很美味。143，亲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了，之前做的鲜美鱼汤和生煎包你们也没尝到，明天我一并给你们做了尝尝。陈飞想到了这事，爸妈就只品尝到了炒饭，其他的美味还没品尝到，明天一并给他们做了，让他们品尝。这实在是太好了，我终于能品尝到儿子做的其他美食了。鲜美鱼汤和生煎包一听就很好吃，那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吧。那当然得早起了，儿子要去买菜，早点去买，菜会更加新鲜。好，那我们6点就起来。陈爸陈妈一听说儿子要做其他菜品给自己品尝，他们俩兴奋的差点睡不着觉。明天儿子研究新菜品，又要制作其他菜品，老2口现在无比期待明天的到来。明天就是一场美食盛宴。陈飞听了，他们俩倒也不必这么早起来，6点钟起来实在是有点太早了。自己江月熙好不容易遇上周末，当然得休息休息，不过明天也不能睡懒觉，早点去菜市场采购食材，下午就可以早点出摊了。陈飞冲爸妈说道。爸妈，明天7点左右起来就行了，6点有点太早了。好，那就7点起来。陈爸陈妈回房间洗漱睡觉去了。江月熙看着陈飞，犹豫了一会问道：陈飞，我明天能不能跟着你们一块去啊？我一个人在家有点无聊，我也想多陪陪叔叔阿姨。陈飞看了一眼这小傻姑娘，她说话小心翼翼的，又很期待自己让她去，他决定逗一逗江月熙。陈飞指着嘴，贱兮兮的说道：亲我一下，就让你去？你……江月熙看着陈飞贱兮兮的小动作，这人怎么这么坏啊？他竟然说让自己亲他一下，自己哪好意思啊？江月熙的小脸不由得又红了起来。他虽然和陈飞是男女朋友，但是他还是不好意思啊。江月熙红着脸，十分害羞的低着头。陈飞看出了这傻姑娘的害羞，他故意凑得很近，贴着小家伙的脸说道：你要是不亲我，那我亲你了哦。江月熙害羞的头低得更下去了。叔叔阿姨还在呢，一会被他们看到就不好了。江月熙小声嘟囔了一句：别。陈飞又往前凑近了些，他继续用着渐渐的声音说道：哼，你明天不想去了吗？江月熙明天想陪着叔叔阿姨，结果没想到陈飞居然这么坏。你坏蛋！陈飞见江月熙不主动，他故意说道：那你明天乖乖在家睡觉吧。江月熙连忙有些慌了，他明天很想跟着一起出去，不就是亲一下吗？这有什么难的？江月熙快速起身，用极快的速度在陈飞的脸上点了一下。陈飞上扬着嘴角，直接用手把这傻姑娘揽在了怀里。他亲错地方了，自己得好好纠正才行。
陈妈有东西落在了客厅，她刚打开门，就看到了这甜蜜的一幕。陈妈连忙捂着嘴偷笑，小两口这么甜蜜恩爱，她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陈飞微微一转身，就看到了偷笑的老妈，她连忙用手示意，让她别出声。老妈用着过来人的眼神看着小两口，她点了点头，退了进去，把房间门关上了。她关门的瞬间，江月熙朝那边瞥了一眼，正好就看到了陈妈捂嘴偷笑的表情。糟了，糟了，被阿姨看到了。江月熙现在更害羞了，都怪陈飞。陈爸看着陈妈鬼鬼祟祟的在门口一直不出去，他往前走了一步，问着：“老婆，还没拿到东西吗？”陈妈连忙以极快的速度转身，用手捂住了陈爸的嘴。他现在可不能说话。嘘！陈妈关了门进去，上扬的嘴角一直没下来过。陈爸好奇地问道：“咋了呀？”他们俩在外面。陈妈用手比划了2下，陈爸立马就懂了，儿子儿媳这么恩爱，当父母的很高兴。陈爸陈妈捂着嘴笑了好一会，陈爸主动问着老婆：“老婆，我觉得儿媳妇怎么样？”“挺好的，很乖巧，而且也很懂事，一看就是贤妻良母。”陈妈经过一天的相处，她更加满意江月熙了。江月熙就是她心目中的贤妻良母，有她和儿子在一块，陈妈很放心。我也觉得儿媳妇很好，不像老李家的儿媳妇，尖酸刻薄，一点都不好相处。陈爸陈妈两人都对儿媳妇很满意。第二天一早，陈妈6点多就起来了，一会7点要去菜市场，所以她早起做早饭。她刚起来没多久，江月熙也起来了。陈妈连忙让这傻姑娘回去睡觉，她现在得多睡会才行。西西，你回去睡觉吧，阿姨熬点小米粥就行了，你多睡会，别累着了。阿姨，我帮你吧。不用不用，你快回去多睡会。江月熙被陈妈给推了回去，她本来想帮忙，结果陈妈不让自己帮忙。江月熙刚走，陈妈看着儿媳妇上楼的身影，高兴地念叨着：“现在愿意这么早起做早饭的女孩子已经不多了，儿媳妇就是好啊。现在还愿意早起做饭的女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就这一点盐，陈妈非常满意儿媳妇。”7点多，4个人吃了早饭，直奔菜市场。陈飞和江月熙十指相扣，他们俩手拉着手。江月熙想到昨晚上的事，还有些害羞，她脸微微有些红，现在就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很快，4个人就到了菜市场。陈飞决定先买50斤鸡爪回去，50斤鸡爪很少，今天先试菜而已。逛了一圈，陈飞发现菜市场有2种鸡爪售卖，一种是新鲜宰下来的鸡爪，这种一般都是老板将整鸡分部分卖，每一个部位的价格都不一样。鸡爪则最贵的，能卖到31斤。这种鸡爪虽然新鲜，但是量少，并不适合陈飞大批量购买。一个菜市场买下来，最多只有30-40斤鸡爪，所以陈飞不能买这种新鲜鸡爪。另外一种鸡爪则是冷冻鸡爪，这种鸡爪一般都是冷冻商进行售卖的。市面上有各种品牌的冷冻鸡爪，144、泡椒凤爪和咸鸭蛋，这种鸡爪品质参差不齐，得好好的挑选一下才。这种鸡爪也有优点，那就是能大量拿货，而且有现货。除了有现货以外，这种鸡爪还比新鲜鸡爪便宜，不冷冻鸡爪一般卖25一斤，如果自己买的多，还可以讲价。陈飞去这附近的卖冷冻品的地方看了一下，市面上卖鸡找的有很多个品牌，大品牌的有4-5个，但是这几个品牌的鸡爪品质都不是很好，个头大小不均匀。陈飞想买品质好一些的鸡爪，最好是肉多一些的。看着儿子一直在挑选鸡爪，陈妈突然想起了自己以前买到过的高品质鸡爪，那个品牌的鸡爪叫什么名字呢？想了想，陈妈终于想起了鸡八公，这个品牌的鸡爪很大。儿子，我记得以前做卤鸡爪都买的是鸡八公的鸡爪，他们家鸡爪很大，而且个头均匀，最关键的是他们家鸡爪全是来源于自己的厂家，品质有保障。听老妈这么说，陈飞决定去看看这个品牌的鸡爪。他刚才逛了一圈，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品牌的鸡爪，只能看能不能找到。那我们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品牌的鸡爪卖。在菜市场又逛了一圈，才在一家2楼一家比较大的冷冻店铺找到了鸡八公这个品牌的鸡爪。老板忙介绍，鸡八公的鸡爪比较贵，卖28一斤，所以很多人都愿意买便宜的。这个鸡爪只有我一家在卖，我拿得多，能不能便宜一些？陈飞边看鸡爪边讲价，如果自己拿得多，老板肯定能便宜一些。拿多少？如果拿得多的话，每斤能便宜个5毛。后面上路了，一次拿货量估计有个好几百斤，所以你还能便宜多少？陈飞直接给老板说了个大单量。他刚刚说完上千斤，他眼睛发光，
继续说道：“如果拿货多的话，那每斤便宜1块，再便宜点，便宜2块。”行，陈飞最终讲价成功，鸡爪每斤26元。卖鸡爪的老板非常高兴，老板还以为这个鸡爪因为太贵所以不好销，结果没想到今天居然来了一个大客户。我拆几包鸡爪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每包的品质都有这么好。可以的，可以的。陈飞随即拆开了几包鸡爪，他仔细挑选了一下，这几包鸡爪的品质都挺好的，每斤26元，也挺划算的。陈飞就决定拿这个品牌的鸡爪，个头均匀，肉多，这样的鸡爪才好卖。我们加个微信吧，后面鸡爪多的话，你包送吗？好，这是我的2维码。2个人互加了个微信，老板可不愿意放过这个大客户，连忙说道：“包送。你那地点远吗？”不远，就在建设路美食街那边，到时候我给你发微信。好，鸡爪包送比较好，不然好几百斤鸡爪，自己拿货也麻烦。我今天先拿50斤鸡爪，后面需要的话，我直接微信联系你。好好好，你给我个地址吧，这50斤鸡爪我帮你送过去。陈飞没想到这鸡爪店铺的老板态度这么好，看来合作到位了，这老板能处，可以长期合作。不用了，这50斤鸡爪我自己拿回去，我还要去买一些别的食材。好嘞，陈飞付了1300，鸡爪先放在这，一会临走的时候再来拿。买完了鸡爪，还要去采购鸭蛋，做咸鸭蛋。鸭蛋的品质的好，陈飞看了一下，市面上的鸭蛋基本上都是2块钱个，鸭蛋个头比鸡蛋大些，所以卖的比鸡蛋贵些。鸡蛋一般1块5左右一个，鸭蛋卖2块，很多鸭蛋都是土鸭蛋，还带着泥和鸭屎。我奶奶卖的土鸭蛋1块钱一个，没想到城里这么贵。江月熙觉得城里的物价好高，鸭蛋居然2块钱一个，比农村的足足翻了1倍，而且城里的鸭蛋质量还没有这么好。真正比较好的鸭蛋，个头比较圆润，这样蛋黄更多，所以江月熙觉得城里的鸭蛋又贵，品质又不好。傻姑娘，城里物价高些当然正常了。陈飞捏了下江月熙的小脸，这小家伙平时节约惯了，所以看不惯花了高价又买不到高品质的东西。听江月熙这么说，陈飞有了想法，如果说以后能找到人，直接收村里的土鸭蛋就好了，这样鸭蛋的成本又节约了1半。不过今天陈飞决定买土鸭蛋，土鸭蛋品质更好，到时候流油更多。陈飞决定先买200个鸡蛋，先尝试着做一批咸鸭蛋。咸鸭蛋不像卤蛋，花费的时间会更多，一般要10天才能成。陈飞还得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时间缩短咸鸭蛋的腌制时间。买了200个鸡蛋，陈飞还买了2个大土坛子，大号的土坛子100块钱一个，腌制咸鸭蛋得用土坛子才行。买好了这些，陈飞叫了2个车才把他们送了回去。还好今天有爸妈跟着出来，不然自己一个人还拿不完，搬了2趟，几个人才把东西全部拿完。出来采购都花了2个多小时。快10点，陈飞拿出了鸡爪，准备做泡椒凤爪。在做鸡爪之前，首先要把鸡爪的指甲给它剪了。几个人拿着剪刀，很快就把鸡爪的指甲剪干净了。剪指甲的时候，还需要把鸡爪上面的死皮之类的全部清理干净。人多速度倒是挺快的，不过以后要是大批量做鸡爪的话，这些细小的步骤得请人干才行，自己一个人可忙不过来。而且鸡爪又很方便销售，到时候肯定要大批量出售。剪好了鸡爪，陈飞把鸡爪清洗干净，接下来需要把鸡爪焯水。把鸡爪放在锅里，加入冷水没过鸡爪，然后在锅里加入葱姜蒜和料酒去腥，用冷水焯水，才能更好的去除鸡爪中的蟹等物资。小火将鸡爪烧开，然后再煮5分钟左右，等鸡爪软爬，就可以把鸡爪弄起来全部清洗干净。这一步很关键，在焯水的时候，鸡爪上面沾染了不少血沫，只有把鸡爪完全清洗干净，吃起来才不会腥。将鸡爪完全清洗干净，接下来开始腌制鸡爪。泡椒凤爪最重要的就是泡椒，陈飞特意在菜市场买了川蜀特产朝天椒，这样的辣椒味道才够劲。做腌制品，调料一定要够，把足量的葱姜蒜辣椒切好，放在鸡爪里，然后加入醋、盐、蚝油、酱油等调味料。除了这些基本调味料以外，还要加入八角等香料粉。加入香料粉，腌制好的鸡爪味道才更好。放入调料，搅拌均匀，泡椒凤爪就腌制好了。用保鲜膜封上，放入冰箱冷藏，腌制5-6个小时才能入味。现在才10点多，等到晚上去摆摊的时候正好入味。搞定了泡椒凤爪，
陈飞紧接着准备泡咸鸭蛋。145，这要当零食，我们也喜欢吃。根据系统所出的秘方，泡咸鸭蛋需要注意3点。第一，在泡咸鸭蛋的时候需要加高度白酒，加高度白酒的咸鸭蛋蛋白质才会加速凝固，咸鸭蛋才会起沙流油。如果不加高度白酒，咸鸭蛋很有可能会坏掉。第二，在咸鸭蛋腌制之上，拿到太阳下面去晒半个多小时，如果太阳大的话，晒半个多小时就行了。如果是春秋季节，则需要把咸鸭蛋晒4到5个小时。第三，咸鸭蛋腌制过程中一定要放在阴凉地方，如果温度太高，鸭蛋很有可能会坏，所以一定要把鸭蛋放在阴凉的地方腌制。在腌制鸭蛋之前，首先要把上面的泥和鸭屎洗干净。200个鸭蛋，几个人很快就洗完了。今天天气很好，把鸭蛋放在外面晒半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腌制。把咸鸭蛋放在土罐子里，然后加入盐水、高度白酒、八角、香味、花椒等调料就行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有很多，一般来说，加醋酸、盐酸主要目的是增加蛋壳通透性，加快盐扩散析出蛋白，令脂肪分离的速度。另外，盐水法会更快，5%盐酸，饱和盐水加3%酒精腌5天，再换10度淡盐水腌5-6天。酷而不酷，蛋黄含油量上升后，盐浓度对熟成影响减小。陈飞决定前5天用高浓度的盐进行腌制，后面5天换成低浓度盐水腌制，这样腌制出来的鸭蛋并不会咸，也会大大节约时间。除了用盐水法以外，还有负压、加温、超声脉冲等方法腌制咸鸭蛋。当然，最快的方法还是加压，25度盐水213兆帕，24小时足矣。陈飞不想搞这么复杂的，直接用盐水法腌制就行了。有系统所出的秘方，陈飞腌制的咸鸭蛋肯定不会太差。腌制好了咸鸭蛋，现在都快12点了，正好可以准备午饭了。儿子，累吗？老妈看着儿子一直在忙活，她柔声问着。不累，过会就能吃午饭了。我帮你。好。有陈爸陈妈的帮忙，陈飞很快就把午饭做好了。他今天给爸妈做了鱼汤和生煎包，刚出锅，陈爸陈妈就馋得不行。儿子，这鱼汤好香甜啊，没有一点鱼腥味，我闻着都不像是鱼汤啊。陈妈闻着空气中的香味，儿子做的鱼汤味道真的很棒，他做的鱼汤香味十足。老婆，你快看儿子煎生煎包，每一个生煎包都能看到里面的内馅，金黄酥脆，看上去实在是太好吃了。陈爸陈妈全程都在看儿子做饭，他们俩化身成为彩虹屁大师，一直在夸奖儿子。今天从早上起来以后，忙活了这么久，他们一会一定要多吃点。儿子做的东西这么美味，他们俩怎么舍得放弃？陈飞还做了炒饭，今天的午餐很简单，就是这些菜。刚坐下，陈爸陈妈就坐不住了，他们俩舀了满满一碗鱼汤品尝了一下。哇塞，这鱼汤未免也太好喝了吧！不仅是鱼汤好喝，鱼肉也超级嫩，而且没有一点骨头，鱼肉吃起来甚至有点不像是鱼肉。生煎包也很好吃，金黄酥脆，每一个都大小均匀，皮薄馅多，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汁水很多。灌汤生煎包可是很讲究厨艺的，但是儿子做的生煎包内馅汁水满满，实在是太好吃了。儿子，我该早点来你这的呀，早点来我就能早点享用美食了。生煎包好好吃啊，我能吃20个，你别吃太多了，不然到时候回家啤酒肚都出来了。儿子做的东西这么好吃，那不然我吃了再减肥吗？陈爸陈妈边夸赞着儿子做的美食，边大口大口享用美食。他们俩知道儿子的小吃摊生意为啥这么好了，鱼汤好喝，生煎包好吃，炒饭美味，儿子小吃摊卖的每一样食物都超级美味，所以他的生意才这么好。如果说自己发现了这么一家实惠的宝藏店铺，那自己肯定也天天去啊。陈爸陈妈现在无比庆幸自己有一厨神儿子。吃完了午饭，陈飞也去睡了小会午觉。今天摆摊的食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就等着一会出摊就行了。下午4点半，陈飞把爸妈和媳妇叫了过来。泡椒凤找好了，我们先尝尝味。陈爸陈妈一听，眼睛都亮了，把保鲜膜掀开，一股浓浓的泡椒味就飘了出来。这股味道闻上去微微有些辛辣，但是却一点都不呛人。仔细闻，泡椒味中还带着一丝甜味。陈爸陈妈和江月熙凑过去看一了一下，每一个鸡爪都非常的大，肉很厚实，上面裹满了汁水，看上去非常好吃。泡椒凤爪在川蜀特别受人喜爱。江月熙以前也吃过泡椒凤爪，陈飞做的凤爪比市面上任何凤爪看上去都要美味，特别是个头，比市面上普通的鸡爪要大不少。
鸡爪上肉这么多，一看就让人嘴馋。江月熙怀了宝宝，很喜欢吃这类零食。小馋猫疯狂咽口水，这家伙嘴馋的不行，尝尝吧。陈飞拿出手套递给了他们，3个人拿了个鸡爪品尝了一下，刚吃到嘴里，一股酸辣开胃的泡椒味涌入了嘴中。这股味道虽然霸道，但是却一点都不刺激。刚吃到的第一口，3个人感觉自己的胃口瞬间被打开了，这股味道实在是太棒了。继续品味，咬了一口鸡爪，鸡爪的肉很厚实，吃起来口感极佳，鸡爪已经完全入味了，每一口都超级满足。鸡爪好好吃，虽然有点辣，但是这辣完全在接受范围之内。鸡爪的肉很多，不像其他品牌的鸡爪全是骨头。陈爸陈妈平时不怎么吃泡椒凤爪这类零食，他们俩的肠胃不像年轻人一样，一旦吃着太辣的东西，他们的肠胃很有可能接受不了。可是儿子做的鸡爪虽然有点辣，但是一点都不烧胃，这股辣只停留在口腔中，吃进去肚子也不会很难受。而且儿子挑选的鸡爪个头很大，肉很厚实，这样的鸡爪吃起来口感极好。就口味和口感而言，陈爸陈妈也对泡椒凤爪这类小吃改观了不少。他们很喜欢吃儿子做的泡椒凤爪。我以前吃的凤爪都很辣，而且肉不多，不像这个鸡爪微微有点辣，吃着很过瘾。江月熙边啃边夸赞，他作为一个凤爪爱好者，现在完全被陈飞做泡椒凤爪征服了。说话间，这小傻姑娘就啃完了一个泡椒凤爪，她舔了舔嘴唇，觉得丝毫不过瘾。嘿嘿，我还想来一个，想吃就吃吧，笨蛋。陈飞浅笑，柔声应着这傻傻姑娘。146，一人1斤限购，根本不够啊。他拿了个泡椒凤爪尝了一下，泡椒味还挺不错的，除了有泡椒味以外，吃起来还有回甜和清香。最关键的是，这辣椒虽然辣，但是却不烧胃，吃多了也不会觉得难受。而且泡椒凤爪是放在冰箱里冷藏过的，冷藏过的凤爪味道更棒，特别是凤爪的肉，冷藏过后肉质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更佳了。就算是现在把凤爪从冰箱里拿出来，口感和味道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自己做的泡椒凤爪的确比外面的好吃数倍，后面自己多做，配料跟着分量进行调试，味道会更好。味道这么好的鸡爪应该卖多少钱1斤呢？1斤鸡爪26元，还要加上调料费，1斤鸡爪的成本在30块钱左右，外面的鸡爪普遍卖38一斤左右。陈飞决定卖50一斤，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做生意嘛，不赚是王八。吃过自己家凤爪的人肯定不会觉得50一斤贵。陈飞问着爸妈，我决定把凤爪卖50一斤，你们觉得如何呢？可以啊，这个价钱一点都不贵，我也同意。儿子做的鸡爪品质这么好，肯定要比市面上那些卖的稍微贵些。3个人一致同意。如此美味的鸡爪，价格一点都不贵，我买了打包袋和电子秤。爸妈，今晚上你们就帮我卖鸡爪吧，等明天过后，我们就可以在家把鸡爪按斤装袋，密封了进行售卖，这样就不用一直守着了。陈飞决定今天先零售出卖，这样还可以在现场听取顾客的意见。不管做什么美食，食客的反馈是最重要的。以后就算是小吃摊做大做强了，也必须以食客为主。陈飞还准备了手套，客人现场就能品尝到鸡爪。儿子你放心，这事就交给我和你爸了。老爸可是有做生意的料，卖鸡爪轻轻松松。陈爸陈妈很兴奋地点头同意，让他们俩去售卖鸡爪。他们当然同意了。搞定了这些，陈飞开着小吃车出摊，很快就到了摊位。爸妈帮忙，几下就把桌子板凳摆好了。江月熙拿出了小黑板，在上面写下了今日售卖菜品。今日售卖扬州炒饭粉38块，新品泡椒凤爪筋50块。写得真棒。陈飞摸了摸小猫头，江月熙的字写得真好，嘻嘻。江月熙甜甜地吐了下小舌头。刚出摊不久，就有不少客人前来光顾。有个男生先看到了小黑板，陈老板今天出新菜品了呀！陈老板今天出新品了呀！泡椒凤爪，我先尝尝味。男生说完，就去买了1斤鸡爪。他看了一下陈老板做的鸡爪，每一个的个头都很大，而且肉非常厚实。陈老板的鸡爪果然和别家的鸡爪完全不一样，品质胜过市面上所有的鸡爪。这男人的话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有新品泡椒凤爪50一斤，稍微有点贵啊。妹妹，一看你就是才光顾陈老板小吃摊，他的东西都不贵的。泡椒凤爪，看电影必备啊。我一会正好要去看电影，买点尝尝。走，陈老板出新品了，
不然一会卖完了。几个人连忙跑了过去买凤爪。江月熙见人多，连忙去帮忙。我去帮叔叔阿姨的忙。陈飞也没慌着去炒饭，他挪步过去，想听听食客的意见。大家先尝尝鸡爪的味道吧，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提哦。陈飞把手套给了面前这几位食客，在他们买凤爪之前，还是想让他们先尝尝。几个食客接过手套，尝了一下凤爪的味道，刚吃了第一口，有个女生直接来了一句：“陈老板，给我来5斤凤爪。”凤爪好好吃啊，开胃爽口，吃起来口感很棒。我会和小姐妹聚会，让她们也尝尝。女生平时就很喜欢吃各种零食，市面上的各种凤爪都吃过，但是陈老板的凤爪完全不一样，味道好极了，51斤完全值得。所以女生决定买5斤回去，她想让姐妹们也尝尝美味的鸡爪。陈飞看着食客的反应，嘴角微微上扬，看来鸡爪的味道还不错。不过今天准备的鸡爪并不多，所以每人限购1斤。他今天是想听食客的反馈，所以要把鸡爪多卖给食客是最好的。陈飞柔声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鸡爪数量有限，所以每人限购1斤。从明天开始，鸡爪就会大分量出售，到时候大家可以买得多些。”听了陈老板说的话，女生觉得有些可惜，这么美味的鸡爪，她本来还想趁着聚会带给姐妹尝尝呢，只可惜今天鸡爪限量啊。那行吧，先给我来1斤，我明天来多买点。女生脸上流露出失落的表情，不过陈老板说了，鸡爪明天会出售的多些，所以她决定明天早点来。旁边几个食客吃了鸡爪以后，他们纷纷好评：好吃，这鸡爪很好吃，有点辣，但是辣味完全能接受。我最开始还以为这鸡爪很辣，没想到味道很不错。我上次买到过只有辣味的鸡爪，一点都不好吃。陈老板的鸡爪吃起来香香的，味道很不错，食客对鸡爪都很喜欢，好评不断。只可惜鸡爪只限购1斤。陈爸陈妈听着大家的好评，他们非常高兴，儿子做的鸡爪大受欢迎，成就感满满。几个食客3两下就啃完了1只鸡爪，他们意犹未尽，全都开始购买鸡爪。只可惜每人限购1斤，快买快买！现在好多食客都不知道陈老板的小吃摊出新品了，我们先到，买了再说，不然一会就没了。我要1斤鸡爪。我也是。陈爸陈妈连忙给大家打包装袋，他们俩乐呵的不行，两个人都非常高兴。他们俩的动作很快，一个人夹鸡爪，一个人称重，两个人干活都很利。陈飞看着大家对鸡爪都很满意，他也很开心。有爸妈在卖鸡爪，他就去炒饭了。今天客人挺多的，前面几个客人买了鸡爪以后，就去买炒饭了。陆陆续续也有不少客人前来小吃摊，很多客人都注意到了陈老板今天有新品出售。陈老板有新品，走走走，我们去买泡椒凤爪，这不是小吃吗？小吃摊不卖小吃卖啥呀？51斤，稍微有点贵哎。贵个屁啊！陈老板的手艺直接无价，好几个人客人都买了鸡爪尝味。陈老板出新品，食客非常期待味道，买了鸡爪只尝了1个，食客全都表示：陈老板，这么好吃的鸡爪，为啥要限购啊？如此美味的鸡爪，他们还想多买点呢。陈妈只能安慰食客们，让大家明天再来买凤爪。陈爸陈妈虽然很忙，但是却很高兴。147，大哥，你就是我的神！今天是周六，今天小吃街的人流量很大，隔壁也有2家卖鸡爪的，他们2家的鸡爪口味多，生意还不错。今天好多食客看到陈老板小吃摊在卖鸡爪，他们连忙过去买。陈老板有新品，自己哪能错过啊？旁边的鸡爪卖38一斤，陈老板的鸡爪有点贵啊，我们去买了尝尝呗。陈老板的鸡爪味道肯定不错，51斤又咋了？陈老板值得。几个鸡爪爱好者看着陈老板的小吃摊有新品鸡爪出售，他们也不光顾之前买过的店铺了，直奔陈老板的小吃摊。2位卖鸡爪的老板发现自己今天的生意明显没这么好了，他们打探了一下，这才发现原来是陈老板今天有新品鸡爪出售。陈老板居然卖鸡爪了，那他们2家怎么比得过呀？好多食客都非常相信陈老板的手艺，他们一来直接好几斤好几斤的买。老板，5斤鸡爪，不好意思，今天鸡爪限购，每人只能购买1斤哦。啊，那行吧，我买1斤，给我也来1斤。很快50斤鸡爪就只剩下不到20斤了，好几个品尝了鸡爪的食客纷纷跑过来预定。陈老板，能不能用真空包装之类的呀？这样我就能快递给我女朋友尝尝鸡爪了。我也想快递。陈老板的其他美食不能快递，
但是鸡爪可以啊，鸡爪好好吃，我还想买一些回去保存着，这样就能随吃随拿了。陈老板，我预订10斤鸡爪可以吗？不然我明天卖完了。好多顾客都想预订鸡爪，鸡爪是方便快递，他们也想给寝室朋友尝一尝。陈飞一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不好意思，鸡爪暂时不接受预订，明天鸡爪就可以密封袋带走了。明天最起码会上200斤鸡爪，我尽量保证每一个食客都能买到。听陈老板这么一说，食客们放心了不少。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唉，要是炒饭也能密封带走就好了，这样我出差也能吃上陈老板的美食。我巴不得把陈老板揣兜里带走，这样我就能每天吃到美食了。哈哈，你们未免也太夸张了吧？其实我也想，我打电话问一下在大学的弟弟，看看他想不想吃鸡爪，我给他快递几斤过去。我家也有个馋货，他应该挺喜欢陈老板的鸡爪，好多人都想把鸡爪快递。陈飞也听到了食客的诉求，从明天开始，他要改善包装，这样食客方便携带也方便包装，而且鸡爪也很好卖。如果知名度打出去了，到时候鸡爪的盈利可是非常可观的。来了陈老板的小吃摊的食客，他们基本上都会买一份炒饭和鸡爪，趁热把香喷喷的炒饭吃了，然后再享用鸡爪。呼，这日子简直不要太享受啊！好多食客发现炒饭配鸡爪简直绝配啊！大家对鸡爪的评论都极好，这种日常饭后小吃大家都很喜欢吃。旁边2个卖鸡爪的老板也买了鸡爪品尝，他们倒想看看陈老板卖的鸡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刚拿到鸡爪，他们就知道为啥不一样了。陈老板的每一个鸡爪都很大，而且肉很多，每一个鸡爪都没有坏的。从食材上，陈老板的鸡爪就秒杀了自己家做的。他们尝了一下味道，鸡爪咸淡适中，吃起来一点也不辛辣，吃进去味道很合适，辣的比较柔和。鸡爪要做到这样，才能让食客欲罢不能，越吃越想吃。陈老板的鸡爪就做到了这点，这样的鸡爪吃着吃着，让人停不下来，而且会上瘾。这样的鸡爪才会让食客流连忘返。陈老板的鸡爪的确比自己做的好吃数倍。2个老板还研究了一下，他们想看看陈老板的鸡爪里有没有加入什么特殊的香料之类的，结果并没有发现。陈老板的秘密要是这么容易就被发现了，那他的生意还怎么做啊？2个老板也不死心，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鸡爪，肯定能研究出一些门道。要是能模仿陈老板的口味和味道，说不定他们的生意还能更好些。他们俩要细细品尝这1斤鸡爪，要努力尝出这里面到底有啥秘密。有好几个买了陈老板鸡爪的食客，吃了几个鸡爪以后完全不过瘾。可是陈老板这限购，他们又买不到他家的鸡爪，现在就只能去买别家的。买了别家的鸡爪尝了一下，他们一下就尝出了这里面的差异。陈老板的鸡爪，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味道上都极好。这鸡爪卖51斤，一点都不贵。陈飞新品是泡椒凤爪，这2家店老板的声音或多或少的受了影响，他们也不是一成不变。2位老板决定改变，他们明天的鸡爪个头一定要大。陈飞出了新品，小吃街其他老板第一个前去品尝，他们总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出摊不到半个小时，陈飞的鸡爪就卖完了，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食客都没有买到鸡爪啊！鸡爪这么快就没了？陈老板，我连鸡爪的影子都没看到，这才多久啊？鸡爪居然就卖完了，速度未免太快了些吧？后面的食客没赶上今天的新菜品，纷纷觉得可陈老板的鸡爪未免也太少了吧？陈妈只能一个劲的安慰食客，说让他们明天早点来，买不到鸡爪，他们只能前去买炒饭。有2个大哥特别好心，他们俩把自己的鸡爪分给了其他食客，让他们一人尝一个，也尝尝美味的鸡爪。在嘴馋的时候，有大哥愿意奉献出自己的鸡爪，他此刻就是大家的神。谢谢大哥，你就是我的神。大哥，明天我买到了鸡爪，也和你分享。哈哈，大哥，你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馋的。不几个互不相识的食客坐在了一块分享小吃，他们边啃鸡爪边唠嗑。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此刻大家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好友一样，嘻嘻笑笑。大家此刻非常放松。148，明天加大量，卖3000斤。陈老板，考不考虑卖啤酒啊？鸡爪这么好吃，就得就着啤酒吃。一个豪爽的大哥吼了一嗓子，周围几个大哥全都响应。就是，陈老板，整点啤酒来卖卖呗。同意，现在就适合喝啤酒。每次来陈老板这我就想喝点小酒。这位大哥说出我的心声了。好几个大哥都想坐在陈老板的小吃摊举杯畅饮。陈老板的小吃摊接地气，也很令人放松。他们每次在陈老板这
都觉得自己找到了生活的意义。陈飞听着几个大哥豪爽地说着，他应了一声：“哥几个，小吃摊不卖啤酒。”几个大哥觉得很可惜，他们不过也没想着去旁边的小卖部买啤酒来陈老板这喝，毕竟如果买啤酒来这喝，很有可能影响陈老板的生意。他们又不是傻的，肯定不会选择影响陈老板的生意。有了两个大哥慷慨分享鸡爪，旁边好多食客都品尝到了陈老板的新菜品。这鸡爪真好吃啊！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就只吃到了一个。如果说他们能多吃到几个鸡爪就更好了。今天的鸡爪卖得空空如也，最后一位食客甚至把剩的汤都给打包带走了。他是川蜀的，看着剩下的汤汁馋得不行，就连汤汁都不想放过。他想打包回去明早上下面条。川蜀人对一个菜最好的评价就是留着明天早上下面条。江月熙听这位食客说如此熟悉的话，他很高兴。看来这位老乡是真的非常认可陈飞做的鸡爪。看着面前空空如也的盆子，江月熙不禁舔了舔嘴唇。今天的鸡爪好好吃啊，他还没吃够呢。不过没关系，等明天陈飞做了，自己可以多吃一些。鸡爪今天大卖，明天多做一些，倒是肯定也卖得很好。巴叔，我们到时候回去了可以打包鸡爪带回去，这样就能带给亲戚朋友他们尝尝味道了。巴叔，陈妈高兴的不行，鸡爪很好带回去，她想着自己可以带一些回去给亲戚他们尝尝味道。吃了鸡爪，他们就知道儿子的手艺到底有多棒。老婆，你怎么这么聪明？我都没想到这点。陈爸使劲的点了点头。老婆说的果然不错，鸡爪方便携带，的确可以带回去给亲戚朋友品尝。啥？那桌客人走了，快去擦桌子。得嘞，小陈子马上就去。陈爸油嘴滑舌的弯腰作揖，他像个小太监一样作揖以后，屁颠屁颠擦桌子去。陈妈被老公逗笑了，她看着老公，笑得合不拢嘴。江月熙在旁边看着叔叔阿姨如此恩爱，她不禁想到了自己和陈飞几十年后的生活。她和陈飞或许也会这么浪漫吧。倒是宝宝长大了，两个人过着属于自己的二人世界，肯定会很幸福。江月熙不知不觉都开始幻想以后的生活了。有陈飞在身边，他对未来非常有信心。到时候老了，两个人白发苍苍，互相挽着出门，这样的场景也非常浪漫。10点多，陈飞收摊回去了。今天出摊早，营业额13万。现在小吃摊营业越多越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刚回去，陈飞就决定和爸妈商量一下鸡爪大批量出售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爸妈在这里，正好可以让他们帮忙。爸妈，我明天决定做3000斤鸡爪进行售卖，鸡爪数量有点多，到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招聘几个人来帮忙，明天也需要你们全程忙活。陈妈一听，3000斤鸡爪，好多呀！她倒不是怕儿子卖不出去，她是担心忙不过来。3000斤，儿子会不会有点太多了？不多不多，反正我们明天也没事，正好可以在家处理鸡爪。陈爸则觉得不多，今天鸡爪这么受欢迎，明天就算是卖3000斤，估计也不够卖。你们不用担心，菜市场外面有很多做家政的阿姨，到时候我去聘请他们过来跟着一起处理鸡爪，这样就会很快了。到时候我去买个大的高压锅用来煮鸡爪，每一锅鸡爪煮不了多久，煮了以后清洗干净放调料泡着就行了。3000斤鸡爪太多了，不能放冰箱里，到时候我放一些冰块在里面，效果也是一样的。我明天就聘请附近的阿姨，他们早上来清洗完鸡爪，下午跟着一起打包密封就行了。陈飞已经想到了这些事，明天聘请先2个阿姨来家里帮忙，他一会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店铺，自己租一个，这样后面的鸡爪就可以在店铺里制作了。陈飞决定把鸡爪卖出名，最好是能做成品牌。好啊，儿子，明天先在家里制作，到时候租个店子就可以去店铺忙活了。陈妈也同意儿子的想法，反正家里的小院地方宽敞，如果在小院里忙活的话，完全忙活得过来。那我给鸡爪供应商发消息，让他明天给我送鸡爪。这件事就得辛苦爸妈了。陈飞决定太辛苦爸妈了。说啥呢，儿子？就是爸，反正没事，闲着也是闲着。陈飞之所以明天要在家里尝试一下做鸡爪，也是想看一下人工的效率和速度。他后面想把鸡爪做成品牌，每天销售数量肯定多。他还在想自己要不要找合作商之类的。他决定明天先卖3000斤，再考虑这些事，就当是试错了。陈飞给鸡爪供应商的老板发了个消息，他没想到这位大顾客竟然要买3000斤鸡爪。3000斤，好多啊！他乐滋滋的不行。明天一早他就会给陈老板送过来。陈飞给他强调了品质，
如果这3000斤鸡爪中品质层次有别，因为自己买的多，老板就忽悠自己，那到时候自己就不会在他家购买鸡爪了。老板也知道这位大顾客的要求，在送货之前，他肯定会严格检查鸡爪品质的。陈老板这个大顾客，他打死都不能放跑了。陈飞拿 app 看了一下附近的门店，美食街的地段很好，门面都很贵，1个月2到3万。陈飞觉得自己不一定非要选择门面，他可以选择一些其他店铺，只要离美食街近就行了。毕竟每天好几千斤鸡爪，运输比较困难，所以距离一定要近。陈飞看了一下附近的门面，没有什么适合的，他干脆就直接放弃了门面。他突然想起这附近有很多老别墅空着，别墅有很多好处，那就是厨房大，空间大，而且房租也便宜。如果自己租一套房子来制作鸡爪的话，会比租一个门面要划算多了。所以陈飞连忙看了一下自己旁边的小别墅，左边的别墅正好在出租。他连忙在 app 上找到了房东的信息，现在也不是很晚，他决定给房东发个微信，看看能不能尽快签约，把电话号码复制到添加好友那一栏。陈飞点击搜索，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这位好友。操！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饰品店的老板卓欣卓大姐，旁边这栋别墅该不会也是他的吧？149，原来你是个包租婆。陈飞有些意外，找到的卓欣的微信，给他发了个消息：陈飞，老板娘，旁边23那栋别墅也是你的吗？卓欣见陈老板给自己发消息，他直接秒回：卓欣，对啊。陈老板，怎么了？有人想租吗？陈飞扶额，这美女老板娘果然是个包租婆。陈飞，你房子还真多，佩服 JPG。卓欣，这算啥呀？我在龙雅小区还有3套房子，全都是海景房。如果陈老板需要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陈飞，自己可不是来听你炫富的。陈飞微微有些羡慕卓大包租婆，明明这么富有，还自己看的小店，闲的呀。陈飞，我想把隔壁也租了，隔壁和这套的布局是不是一样的？一听说陈老板还要租一套房子，卓欣八卦的来了一句：卓欣，陈老板租来干啥呀？陈飞正给他打字说自己租来干啥，他提问的消息就发过来了：陈飞，租来做鸡爪。卓欣，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卓欣，隔壁厨房比这边大些，正好够陈老板做鸡爪。卓欣，如果陈老板要租的话，直接和这套一个价就行了。陈飞看着卓欣连续发来的几条消息，很满意。房子就在隔壁，而且厨房还比这套大些，最重要的是租金便宜，这简直就是完美房屋啊！自己直接租隔壁的房子就行了，到时候每天也很方便。那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大型厨具，自己明天去采购一些就好了。别墅还是双层的，自己后面泡了咸鸭蛋也可以放在里面。陈飞，隔壁平时使用的多，所以房租里的家具损坏应该大些。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可以给一笔家具补偿费。陈飞考虑到自己会聘请员工到隔壁，人一多，他们就不会这么爱护房屋，房子里的家具那些应该挺贵的，所以陈飞决定给卓欣家具补偿费。卓欣，你陈老板，你完全不用客气，那些家具都是好几年前的了，如果用坏了，到时候我自己重新换一套就行了。卓欣手里有钱，可不会计较这些，不过就是一套家具而已，自己到时候虽然换掉就行了。卓欣，隔壁也是很多年没人住了，如果你要用的话，还是找人打扫一下。陈飞，好，到时候我联系保洁就行了。陈飞，我明天过去找你一趟吧，把合同签了，房租转你，现在这套房租也得交。卓欣，好嘞，还是我明天来找你吧。陈飞，都行。和卓欣说好了租房子的事情，陈飞立马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婆。嘻嘻，我联系了卓大姐，决定租旁边那套别墅，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去那边做鸡爪了。江月熙也很惊讶，隔壁那套别墅也是卓大姐的啊？隔壁也是卓大姐的？是她的。儿子，租个别墅做鸡爪呀，这成本会不会太高了？陈妈一听儿子租别墅做鸡爪，她瞬间就感觉成本好高，毕竟别墅的租金可不便宜。妈，美食街附近的店铺租金基本上要2、3万，这套别墅1个月租金才不到1万1个月，空间很大，操作方便，比租门面划算多了。陈飞给老爸老妈解释着，他们以为租旁边的那套别墅很贵，其实租金挺便宜的。原来这样啊，那的确挺划算的。那明天我们是不是就能去隔壁做鸡爪了？3000斤鸡爪在家里做不太方便，我也怕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到时候住着也不舒服。可以去那边。陈飞点了点头，明天就可以去那边做鸡爪。
明天要买的东西挺多的。陈飞拿出备忘录列了个清单。陈飞还要去挑选质量上等的食品级塑封袋，3000斤鸡爪，塑封袋的量也挺大的。除了这些以外，3000斤鸡爪的调料也挺多的，比如葱姜蒜泡椒之类的，这些调料必须得够，鸡爪的味道才够好。所以购买这些食材还有些麻烦。陈飞一边想，一边把明天需要的食材列了个清单。他看着长长的清单，有些头疼。买东西不是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搬东西了。小吃车虽然能装一些东西，但是容量毕竟有限，看来自己得买一辆车了。陈飞很早就有买车的想法了，自己平时去采购，用车的机会还挺多的。小电驴现在明显不够用了，而且江月熙后面肚子大了，要去医院检查之类的，也要有车才方便。他决定去买个空间大的 SUV， 这样后面利用率高很多。有了想法，陈飞决定这几天就去看车。列好了清单，陈飞就去洗澡睡觉了。明天还有不少事要忙活，得早起才行呢。陈爸陈妈今天虽然有些小累，但是睡得很踏实，能和儿子在一起，能帮帮忙，他们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陈飞很早就起了。早上7点多，3000斤鸡爪就送来了。刚把鸡爪下了货，卓鑫就过来和自己签了合同。陈飞直接租了1年，以后鸡爪都可以在这套别墅里面做。签好合同，陈飞去附近的一个家政点找了几个阿姨过来帮忙。这些阿姨都是附近的人，他们还以为这位客人是需要打扫别墅，结果没想到这位客人是让他们帮忙处理鸡爪。处理鸡爪当然很轻松，他们巴不得能遇上这样的工作。陈飞今天先给他们按时计算，1个小时40，干多少活给多少工钱。他请了5个阿姨，再加上自己的爸妈，一共7个人。这3000斤鸡爪应该不用太久就能处理干净。把这几位阿姨叫来，陈飞今天决定先看看他们干活如何，如果干活利落的话，就可以聘请为长期工。但是首先有一点，他必须得给阿姨们强调清楚。陈飞把几个阿姨叫到了一块，给他们说着注意事项。各位阿姨，如果大家在这干得好的话，我后面可以长期聘请大家，每个月的工资4000。一听到4000，几位阿姨的眼睛都亮了。他们不是包月的家政服务人员，所以每天都需要出来找活，生意好不好那就不一定了。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并不稳定。这位帅哥居然要开4000一个月，几个阿姨当然想留下来长期干了。150，小宝宝们4个月了。我先问一下大家，是否有健康证？在让他们正式干活之前，陈飞得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健康证。如果有传染疾病的，自己是绝对不会聘请的。有，我也有，我们的健康证每个月都会去办理。几位阿姨都有健康证。现在家政行业管理挺严格的，就算是零散的阿姨也必须要有健康证。那好，我给大家强调一下工作注意事项。第一点，在工作的时候，大家必须全程戴口罩、戴帽子、戴手套。我们做的是食品，卫生一定要保证安全。这2位头发长的阿姨，头发也一定要绑好。第二点，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鸡爪，包括前期绞指甲、清洗鸡爪和后期焯水以后清理鸡爪。这些工作内容都很简单，但是需要各位阿姨小心仔细，每一个鸡爪都清理干净。陈飞给阿姨们强调了这2点。第一，卫生。做食品，卫生当然很重要了。如果被他发现阿姨注意不到这点，立马辞退。第二，做事仔细，清理鸡爪这些事都不累，更需要阿姨们认真做事。阿姨们听了连连点头，这么轻松的话，他们当然要好好做了。爸妈看着陈飞这么认真的给阿姨们说事，他们俩表示，儿子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不少，做事雷厉风行，小吃摊后面肯定能经营得很好。陈飞把爸妈叫了过来，他小声说道，爸妈，这几位阿姨你们多观察观察，如果有不爱干净、做事不利落的，给我说就行了，我一会去弄泡椒凤爪的调料，你们也跟着过来学。陈爸陈妈听了儿子说的话，连连点头。给爸妈交代完之后，他们俩就去帮忙处理鸡爪了。陈飞搞定了这些，这才去菜市场买菜。今天也是主营炒饭和鸡爪，这样效率和速度快很多。江月熙今天早上本来也想陪着自己出来采购，陈飞可没让这傻姑娘跟着出来，她乖乖在家休息就行了。陈飞算了一下时间，宝宝后天满4个月，也该去医院产检了。后面周2早上正好没课，可以带老婆去产检。采购完今天摆摊要用的食材，陈飞去超市选了一下食品级塑封袋，有些专用的塑封袋还需要塑封机，这样的塑封袋保密性很强。陈飞觉得这样的塑封袋很合适，所以就买了2台塑封机回去。塑封袋的用量则大得多，陈飞直接买了1万个回去。后面鸡爪上到了，
一天鸡爪的销售量都要在5000斤以上，所以塑封袋用量很大。买好了这些，陈飞回去的时候都快12点了。他刚到家，江月熙这傻姑娘就做好了午饭。叔叔阿姨在忙，他们又不让自己帮忙，大家都在忙，江月熙也不想闲着，于是很快就把午饭做好了。陈飞进厨房，从江月熙的背后伸手把这傻姑娘搂在了怀里。刚伸出手，江月熙稍微有些惊讶，都不用侧身，他就知道是陈飞回来了。他俏皮的来了一句：“呀，你回来了呀？”“陈飞轻声在老婆耳边说道。“累吗？”“不累。”江月熙笑盈盈的摇了摇头，他一点都不累。陈飞捏了下媳妇肉嘟嘟的小脸，趁江月熙不注意，陈飞连忙在她的耳尖上亲了一下。江月熙的身上瞬间感觉像有电流涌过，她紧张和不好意思。陈飞瞥了一眼傻姑娘的耳根，哦哟，又红了。江月熙羞涩的娇嗔道：“你别闹，我做饭呢。”江月熙害羞的别过了脸，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继续做饭。陈飞坏坏的扬起了嘴角，每天逗逗自己的媳妇，还挺有意思的。和老婆腻歪了一会，陈飞就去隔壁看鸡爪的进展如何了。他刚进屋，老爸老妈很高兴的给儿子说着：“儿子，鸡爪已经清洗好了，现在开始煮着了。我和你爸严格掐着时间煮鸡爪，美国鸡爪刚好煮了4分半。”陈飞买了2个超级大的高压锅来煮鸡爪，高压锅快很多，几分钟就能把鸡爪煮熟。爸妈你们用高压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和你爸知道，也提醒了阿姨，用高压锅的时候都很小心。我看看后面需不需要买一个大锅回来，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去采购。陈飞还是觉得大锅方便些，到时候去采购个大锅回来，一上午就把3000斤鸡爪处理好了，这速度还是挺快的。如果后面习惯了，应该还能更快些。现在就等着鸡爪煮熟洗干净就可以了。趁这个时间，陈飞正好去准备泡椒凤爪的调料。3000份凤爪需要的调料不少，他怕自己对调料把控不好，所以他直接按照系统给出的调料比例来调试就行了。系统里有很清楚的调料配比，就算是1斤鸡爪，或者是1万斤鸡爪，都直接用系统所出的配比来腌制就行了。系统清单里面，盐多少克，泡椒多少克，味精等多少克，都写得一清二楚。陈飞和爸妈关了门，在厨房里做泡椒凤爪的调料，这可是商业机密，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偷了去。有爸妈的帮忙，10几分钟后，3000斤泡椒凤爪的调料就搞定了。陈飞今天还买了不少冰块回来，到时候直接把鸡爪放在冰水里腌制就行了。他弄完调料，鸡爪也煮好清洗干净了，等鸡爪微微凉透，直接把鸡爪放在冰水里腌制着就搞定了。搞定了这些，静等鸡爪腌制完成就行了。阿姨，今天上午的工作完成了，一会4点左右开始打包鸡爪，你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也可以一会3点多再来。陈飞给阿姨交代着事情，3000斤鸡爪得要好几个人打包才行。几个阿姨决定回去吃个饭，一会又来，反正是计时的，他们也不亏。把鸡爪泡着，陈飞就和爸妈吃午饭去了。餐桌上，几个人闲聊着：“爸妈，后天西西要去医院产检，你们要陪着一块去吗？”陈飞的话还没说完，陈爸陈妈就非常激动的来了一句：“要啊，当然要了，产检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想看看3个孙孙。”陈爸陈妈很兴奋，他们要跟着儿媳妇一起去看孙孙。151，有了儿媳妇，忘了老公。一听说叔叔阿姨也愿意陪着自己，江月熙感觉很幸福，被这么多人爱，真的好幸福。好啊，我先预约，后天直接去就行了。陈飞把手机拿了出来，预约了妇幼保健院的医生，预约成功，后天直接去产检就行了。江月熙伸手摸了摸小肚肚，她自己也非常期待产检，每一次产检，她都能和小朋友见面，她别提有多高兴了。等西西产检完，我们就该回去了，我就只请了1周的假，要是再不回去，就会被辞退了。陈爸有些伤感的说道，他也想陪着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他就只请了1周的假。陈妈在一旁搓着小手，她有些小九九，她还想多陪陪儿子儿媳妇，所以并不想这么早回去。儿媳妇怀孕了，没有自己的照顾，她平时肯定很辛苦。但是陈爸和陈妈结婚以来，2个人的感情很好，平时也没怎么分开过。陈妈考虑到老公，她又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犹豫了一会，陈妈小声的开口：“老公啊，要不你先回去，我晚几天再回来吧。”陈爸一听，嘴巴直接张大，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用着错愕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陈妈，眼神中仿佛在说：“老婆，你这就把我抛弃了？”陈爸惊得差点筷子都掉了，
他连忙放下了筷子，把头往陈妈肩膀上贴，用着老粗狂的声音撒娇道：“老婆，你真的舍得抛下我啊？我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好可怜啊！”陈飞听着老爸撒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靠，他好恶心啊！我快受不了了，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陈飞忍不住抖了2下，他鸡皮疙瘩直接起了一身。江月熙在一旁看着叔叔阿姨这么甜蜜，他止不住在一旁偷笑。叔叔阿姨实在是太甜蜜了，不过叔叔说的话听起来稍稍有点别扭。陈妈哪想到老公会当着儿子儿媳妇的面作妖啊，她连忙伸手从桌子下面使劲地掐了一下陈爸的大腿。这老家伙正经点，痛痛痛！陈爸痛得直叫唤，不过他也没叫唤得太大声，不然丢面。你好好说话。陈妈压着声音说道。哦。陈爸小声地哦了一句。陈飞在一旁偷笑，老爸不愧是老婆奴啊。他偷偷地向老爸竖起了小拇指，以示嘲讽。陈爸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老婆嘲讽了，他脸上挂不住，白了这小子一眼说道：去，小子以后也这样，这小子以后肯定也是个老婆奴，现在还嘲讽自己。陈爸已经预见到儿子的未来了。陈飞十分得意地放下了嘲讽的小拇指，嘲讽完之后说道：爸，如果说后面小吃摊生意太好，让你辞职来帮忙愿意吗？陈飞之前就有这个想法，老妈已经退休了，老爸则还有几年，他们俩是姐弟恋，相差还挺多的，所以老妈退休的比较早。老妈年轻的时候是个御姐，她又有才又有颜值，老爸这个小鲜肉追了她很久才追到。用老妈的话说，要不是看陈爸年轻有腹肌，自己才不会同意嫁给他。结了婚的2个人一直相濡以沫，很恩爱，所以陈爸才不舍得陈妈离开自己。谁又不是老婆的小宝宝呢？陈飞还是希望爸妈能在一块。后面小吃摊生意做好了，陈飞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所以想要爸妈来帮忙，辞职帮忙啊。陈爸有些担心，他怕自己做不好，自己给儿子拖后腿就不好了。陈妈其实也有些犹豫，她和陈爸考虑的一样，他们俩也没创过业，生怕哪个环节做错了，给儿子拖后腿。陈飞看出了爸妈的担忧，他们俩安稳了一辈子，现在让他们跟着自己创业，的确会有些惶恐。爸妈，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要不这2天再帮帮忙，我再带带你们。如果你们实在是不愿意的话，就算了。陈飞也不想强迫老2口，他们忙碌了一辈子，如果想休息休息，那也是应该的。我们多做做，如果能力没问题的话，我就辞职。陈爸听儿子这么说，他就有信心了，自己趁着这几天多做做，看看自己能不能上手。如果不会给儿子拖后腿，那他就愿意辞职。你们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觉得累了，可以休息休息的。陈飞其实还有些愧对父母，他们俩来玩这么几天，结果还要一直忙活。他决定后天不出摊，早上和江月熙去产检，产检完就带父母去逛逛，正好可以带他们去买点东西。这2天的确有点忙，等鸡爪上到了，自己就会轻松很多了。儿子，你不用担心，我们俩不累，我们就在旁边打打下手而已。你每天出摊这么辛苦，我们看着都心疼。陈爸陈妈一点都不觉得累，他们觉得自己能帮儿子的忙，他们就很开心。吃完了午饭，几个人就去午休了，睡了会午觉。陈飞起来去看鸡爪泡得如何了，汤汁比较多，鸡爪没泡多久就能入味，等到4点左右，鸡爪就可以装袋了。陈飞确认鸡爪没问题以后，他就去准备今晚上炒饭的食材了。3点50，阿姨全都来了，鸡爪正好泡入味了，几个人装袋塑封就可以了。陈飞决定将鸡爪分1斤装、3斤装和5斤装，每一袋鸡爪里面都要放汤料，这样的鸡爪才好吃。几个人分工合作，1个多小时，3000斤鸡爪全塑封完成了。刚把鸡爪塑封完，几位阿姨看着塑封好的鸡爪，他们也想买几袋尝尝。老板，鸡爪多少钱1斤啊？我也想买几袋带回去尝尝。你们要的话，员工价45一斤吧。陈飞给几位阿姨说着，刚刚在塑封鸡爪的时候，几个阿姨口水直流。老板做的鸡爪好香啊，他们全都想尝尝味。老板，我拿1斤鸡爪，我要3斤的，我直接拿10斤吧。家里好几个孙子，正好可以给他们尝尝味道。其中一位阿姨直接要了10斤鸡爪，陈飞感觉她应该是本地的阿姨，很有钱那种，看她这样就不像是本地人，她会出来做家政，应该也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几个阿姨直接买了15斤鸡爪走，还没出摊呢，鸡爪就开始出售了。陈飞给几个阿姨结了今天的工钱，
他问了一下几位阿姨，都有长期做的想法。陈飞和他们说了，明天直接可以过来签合同。这几位阿姨手脚麻利，也很爱干净。陈飞愿意招聘这样的员工，几位阿姨也同意。他们明天早上来签合同，明天就可以直接入职了。搞定了这些，陈飞把鸡爪放在了小吃车上出摊。小吃车的空间很大，能装3000斤鸡爪。如果鸡爪太多了，那就不行了。陈飞支了张小桌子，把塑封好的鸡爪摆在了上面，剩下的鸡爪放在小吃车里，等爸妈边卖边拿，爸妈在一旁补货就行了。刚刚出摊，摊位上就等了不少人，152卖爆了，海外学子给馋哭了。陈老板来了，快，买鸡爪！今天陈老板说鸡爪分量会多些，不然我怕被卖完了。我昨天没吃到鸡爪，今天早早的就来等着了。陈老板有新品，居然不早点通知，我要是不看群里，我都不知道。我以后要把陈老板的群给置顶，不能错过任何消息。好多顾客都在摊位上等着了，他们就等着买鸡爪。刚把鸡爪摆上，这些顾客全都围了过来。刚围上，有个热情的大哥在前面主动扬了扬手，让客人排好队。来，大家排队，别给陈老板造成麻烦。对付，大家快站好。陈爸陈妈看着客人如有素质，他们俩很高兴。陈飞小吃摊的食客都非常有素质，就算是没买到美食，他们也不会抱怨之类的。陈妈冲后面排队的顾客说道：今天有3000斤鸡爪，每个人都能买到。今天的鸡爪有1斤重、3斤重和5斤重，大家可以根本需要自行进行购买。听了陈妈的话，大家都没放心了。3000斤鸡爪，总有1斤是自己的吧？于是食客纷纷开始购买鸡爪。我要2袋3斤的鸡爪，我要2斤鸡爪，我先买1斤尝尝味道。我要3斤鸡爪。昨天品尝到鸡爪的食客，一般都是好几斤的买，没有品尝到的食客，很多人都是选择先买1斤尝尝味道。毕竟51斤的鸡爪的确有点贵，如果味道不好吃，那不就亏大发了吗？很多人品尝到今天的鸡爪以后，他们就后悔自己刚才的想法了。谁都不可以质疑陈老板的厨艺，已经塑封好的鸡爪很好卖，客人拿鸡爪走人也不用等，所以卖鸡爪的速度很快。陈爸和陈妈也不累，就收钱，补货就行了。鸡爪爆卖，基本上每一个客人都想买些鸡爪回去。一位妈妈正在给儿子开视频，她现场来到小吃街给儿子采购吃的，快递到海外。儿子，你喜欢吃的那家小鱼仔我已经给你买了，小吃街有几家卖泡脚凤爪的，你想不想尝尝？妈妈边聊天边闲逛。儿子选在海外，很早就想回家了，他现在因为学业原因还回不来，所以就只能经常和妈妈开视频，看一下自己熟悉的家乡。好啊，海外没有人吃鸡爪，泡椒凤爪可以放很久。妈妈，你给我快递一些寄过来吗？我还有一些国内的朋友，他们也馋家里的东西了，你多帮我买几斤，我让他们也尝尝。选在海外的学子特别想品尝家乡美食，特别是在外面1-2年的学生，他们长期吃汉堡、炸鸡之类的东西，人都快吃吐了。要是能来一点国内美食，他们说不定能当场哭出来。泡椒凤爪这类零食在海外也很难购买，所以这位留学生一听说泡椒凤爪，他就馋得不行。我记得就在这附近有泡椒凤爪卖。这就有一家。留学生的妈妈没走2步，就找到了一家卖鸡爪的，但是这家生意不太好。他刚到这家店铺，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讨论。我听说陈老板的小吃摊出新品了，卖泡椒凤爪，我们去尝尝呗。可以啊，陈老板的厨艺这么好，我要吃10斤鸡爪。留学生的妈妈听着别人的讨论，她抬头往远处看了过去，有一家小吃摊的生意。好啊，这位妈妈边走边把摄像头转了过去。远在海外的留学生也看到了这家生意很火爆的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的生意这么好，卖啥的哦？留学生妈妈走了过去，她看了一下生意爆火的小吃摊，原来是卖炒饭鸡爪的，泡椒凤爪。她正好想给儿子快递过去，这家生意这么好，她准备先去排队买1包尝尝味。小吃街上，另外2家卖凤爪的老板今天改良了自己的鸡爪，他们2家的鸡爪都选用了是个头大小均匀的鸡爪。陈老板的鸡爪品质这么好，他们当然也不能落后。但是他们提高了食材的品质之后，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那就是要不要涨价。如果要涨价，那鸡爪应该卖得贵些；如果自己涨价，那客人就更少了。所以他们想了一下，宁愿少赚点，也不涨价。一旦涨价，他们的客源就更少了，所以他们不涨价。他们现在要拿低价和陈老板竞争，可是现在小吃摊上陈老板的凤爪正在风头上，他们根本竞争不过。他们本来想着
自己家的凤爪比陈老板的每斤便宜12元，价格这么低，总会有顾客来买吧？他们想的不错，顾客的确有，但是却很少。很快就排到了留学生妈妈，她直接买了10斤鸡爪，她当场拿出了1袋1斤的鸡爪，打开尝味，如果味道真的不错，她才会给儿子寄过去，如果味道一般，就留在家里自己吃就行了。她刚打开包装袋，一股泡脚的香味全涌了出来，哇，这个香味是别家凤爪从来没有过的。她连忙拿了一个凤爪尝了一口，这凤爪口感和味道直接秒杀市面上所有的凤爪，好吃，真的很好吃。儿子，这家鸡爪真的特别好吃，鸡爪肉厚实，味道很不错。他刚刚吃了一口，就特别兴奋的儿子分享了起来，这家鸡爪真的很好吃。妈，你说的我更馋了。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听老妈这么说，他馋得不行。远在异国他乡，吃不到家乡的食物，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儿子，这家小吃摊还卖炒饭，我去买一份尝尝。这位妈妈很激动，她又排队去买炒饭了。她是因为吃了鸡爪，所以才想品尝炒饭。没一会就排到了她。她刚端上炒饭，就把镜头给了炒饭。镜头虽然不是很高清，但是透过镜头，这位留学生一眼就看出了这份炒饭的美味。金黄德炒饭看起来实在是太棒了。儿子，这家小吃摊的炒饭也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如此美味的炒饭。儿子，用鸡爪和炒饭一起吃更加美味，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实在是太好吃了。儿子，妈妈，说话别说了，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现在只想回国。153，陈记者带着同事出动了。这位老妈和儿子开着视频，她在陈老板的小吃摊吃完了满满1碗炒饭和1斤鸡爪，她边吃还边形容，视频前的儿子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老妈，你吃美食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儿子啊？吃完了之后，这位老妈又去买了5斤鸡爪，她决定给儿子寄10斤泡椒凤爪过去。提着凤爪找到了最近的快递点，她刚到就发现这家快递点的生意很好，大家居然全是来寄鸡爪的。他们买的鸡爪都来自于同一家，那就是陈老板的鸡爪。我买了5斤鸡爪寄给我儿子，他在大学，正好让他尝尝味道。我女儿女婿在外面上班，我给他们寄点，他们肯定喜欢。陈老板的生意实在是太好了，他要是有网店就更好了。陈老板现在忙不过来，后面应该会开网店吧。几个排队寄快递的食客聊了起来，他们在尝到陈老板的鸡爪之后，他们立马决定给自己远在他处的亲朋友寄一些过去。好多食客都有这样的打算，陈老板的鸡爪这么美味，又方便快递，当然得多分享给身边的人了。快递点老板今天很高兴，这都晚上快收摊了，咋突然来了这么多寄快递的人呢？等大家拿出要寄的东西以后，他就明白了，原来是陈老板的泡椒凤爪出了袋装，喜欢鸡爪的食客全都来快递了。快递点赵老板看着这么多单量，咧开嘴笑个不停。他今天的生意这么好，这可都是托了陈老板的福。赵老板很聪明，他感觉把东西带着，直接到陈老板的摊位旁边守着，有人买了鸡爪，扭头就能快递，这样顾客方便，自己的单量也多。陈飞看到了旁边多了一个快递小哥，他倒也没说什么，快递小哥直接在旁边填写快递信息。食客的确方便了很多，而且很多食客看着旁边就有快递小哥，他们也会顺带多买一些鸡爪给朋友寄过去。快递小哥过来，这对自己和他的生意都是双赢的。今天凤爪销量很好，凤爪用袋装了，食客方便购买，于是好多人都来买鸡爪。陈爸陈妈一直在补货，3000斤鸡爪都快卖了500斤了。陈飞炒饭的生意依旧很好。将近7点，风月日报的员工快下班了，刚刚下班，陈阳阳就把部门的同事叫到了一块。哥几个，我上次给你们推荐的那家小吃摊味道真的很好，我们去尝尝呗。昨天陈阳阳就想带同事们去尝陈老板的小吃摊的，可是因为昨天稿件出了问题，他们集体加班，加到了11点，所以就没来机会来陈老板的小吃摊。今天刚刚下班，陈阳阳就非常热情地邀请着同事们，他之前也在群里给大家说了这家小吃摊，有些反应很热烈，有些人则很平淡。陈阳阳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给大家安利这家小吃摊，特别是做美食方向的闺蜜记者肖倩，她一定要带肖倩去尝尝这家小吃摊，尝过以后她肯定会推荐这家小吃摊的，到时候她说不定还要感谢自己给她找了这么好一素材。在陈阳阳的大力劝说下，同事们决定一块去尝尝这家小吃摊，就连部长也对这家小吃摊有些好吃，
陈阳阳本来想说动萧倩把他美食部门的人全带着起去尝陈老板的小吃摊的，可是萧倩自己都不确定这家小吃摊是否好吃，所以他就想着自己还是先去尝尝这家小吃摊再说吧，如果好吃的话自己再安利给部门里的同事。于是陈阳阳带着萧倩和同事们下班就直奔陈老板的小吃摊。他昨天因为加班没吃上陈老板的炒饭，今天馋得不行。他今天出门的时候把自己的相机给带着了，陈老板的小吃摊都是素材，他要多拍一些留着。刚到小吃摊，陈阳阳的同事看着排队的人众多，他们惊讶的不行，这家小吃摊的生意这么好，排队的人好多呀，味道应该很不错吧，一些网红店生意不就有这么好吗？但是味道如何就不知道了，人的确挺多，我们也去买了尝尝呗。陈阳阳的同事都是记者、编辑、摄影师之类，他们一来就发现这家小吃摊应该是爆点，毕竟生意这么好的小吃摊很难得。陈阳阳现在一心只有美食，刚到小吃摊，陈阳阳就发现了陈老板的小吃摊竟然有新品出售，他连忙拉着萧倩排队去了。萧倩作为一个美食记者，她发现这些食客全都买了很多鸡爪，多则10几斤，少则3、4斤，她很疑惑，这家鸡爪到底有多好吃，才会有这么多食客大量购买。很快就排到了陈阳阳和萧倩，他们俩买了5斤鸡爪，准备给其他同事尝尝味道。几个同事还在排队买炒饭，于是大家边排队边啃鸡爪。刚吃上鸡爪，几个人就赞不绝口，这家小吃摊果然不一样啊，鸡爪很好吃，这股泡椒味很香，一点都不辣口，这鸡爪很有潜力，如果知名度打开的话，这家鸡爪肯定能大卖。部长刚品尝了一口，他就肯定这家鸡爪肯定能大卖，鸡爪的口味这么好，肯定会受到很多顾客喜欢的，鸡爪都这么好吃，那这家的炒饭肯定也不错。他们排队的更加起劲了。陈阳阳介绍的这家小吃摊味道好像真的不错，这家小吃摊味道这么好，难怪陈阳阳会强推。没一会就排到了他们几个人。摄像师刚到陈老板的小吃摊面前，看着老板炒饭，他忍不住想架起相机开始拍摄。这位老板炒饭就像是制作什么大餐一样，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帅气，摄影师就喜欢拍这样的素材。陈飞并不知道面前的是风雪日报的工作人员，他依旧有条不紊的炒饭。几位风雪日报的记者每人各点了一份炒饭，几分钟过后，他们都拿到了自己的炒饭。拿到炒饭的时候，摄影师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拿起手机就开始拍摄这份金黄灿烂的炒饭。154，陈老板的才是最正宗。摄影师端着这碗金黄的蛋炒饭疯狂拍摄，这碗蛋炒饭实在是太漂亮了。现在没位置，我们几个就只能站在旁边吃。几个人端着炒饭站在了一旁。萧倩作为一个美食记者，她看着手中这盘金黄的蛋炒饭，忍不住开始科普，这是正宗的扬州炒饭。扬州炒饭是我国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品，其以用料奢侈，味道极鲜出名。这位老板做的扬州炒饭，光是从外观和香味上就胜出了我所吃到过的所有扬州炒饭。前几年我们还做了一期关于扬州炒饭的采访栏目，当时我们找到了做了一辈子扬州炒饭的厨师进行采访。可是不得不说，陈老板做的这份扬州炒饭更甚，那位老厨师做的扬州炒饭也不如陈老板的。光是从外形上，萧倩就肯定陈老板的扬州炒饭比很多老师傅做的都要好。这份炒饭颜色金黄通透，每一粒米都被蛋丝裹满了。听了萧倩的话，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手中的这盘扬州炒饭居然如此正宗。果然，美食记者才是专业的。现在所有人都怀着不一样的态度看着这碗炒饭，他们拿起勺子，细细的品尝了一下炒饭。哇，炒饭松松软软，超级好吃。萧倩在品尝到炒饭的第一口，她就吃出了这份炒饭的不一样。这份炒饭比老师傅的炒饭优越无数倍，蛋丝吃起来像肉松，每一种食材的鲜香味都完全被激发了出来。她总算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扬州炒饭了。老师傅做的炒饭只能叫做好吃，陈老板做的炒饭才能被称为正宗。这份炒饭好好吃，炒饭松松散散，味道一绝，我总算吃饭了正宗的扬州炒饭了。萧倩不禁感叹了一句，她很庆幸自己终于品尝到了正宗的扬州炒饭。这份炒饭味道真的很不错，我感觉是我吃到过最美味的食物。味道这么好的小吃摊应该大火呀。不错，这个小吃摊的美食值得让所有人知道。陈阳阳他们这个部门是以拍摄风土人情为主，如果要做美食推荐也不是不行，只不过他们就没有美食部那边专业，所以
陈阳阳的部长连忙给美食部门的部长发了个消息：李部，这家炒饭一绝，下期你们部门的素材有了。萧倩尝到炒饭之后，她在自己部门的工作群里发了个消息：这家炒饭真的很好吃，我们下期选题有素材了。萧倩还拍了张炒饭的照片发在了群里。美食部门李部长看了一眼手机，怎么两个人都在推荐这家炒饭？从照片上看，这炒饭看起来还不错，图片的诱惑力是够的。李部在群里回了萧倩信息：李部，这家炒饭真有这么好吃？值得推荐的点在哪里？萧倩看到这个消息，直接秒回：李部，这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值得推荐给所有人。群里的同事都有些惊讶，萧倩对这份炒饭的评论会不会太高了？李部犹豫了一下，他决定明天先上网看看这家小吃摊的评论如何。美食部门挑选一家店铺进行推荐，要求可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说评论不好，那就绝不可能选择。所以李部长连忙用抖音搜了一下这个小吃摊，他刚搜索有滋有味小吃摊，就跳转出了一个美食博主的视频。不只是一位美食博主，而是有好几位美食博主都在推荐这家店铺。他点开视频一看，发现视频下面的留言居然有上万条，这些评论全是好评。陈老板做的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吃？我已经完全爱上陈老板的美食了。陈老板做的所有东西都很好吃，味道一绝，给大家强推这家小吃摊，大家记得冲！看了评论区的留言以后，李部点开了视频看了一下，他发现这个名叫狗博主的美食主播经常去这家店。一个美食主播咋会经常去探一家店呢？最关键的是，观众居然还不反感。看来这家小吃摊的味道果然不错。李部长看完了狗博主关于有滋有味小吃摊的所有视频，他发现这家店不只卖炒饭，还卖滋补鱼汤和生煎包。看着美食博主的视频，李部长嘴馋的不行。这家小吃摊的美食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啊！除了抖音以外，李部长又去其他平台搜索了一下这家小吃摊，他没想到这家小吃摊居然还上过微博热搜，竟然还冲到了微博热搜第一，有点意思啊！看来这家小吃摊的确挺火的。李部决定明天晚上去这家小吃摊品尝一下味道，如果味道可以的话，下期素材就定这家小吃摊了。陈阳阳看着同事们吃得这么开心，他别提有多骄傲了。同事们现在贼感谢自己，感谢自己带他们光顾了如此美味的一家小吃摊。陈飞做的泡椒凤爪在小吃摊直接爆火，来往的客人就算是没时间吃炒饭，他们也要跟风买一包凤爪回去。陈爸陈妈看着剩下的货估算了一下，1个多小时，泡椒凤爪居然卖出了将近1000斤了。我最开始还在担心凤爪卖不出去，食客这么热情，我的担心完全没必要啊！一晚上3000斤凤爪，轻轻松松。陈妈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吃凤爪，这也是因为儿子做的凤爪味道极好的原因。旁边2家卖凤爪的店铺羡慕嫉妒死了。陈老板的生意这么好，销量这么多，一天销售量估计能抵自己1个月的。陈老板的味道和品质极好，自己哪斤争得过呀？有一些客人觉得50斤的凤爪太贵了，他们就去买了38一斤的。品尝了2种凤爪以后，他们就知道为啥陈老板的要卖51斤了。陈老板的凤爪直接无敌啊，味道这么好，51斤完全值得。凤爪大卖，很多人都买了不少凤爪回去给家人品尝。一栋小别墅里，几个小孩正在吃妈妈带回来的凤爪，155出高价，买下配方。哥哥，这个凤爪好好吃啊，比爸爸做的还要好吃。个小女孩吃了2口鸡爪，诚实的说道：妈妈带回来的凤爪很好吃，比爸爸做的好吃数倍。我也喜欢吃，不过妹妹我们不能吃完了，要给爸爸留一些。哥哥很懂事的给妹妹说着，好吃的东西他们俩不能吃完了，要和家长分享。正在2兄妹说话的时候，一个夹着公文包的男人回来了。这个男人是专门做凤爪的，程程凤爪就是他做的。这个品牌不出名，算是小品牌，虽然不出名，但是这个男人也赚了不少钱。周围很多超市都在出售他家的凤爪，他家还有网店，销量虽然比不上大店铺，也算是一家味道好的小众店铺。凤爪的名气没打出去，销量一直不温不火。郭记最近1年一直在苦恼这件事，他通过调整鸡爪味道、增加鸡爪口味等方法，想尝试做出一款市场能接受的美食。可是做了这么久，他家的鸡爪依旧那样，郭记都快放弃了。刚进屋，小女儿就扑了上来：爸爸，你快尝尝这个凤爪，好好吃啊！小女儿6岁多，她平时喜欢吃零食，自家的鸡爪也吃了不少，可是她从来没这么热情的夸过自己家的凤爪。郭记有些吃醋，他走了过去，
把女儿抱在了怀里。你们少吃点零食哦，一会就要吃饭了。爸爸，你快尝这个鸡爪。小女儿直接把手中的鸡爪塞到了爸爸的嘴里。郭记尝了一下，这味道和自己的鸡爪完全不一样啊！这鸡爪实在是太好吃了。自己的鸡爪虽然也是泡椒味的，但是吃起来很辛辣，而且还有点苦。吃多了之后，很多人就不愿意吃了，所以他家鸡爪回头客并不多。郭记也找了很多人调试味道，但是鸡爪这种腌制品就是这样，腌制久了就容易入味过头，但是味道一旦淡了，鸡爪又容易不入味，变得不好吃。所以从调味上来说，就很难把握的恰到好处。郭记请了很多名厨来改善鸡爪的味道，味道虽然有点小变化，但是改动却不是很大。总之，他自己现在对凤爪的味道特别不满意。吃到女儿递来的鸡爪以后，郭记终于明白什么叫做腌制的恰到好处的凤爪了。这凤爪不咸不淡，辛辣味也正合适，就是这样的泡椒凤爪才会被市场接受，被大家喜欢。就连小孩也不觉得这凤爪很辣。郭记一直想做的就是这样的鸡爪。郭记现在迫切的想知道这鸡爪是哪位厨师做出来的。他啃完了嘴中的鸡爪，柔声问着女儿：莹莹，这鸡爪是谁给你的呀？女儿奶声奶气的回答着：这是妈妈去买菜的时候买回来的。莹莹乖，去和哥哥玩吧，我去厨房找妈妈。郭记放下女儿就去找老婆了。老婆，外面的鸡爪是在哪里买的啊？旁边那条美食街买的，那家鸡爪超级火，我就想着买回来让你尝尝味道，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郭记的老婆很聪明，她经常会留意外面个体户卖的鸡爪，如果味道好吃，郭记就可以去讨教学习，说不定自己家的鸡爪会越做越好吃。老婆，今天不在家吃了，走，我们马上去那家店铺。老婆见郭记的反应这么大，连忙放下了手中的事，两个人带着孩子准备去小吃摊。车上，郭记的老婆突然想起了那家生意很火爆的小吃摊，好像还在卖炒饭，于是她主动和郭记说道：老公，那家小吃摊好像还在卖炒饭，我们一会就直接去他家吃晚饭了吧。两个小孩在你回来之前吃了点零食，等着吃炒饭，应该不会饿着他们。郭记的老婆在买鸡爪的时候，都听周边的人讨论，说这家小吃摊的炒饭和鸡爪有多好吃有多好吃。他回来的时候尝了一个鸡爪，鸡爪的确很好吃，所以他对炒饭更加期待了。还在卖炒饭，意思他家并不是主营业鸡爪。郭记一听，他瞬间感觉自己有戏了。如果这家小吃摊不只是卖鸡爪的话，那说不一定就能花钱买下他的秘方了。如果这家小吃摊主营业鸡爪，那想要买下配方的话，说不定有点困难，毕竟这是人家挣钱的门道，哪这么轻易就卖给你。但是这家小吃摊还卖别的，那这事就有希望了。郭记现在特别想买下这家泡椒凤爪的秘方，一旦买下秘方，说不定自家的生意会翻好几倍。郭记对老婆说的炒饭完全不感兴趣，他压根没有把炒饭炒美味二字上去想。那家小吃摊的生意很好，我感觉一条美食街都是他家的客人，不知道我们现在去卖完了没。郭记的老婆则不一样，她现在在想着陈老板的炒饭应该没卖完吧，她想品尝一下陈老板的炒饭呢。这家鸡爪味道的确不错，我决定花300万看看能不能买下秘方。郭记和老婆商量着这件事，300万很多了，不过他愿意出这笔钱。郭记的老婆心里想着300万有些贵，但是既然老公都有打算了，那自己支持老公的决定就好了。郭记开着车，很快就到美食街，他把车给停下，牵着老婆孩子就去寻找小吃摊了。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用寻找这家小吃摊的位置，这家小吃摊这么火，就在跟前。这家小吃摊人这么多吗？全都是买鸡爪的。郭记看着长长的队伍，他别提有多羡慕了。他家的鸡爪也有线下门店，可是生意却远远不如这家小吃摊。郭记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凤爪的确不如这家小吃摊的受欢迎。他连忙带着老婆孩子排到了队伍中，他要出高价买下凤爪的配方。在排队的时候，郭记打量了一下这家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的食客都很积极，做美食就要食客如此积极才行，只有食客积极了，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名声给传播出去。食客口口相传的效果，甚至比自己花钱做推广还要好。156，1000万，我儿子才是陈老板。郭记一边羡慕，一边找小吃摊的老板。他看了一下卖凤爪的中年夫妻，那个男的应该就是大家口中的陈老板吧。他看起来的确像个大厨，他50多了，研究了一辈子菜品，所以做出来的凤爪才这么好。自己要是花大价钱把他的秘方买了，他后半辈子也可以拿着这笔钱去养老，也不用再出来摆小吃摊奔波劳累了。
想到这，郭记更有把握了。不过，他在心里调了价，决定用500万购买这家鸡爪的秘方。看了现场食客的反应以后，郭记敢肯定，自己如果能把秘方买到，那自己的生意肯定能翻好几倍。这500万只不过是前期投资而已。郭记把目光落在了陈爸的身上，他还从兜里提前准备了一张名片，很快就排到了他们一家4口。刚排到，女儿就非常兴奋地指着鸡爪说道：“爸爸，多买些泡脚凤爪回去，我想给我同学也尝尝。”儿子也下一旁附和：“我也想请我的朋友吃，我也想多吃几个。”郭记看着儿子女儿的反应，有些汗颜。他们俩可从来没有如此喜欢自己做的凤爪，童言无忌，他们说的也是实话。郭记看着陈爸，主动拿出了名片，开口道：“您好，您应该就是陈老板，我是程程凤爪的总裁，我想花1000万购买您家鸡爪的秘方。”郭记开门见山，直接说道。他说的这个价钱，惊着周围所有人了。郭记的老婆愣了一下，她怀疑自己听错了1000万，老公居然愿意出1000万买配方，这也太恐怖了吧！陈爸陈妈在一旁直接被这个数学吓得惊掉了。现在他们俩耳边一直回响着一个数字：1000万，1000万，1000万，好多啊！郭记的老婆知道拉着老公的手，小声地问着：“老公，你确定没说错？”“没错。”郭记之所以要开出1000万的高价，也是因为他在排队的时候听到了2个女生的讨论。那2个女生说，陈老板的鸡爪味道这么好，以后如果一旦做大做强了，肯定会成为国内鸡爪行业品牌的翘楚。就算是陈老板自己不错，说不定也会被大品牌的凤爪公司聘请过去，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凤爪公司抢他。正是因为听了这2位女生的讨论，他才直接把收购价提升到了1000万。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有资格和陈老板谈收购，其实纯属是因为自己运气比较好，自己运气好，才碰上了这家还是个雏鸟的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的鸡爪还没有火起来，还没有被其他品牌的人熟知，所以自己才有机会和陈老板谈收购。一旦这家鸡爪火起来以后，他这点小钱根本不配买人家的秘方。郭记清晰的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竞争力，所以他直接开出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价格：1000万。周围人听了1000万以后，议论纷纷。靠，1000万，好多呀！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出1000万购买陈老板的秘方，这肯定是个老板，买过去想自己卖鸡爪。陈老板的鸡爪潜力这么大，为啥要卖呢？这可是1000万哎！陈老板靠自己能挣这么多吗？周围的人都在讨论，陈老板会不会接受卖秘方？郭记见老板没反应过来，他又主动开口，他想打好关系，于是一口一个陈哥的叫着：“哥，陈哥。”陈爸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1000万在和自己说话，他把自己认错成陈老板了。陈爸看着面前的1000万，讪讪开口：“1000万，我不是。”“呸，不好意思，我不是小吃摊的老板，那边正在炒饭的才是，他是我儿子。”陈爸完全没记住人家的名字，现在就只记得他叫1000万。郭记顺着陈爸的眼神往那边看了一眼，那个小年轻居然是小吃摊的老板，他看起来不过是一个20出头的小年轻而已。郭记虽然有些诧异，不过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一会要去找陈老板谈一谈，说一下购买秘方的事，但是他现在觉得购买秘方有点难度，毕竟这位陈老板这么年轻，他完全可以自己发家做鸡爪，他根本没必要把凤爪秘方卖给自己。郭记知道这是有困难，他还是决定去试试。陈豪认错了人，感觉非常抱歉，在陈爸那买了20斤凤爪，决定带回公司，让员工也尝尝如此美味的凤爪。如果买不到配方，他就决定请几个厨师，让他们尝尝凤爪的味道，让他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模仿这家的味道。商人嘛，无奸不商，如果实在是买不到配方，他就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小伎俩了。老公，我们去排队买炒饭吗？他家炒饭也很好吃。好，郭记的老婆拉着老公排队去了。他的2个小孩特别喜欢吃鸡爪，一边排队一边啃鸡爪，很快就排到了他们一家人。郭记见陈老板还忙着，于是他决定先买炒饭，把炒饭吃了，在这亲自等着陈老板收摊和他说收购这件事。陈豪点了2份炒饭，儿子女儿不怎么喜欢吃炒饭，所以他想着买2份4个人吃就行了。很快炒饭就搞定了，他和老婆一人端着1份炒饭找了个位置坐下。他很巧，刚好有2个客人离开，所以他们俩现在有2个位置。妈妈，这炒饭好香啊，我想吃。女儿闻着香喷喷的炒饭忍不住了，她想吃啊。妈妈喂你。小女孩吃到了一口炒饭，
吃到炒饭的瞬间，他立马兴奋的手舞足蹈起来。爸爸妈妈，炒饭好好吃啊，是莹莹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不，鸡爪也好吃，它们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看着女儿的反应，陈豪和老婆笑了笑，这小家伙还没长大呢，居然就在感叹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等他长大，吃到更多美食了，就知道自己见识浅薄了。妈妈，我也想吃炒饭。陈豪给儿子也喂了一口，刚吃完，儿子就非常兴奋地说了一句：妹妹说的对，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陈豪看着两孩子的反应，他有些疑惑，真有这么好吃？他咬了一口炒饭放嘴里，细细品尝，他终于知道儿子女儿说的是什么意思了。这炒饭的确是全世界最好吃的。157，美女总裁当街啃凤爪，好没形象。老公，这炒饭真的好好吃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美食。这家小吃摊的老板好厉害，做的鸡爪这么好吃，炒饭竟然也好吃。郭记和老婆吃了炒饭之后，忍不住连连夸赞。儿子女儿说的没错，这家炒饭的确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莹莹和哥哥尝了一口炒饭之后就停不下来了，他们俩今晚上吃了好多好多。平时这两个孩子有点挑食，从来没吃过这么多饭，可是今天他们俩居然破天荒的吃了这么多。郭记和老婆喂饱了两个孩子，他们俩发现自己不够吃，于是两个人又去排队买吃炒饭去了。郭记又买了2份炒饭，和老婆一块享用上了。他们俩发现鸡爪配炒饭简直无敌。郭记刚才说收购这件事，引起周围不少人议论，特别是陈爸陈妈，他们俩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同时也很好奇儿子会不会接受那个人答应的条件。老婆，儿子的鸡爪未免也太受欢迎了吧，居然有人愿意开1000万收购秘方。傻子，你要知道儿子的秘方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如果不能挣钱，谁花钱买啊？也是。两个人小声的谈论了2句以后，又开始卖鸡爪去了。现在8点多，鸡爪就只剩下不到1000斤了，这销量实在是太可怕了。陈洋洋带着同事吃了炒饭就走了，他们一致决定明天一定要让美食部来采访这家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的味道这么绝，值得风雪日报推荐。8点半，女总裁顾香终于下班了，她和小姐妹约着来陈老板的小吃摊。她昨天来迟了，没赶上陈老板的新品，所以今天一下班，她就连忙来了小吃摊。几个白富美一来，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顾香和姐妹见陈老板的新品是凤爪，她们连忙去买了几袋。刚吃了2口，顾香就决定自己这个月的员工福利就是每人奖励1袋鸡爪了。鸡爪这么好吃，我多买点给员工尝尝。唉，不错啊，正好我最近不知道该给员工准备啥，一人给他们准备1袋鸡爪正好。哈哈，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抠抠搜搜的呀？冷吉曼想着堂堂总裁给员工送鸡爪的场景，就觉得很好笑。哪有老板给员工送鸡爪的呀？他们吃到陈老板的鸡爪，肯定会觉得这份礼物很贴心。顾香则觉得无所谓，毕竟陈老板的鸡爪这么好吃，送鸡爪比送其他一切都值得。有了想法，顾香连忙去问陈妈：阿姨，今天还有多少鸡爪啊？我要买200斤。陈妈看着眼前的白富美，她居然要买200斤鸡爪。200斤鸡爪好多呀，200斤。我买了送给员工。顾香老实说着，她时不时会搞员工福利，所以这次决定买鸡爪当员工福利。这应该还有800斤鸡爪，我去问一下儿子卖不卖哈。陈妈怕后面的客人买不到鸡爪，但是这位客人又是个大顾客，所以决定去问问儿子要不要卖200斤鸡爪给他。好，陈妈连忙跑了过去问陈飞：儿子，那边有个美女说要买200斤鸡爪，卖吗？陈飞顺着老妈说的方向看了过去，原来是那个女总裁要买鸡爪呀，一下买200斤，单量还不小。老妈继续说道：她说买了送给员工，当员工福利，卖吧。从今天开始，鸡爪数量挺多的，所以不用担心顾客买不到。陈飞让老妈放心卖，以后鸡爪上货多，不怕客人买不到。有这样的大客户，当然得牢牢的抓住了。好，陈妈听了儿子的话，立马去卖鸡爪。顾香要了200斤凤爪，陈爸还给他扛到了劳斯莱斯上。旁边有几个大哥见陈叔扛这么多太累了，他们撸起膀子就去帮他扛鸡爪去了。他们几个也想在美女面前露露脸，顺便近距离看看劳斯莱斯。顾香给员工买到了200斤鸡爪，很高兴。他决定了，明天一早就把鸡爪分给员工。200斤鸡爪很少，等后续看员工的反馈，如果他们喜欢的话，自己还可以多买些。买好了鸡爪，
故乡和小姐妹又开始排队吃炒饭去了。他们几个经常光顾陈老板的小吃摊，都和周围的食客混熟了。故乡和几个小姐妹在排队的时候，点也不顾及形象，他们几个伸出了翘手，在大庭广众之下拿着凤爪就开始啃。他们几个以前可是非常注意形象的，在大庭广众之下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在大家闺秀眼中，当众啃鸡爪稍微有点不雅观。可是故乡和几个小姐妹来了陈老板的小吃摊以后，他们几个就越来越接地气了。美食当前，要啥面子啊？美味的凤爪在手中，谁能忍住不吃呢？好多人都发现这几个美女是越来越不注意形象，她们踩着恨天高，穿着一身精致绝美的大牌，居然当中啃鸡爪，这形象和大家闺秀完全不沾边啊！不过好喜欢，故乡和几个小姐妹各自点了一份炒饭享用上了。炒饭贼好吃，他们就算是每天吃都吃不腻。不过故乡和几个小姐妹也馋陈老板的其他美食。陈老板的其他美食也特好吃，要是每天都能吃上其他美食就好了。只可惜陈老板忙不过来，小吃摊的生意很好，故乡一下买了200斤鸡爪，现在就剩下不到600-700斤鸡爪了。10点半左右，陈飞的鸡爪就只剩下几十斤了，今天的炒饭也全卖完了。看着陈飞得空了，郭记连忙跑了上去。陈老板你好，我是程程凤爪的老板，我想购买您鸡爪的秘方，1000万，您看价钱可以吗？郭记很诚恳，他很想买下陈飞的秘方。程程凤爪，陈飞表示没听过，市面上大牌的凤爪估计有10几家，这个叫程程凤爪的，估计是一家小品牌凤爪公司吧。这个老板想买自己的凤爪，肯定是靠自己的凤爪发家。如果这家凤爪的味道好，说不定早就成为大品牌凤爪了。158，多少钱都不卖，或许可以合作。不好意思，凤爪的秘方不出卖，不管多少钱都不卖。陈飞一口回绝了这个老板，他知道这个老板有自己的渠道，有自己的工厂，他买了自己的秘方，找点钱做做推广，他生意肯定直接就爆了。陈飞也有想法将凤爪做成大品牌，所以他的秘方绝不卖，等自己存点钱就可以开始考虑食品工厂了。一旦用机器代替人工把凤爪流水线生产，陈飞就有把握自己的凤爪能赚大钱啊。那行吧。郭记本来想再加钱，可是陈老板一句话就把自己给堵死了。他说了，不管自己加多少钱他都不会卖，买陈老板的秘方无望。郭记也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实。那炒饭呢？炒饭也可以做成袋装速食。您的炒饭这么好吃，如果做成速食产品，味道肯定也不错。郭记突然把目标落在了炒饭身上。陈老板的炒饭这么好吃，如果做成速食的话，味道肯定也很好，说不定也能大卖。不行，这样会影响炒饭的口感和味道，炒饭绝不能做成速食。陈飞摇了摇头，炒饭的口味很重要，怎么可以做成速食产品？如果一旦做成速食，那味道和口感肯定会受影响。想泡脚凤找这类可以袋装出售，但是炒饭这类菜品绝对不可以。陈飞虽然也想赚钱，但是自己绝不可能做这类生意，他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郭记见陈老板回绝了自己，他也没再说什么了。陈飞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不过他也是个商人，买不下自己的秘方，不过也可以合作呀，就看他愿不愿意跟自己合作了。你如果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供应鸡爪给你卖，你从我这里拿货，45一斤，卖51斤，一斤挣5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来找我。陈飞可以做郭记的供应商，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这里拿货去卖，一斤能挣5块。郭记是个商人，他知道一斤挣5块这个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如果销售10000斤，那就是5万块钱；如果销售100万斤，那就是500万。郭记知道陈老板鸡爪的潜力，一旦做成大品牌，每年销售1000万斤鸡爪也不是问题。可是郭记自己家也在卖鸡爪，如果自己一旦卖了别家的鸡爪，那自己品牌的鸡爪就一定会受影响，后面他甚至自己都不能做自己品牌的鸡。郭记考虑到这些，有些犹豫，他顿了顿张口，陈老板，要不我们先加个微信吧，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谈。您现在鸡爪的量也不是很多，如果自己进货的话，您估计供应不上。郭记也没拒绝陈飞，他主动掏出了手机和陈老板加微信，先把微信加了，和陈老板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后面再谈合作也行。陈飞也没拒绝，郭记后面说不定会成为自己的资源，先加了再说。和郭记互加了微信，陈飞就收摊回去了。一回家，他就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郭记收下的程程凤爪，销量很一般，难怪他想花钱买
自己的秘方。现在市面上的几家大牌凤爪味道也一般般，所以陈飞对自己的凤爪很有自信。今天3000斤凤爪卖得很快，光是凤爪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万。如果自己多做一点凤爪，那每天光凤爪的营业额就能达到10万以上。今天炒饭加凤爪的营业额一共16万。陈飞对今天的营业额很满意，他的手里也有50多万了。明天和那几个阿姨正式签合同，这样自己就可以让员工来制作凤爪了。等后面资金够了，就可以多投资一些在凤爪上。毕竟凤爪的这个市场潜力无限。第二天一早，阿姨早上8点准时到了别墅。陈飞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合同，和他们签了正式合同。有了昨天的经验，陈飞今天加了1000斤鸡爪，今天出售4000斤鸡爪。送鸡爪的老板7点多就把鸡爪送来了。阿姨签完合同，就可以正式开始上班了。一会自己和江月熙有课，所以鸡爪这边只能由爸妈来照看着。有爸妈在，陈飞放心，如果有什么事，老妈直接打电话给自己就行了。搞定了这些，陈飞和江月熙就去上课了。10点多，市中区最繁华的办公楼里，故乡这位女强人结束了早会，她正坐在电脑面前处理事宜。突然她想到了自己车上还有陈老板的美味凤爪，她连忙把自己的助理叫了过来。我车里有东西分给大家的，你叫712个男生下去和你搬上来。故乡把车钥匙给了助理，让他去把东西拿上来。助理很高兴，总裁肯定又送大牌化妆品给大家。顾总裁虽然很高冷，但是他对员工真的很好，时不时就会赠送大牌化妆品之类的。好，助理拿着车钥匙叫了2个男生和自己去了停车库。打开车门一看，助理看着里面的泡椒凤爪，他愣了一下。总裁送员工凤爪，这凤爪看起来平平无奇啊，他为什么会送员工凤爪啊？2个男的也搞不明白，堂堂女总裁居然会送员工凤爪，这听起来实在是太搞笑了。他们看着这份礼物，不禁胆怯地讨论上了。总裁为啥会送我们凤爪啊？难不成是在暗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海外订单出了点问题？总裁这是借着鸡爪来提醒我们？应该不至于吧。但是我也搞不明白，总裁为啥会送我们鸡爪？会不会是因为公司要破产了？所以，故乡，我就只是单纯的想给你们尝尝美食而已。你们的想法未免太多了吧？怀着疑惑，助理3人把鸡爪搬上了楼。电梯里，大家看着鸡爪议论纷纷。把鸡爪搬上了楼，故乡亲自出来让助理给大家分鸡爪。他看着员工说道：“1人1包凤爪，这家凤爪很好吃。”底下的员工听了总裁的话，小声的议论着：“啊，总裁送我们凤爪，哈哈哈，这份礼物好特别啊！总裁送的礼物未免也太接地气了吧，和他的身份完全不相符。”故乡也听到了员工的议论，自己送凤爪就这么让人意外，看来以后员工礼物得接地气点才行。159，因为1个凤爪要被开除了吗？助理给每个人都发了1袋凤爪，大家看着用透明食品袋装的凤爪，不禁有些嘴馋。这凤爪个头好大啊，肉又多又厚，隔着袋子就闻到了一股浓香的泡椒味。一个吃货拿着鸡爪，实在是忍不住了。可是现在是上班时间，怎么能吃东西呢？吃货员工小小声地问着总裁：“老板，这鸡爪太香了，我能不能尝一个呀？”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吃货员工立马就后悔了。总裁这么高冷，对工作如此严格，他肯定不会同意自己在上班时间吃东西的。自己刚才问了这么一傻傻的问题，自己会不会被开除啊？吃货员工现在无比紧张，生怕总裁把自己给开除了。救命！谁让自己这么嘴馋？都怪这鸡爪太诱人了。这位吃货说出了所有员工的想法。总裁发了这么美味的凤爪，他们也想吃啊，美食在自己旁边却吃不上，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剩下员工纷纷表示：“这位吃货哥，你真是英雄啊！”故乡看着小心翼翼、疯狂咽口水的员工，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同意他们在办公室吃东西。你们尝一下吧，不耽误工作就行。故乡也理解员工的感受，鸡爪这么美味，他们当然也想品尝一下了，所以自己就开个先例，让他们现在尝一下美味的凤爪吧。看到总裁同意在上班时间吃东西，员工都非常兴奋，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呢。他们这都是托了凤爪的福啊！哇塞，总裁居然同意了！靠！完全没想到总裁竟然会同意，原来总裁也没这么高冷嘛。员工在心里很高兴，在他们的心目中，总裁非常的高冷，完全没想到他居然挺好说话。得到了总裁的通知以后，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开始拆凤爪的包装袋。刚打开包装袋，
整个办公室就开始飘荡着一股浓浓的泡椒香味。这股香味一点都不呛鼻，反而很好闻。大家看着肉肉的凤爪，忍不住拿起来开始享用。刚放进嘴里啃第一口，他们就品尝到了凤爪厚实的肉。咀嚼着厚实的肉，凤爪已经完全入味了。凤爪包裹着汤料，吃起来味道很棒。凤爪上肉很多，吃起来竟然有一种大口吃肉的感觉，吃起来口感极佳。外面的凤爪可没有这么多肉，很多人以前吃凤爪，不过就是嘴馋的时候过过嘴瘾而已。可是这凤爪并不一样，这凤爪吃起来就像是在啃鸡肉一般，大口吃肉的感觉实在是太满足了。最关键的是，这凤爪酸辣味适中，让人吃了不禁食欲大开。现在才早上10点多，好多人吃上凤爪以后，他们就饿了。他们被凤爪激发起了食欲，好好吃啊！这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凤爪。我也是，完全没想到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凤爪竟然这么好吃。难怪总裁会送凤爪给我们，他是想让我们品尝一下如此美味的凤爪。大家不知不觉就啃完了第一个凤爪，所有人不禁夸赞起了这美味的凤爪。很多人吃着吃着就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了。如此美味的凤爪，他们不自觉的就想往嘴里送，可是这鸡爪实在是太少了，根本不经吃。听着员工对凤爪的夸赞，顾香发自内心的特别高兴。陈老板的鸡爪这么受欢迎，甚至比他自己的产品受欢迎还要高兴。有好多人都想把美味的凤爪带回家给家人品尝品尝。唉，这凤爪只有一点点啊，我还想带点回去给老婆尝一下呢。包装袋上也没有这家凤爪的地址，我还说下了班去买点带回去呢。就是这家凤爪肯定是私人做的，所以才没有地址，好可惜啊！我好想知道这是哪家店的凤爪。好多员工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包装袋上有这家凤爪的地址，这对员工来说特别折磨。他们已经吃到这么好吃的凤爪了，结果不知道地址，这实在是太难受了。助理听到了员工的诉求，主动和总裁说道：“顾总，可以把这家鸡爪的详细地址发在群里吗？”大家都想知道这家凤爪的地址。顾香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自己的员工成为陈老板的顾客，他很高兴。员工前去陈老板的摊位，他们就会发现好吃的不只有凤爪。我一会发给你，你发员工群里。收到。助理没想到总裁今天居然这么好说话，他堂堂一大总裁，居然主动给员工安利美食店铺。员工发现高高在上的总裁今天无比接地气。顾香回办公室就把陈老板小吃摊的地址发给了员工。很多员工纷纷表示，一会下班了就要去照顾这家店铺的生意。我怎么感觉这家店铺是小吃摊呢？管他的，一会下班了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儿子很喜欢吃凤爪，一会我得去给他多买点。那一会一起呗。去买了凤爪，正好找地方吃饭，可以啊。得到了详细地址以后，员工就约上了。他们一会下了班，直奔这家小吃摊。顾香看着桌面上未拆封的泡椒凤爪，若有所思。他在想，陈老板的包装袋上怎么没印小吃摊的地址呢？这样可是会错过很多客人的呢。他是不因为太忙了，所以才没有定制包装袋。自己的公司也有包装生产线。顾香在考虑，自己要不要给陈老板说这件事。如果自己给他免费提供包装袋的话，他会接受吗？顾香不知道，他自己竟然无意识地成为了一个舔狗。小胖子李东居然闻到了泡椒凤爪的味道，还是自己做的泡椒凤爪。哥几个，你们闻，空气中弥漫着飞哥做的美食。我也闻到了泡椒一凤爪的香味，过分了呀，过分了呀！哪个同学上课啃凤爪衣呀？小胖子动用自己聪明的狗鼻子使劲嗅了嗅，他敏锐地嗅出来了，这股香味是从教室后排右方传来的。有人上课啃凤爪，160批量生产，定制包装袋。飞哥，有人上课啃你做的凤爪，闻着味我就馋了，我也馋了。飞哥，你出门的时候没揣点鸡爪来教室卖吗？上课这么无聊，正好可以偷偷吃鸡爪。方平这家伙在想屁吃，居然让自己带凤爪来教室卖，你他妈是想让老子被辞退啊？上课卖鸡爪。陈飞捶了下这家伙，他都怀疑这家伙是不想在学校看到自己了。嘿嘿，飞哥考虑一下呗，如果在学校卖凤爪，肯定会大卖。凤爪就是要偷偷吃才香，我感觉老师都闻着味了，一会老师生气了咋整？哈哈，我也想上课偷偷吃凤爪。3个院中儿子闻着味也想上课偷偷吃凤爪。陈飞表示自己现在只想离他们几个远点，几个儿子干脆在男生群发消息去了，他们去乞讨凤爪。陈飞没搭理这几个儿子，他去联系广告店老板设计食品包装袋图案。系统任务是10天之内让10万人知道小吃摊的名字。陈飞决定通过卖鸡爪让食客知道小吃摊的名字，
在每一个包装袋上都印有小吃摊的名字，这样就能保证有7、8成的顾客看到自己小吃摊的名字。再加上网上发酵，10天之内完成这个系统任务应该不是啥大问题。陈飞和广告店老板说了一下自己的要求，他很快就把包装袋的封面给做好了，上面有小吃摊的地址和名字。陈飞本来想留个电话的，想想还是算了，万一有人打骚扰电话那就没意思了。等自己以后做大做强了，可以专门注册一个公司号，这样就算是有客户想要联系自己，也不会错过。大概半个多小时后，广告店老板就发来了设计好的包装袋。陈飞看了一下，没啥问题，他的包装袋不像别的一样花里胡哨，就只需要地址和名字清晰就行了。陈飞给泡椒凤爪取的名字也很接地气，有滋有味泡椒凤爪，这个名字接地气，又能宣传自己的店铺名，非常合适。设计好了包装袋的封面，陈飞就要联系食品包装袋厂进行加工。其实可以在网上进行定制，但是网上到货比较慢，所以还是线下比较好。陈飞随口问了一句广告店老板，想看看他那边有没有食品包装袋加工公司老板的联系方式之类的。结果正好，他那正好就有一家定制公司的联系方式。那家公司的位置在市区工业区，位置并不是很偏远，正好方便送货。陈飞根据广告店老板推的微信，加了包装袋定制公司的老板。1分钟后，这人就通过了自己的好友申请。陈飞和他聊了下，这位老板是专门做食品包装袋的，名叫王瑞。他旗下有3种档次的包装袋，虽然都符合食品包装标准，但是品质和质量不一样。陈飞直接选用的是最高档次的包装袋，各包装袋6毛钱。如果要定制的话，一个包装袋就是7毛，单量越大，优惠越多。陈飞对比了一下价格，这位老板的价格也还算合理。最主要是这个公司是大公司，食品包装袋的安全性比较有保障。陈飞可不希望自己的食品因为包装袋而出任何问题，在其他方面可以省，这方面一定不能。陈飞直接定制了10万个包装袋，10万个包装袋挺多的。陈飞和老板说好了，分批次给自己送货，一次送2万个。10万个包装袋可是一个大客户，王瑞的服务态度很好，陈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陈飞要求老板今天下午就给自己送第一批货。王瑞最开始还在犹豫，这2天工厂的生产线已经排满了，今天下午不一定能出货。可是想到陈老板这个大客户，王瑞还是把一个不怎么紧急的订单往后推了。他知道第一次就订10万个老板，以后肯定还会照顾自己生意，这可是个大客户，自己当然不能放跑了。陈飞先付了5000的定金，等今天下午货到了，自己看到了货再结尾款。王瑞同意了，他就喜欢陈老板这样耿直的客户。和陈老板敲定了包装袋的一切事宜以后，王瑞就连忙到工厂去了。他去实验室，让员工打了几个包装袋出来。定制的包装袋，首先要把成品打给客户看，如果客户满意成品，他们才会选择继续定制。王瑞把样品拍给了陈老板，陈飞看了一下样品图，这个包装袋就是自己想要的。确定样品没问题以后，王瑞就安排生产线开始定制陈老板的包装袋了。用生产线制作2万个包装袋，2个小时就搞定。下午4点多，陈飞和江月熙放学了，王瑞的食品包装袋正好送到别墅。陈老板，这是2万个包装袋，你查收一下。好。陈飞看了一下成品，果然不错，挺好的。我把尾款都给你结了吧，后面需要多少包装袋，我直接给你发消息就行。好。陈飞很痛快，直接把10万个包装袋的款都结了，到时候自己需要包装袋了，就给王瑞发消息，他会安排人送来，把包装袋搬回别墅。陈飞去看了一下今天的鸡爪，4000斤凤爪正好入味了。今天的调料是自己临走的时候调配好的，把鸡爪处理好，爸妈直接加入水和冰块就行了。爸妈，新的包装袋已经定制好了，以后就用这个包装袋来装鸡爪。陈飞给爸妈说着，他拿出包装袋给爸妈看，陈爸陈妈很满意新的包装袋，包装袋上有了详细的地址和品牌名字，这样以后小吃摊的名气就能打出去了。有了包装袋，以后小吃摊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好。别人就能根据包装袋上的地址前来购买了，这样方便很多。有滋有味泡椒凤爪，这个名字真好听。陈爸陈妈连忙把包装袋拿了出来，开始打包。现在4点，打包好差不多5点，那时候也正好可以出摊。趁着他们打包，陈飞去准备今晚上摆摊的食材了。最近一直在卖炒饭，161不营业，要陪老婆去产检。陈飞决定等后面空了，也把滋补鱼汤上市卖一卖，毕竟很多食客都很馋其他美食。5点，4000份鸡爪全部打包搞定了。今天这些阿姨的手速更快了，她们全都没有偷懒，
把效率压缩到了极致。陈爸陈妈两个人的协调能力也很好，特此是陈妈，她不愧是做园丁的，安排事情井井有条。陈飞把这些事交给他们，很放心，把鸡爪包装好。几个阿姨临下班的时候还不忘夸赞陈老板的鸡爪味道好。我昨天买回去的鸡爪特别受欢迎，小孩都抢着吃，我的也是，家里人很喜欢。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全吃完了。老板做的鸡爪真的很好吃。几个阿姨今天又没忍住，他们又买了2包鸡爪回去。阿姨表示自己出来上班都快成为倒贴钱了，自己每个月买的鸡爪可能都不够工资。陈飞叫了个车和自己运鸡爪，4000斤凤爪必须用2个车才行。把鸡爪运到摊位，摆在桌子上，就开始今天的营业了。江月熙把小黑板拿了出来，他照旧写下了今天的菜品。陈飞看着他去写菜品，他接过了笔，在上面写下了注意事项。提醒：小吃摊明天不营业，陪老婆产检。江月熙看着陈飞写下的字，双眸微微张大，他有些意外，陈飞为啥要写括号中的字，实在是让人太不好意思了。而且他还称自己是他老婆。哎呦，还没结婚呢。江月熙用手拉了拉陈飞的手，有些羞涩的柔声说道：不用写原因吧。陈飞伸手捏了下这傻姑娘的小脸蛋，这小家伙害羞了呢，免得一会客人问我为啥不出摊。我懒得解释，索性就写上了。陈飞其实就想炫耀一下自己老婆怀孕了，嘿嘿，老婆怀孕了，当然得找机会好好炫耀一下了。陈爸陈妈看着儿子写下的字，他们俩的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陈爸看了一眼儿子，哎呦，自己儿子也是一个炫妻狂魔，他就知道儿子一定会走上自己的道路。陈飞还特意把陪老婆产检几个字写得很大，他生怕别人看不到。写完了注意事项，陈飞还可以把小黑板挂在了瞩目的地方。以前他从来不关心小黑板挂在哪里，他看了看小黑板，他总觉得太小了，这块黑板该再大点就更好了。陈飞的炫耀之心得用一张超级大的黑板才能装下。刚把小黑板挂上，就有不少食客注意到了上面的字：明天不营业，原因是陪老婆产检。大家都惊了，陈老板的老婆有宝宝了。看到小黑板上面的字，食客议论纷纷，他们对陈老板投去了羡慕的目光。陈老板明天不营业，居然是陪老婆产检，好幸福啊！完全没想到老板娘怀孕了，再过几个月，陈老板就可以带着宝宝出来摆摊了。靠，我连女朋友都没有，陈老板怎么都有老婆了？陈老板年轻有为啊，值得哥学习。我今天要多买2份炒饭，就当然给陈老板份子钱了。好多单身狗此刻觉得内心遭受了1万点打击，他们本来以为陈老板只是有一个漂亮老婆，结果没想到他现在竟然有娃了。哎，人比人气死人啊！陈老板明天不营业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后面前来的食客都想着自己今天一定要吃2份炒饭，明天吃不上陈老板的炒饭那该多馋啊。陈老板的泡椒凤爪他们也要多买点回去，凤爪买少了根本不够家里人抢。6点整，到了打工狗下班的时间了。市中区最豪华的陈东大厦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公司和企业，刚一下班，周围公司的员工就约着一块要去一家小吃摊买鸡爪。这家小吃摊的泡椒凤爪之所以在整栋楼全火了起来，是因为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故乡公司的员工把鸡爪带到了楼下的咖啡厅。周围几个公司里的员工都相熟，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约在一块吃午饭。故乡公司的员工强烈安利鸡爪，于是在他们的安利下，周围公司的人也浅尝了一下凤爪，不尝不知道，一尝停不下来。这鸡爪实在是太好吃了。陈飞的鸡爪被很多人熟知，一传十，十传百，周围公司的人都知道了顾总裁给自家员工送了一绝的泡椒凤爪这事。关键是这鸡爪还特好吃，别的公司品尝了泡椒凤爪的人回去就在自己的同事圈子里疯狂推荐和安利凤爪。听着大家的好评和看在顾总裁的面子上，大家都想去尝尝这家小吃摊的凤爪。于是陈飞的凤爪很快就在这栋市中区最豪华的大厦火了起来。这栋大厦的员工妥妥的全是精英阶级，他们平时全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是现在他们下了班以后纷纷约着去光顾一家小吃摊。刚下班，故乡一如既往的和小姐妹约着去陈老板的小吃摊。他刚把车开出车库，就有不少员工紧接着把车开了出来。他们发现总裁竟然和自己一个方向，开着开着，他们发现总裁也是去小吃摊。靠，总裁这么接地气吗？他居然下了班也去吃小吃。故乡停了车，就直奔陈老板的小吃摊了。员工紧随其后，他们不约而同全到了陈老板的小吃摊。故乡刚到，就去买了凤爪。
他边排队买炒饭，一边啃凤爪。员工来看到如此接地气总裁，他们都惊了。靠，这还是平时高高在上的总裁吗？他在小吃摊表现出来的样子，和在公司里的模样完全不一样。他们之前打死都不敢相信总裁还有这样一面，这实在是太令人意外了。不过，员工在小吃摊上发现如此接地气的顾总裁特别的漂亮，她身上沾染了一丝烟火气，更加性感了。既然总裁都非常喜欢这家小吃摊，员工见到这样的情况，就直接无脑冲了。他们也要去买炒饭。顾香看着今天的凤爪有了定制的包装袋，她很高兴，这样陈老板的名声就能通过包装打出去了。他正排着队，就发现陈老板说自己明天不营业。162，他有老婆孩子。我失恋了。顾香有些失落，看来自己今晚上得多吃点。再往后一看，顾香发现陈老板明天居然要陪老婆产检，他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顾香知道自己完全没戏了，她的失落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自己的姐妹全按捺不住伤心欲绝的心。几个姐妹看着陈老板有了小孩，她们心里很难受。她们几个之前还抱有幻想，她们觉得陈老板只要没结婚就能撬墙角，结果没想到陈老板居然已经有小孩了，他真的是神速啊！陈老板已经有小孩了，我们不可能撬墙角了。唉，陈老板怎么能英年早婚、英年早娃呢？我都快哭了。陈老板现在彻底不属于我了。姐妹，陈老板好像从来就没正眼看过你。吉曼最伤心，他感觉自己失恋了。陈飞，你失恋可不关我的事。陈飞写上小黑板上的字以后，他的确让不少女孩失恋了。陈飞很帅，他有不少小迷妹，很多小迷妹不只是因为美食每天来小吃摊，他们也因为陈老板的颜值而来小吃摊。可是在得知陈老板有老婆孩子以后，他们别提有多伤心了。很多女孩竟然现场就开始伤感了，完全没想到陈老板有小孩。我失恋了，我每天都来光顾小吃摊，就为了能远远的看一眼陈老板，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已经成为别人的老公了。唉，陈老板只能成为无数少女梦中的男人了。我失恋了，我要狂吃炒饭安慰自己。陈飞不知道，他让这么多女孩伤心了。风雪日报美食部，全体员工都在加班，他们之所以没下班，就是为了等着采访陈老板的小吃摊。美食部的李部长决定带着整个部门的员工去品尝一下这家小吃摊的食物。这家小吃摊很近，他就决定带整个部门的员工前去品尝一下这家小吃摊。在下班之前，美食部门还在开会，李部长让员工去搜集有滋有味小吃摊的评论，他让员工整合数据，这样就能更清楚地了解这家小吃摊的口碑到底如何了。李部，我已经做好了有滋有味小吃摊的市场调研了，我发现这家小吃摊的好评论高达 99%， 我们的留言板上也有很多人在推荐这家小吃摊，所以这家小吃摊作为下一期的选题，完全可以。李部长接过整合的数据看了一眼，他很满意这家小吃摊的口碑。拿好设备，我们现在就去拍摄，今天就拍摄，万一这家小吃摊的东西不好吃呢？一个摄像师觉得今天不用拍摄，先去尝尝味再说呗。这家小吃摊的东西绝对好吃到爆炸，今天拍摄肯定不亏。萧倩连忙在旁边飙了一句，谁敢说这家小吃摊的东西不好吃？他第一个跳出来反驳。走吧，拿着设备拍摄，这家小吃摊的生意很好，我们早点去。李部还是坚持带着设备前去拍摄，他有预感这家小吃摊的东西肯定很好吃。风雪日报美食部的员工一共有15名，他们全都前往陈飞的小吃摊，2个摄影师都带了设备。萧倩这位记者也穿得很正式，只要陈老板同意，他们就能立马开始彩排。很快，风雪日报美食部的人就到了小吃摊。刚到小吃摊，他们就被排队的人群惊到了。这家小吃摊的生意未免太好了吧，竟然这么多人排队。李部看到生意如此火爆的小吃摊，他直接让摄像师把相机架起来。现在得场面，一切都有可能成为素材，所以把相机架着先拍摄就行。你们把相机架着吧，先拍着，到时候这些说不定都会成为素材。好，2位摄像师都把相机架起来了，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该拍摄什么。2位摄像师正拍着，李部就带着员工排队买美食去了。现在李部特别期待大家口中所说的绝味炒饭。萧倩看了一眼陈老板小黑板上面的字，明天不营业，陪老婆产检。他看到这样的字眼，就觉得陈老板肯定是一个好男人，他肯定很爱自己的老婆。很快就排到了李部他们，整个部门都是做美食的，他们刚靠近小吃车，就闻到了从来没闻到过的香味。美食部的人鼻子都很尖，他们知道这个小吃摊的炒饭味道肯定很不错，光是这香味
就足以让人垂涎欲滴。礼部已经做美食板块将近30年了，他采访了无数厨师，但是见到小吃摊老板炒饭的姿势和动作，他表示这绝对是一位大厨。单看颠勺的动作，这位老板的功夫妥妥到家。他们一人点了一份炒饭，很快他们几个人就拿到各自的炒饭。刚拿到炒饭的第一眼，礼部就非常兴奋地来了一句：这才是正宗的扬州炒饭，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如此正宗的炒饭。礼部记得自己以前专门做过扬州炒饭的采访，那段时间他拜访了无数厨师，见过和吃过无数份扬州炒饭，可是那些扬州炒饭看起来都不如陈老板做的扬州炒饭正宗。陈老板做的扬州炒饭才担得上碎金饭这几个夜晚的灯光照射之下，这碗金黄的炒饭仿佛真的在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是黄金一般。礼部舔了舔嘴唇，忍不住来了一口炒饭。吃到炒饭的第一口，他终于明白萧倩会说这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了，这味道简直一绝，这他妈就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礼部长刚吃完，就特别激动的来了一句：采访，马上采访陈老板。美食部其他同事都纷纷同意，立马采访陈老板。这家小吃摊的东西这么好吃，一旦推荐出去，肯定会直接爆火。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美食探店，这家小吃摊的东西是最好吃的，甚至比他们采访的任何山珍海味和星级饭店还要好吃，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这家小吃摊就是下期的主题。这次选主题是唯一一次大家不用争论的。163记者采访陈老板的小吃摊，仅凭味道就征服了所有人。现在美食部没有一人反对下期素材。李部长饭还没吃饭，就开始无比兴奋地说着要采访陈老板。他现在既兴奋又激动。萧倩看着李部长的反应笑了笑，自己昨天第一次品尝到陈老板的炒饭也是这样的反应。不，李部长的反应更甚，他甚至比自己还要夸张不少。萧倩连忙叫住了李部长，陈老板现在正在忙，现在不适合采访。李部长，你别激动，现在陈老板正在忙，我们现在去采访的话，我们会打扰他做生意，不如我们等人稍微少点了再开始采访吧。我们可以先拍摄一些其他素材。萧倩用手指了指李部长手中的饭，他炒饭还没吃完呢，就想着采访了。哦，对，是我太激动了。李部长听了萧倩的话，这才反应了过来，是自己刚才太激动了，他手中的美食还没享用完呢。采访？采啥呀？先把炒饭吃完再说。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阻止自己享用美食。李部长刷的就吃完了自己手中的扬州炒饭。他吃完以后，甚至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要不是还有工作，他能吃10碗。今天先完成采访，等后面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吃扬州炒饭。李部长决定听萧倩的话，先拍摄其他的画面当做素材。陈老板小吃摊的生意这么好，小吃摊排队的人很多，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这些都是素材。李部长招了招手，冲底下人说道：摄影、记者，开始拍摄。好，收到。摄像和记者萧倩都非常有经验，再加上萧倩今天在网上了解了不少小吃摊的信息，她现在面对着镜头，有一肚子的话想说给观众听。2位摄影师架起了摄像机，萧倩拿起了话筒，正式开始拍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记者萧倩。我们发现了一家生意很火爆的小吃摊，这家小吃摊虽然小，但是暗藏玄机，每天排队的食客众多。萧倩作为一个老记者，很有经验，她知道该如何向观众介绍小吃摊。她穿着一身正装，拿着话筒，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摄像机、话筒、记者，排队的食客都很欢喜。有记者采访陈老板的小吃摊，那边好像有记者在采访陈老板的小吃摊。那个记者我之前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是吗？是不是代表陈老板的小吃摊能上电视了呀？妈的，我现在好兴奋，我早就想看到陈老板的小吃摊上电视了，光宗耀祖啊！妈妈，我喜欢的小吃摊即将被全国人民还看见，很多食客都很暗骄傲，他们爱上了一家如此优秀的小吃摊，是他们的荣幸。被记者采访的画面吸引了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都有些好奇。哎，这家小吃摊生意好就不说了，现在居然被记者采访，这家小吃摊的东西真有这么好吃？走走走，那家小吃摊味道肯定不错，都有记者在采访。我本来以为就只是一家网红小吃摊，结果没想到被风雪日报给拍摄了。你咋知道那是风雪日报的？那位记者是风雪日报的美女记者，嘻嘻，我最喜欢她了，她又漂亮，专业性又强。萧倩在风雪日报小有名气，
他进来还没不少粉丝给认出来了，大家认出了记者萧倩，那他们就知道风雪日报正在采访这家小吃摊。风雪日报，哎，这可是一家数一数二的大报社啊！他们家在新闻界可是有独特的话语权，特别是他们推荐的美食，从不翻车，所以很多看着有记者采访，他们纷纷开始排队买吃的。陈爸陈妈正在忙活，在休息的瞬间，陈爸好像看到了人群边缘处有人正架着相机在拍摄。唉，那不就是记者吗？陈爸连忙叫老婆看向那边，老婆，快看，那边真的有记者在采访。陈妈听着陈爸激动的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好像真的有记者在采访，还有2个相机在架着拍摄。陈爸陈妈看到这一画面的时候，不禁整理了一下衣服，他们俩也比刚才站直了不少，一会万一把自己给拍进去了，那他们俩不得保持最好的精神面貌吗？万一记者要采访，他们俩也得保持好自己的形象。陈爸陈妈第一次见记者采访，他们俩竟然有些小紧张。江月熙听着叔叔阿姨的讨论，他看了过去，确定就是有记者在采访，他连忙去给陈飞分享这个好消息。他照旧给陈飞喂水，然后借机说了这件事。陈飞，那边有记者采访，你快看！江月熙话语间很高兴，他脸上洋溢着笑容。陈飞看着这傻姑娘高兴的模样，他不自觉地上扬着嘴角。他看了一眼人群外，有摄像机，看来的确有记者采访。他们现在估计是在拍周围环境，估计一会才会找自己拍炒饭和鸡爪的细节。有记者来采访，陈飞心里也很高兴。记者免费采访，可是帮自己把小吃摊的名声打出去，自己能不高兴吗？而且有记者采访，也能帮助自己完成系统任务，这是对自己有大帮助，何乐而不为呢？江月熙给自己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以后，他就去忙活了。陈飞也没管记者采访，他依旧在快速出餐。陈爸陈妈那边的生意很好，他们俩今晚上一直在补货，很多人买鸡爪，都是好几斤的买，甚至有几个大客户一次买了100斤凤爪。他们不在本地，临走的时候特意来陈老板的摊位上买鸡爪，他们怕后面回去了嘴馋，干脆买了100斤凤爪。这100斤凤爪分给亲戚朋友，剩下的他们决定放在冰箱里慢慢吃。陈爸陈妈还提醒了一下他们，凤爪虽然是腌制品，但是也不适宜放太久。他们俩的提醒其实多余了，陈老板的凤爪这么美味，谁还忍心放太久啊？谁能忍住不吃啊？摄像和记者很快就把周边的素材拍好了。李部长看着陈老板正在炒饭，于是他们在询问陈老板的意见以后，他们把相机架在了小吃车2个最优位置进行拍摄。陈老板炒饭的动作和姿势这么帅，他们当然要拍摄下来了。164，陈老板，你去接受采访吧，我们愿意等。将近10点左右，李部长见小吃摊排队的人一直没少，现在都晚上10点了，陈老板的小吃摊还有这么多人排队，这生意未免也太好了吧？李部长怕时间太晚了，于是主动冲陈飞说道：“陈老板，我们能不能采访您一下？不然一会炒饭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素材了。”李部长说得很恳切，他现在感觉陈老板的炒饭所剩无几了，如果一会炒饭卖完了，那他们不就没有素材拍摄了吗？陈飞看了一下炒饭，现在炒饭还有100多份，后面还有不少人排队，我问一下后面的食客愿不愿意等。他话还没说呢，就有食客主动说话了：“陈老板，你接受采访吧，不然一会太晚了，我们愿意等着，等你接受完采访再卖炒饭。我还没看过记者采访，哈哈，正好可以让我开开眼界。我不着急，我也不着急。”食客主动说让陈老板先接受采访，他们愿意等。李部长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好的食客，他们和陈老板的关系竟然有点像朋友。陈飞听着食客的话，他心里觉得暖暖的。李部长，采访大概需要多久呢？李部长也知道食客在等着，于是他决定让记者和摄像加快采访进度，半个小时，最多半个小时。好，我知道了，你们先采访吧。陈飞点了点头，接受采访。他提高了音量，和后面的食客说着：“谢谢大家，我这里大概还有100份炒饭，后面如果买不到的客人，可以先离开，后天晚上再来。采访最多半个小时结束，请大家自行安排时间。”陈飞提醒着食客，他也不想让食客等太久了。食客表示：“不就是半个小时吗？”他们愿意等。很多没见过采访的食客全都围了过来，他们都想看记者采访的第一画面。陈爸、陈妈和江月熙也很好奇采访是什么样的，他们3也围了过来。李部长给陈飞说了一下采访的注意事项和需要做的事情。他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只需要放慢节奏，
讲解炒饭的每一个步骤就行了。摄影师和记者是专业的，他们知道该如何采访。陈飞的动作很快很迅速，每一个步骤做得行云流水，非常的快速，讲解清晰明了。记者最喜欢采访这样的人了。而且陈飞的颜值超高，不管摄像师怎么拍摄，他都非常的帅气和上镜。有陈老板的配合，今天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李部长全程在盯着，今天的采访没有 NG 过一次。采访结束，李部长和陈老板握了握说道：陈老板，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不出意料，这个采访视频明天晚上就会发出，到时候您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此视频。李部长说得非常的恳切，他很感激陈老板百忙之中抽空接收他们的采访。陈飞笑了笑道：不用这么客气，如果后面有什么事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好好好。陈飞见李部长这人如此谦虚恭敬，他也愿意接触。而且风雪日报可是一家大报社，和他们接触自己肯定不会吃亏。那我们就不打扰了，您继续忙。临走的时候，李部长还主动拿出手机和陈老板互加了微信。在李部长心里，陈老板的是厨艺大师，以后肯定会和他多多接触，所以一定要留下陈老板的联系方式。听李部长说，明天晚上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今天的采访视频。围观的时刻别提多激动了，大家讨论纷纷，恨不得现在回去就蹲守在电视机面前，在电视上也能看到关于陈老板的采访视频。哪个台？不知道，我已经万年没看过电视了。我也是，不过风雪日报的官网应该能看到相关视频吧？那肯定可以，官网上一般都有相关视频推荐。听着大家的讨论，肖倩主动和大家介绍这观看渠道。风雪日报的采访视频在全国台上映，每晚8点正式上映。除了在电视上能看到这条视频以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风雪日报的各大平台官网看到这条视频。除了在网上视频发出以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购买风雪日报的报纸看到相关内容。听到记者的介绍，大家决定明天早早的守候在官方账号或者是电视机面前。陈老板被采访了，他们当然要全力支持了。陈爸陈妈也记下了记者朋友说下的话，他们决定一会回去就在各大群里给亲戚朋友说这件事。儿子被记者采访了，这件事他们要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陈妈都能想象到夸赞儿子、吹捧自己的话语了，嘿嘿，想想就觉得挺美啊。采访结束，李部长他们几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旁边有不少食客正在讨论今晚上采访的事，其中有几个人的话吸引了李部长的注意。这些记者好可惜啊，居然就只拍到了陈老板的炒饭和凤爪，明明滋补鱼汤和生煎包也很好吃的。唉，要是把陈老板所有美食都拍摄在视频里面，那视频肯定会更火。只可惜陈老板最近只卖炒饭，唉，好想念其他美食啊。好可惜，观众就只能看到这2种美食。这几位食客的话让李部长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那就是陈老板的小吃摊可不止有炒饭和凤爪。他之前看视频的时候还看到陈老板有在卖鱼汤和生煎包，这2种美食的评论也非常好。李部长应该把这2种美食也拍摄进去啊。李部长拍了拍脑门，他怎么能把绝佳的素材放过呢？老了，这些重要的事情都能忘。李部长反应过来以后，连忙给手下的人说道：等等我去和陈老板说点事。好。几个人看着李部长火急火燎的跑去找陈老板了，他们还有些好奇，李部长这么着急，他找陈老板干啥呢？趁着陈老板刚起锅一份炒饭，李部长见缝插针的问道：陈老板，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大概什么时候售卖其他菜品呢？其他菜品也很美味，所以我想拍摄其他菜品。李部长也想拍摄其他菜品。陈飞看着诚恳的李部长，他考虑了一下以后说道：后天吧，后天售卖其他菜品，到时候我微信联系你。好，多谢陈老板。李部长很高兴，他没想到陈老板这么好说话。165，儿子上电视，疯狂炫耀。后面他会制作其他菜品，到时候他们又来采访。排队的食客听说陈老板会制作其他菜品，他们别提多高兴了。哇塞，后天终于能享用美食大宴了，我馋鱼汤和生煎包的很。你们忘了玉米汁了吗？明明玉米汁也很好喝啊。亏了有记者采访，我们终于能享用其他美食了。这几位食客表示，他们后天一定要早早的光顾陈老板的小吃摊。听了陈老板的话，李部长心满意足的走了。走，我们回去加班。关于陈老板采访的视频，明天晚上作为重点新闻发出。李部长一声令下，带着员工回去加班了。明天正好是美食部主板，他们今天又找到了这么好的素材，当然要加班剪辑出来了。风雪日报每天都会更换主板新闻，
明天正好轮到美食部。美食部其实在采访陈飞之前，已经有了相关素材了。可是，在品尝过陈老板美食之后，李部长立马就决定更换重点新闻，将陈老板的素材当作重点头条新闻。对于加班，美食部没一个人有消极心理，他们所有人都非常积极主动。他们知道这条素材肯定能火，到时候播放量和浏览量暴增，他们美食部整个部分都会得到奖励，所以大家全都乐呵呵的去加班了。这也是美食部第一次提前1天拍摄素材，以前他们的素材最起码都会提前1周准备好，但是为了陈老板，他们愿意破例。他们去加班的时候还买了鸡爪回去吃，嘿嘿，加班的时候能啃美味凤爪，时间都过得快了很多。有记者采访，陈飞今天11点左右才结束营业，4000份凤爪和4000份炒饭全卖完了，今天盈利18万。陈飞今天付了7万的包装袋费用，10万个包装袋可以用很久，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亏，赚钱赚得盆满钵满。今天还有记者来采访，小吃摊的名气也打了出去，陈飞别提有多高兴了。11点15，一家人收摊回家，陈爸陈妈刚回去，他们俩就拿出了手机，活跃在了各个群里。家族群里，吴慧的消息刷刷往外发。吴慧，陈飞的小吃摊今天有记者来采访，叫什么？风雪日报的记者。大家明天晚上就能看到关于陈飞的采访视频了。是吗？被记者采访，这么厉害啊！表哥的小吃摊居然被风雪日报给采访了，这家报社可是很出名的一家报社。明天晚上多少点能看到采访视频啊？慧慧，你露脸没？吴慧懒得打字，直接发了语音。明天晚上8点，你们到时候记得看陈飞的采访视频。吴慧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没在采访中露脸啊。算了，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他其实也很想在采访中露脸，这样他就有更多的炫耀资本了。在家族群里发完，吴慧又去姐妹群里发消息：姐妹们，我儿子明天上电视了，到时候你们可以在全国25台看到我儿子的视频，你们记得多多捧场。吴慧发消息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让姐妹们多多捧场，她就是故意炫耀。陈爸以前也没多大的炫耀之心，可是今晚上他也坐不住了。他在象棋群里弱弱发了个消息：陈爸，嗨嗨，哥几个，以后我儿子就是明星了，到时候我带他回来跟几位叔叔下象棋，你们肯定觉得倍有面子。陈爸的消息一发出，兄弟几个还有些疑惑，成为明星？老陈的儿子的确有点帅，难不成他出道去当男明星了？老陈看着哥几个很疑惑，他这才不紧不慢地解释着这事。听了老陈的解释以后，哥几个都非常羡慕，毕竟普通人可是很难被记者采访的，被记者采访，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啊！陈爸看着兄弟们回复的话，他享受到了炫耀的乐趣。嘿嘿，自己以后一定要像老婆一样，多多炫耀。陈飞看着这老两口，现在已经11点多了，他们俩忙活了一天，居然一点也不累，这俩居然还有这么多精力发消息，他扶额。陈爸陈妈的精力未免也太好了吧！江月熙看着叔叔阿姨这么高兴，他不禁上扬着嘴角。陈飞看着这小傻瓜，伸手摸了摸他的毛毛小脑袋。傻瓜，去洗澡吧，一会太晚了。好，江月熙乖乖的点了点头，他现在也有点困了。小猫咪乖乖的去洗澡了。陈爸陈妈还游走在各大群里，他们俩现在无比亢奋，他们就是要四处炫耀儿子上电视这件事。陈飞都有些无语，他们俩今晚上不会通宵吧？陈飞看不下去了，提醒着他俩：爸妈，快去休息了，明天要陪西西去产检。好好好，我们这就去。嘿嘿，马上就去，马上就去。第二天一早，陈妈依旧早起做了早饭。陈飞预约的时间是9点，他们8点半左右出门。一路上，陈爸陈妈非常高兴，陪着儿媳妇去产检，他们俩就可以看到小孙孙了。陈飞也很高兴，有一些准爸爸不看重产检，觉得产检并不重要，所以医院里面有很多孕妇都是自己来产检的。陈飞却不一样，老婆的每一次产检自己都必须要陪着，而且每一项检查都得做才行，能确保肚子里的宝宝健康长大，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到了医院，陈飞去拿了号，江月熙在妇幼保健院建档了。之前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身份证查询到。怀孕16周，分析首次产前检查的结果，血压、体重、宫底高度、腹围、胎心率、孕中期唐氏血液筛查，15-20周。这次产检检查项目挺多的，来的比较早，有一些项目不需要排队，进行的很快，有一些需要排队的项目，江月熙有爸妈陪着，自己去排队。检查项目陆续结束，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一个项目，那就是
彩超，现在宝宝在妈妈肚肚里，只能通过彩超才能看到他们几个小家伙的具体情况。166，宝宝很健康，带江月熙吃豪华西餐。彩超室里，陈飞和江月熙在里面做彩超的时候，只能规定一人进来陪护，所以就是陈飞进来的，探头在江月熙的肚子上轻轻滚动。彩超机里就出现了胎儿的画面。陈飞本来以为自己有经验了，不会这么激动，可是看到彩超机里的画面，他还是忍不住很激动。那3个小小的一团，就是自己的3个宝宝，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神奇了。陈飞看着彩超机里的画面，嘴角就没有下来过。江月熙看着宝宝，欢喜得很。他们几个小家伙比之前长大了不少呢，几个小家伙小小一团，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爱了。宝宝很健康，有一个宝贝比较小，不过多胞胎就是这样的，只要他们营养够就没问题。你怀的是3个宝宝，平时肯定会比其他孕妇更辛苦一些。准爸爸记得照顾好准妈妈。3胞胎在怀孕几个月的时候就会很显怀，这个时候宝宝正在肚子里茁壮成长，母亲腰部受力就会更大，所以母亲一定不要太辛苦了。还有，怀孕后期晚上起夜上厕所会很频繁，你怀了3个宝宝更是如此。这时候准爸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多多照顾准妈妈，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磕碰。医生给陈飞和江月熙叮嘱了很多，怀3胞胎，妈妈很辛苦，所以就需要老公多多照顾，家人多陪伴，而且休息一定要到位。陈飞对于医生说的话全记下来了，看来从今天晚上开始，自己就必须陪着江月熙一起睡，不然他晚上磕了碰了就不好了。医生交代了很多，陈飞和江月熙全都记下了。现在到了怀孕中后期，更得多多注意才行。刚出医生办公室，陈爸陈妈就非常兴奋地走了上来。儿子，快给我看看拍的彩超视频，我已经忍不住想看小孙孙了。陈飞看着爸妈着急的样，他连忙把刚才的视频拿了出来。刚才彩超室只能进去1个人陪护，所以陈飞就给爸妈拍了视频。拿到手机，陈爸陈妈兴奋的不行，他们俩盯着手机就不放。孙孙好可爱，他们欢喜的不行，一个孙孙就已经让人够欢喜了，3个孙孙，他们别提有多开心了。儿子，你把这视频发给我，我要收藏起来。好好好。陈飞把视频发给了爸妈。现在孙孙还没出生呢，他们俩就这么疼爱，等孙孙出生了，他们俩不得把孙孙给宠上天。陈妈喜欢孙孙，也不忘稀罕自己的儿媳妇。她走了过去，拉着儿媳妇的手，柔声说道：西西，怀3个宝宝辛苦了，平时有什么想吃的，一定要给阿姨说哦。阿姨，我知道了。江月熙乖巧的点了点头。阿姨这么宠自己，她很幸福。走吧，我们去吃点东西，逛逛吧。陈飞牵着媳妇的手，冲爸妈说着，今天不出摊，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正好陪爸妈。好，爸妈乐呵呵个不行。几个人出了医院，就去了附近的商圈。商圈比步行街更豪华，这里有很多大牌店铺和高档餐厅。江月熙平时很少来这里，他知道这种地方肯定很贵很贵，他还是比较喜欢接地气的小商铺。晃悠了一圈，陈飞看时间也12点了，他准备找个地方吃饭。现在老婆可不能饿着了，他可是有3个窝窝待哺的小家伙呢。这有家西餐店，我们就去这家吧。陈飞牵着江月熙的小手，准备带他去吃西餐。这小家伙肯定没吃过西餐，他刚准备牵着老婆进去，江月熙就拉着他的手小声说道：陈飞，这会不会太贵了呀？这小傻姑娘，她光是看这家店就觉得很贵。笨蛋，不贵，爸妈，就这家西餐店吧。陈飞捏了下这小傻姑娘的脸蛋，柔声给她说着。江月熙心里有些嘀咕，不过她也没再说什么了。她跟着陈飞一块进去，这还是她第一次进西餐店。看着豪华的西餐店，小傻姑娘的眼睛都睁大了不少。这家店看起来真的好贵啊。找了个位置坐下，陈飞看了一下菜单，点了4份牛排和1份鱼子酱海鲜拼盘，还有4份海鲜浓汤。这家西餐店人均上千。江月熙看了一眼菜单以后，就在心里惊讶的不行。这家店卖的是龙肉吗？咋这么贵呢？这家店实在是太贵了，江月熙都不敢在这吃。很快，陈飞点的菜就上来了。他现在作为一个厨师，菜品上来了，第一反应就是看菜品是否新鲜。他看了一下，这家西餐店的菜品不能说完全新鲜，不过也算可以了。海鲜这些很新鲜。陈飞把江月熙的牛排切成了小份，有自己在身边，哪需要老婆亲自动手切牛排呢？陈飞和爸妈的牛排是6分熟，江月熙的牛排则是全熟的。
这家伙第一次来西餐店吃牛排，如果吃着带血的牛排，他估计吃不进去。而且现在江月熙怀了宝宝，身体抵抗力不佳，吃全熟的食物是最好的。陈飞把切好的牛排递给了江月熙，这小傻姑娘感觉很幸福。她以前只在电视中看过这样的场景，绅士男朋友给女朋友切牛排，原来如此浪漫。江月熙第一次觉得是女主角。傻瓜，吃吧。陈飞柔声地冲江月熙说道，让她乖乖进食。陈爸陈妈看着儿子这么贴心，他们俩也很高兴。儿子是个大暖男，他肯定能照顾好媳妇和孙孙。陈爸也识趣的给老婆切好了牛排，他递给陈妈的时候，故意来了一句：“老婆，吃牛排。”陈爸说话间，还故意冲着儿子挑眉色。陈飞有理由相信老爸这是故意的，他估计在自己面前叫老妈为老婆，他就是故意嘲讽儿子，他不能叫媳妇为老婆。陈飞记下了老爸这一笔，看来以后他犯事了，自己可不能给他担着了。陈妈和江月熙还不知道这两父子竟然在偷偷较量。陈妈则戴着手套帮儿媳妇剥虾，她很宠儿媳妇，剥虾这种小事当然得让自己来做了。西西，你多吃点哦。好好好。江月熙的碗里满满当当的，每次和阿姨一块吃饭，她都会把所有好吃的给自己。江月熙都快不好意思了，这傻姑娘是内陆的，平时没多吃过海鲜，今天吃上了新鲜的海鲜，她发现海鲜很鲜甜，很好吃。167，有了钱，一人一块名表安排上。一顿饭下来，江月熙的小肚肚已经很饱了。怎么样，吃饱了吗？吃饱了，再吃估计就走不动道了。江月熙笑盈盈地说着。陈飞也吃饱了，不过他觉得这家西餐店味道不咋样，可能是因为自己有10之百味，菜品的一点点缺点都能吃出来，所以他这顿饭吃得稍稍有些折磨。不过好在这家店的食材还算新鲜，只要食材新鲜，那味道就不会差到哪里去。陈爸陈妈践行光盘行动，他们俩全吃完了。吃饱了我们就去逛逛吧，这附近有很多店。陈飞冲老婆和爸妈说着。3个人点头同意。结了账，陈飞牵着老婆的手就出去了。楼下有一家品牌服装店，陈飞准备带爸妈去买点衣服。刚去服装店，陈妈就一直在给儿媳妇挑选衣服，儿媳妇这么美，就得买很多漂亮衣服。阿姨，我衣服挺多的了，不用再给我挑选了，女人的衣服哪能说够呢？你这么美，就得多穿漂亮衣服。陈妈热情得很，一个劲的帮儿媳妇挑选衣服。陈飞，你让阿姨不用给我买了，我的衣服已经很多了。江月熙劝不动阿姨，只能走过来冲陈飞撒娇。没关系，正好趁我妈在，可以多挑选一些款式好看的衣服。江月熙，最终陈飞给老爸老妈还有媳妇都买了几身衣服，老妈和媳妇一块给自己又挑选了2身衣服。都出来逛街了，那就都买点新衣服回去，有儿子儿媳妇陪着逛街。陈爸陈妈特高兴。刚上商场3楼，陈飞就看到了这有几家卖手表的店铺，手表的大小品牌都有。陈飞就认识2个牌子，鹰燕格拉苏蒂羽联和伊波路瑞士。这2个品牌的手表不是很贵，属于性价比较高的。陈飞记得老爸之前就说过想买块手表，奈何他每个月的零花钱就只有这么几百，买个电话手表都不够。陈飞转头冲老爸说道：“爸，你之前不是说想买块表吗？这正好有家店，我们进去逛逛呗。”陈爸看着店铺是洋文的，他就不敢进去了。这家店的手表肯定很贵，他虽然想买，但是自己也没必要买这么贵的。儿子，这会不会太贵了啊？不贵，这不是什么大牌手表。陈飞牵着江月熙进去，老爸老妈也紧跟其后。店员立马上来介绍。陈飞大概扫了一眼，这家店的手表都是1万多，这个价钱也不贵。鹰燕格拉苏蒂羽联是个小众品牌，但是性价比很高。他们家也有高奢手表，价值10几万的，可是高奢手表卖的不如别的大牌手表好，所以很多店铺卖的都是轻奢手表。陈飞挺喜欢这家手表的款式的，机械手表看起来质感非常不错。陈飞现在有了钱，也不会在手表这种东西上花高价，他觉得完全没必要买一个豪华手表，还不如买一辆贵的车。手表几万块钱就行了，普通人当中1000多几千的手表就算贵的了，这1万多的手表其实也不便宜。毕竟现实生活不像小说，普通人的生活就算是再奢侈也得精打细算。陈爸一进来看到标牌价之后就在嘀咕，手表未免也太贵了吧，1.9万，好多都是2、3万，这又不是金子。陈爸从来没戴过这么贵重的手表，他看到价格的一瞬间就觉得不值得。
陈飞看着老爸的反应笑了笑，老一辈的人平时生活比较节约，所以看到这么贵的手表会心疼，还好自己没给他买10几万20几万的，要是买了的话他估计得供起来。陈飞挑选了一款手表，冲老爸说道：老爸，我觉得这款手表还不错，挺好看，我拿给叔叔试戴一下。店员把手表拿了出来，给老爸戴上。很好看，黑色的机械手表就是好看，很有气质。陈飞挺满意这个手表，黑色的机械手表看起来奢华又低调。陈爸抬起手腕仔细欣赏了一番，喃喃自语道：是挺好看，这手表16000，好贵哦。陈妈也觉得贵，儿子挣的钱辛苦，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在他们老两口身上。儿子，1万多的手表会不会有点贵啊？陈飞看着心疼钱的老两口，他柔声应着：爸妈，不就是1万多的手表吗？不贵，只要老爸喜欢就行。就要这块手表吧。老爸，我去结账，你带着吧。陈飞决定就给老爸买这一块手表，不过就是16000而已，哪有多贵啊？推辞啊一会。陈爸陈妈还是推辞不过儿子，既然儿子要买，那就收下吧。陈爸欢喜地戴着手表，他眼睛全落在了手表上，不只是因为这手表好看，更多的是因为这手表是儿子买的。结账之前，陈飞还看到了一款手表，深灰色的，很有质感，看起来很帅气。陈飞突然想起了自己的3个怨种儿子，自己本来说找时间请他们吃饭，好好感谢一下他们对小吃摊的帮助，结果这3个儿子基本上天天都在小吃摊吃饭，单独请他们出去吃，3个儿子还不乐意。陈飞一直想法感谢3个怨种儿子，正好给他们一人买一块手表吧。陈飞也是知恩图报之人，3个怨种儿子对自己的帮助很多，一人买一块手表，正好这款手表帮我拿3个。陈飞也没事带，直接冲店员说道。店员在一旁都惊了，今天自己遇上大客户了呀！这位小哥哥长得又帅，买东西又很阔绰，一出手就买了4块手表。店员心里高兴的不行，好，马上给您拿。趁着店员去拿手表，老爸老妈和江月熙都很好奇，陈飞买这么多手表干啥？儿子，你买3块一样的手表干嘛呢？这块手表还不便宜呢，一块14999。陈飞看着疑惑的3张脸，开口解释道：爸妈，我买了送给舍友的，在小吃摊起步的时候，他们3个帮了我很多，一直想感谢他们，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正好出了买手表，就给他们一人买一块手表，当做感谢了。陈爸陈妈听了这才明白，原来儿子买手表是为了感谢舍友啊，不愧是自己的儿子，他懂得感恩，这样才会越走越远。江月熙看着帅气的陈飞，他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又高大了不少。店员拿手表出来，正好听到了这位小哥哥说的话，他立马对这位小哥哥非常崇拜。哇，为了感谢别人的帮助，直接买了1万多的手表，这位小哥哥出手真的好阔绰啊，有钱有颜的小哥哥，实在是太有魅力了。168看电影，采访播出，瞬间爆火。打包好了手表，陈飞去结账，4块手表一块15999，一块14999，4块手表一共60996。结完账，陈飞本来说带老妈去买个名牌包包的，可是没想到陈妈直接把自己拉出商场了。好家伙，今天出来买衣服加上买手表和吃饭，加起来都快花了7万了，要是再买个名牌包包，然后再逛逛，说不定会花个10几万，一天就花这么钱，这哪行啊？所以陈妈连忙把儿子带出了罪恶的商场。陈飞犟不过老妈也就算了，反正后面自己挣了钱，到时候有大把的机会给爸妈买东西。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我们去看个电影吧？陈飞看时间还早，所以决定带他们去看会电影。今天难得休息，当然得好好放松一下了。可以啊。陈爸陈妈点头同意。江月熙在一旁没说话，他还没去电影院看过电影呢，一张电影票好几十，他舍不得。陈飞拿出手机，打开购票软件看了一下，最近正好有一部国漫《魔童降世》很火，这部动漫的口碑很好，正好可以去看看。买了最近的票，陈飞去买了些爆米花和饮料，就去电影院了。爸妈提着东西，陈飞牵着衣服。电影院里面比较暗，江月熙还有些不习惯。慢点哦，抓住我的手。陈飞牵着江月熙坐到了自己旁边。这小家伙第一次看电影，对如此陌生的环境很好奇。江月熙进来以后，像个小猫咪一样，一直在张望和打量电影院。陈飞把爆米花塞到了这傻姑娘的怀里，
让他抱着爆米花看电影，把爆米花抱着吧，这样看电影的时候方便吃。江月熙乖巧地抱着爆米花，昏暗的灯光下，江月熙看起来漂亮又可爱。陈飞和不少女孩看过电影，但是这一次，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原来，陪喜欢的女孩看电影，会发自内心的很开心。陈飞侧着脸，忍不住多欣赏了几眼自己的漂亮媳妇。傻瓜，一会看电影的时候，如果要上厕所，一定要给我说哦，我陪你一起去。江月熙乖巧的点头应着。很快，电影就开了。江月熙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全程目不转睛，生怕自己错过什么剧情。看着搞笑的剧情，这小傻姑娘也会忍不住哈哈大笑；看着感动的剧情，她也会默默流眼泪。陈飞看着旁边的小傻姑娘，她真的好可爱。陈爸陈妈看得也非常投入。不得不说，这部国漫真的很好看。看完电影，4个人还沉浸在刚才的剧情中，一直在讨论刚才的剧情。江月熙看到最后，她非常的感动，眼眶红红的，完全沉醉在了刚才的剧情中。陈飞忍不住拿出手机给了这部动漫好评，这部国漫值得爆火和大卖。看完电影，陈飞带爸妈去吃了一家中餐厅，他们都是重味，还是更喜欢吃中菜。7点半左右，陈爸陈妈就拿出手机开始等着，准备看《风雪日报》的采访视频了。快8点了，快8点了，一会就能看采访视频了。视频一发出，到时候肯定会有非常多人来光顾小吃摊，到时候生意肯定会更好。我要去亲戚群里提醒一下大家，让他们准时看视频。陈爸陈妈激动的不行，他们俩今天下午一直在看时间，他们绝对不能错过儿子的采访视频。陈飞表示，现在才7点半呢，还有半个小时，爸妈你们会不会太着急了？8点，风雪日报各大官方平台将采访视频发出，视频标题为最正宗的扬州炒饭，不吃你绝对会后悔。视频一经发出，瞬间就获得了无数点击，好多网友在冲浪的时候都刷到了风雪日报的这条视频。他们看了一下这条视频的标题，最正宗的扬州炒饭，这个最字是能轻易使用的吗？正宗就算了，居然还要加上一个最字，风雪日报可从来没有这样取过标题，会不会太儿戏了？不知道，难不成这位老板是扬州炒饭创始人传人？不然怎么可能用最字来形容呢？不就是炒饭吗？风雪日报是不是没素材了？居然会推荐炒饭？风雪日报的视频肯定不会差，点进去看看再说。很多观众虽然有疑惑，但是他们还是点进视频观看，他们都很好奇，最正宗的扬州炒饭到底长啥样？这家扬州炒饭有这么好吃吗？刚点开视频，第一个画面就是金黄发光的炒饭近景。这份炒饭拍摄的特别的金黄，看起来贼有食欲，金黄发光，还能看到里面的蛋丝和各种食材。就只是看了一眼，观众就被这份炒饭馋到了。这份炒饭看起来真的好有食欲啊，和市面上的炒饭完全不一样。所有的观众一点进视频，就被炒饭给吸引住了目光。他们继续往后看，后面则出现了一个帅气的老板，他正拿着勺子炒饭的全过程，他实在是太帅了，每一个动作都特别的利落干脆。炒饭的整个过程刚刚控制在了1分半，可是就这短短的1分半，所有人表示自己想看无数遍。帅气的炒饭视频过后，最后则是陈飞炒饭的每一步骤，他用着充满磁性的声音给大家讲解这每一个步骤。视频看下来，所有人都被金黄的炒饭和帅气的老伴给吸引了目光，瞬间弹幕上好评无数。我看到了这份炒饭在发光，这难道不是动漫世界吗？现实生活中居然真的存在会发光的蛋炒饭，这份炒饭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好想吃啊！救命！炒饭的老板好帅，我人没了，又想吃炒饭，又想看帅哥，快给我说这家炒饭的地址在哪里？老板真的好帅，这么帅的帅哥不去当明星，居然去当厨师，可惜了，可惜了。有滋有味小吃摊，这不是美食街那家小吃摊吗？视频最后则是关于食客的评论和小吃摊生意火爆的画面。光是看视频最后，大家就能感受到这家小吃摊的生意到底有多好了。一条视频看下来，勾起了无数吃货的馋虫，他们全都表示自己一定要找机会去品尝一下这家小吃摊。而且风雪日报推荐的店铺味道肯定不错，就冲着是风雪日报，他们高低也得去尝尝这家店的东西。陈爸陈妈正守在了电视机面前看采访视频，他们俩的夸赞声一直没停过。我儿子好帅啊，这家报社采访的很好，把炒饭的美味全都拍了出来，儿子真优秀，出现在电视里面就像是大明星一样。陈爸陈妈看着视频满心欢喜，
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条视频其实并不长，一共30分钟。视频里面还穿插了很多关于扬州炒饭的相关知识和科普之类的。一般来说，风雪日报每一次推荐店铺，都不只是推荐一家或者是一种美食。但是今天为了陈飞，他们很任性的只推荐了一家。他们相信，就光是陈老板这家店铺，就会获得无数观众喜欢的。169上热搜，引争议，好帅啊！江月熙看完了视频，扬着小嘴，略微有些花痴的说着：“陈飞怎么能这么帅呢？看他炒饭，自己就算是看一辈子也看不腻。”刚看完视频，陈妈就开始在家族群里乐呵上了。她把风雪日报官网的视频链接发到了群里。吴慧还没看过陈飞采访视频的，直接点这个链接就能看了。慧慧，我们一早就看了，陈飞这小子出息了，飞哥好帅啊，好上镜，我感觉他都可以去当明星。慧慧啊，现在都有记者来采访陈飞了，你啥时候把他带回来，给大爷做点好吃的尝尝味啊？就是，我越来越想品尝陈飞的东西了。家族群里热闹得很，有些很高兴，有些很嫉妒，有些则单纯的嘴馋。陈爸陈妈因为儿子接受了采访，他们出尽风头，别提有多高兴了。除了家族群里以外，吴慧的姐妹群、老陈的兄弟群，这些群消息一直没停过。陈飞看着爸妈满脸的骄傲，非常开心。除了爸妈各个群里比较热闹以外，陈飞的班级群也很热闹。飞哥，我为你疯狂打 call， 你好帅啊！飞哥居然被风雪日报采访了，这可是一个大报社，实在是太帅了，牛批牛批！这样小吃摊就能更火了。辅导员老赵看完了采访视频，他别提有多骄傲了。陈飞实在是太优秀了，现在直接优秀到全国观众面前了。老赵兴奋得很，他直接在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老赵，恭喜陈飞被风雪日报采访。老赵的红包刚被发出，就被同学们抢完了。陈飞点了几下，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抢到。不是恭喜我被采访吗？怎么红包我抢不到呢？老赵发完了红包就去发朋友圈去了。他把这条视频分享到朋友圈，然后附上文字：这是我学生，我学生被风雪日报采访了。他刚把朋友圈发出，就有很多人在下面评论：哟，老赵的学生这么优秀啊！老赵脸上有光嘞，学生这么优秀，羡慕了羡慕了，我学生不给我惹事就不错了。老赵，快给我寄点过来，我也想尝尝你学生的手艺。老赵肯定很乐呵，学生这么优秀，别提有多高兴了。老赵看着下面的评论，笑得都咧开了嘴。他躺在沙发上，看着手机一直在傻笑。老赵，看美女啊，笑成这样。老婆，你快看，我学生陈飞的小吃摊被风雪日报采访了，还有好多人在下面留言来照顾生意呢。老赵连忙坐了起来，给老婆看采访视频。是吗？陈飞的东西味道真的很好，被采访也正常。对了，我有好几个闺蜜都让我给他们寄凤爪呢，你下次去多帮我买点。好好好。老赵和老婆又缩在沙发上看陈飞的采访视频了。再看一遍，老赵的嘴角还是没下来过。视频的热度正在发酵，最正宗的扬州炒饭这几个字引起了不少名厨的注意，他们都是全国有名的厨师，对扬州炒饭也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最正宗的扬州炒饭，这个报社可真敢取名字。呵呵呵，没吃过我做的扬州炒饭，居然就敢四处去宣扬别人的扬州炒饭是最正宗的，这家报社是不是想被喷啊？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个老板和这家报社未免也太自信了吧。光看视频，这个人的扬州炒饭倒是挺正宗的，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我做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也不敢说是最正宗的，这家店有点意思啊。一个小年轻花拳绣腿几下，居然就说自己的炒饭是最正宗的，这个人估计就才20出头，他的厨艺我并不敢苟同，这家报社未免也太能吹了吧。好多厨师都特别不满意风雪日报取的这个标题，他们纷纷在视频下面留言，有些人甚至觉得陈飞不过就是对着镜头花拳绣腿表演了一番而已，炒饭的味道肯定不行，毕竟他才20出头，做的扬州炒饭哪有多好。于是有了一些专业厨师的发言，很多路人也懵逼了，这些专业厨师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啊，万一人家做的炒饭比这个老板做的还要好吃呢？毕竟全国厨师这么多，谁知道会不会还有世外高手呢？一位做了一辈子扬州炒饭的70岁名厨决定亲自前往这家小吃摊品尝一下味道。他做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手下也有很多家连锁店，他带的学生也无数。尽管如此，他也不敢说自己的炒饭是最美味的，虽然吃过人都评价
这是他们吃到过的最美味的扬州炒饭。可是叶平这位老先生也从来不敢说自己的炒饭是最正宗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去品尝一下这家炒饭。他将好好的给这年轻人说道，厨艺得虚心练习才能有长进，并不是花点钱买人来采访就会有长进的。叶平平时从不愿意贪浑水，但是这次涉及到扬州炒饭，不管多远他都得去尝尝这家炒饭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有很多人质疑陈老板的厨艺，就有吃过的食客进行反击。我吃了10几年的扬州炒饭，我敢说陈老板的扬州炒饭就是最正宗的，别在网上瞎扒扒，来陈老板这吃了就知道什么叫做最正宗的扬州炒饭了。唉，不是有很多名厨质疑吗？来和陈老板比试一下厨艺呗，就看你们敢不敢。切，他们才不敢呢，他们属于井底之蛙，就觉得自己的厨艺是最厉害的。视频一经发酵，直接又一次冲上了热搜。微博热搜上，风雪日报的采访关于陈飞的视频直接冲到了第1名。之所以会冲到第1名，还是因为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很多，而且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很高。热搜词条：最正宗的扬州炒饭到底是什么味道？点开这条热搜词条，一点进来就是风雪日报的采访视频。很多人看着这条热搜词条，全都点了进去。扬州炒饭在国内本来就很出名，现在上了热搜，自然被很多人注意到了。170，陈飞全国出名了。看了一下视频，很多人不禁都去视频下面评论去了。这条采访视频不只是上看微博热搜，还上了抖音热门，抖音的流量很大，这条采访视频都获得了上百万点赞。风雪日报美食部这边，自从视频一发出，李部长就带着员工守在了数据监视器面前，他们要看今天的采访有没有爆。1个小时不到，肖倩就刷到了这条视频，出现在了微博热搜第1。李部长，大家快看，我们今天的采访视频上热搜了。肖倩非常激动地和大家伙说道。大家连忙去打开了微博，看了一下，这条视频果然在热搜第1。这才1个小时，死，这也太恐怖了吧！以前风雪日报做的美食视频，虽然说也上过热搜，但是却没有以这么快的速度上过热搜，1个小时就冲到了热搜了第1。这条视频妥妥的爆了啊！不只是微博热搜第1，这条视频在抖音也获得了100万点赞。对，而且视频的转发量都特别大，抖音转发量直接达到10万加了。其他同事则去刷了一下其他平台，他们发现这条视频在抖音热门上，这条视频1个小时左右就获得了1000万播放量。李部长很惊讶，抖音的转发量不出1个小时就有10万加的转发量，那要是后面持续发酵，这条视频不得直接爆火呀！10万加，这么恐怖的转发量。对，转发量还在增加。李部长和所有同事都惊讶的不行，他们预计这条视频的播放量不错，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条视频的播放量竟然这么好，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视频在爆火的同时，下面的评论也很多，美食部的人刷着刷着就看到了一些言论。不过有很多人质疑我们的标题，说我们不应该加一个最字。我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评论，他们说我们不应该说这是最美味的扬州炒饭，还有很多人让我们更改视频标题，或者是删除视频。好几个同事都刷到了不少这样的言论，这就证明这样的评论并不少。部长，我们要不要换个标题啊？很多人都在质疑我们报社用这个标题的确会引起误解，万一真的有比陈老板还要正宗的扬州炒饭呢？这样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啊？同事们都很担心这事，毕竟如果这样的言论过多，就会有人质疑报社的专业，这样很有可能对视频产生影响。李部长想都没想，直接否定了更换标题这个想法。在决定这个标题的时候，李部长就想到了观众的反应，可是没想到他们居然会如此激动。但是现在视频正在发酵，流量暴增，热度大涨，绝对不能更换视频标题，一旦更换就很有可能被同行带倒，说他们有炒作的嫌疑，所以现在绝不能更换抄题。不行，现在绝对不能更换标题。李部长也明白同事的担心，犹豫了一会，他说道：你们对陈老板的炒饭有没有信心？在我心里，他的炒饭就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我之前就做过一期关于扬州炒饭的采访视频，在那段时间我吃到过上百份扬州炒饭，我敢说那些扬州炒饭从色香味都比不上陈老板的扬州炒饭，甚至做了一辈子扬州炒饭的大厨，他炒出来的炒饭也不如陈老板的，所以我才敢说陈老板的扬州炒饭是最正宗的。听着李部长的话，
同事们纷纷点头。陈老板的扬州炒饭的确是最正宗的。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探店视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评判标准。按照他们的标准而言，陈老板的炒饭的确是最正宗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在视频取名字的时候，大家就会否定这个标题，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们认为陈老板担得上正宗几个字。李部长见同事们没开口，他继续说道：如果有人质疑，这很简单啊，他们亲自去陈老板的小吃摊品尝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尝了味道以后，他们还质疑陈老板的炒饭，那我们也无话可说。只不过我敢保证，只要是吃到过陈老板美食的人，肯定都会赞叹他的东西好吃。李部长越说越激动，不过他说的也是实话。如果有人不相信陈老板的炒饭是最正宗的，亲自品尝一下不就行了？到目前为止，李部长还没在网上看到过关于陈老板食物的任何一条差评。对，陈老板的食物就是最正宗的。如果他们质疑，敬请来品尝品鉴。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人能超过陈老板。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认可李部长说的话。风雪日报本来就是一家大报社，这条视频的播放量正在持续飙升。陈飞拿着手机，看着视频的播放量正在飙升，他乐滋滋的不行。以前就见过一被采访就火遍全国的网红店铺，现在自己的小吃摊居然爆火了，这种感觉十分爽快。越来越多人知道自己的小吃摊，自己能不高兴吗？陈飞突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系统任务。这么多人知道自己的小吃摊，那被10万人知道小吃摊的名字，这个系统任务应该完成了吧？陈飞点开了系统任务，一看，任务进度25888100000。靠，这系统任务咋还没完成呢？他看了一下系统任务后面的提示，好家伙，得有10万人到现场看了自己的小吃摊，并且记住了名字，又或者是买了自己的产品，记住了小吃摊的名字，这任务才算完成了呀。陈飞扣了扣脑袋，光是通过网络这样宣传，让网友自己小吃摊的名字还不行，靠，系统有点狗啊。看来这系统任务并没有这么好完成，不过自己也不着急，毕竟今天小吃摊已经上了热搜，从明天开始生意肯定会很火爆，距离系统任务完成还有6天，他有信心将任务完成。刷了会视频，陈爸有些舍不得的主动张口说道：儿子，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老妈就在这陪着你们吧。陈飞没想到老爸竟然主动让老妈留下来，他应该是做足了思想准备的吧。老妈没陪在他身边，他能习惯吗？171江月熙的房间，香香的。陈飞开口冲老爸说着，他再一次邀请老爸留下来。爸妈，我后面想开个泡椒凤爪的工厂，你们还是留下来帮我吧。听儿子这么说，陈爸高兴的不行。嘿嘿，我就是回去辞职的，顺便把家里收拾一下就过来。你们这么忙，江月熙又怀了宝宝，我和你妈都在这里，你们俩或多或少都没这么累。到时候如果要开食品工厂，爸妈或许帮部363上你们。现在做凤爪倒没什么问题，你就放心吧。陈爸陈妈其实认真考虑了一下儿子的之前的想法，儿子现在小吃摊根本忙不过来，如果说没有他们俩在的话，儿子和儿媳妇说不定会更累，所以陈爸陈妈决定他们俩要留下来帮儿子。陈飞见爸妈准备留下来，他特高兴，伸手拍了拍老爸的肩膀，笑着道：老陈，你现在还学会卖关子了呀？嘿，这不是逗逗你吗？老陈乐呵呵的摸了摸自己的头，老两口能陪着儿子，其实他们也很高兴。有很多人都因为和儿子有代沟，所以老了就分开，但是陈爸陈妈和儿子处得很好，能住在一块，他们别提多高兴了。我回去把辞职，然后再拿一些重要的东西过来，你妈就不用跟着我来回跑了，她就在这里照顾媳妇就行。好，那你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好。陈爸回去也就1天时间，儿子这忙不过来，他要搞快点回来，到时候我再请2个人，这样你们也没这么累。陈飞决定再请2个阿姨，这样爸妈也没这么累。如果后面要增加单量，人多一些，每天凤爪也能多做一些。对了，儿子，我回去的时候给你大姑他们带点凤爪回去，他们早就馋你做的美食了。陈爸决定回去的时候带一些凤爪回去给亲戚朋友们尝尝味道，这样他们就知道儿子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好吃了。行啊，这事老爸你都不需要和我商量，等后面咸鸭蛋好了，你们想给亲戚朋友寄点都可以寄。陈飞发现爸妈还挺客气的，他们俩想给亲戚朋友寄点东西，根本不用问自己的意见。陈爸陈妈去洗漱了，陈飞拉着江月熙的小手，准备开始忽悠他。他看着乖巧的小猫咪，柔声问着：西西，你最近碗
上经常起来上厕所吗？最近的确有点频繁，晚上会起来1-2次吧。江月熙以前晚上从来不会起床上厕所，但是有了宝宝以后，起夜就频繁了不少。可能是因为宝宝在肚里压迫着了，所以经常会想上厕所。他最近晚上经常起夜，每次起来都很小心，生怕自己摔了。我给你买了个小夜灯，我们去装上吧。小夜灯柔和，就算是晚上起来影响也不大。陈飞心疼地摸了摸这傻姑娘的脑袋，她怀着宝宝，整个人很辛苦，晚上起夜这件事其实非常难受。你睡得好好的，结果被尿憋醒了，这要是换作是陈飞的话，估计会骂娘。所以陈飞想晚上也照顾江月熙。陈飞要给自己装小夜灯，江月熙乖乖地点了点头。有了小夜灯，自己的确方便很多。两个人拉着手回了房间。陈飞平时不怎么去江月熙的房间，毕竟这可是女孩子的闺房呢。他一进来就看到整整齐齐的房间。江月熙喜欢整洁，所以被子一点褶皱都没有。房间里香香的，全是江月熙身上的香味。陈飞进了房间，忍不住深呼吸了2口。呼，房间香香甜甜的，好好闻啊。果然，女孩子的房间和男生的完全不一样。陈飞的房间江月熙经常去收拾，可是不到1天又乱了，索性让江月熙收拾2间房，还不如自己和他睡一间呢。嘻嘻，怀着小心思的陈飞把小夜灯组装好了。这个小夜灯是月亮模样的，看起来很温馨，灯光柔和，江月熙半夜起来上厕所也不会觉得很刺眼，可以用了。到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开着吧。江月熙看着小夜灯，心里暖乎乎的，这种被人照顾、被人惦念的感觉真好。陈飞拉着江月熙坐在了床上，他拉着她柔软无骨的小手说道：西西，你每天晚上起来上厕所我不放心，要不从今天开始我和你住一起吧。啊！江月熙听了陈飞的话，瞬间石化。他说什么？要和自己住一起？现在不就住在一起了吗？难不成要睡在一起？你的意思是和我睡在一起吗？江月熙看着床，低着头小声地问着。一听说睡在一块，他整个人十分局促和羞涩。万一发生了啥，那咋办？陈飞看出了这傻姑娘的小慌张，他把软乎的江月熙揽在了怀里，用着极其温柔的声音说着：对啊，难不成你舍得让我睡在地上吗？不，睡在地上会着凉的。江月熙连忙拒绝。陈飞哪能睡在地上呢？你放心，我就只是陪着你和宝宝而已。医生叮嘱的话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做出过分的事情。你每天晚上都起夜，我怕你摔了。我要是在这里陪着你，你发生了什么，我还能第一时间保护你。陈飞捏了捏江月熙的小脸蛋，给他解释着。医生说的话自己当然记得了，他现在是关键时期，就算媳妇再漂亮再诱人，自己也不会伤害媳妇和宝宝的。陈飞见江月熙还在犹豫，他开始了耍赖。如果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就睡在地上，反正只要能守着你就行了。江月熙见陈飞如此执着，他也不好再拒绝。陈飞陪着自己，他从内心来说并不反感，就只是他还没和男生这么亲密过，所以他害羞。宝宝肯定也希望爸爸能24小时都陪着他们。为了这几个小家伙，我也要陪在你身边。陈飞伸手摸了摸江月熙的小肚肚，忽悠江月熙，那就得拿出自己的杀手锏。自己一说宝宝，老婆肯定会同意的。江月熙看着如此温暖的陈飞，她实在是不忍心拒绝。不就是害羞吗？到时候自己一上床就睡觉，睡着了就啥都不知道了。对，就是这样。172，我睡觉很老实的，不会乱动。有了想法以后，江月熙点头同意。她嫩嫩的嘴唇微微张开，小声的说道：那行吧，不过你乖乖的，不准动。江月熙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她让陈飞不准动。陈飞看着这傻傻姑娘的样，他忍不住笑了笑。这小家伙表面虽然答应了，但实际上内心慌的一批。傻瓜，抱抱总行了吧？陈飞轻轻地拍了拍老婆的后背，安抚着她。哦，江月熙的头靠在了陈飞的肩上，轻应了一声。陈飞让这小傻姑娘乖乖去洗澡，现在10点多了，也该睡觉了。去洗澡吧，现在也很晚了，洗了澡睡觉了。江月熙怀着忐忑的心去洗澡了。陈飞看着她走进浴室的身影，嘴角不禁扬了起来。哦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把江月熙忽悠到手了。嘿嘿，这事也没有自己想象当中这么难吗？真开心啊，真开心。今晚上和媳妇睡觉，去拿我的枕头去。陈飞哼着小歌准备去拿枕头。陈爸陈妈在客厅倒热水，
他们俩听着儿子喃喃自语的话，抬起了头。儿子刚才说什么？他今晚上要和儿媳妇睡一块。陈妈不禁有些好奇，问着陈飞：“儿子，你刚说什么呢？”陈飞在楼梯上，爱色的不行的冲爸妈说道：“嘿嘿，儿子今晚上要和西西睡一块，以后我也有人暖被窝了。”陈爸陈妈没想到他们俩的进展能这么大，睡在一块，就代表江月熙完全接受了陈飞，小两口的感情又一次有了进展。陈爸陈妈别提有多高兴了。陈爸看着儿子爱色的小样，他故意伸手搂住了陈妈，他学着陈飞的语气贱兮兮地说着：“哟呵，我每天晚上都有人暖被窝，儿子，恭喜你啊，赶上了老爸一丢丢脚步。”陈飞扶额：“老爸，你怎么这么贱兮兮的呢？这都能嘲讽自己？”陈爸话还没说完，陈妈一伸手，直接把他的手从腰上甩了下来。他好没气地说道：“去，进去给我暖被窝去，你可别搞反了关系。”陈爸刚才还非常得意，现在就只能一脸委屈。他小脸一皱，乖乖的去房间里暖被窝了。陈飞看着老妈如此厉害，他不禁竖起了大拇指。老妈果然是老妈呀，一出手就把老爸的地位压得死死的。陈妈看着儿子，笑了笑，褐色的说着：“怎么样，老妈厉害吧？”“厉害，我老妈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陈飞不禁大声的赞扬了老妈，他刚才为自己报仇了，他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老爸嘲讽自己又如何？嘿嘿，自己有老妈就够了。陈妈和儿子会心一笑，陈妈也不忘提醒着儿子：“儿子，你和西西睡一块了，晚上可不能打呼啊，不然影响人家睡眠。还有，你睡觉老实点，要好好照顾好儿媳妇和我孙孙。”“妈，我晚上睡觉从不打呼，我很老实的。”陈飞表示。老妈现在只有儿媳妇和孙孙。江月熙去洗了澡出来，她刚出来就听到了阿姨在叮嘱陈飞，她不禁忍不住偷笑。阿姨真的好好啊。陈飞拿着枕头进去，他给江月熙把头发吹干了。这傻姑娘刚洗了澡，身上更香甜了。你先睡吧，我去洗澡。吹干了头发，陈飞让江月熙先去睡觉。江月熙应了一声之后，直接一下就缩到了被窝里，把被子盖上。他一个人念念碎：“我睡着了，我睡着了。”陈飞知道小傻姑娘是太紧张了，他走了过去，把被子轻轻给江月熙盖好。最近天气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晚上还是得盖一点薄薄的被子才行。陈飞也不知道这小傻姑娘睡觉是啥样的，所以就只能先把被子给她盖好。睡吧，我很快就洗完澡了。哦，给江月熙盖好了被子，陈飞把小夜灯开着，这才去洗澡。江月熙用被子捂着脑袋，听着陈飞走了出去，他才把被子掀开。掀开以后，他不禁深呼吸了几口，呼，好紧张啊！陈飞现在还没在自己身边，他就这么紧张。一会他要是来了，那自己还怎么睡啊？江月熙看了一下旁边的位置，他又往边上挪了不少，他把陈飞的位置留得够够的。怀着小紧张的心，江月熙躺在床上乖乖睡下了。但是他却没这么容易睡着，心扑通扑通的跳得很厉害。陈飞去洗了澡回来，他还以为老婆睡着了，所以特别小声的睡到了他旁边。江月熙在旁边感受到了陈飞的一切动作，他现在动都不敢动一下，整个人非常的紧张。江月熙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他现在慌张的不行，心跳得很快，脑袋里又忍不住胡思乱想。陈飞侧着身，轻轻地把江月熙搂在了怀里。和老婆睡觉，当然得抱抱了。其实他知道，老婆还没睡着呢。不过，老婆也没拒绝自己。嘿嘿，搂着香香软软的老婆，很舒服。江月熙不敢动不敢动。陈飞搂着江月熙睡得香甜，可是有的时刻却睡不着。今天陈飞没出摊，可是也有不少特意为他而来的食客。到了小吃街，不少食客发现陈老板今天居然不营业，这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他们开了2-3个小时的车，特意为陈老板来，结果他居然不营业。很多食客都非常的伤心，他们今天没买到陈老板的美食，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不少食客还忍不住向周围人打探，问他们陈老板为什么不营业。一打探，大家这才知道，原来陈老板是陪着媳妇去产检了。大家别提有多羡慕陈老板了，这么年轻就有了老婆孩子。风雪日报的美食视频一发出，全市的人都知道了商业美食街这边有一家很火爆的小吃摊，于是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同城的人刚看完视频，他们就开着车直奔小吃摊。不出意外，很多人都扑空了。小吃街上，其他老板都羡慕疯了。陈老板虽然不营业，但是生意依旧很火爆。
很多食客特意为了他而来，这让无数老板疯狂羡慕。他们的生意要是有陈老板的1/10就好了。173，早安，我的老婆。第二天一早，江月熙微微抬起了眼皮，睁开了双眸。她发现自己被陈飞搂得紧紧的，她抱着自己，睡得好香甜啊。江月熙昨晚上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不过她昨晚上睡得真的很好，有陈飞在身边，她觉得非常的安心。江月熙见陈飞睡得香甜，她也就没动。温暖的阳光从窗户里打了进来，照射在了陈飞优越的脸上，在柔和的阳光衬托下，陈飞看起来更帅了。他的鼻梁真的好挺啊。江月熙看着帅气的陈飞，忍不住伸手在他的鼻尖上刮了一下，用手指戳了戳他的小脸。他的皮肤真的好好，摸起了 doan 的，好舒服呀。江月熙不禁欣赏起了陈飞的容颜，他怕阳光刺眼，还伸手把陈飞的眼睛给挡住了。他睡得这么香甜，把阳光给挡住，他能睡得更好些。给陈飞挡了10几分钟的阳光，江月熙身体虽然有些僵硬，但是他依旧没动。他怕自己一动就把陈飞给吵醒了。他很温暖，并不想吵醒了正在睡梦中的陈飞。看着陈飞睡得香甜踏实，他自己也很幸福。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块这么开心啊。江月熙一直痴痴地看着陈飞，他自己都没发现，他甚至没眨眼睛。几分钟过后，陈飞这才睁开了眼睛。他一睁眼就发现有一双小手挡在了自己的面前，是老婆的，他正在为自己挡阳光。陈飞抬起了手，把老婆的小手握在了手里，他哼哼了一声，把香甜的老婆搂得更近了。陈飞看着漂亮的江月熙，就算是刚刚睡醒，江月熙的颜值也是逆天的，她的皮肤很好很好，刚睡醒，小脸犹如婴儿的一般水嫩，整个人白白净净的，特别的漂亮。长长的秀发微微有些凌乱，她看起来更加诱人了。陈飞忍不住在她的小脸上点了一下，她的小脸好舒服呀。搂着无骨的江月熙，陈飞用着磁性的声音柔声向她说着早安。西西，早。江月熙被陈飞搂着，一动不敢动，她的头发蹭着自己有点痒嗖嗖的。江月熙稍微有些别扭，用着奶声应着早。陈飞看着窗外的阳光，呼，一醒来就能黏糊着媳妇，真的好幸福啊。陈飞心里美滋滋的，心情超级好。和老婆腻歪了一会，陈飞和江月熙这才起床，两个人拉着手出房间门。老爸和老妈都在下面等着小两口吃早饭了。看到叔叔阿姨，江月熙不禁有些害羞，她小脸微红，整个人羞得不行。陈爸和陈妈看着小两口这么甜蜜，他们俩用着喜悦的神情看着俩。陈爸还在老婆耳边说上了悄悄话，儿子长大了。哈哈，嘘，别说话。爸妈，你们先吃吧，我们俩去洗漱。陈飞看到了老两口神情复杂的眼神，他让爸妈不用等他们俩，他们俩先吃早饭就行了，不着急，你们去洗漱吧，我们等着你们。陈爸陈妈笑嘻嘻地说着，他们要等着一块吃早饭。吃完了早饭，陈飞就让卖鸡爪的老板给自己送了7000斤鸡爪过来。昨天上了新闻，今天小吃摊的生意肯定会很好，所以陈飞得多准备些凤爪才行。今天人气这么好，他当然不能拉胯。做生意嘛，趁着顾客多，能多赚点就多赚点。把鸡爪送来，几个阿姨也来上班了。几位阿姨刚到，陈飞就问他们还有没有朋友想来这上班。各位阿姨，我还想招3位员工，你们如果有靠谱的亲戚朋友，也可以介绍来。只不过有一点，那就是你们必须得我的要求给他们讲清楚，如果来了做不到，别怪我到时候把他们辞退。陈飞说得很清楚，这几位阿姨干活自己放心，同样他们介绍来的亲戚朋友也必须得遵守自己的规定才行。2位阿姨连忙说道，我有个妹妹，她最近也在找工作，她干活行，我让她来这里吧。我也有个朋友可以做，还差1位员工啊，那我让之前和我一块做活的那个人来吧，他做活也可以。几个阿姨听了老板的话点了点头，他们知道老板的要求，所以介绍的人都是很靠谱的。陈老板这里的话这么轻松，比打扫卫生轻松不知道多少，所以他们几个都很乐意在陈老板这干活。你们把要求给他们说清楚，如果今天就能来上班，我今天就和他们签合同。好，几个阿姨连忙去打电话，他们介绍的都是这附近的。很快3个阿姨就到了，陈妈给他们3个阿姨介绍了一下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介绍完以后，他们就开始干活了。陈飞决定看一下他们干活的效率，如果可以的话，下班之前和他们3个签合同。今天一共做7000斤凤爪，有7个阿姨加爸妈，一共9个人，他们应该能忙得过来。
凤爪有阿姨在做着，陈飞就去买食材了。今天除了要做炒饭以外，还要做鱼汤和生煎包。陈飞在去菜市场之前，还给李部长发了个消息，说自己今天要做鱼汤和生煎包。李部长一听，非常激动，他立即表示自己能不能带人过来跟陈飞一块去采购，这样他们就能拍到陈老板做饭的全过程了。陈飞考虑了一下，同意了，把自己采购食材的全过程也拍摄进去，这样观众就能更加清楚自己对食材等的高要求，将整个生产环节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大众对自己会更加信赖。陈飞想了一下，所以还是同意了李部长他们跟拍。我马上到河西菜市场，位置发给你了，我们去那边集合吧。好。李部长收到了陈飞发来的位置，记者叫上出发去跟拍。河西菜市场是这周围最大的一个菜市场，距离不远，几分钟就能到。几分钟以后，陈飞和李部长他们碰面，他们以前也拍过不少跟拍，他们很有经验。陈老板，你只需要正常采购就行。肖倩记者会在采购的时候和你以聊天的形式提问，你和他正常聊天就行了。好。陈飞点了点头。李部长咋说，自己咋做就行了。174，继续跟拍，扩大名气。他们以前也拍过不少跟拍，他们很有经验。陈老板，你只需要正常采购就行。肖倩记者会在采购的时候和你以聊天的形式提问，你和他正常聊天就行了。好。陈飞点了点头。李部长咋说，自己咋做就行了。李部长和同事们都很喜欢陈老板，他实在是太大好说话了，拍摄的时候也很配合，一点都不耽误事。和陈老板合作，所有人都觉得很轻松。边聊着，几个人一块进去。陈老板，昨晚上的视频很火，我们部门第一次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们还得多多感谢您。陈飞没想到李部长居然会这么谦虚恭敬。播放量好，他还要当面感谢自己。视频播放量好，他们高兴，其实自己更高兴。视频一发出，自己的小吃摊名气更大了，生意更好，钱就会赚得更多。陈飞笑着回答，不用谢，你们来采访，对我的生意也很有帮助，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双赢。你后面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给我说就行了。好。陈飞和李部长他们去了菜市场，今天买的食材有点多，他照旧先去订了鱼。摄影师拿着设备跟拍，肖倩一边采访，一边跟着陈老板挑选食材。在采访的过程中，李部长他们几个发现陈老板对食材非常的严格，食材不新鲜，不要；食材品质不好，不要。陈老板挑选的食材一定是菜市场里同类食材最新鲜的，跟着一块去采购。李部长他们把陈老板采购的全体细节都拍了进去。他们表示，陈老板做事非常严格和严谨，他这么认真负责，难怪他做的东西如此美味。美食就是如此，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不能放松警惕，必须得了认真对待。1个多小时过后，陈老板才完成了采购。李部长全程跟在陈老板的身边，他们都累了，刚才的采购工作强度很高，可是陈老板一点也不觉得累。陈飞每天采购食材，他都要花1个多小时的时间采购食材，而且他和很多老板都认识了，结果他今天还要花这么多时间采购，这就证明陈老板对食材到底有多用心。正是因为如此用心，所以他的东西才会这么好吃。采购完了食材，陈飞邀请李部长他们一块回了别墅。小吃车载太小了，食材前期准备工作只能在别墅里完成。李部长他们要采访拍摄，也只能在别墅里进行拍摄。陈飞倒是不介意把他们邀请进别墅，李部长他们几个人挺好的，也很有礼貌。陈飞对这样的记者并不反感。回了别墅，陈飞就开始准备今晚上摆摊的东西了。首先要把鱼汤先熬煮着。陈飞今天并不准备做太多鱼汤，毕竟鱼汤所需要的容器实在是太大了，把大锅搬到小吃车上有些麻烦，所以他就只做了100碗鱼汤。今晚上前来购买的客人先到先得，没买到鱼汤的只能等着下次。如果说自己后面开了店，有自己的专业厨房，有足够的空间，到时候就能多做一些鱼汤了。生煎包则可以多做一些。陈飞决定做500个人的量，自己一个人要做3样美食，今晚上估计会有些忙碌，不过没关系，鱼汤和生煎包的分量都不多，等这2样菜品卖完了，他就可以主卖炒饭和凤爪了。炒饭和凤爪营业更多，所以陈飞最近决定都以这2样为主。等凤爪上到了，自己有了较为稳定的来源，自己就可以不用这么拼了。开小吃摊肯定累，但是陈飞却不想一直这么累，等自己有资本了，盘下一个食品加工厂，这样凤爪就能扩大销量，自己平时轻松管理也能挣不少钱。
所以陈飞最近一直在配合记者，把小吃摊的名气打出去。陈飞晃了晃脑袋，先别想这么多，现在还是先今晚上的食材先筹备好。陈飞开始处理鱼，摄影已经找好了角度拍摄，他们全程记录陈老板做饭的整个过程。陈飞拿着刀，手起刀落，不出30秒，将鱼肉和鱼骨分离。陈飞还将小细骨完全处理干净了，留下的鱼肉没有一点骨头。他的动作特别快，动作干脆麻利。李部长和肖倩他们几个甚至没反应过来就结束了。陈老板的刀工真的好好，他的动作好快，我还没看清楚他就结束了。快盯着，别走神，这还有几条鱼。李部长他们连忙让摄影别走神，他们可不能错过这么精彩的瞬间。看陈老板处理鱼，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正在欣赏艺术表演。把鱼处理好，陈飞放入调料，开始炖鱼汤。鱼汤要熬煮好几个小时，趁着鱼汤熬煮，陈飞现在开始准备做生煎包的是馅料。他今晚上做的依旧是香菇猪肉馅的生煎包，之前在冰箱里冷冻了一点鱼汤，现在直接拿出来和调料就行了。在肉馅中加入调料，然后把肉馅炒熟。陈飞制作肉馅已经很有经验了，火候控制得很好。肉馅制作完成，接下来就到了和面。李部长做了这么多期美食视频，他知道和面其实特别考究手艺。厨师一般分为白案和红案，白案是做面食的，擀面条、烙饼、做点心的，而好的白案师傅需要对面食严格把控。做面食的时候，控制其水分和力度很重要。陈飞的白案功底经过久，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他把面和好，开始擀面皮。李部长他们在这里，陈飞决定先做一点生煎包给他们尝一尝。他将面皮擀得很薄很薄，李部长他们几人看了，都以为面皮在包生煎包的过程中会破掉。摄影师全程拍摄，镜头记录下了陈老板将面皮擀得薄薄的过程。面皮在陈老板的手中擀得仿佛能透光一样薄，摄影师都馋了。用这么薄的面皮做出来的生煎包肯定很美味。陈飞将面皮拿在了手中，然后往里面加入了内馅，内馅做得满满当当的。陈飞用拇指将其收口，刚刚包好。李部长就在旁边感叹了一声，我本来以为面皮会破掉，结果没想到完全没破，面皮如此薄，透过面皮还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李部长从来没见过一位师傅能把面皮做得如此薄。陈老板不愧是厨艺大师，他的白案功夫一绝啊！这个生煎包里面全是肉，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么多肉馅的生煎包。要是早起上班的时候能买到肉馅如此多的生煎包，那我估计会开心一整天。听了李部长的夸奖，摄影师和记者纷纷认同，陈老板做的生煎包肉馅实在是太多了，他做的好实惠啊，生怕客人吃不饱。陈飞继续包生煎包，他的速度很快，不到3秒又完成了一个胖乎乎的生煎包。5分钟过后，案板上就出现了50个白白胖胖的生煎包，它们看上去大小均匀，长得一模一样，就像是复制粘贴出来的一般。175，每个包子重量都一样，神级厨艺啊！肖倩都惊了，她没想到世界上有一位厨师能做出完全一样的生煎包。李部长也很惊讶，他怀疑这些生煎包的重量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主动说着想给生煎包称重。陈老板，我能不能称一下每个生煎包的重量啊？我想看看重量差距有多少。应该是一样的，可以称。陈飞应了一声，拿出了称。他很有信心，这些生煎包的重量应该是一样的。陈飞拿起了一个生煎包，放在了小电子秤上，刚刚好50克。他又拿了一个生煎包，也是正好50克。陈飞为了验证每一个生煎包的重量，于是他大概多称了几个，大概称了10个，每一个生煎包的重量都是一样的，50克。李部长和同事惊讶的不行，陈老板刚才在包生煎包的时候也没称重啊，他的手居然这么稳，每一个生煎包的重量都是一样的。有一些做了很多年糕点的厨师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陈老板的手就是他的称，好厉害！要不是有多年的厨师经验，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陈老板好厉害啊，他的手就是他的称。我本来还以为这些生煎包只是看起来一样而已，结果没想到重量都是一样的。李部长他们几个纷纷感叹，陈老板实在是太厉害了。陈飞听着他们的夸赞，浅笑了一下。他最开始做的生煎包估计会相差几克，自从升级了厨艺以后，他整个人对所有的一切就变得更加敏感了，所以才能把重量和分量把控得如此好。包了50个生煎包，陈飞开始煎生煎包，相机全程记录着生煎包变得焦黄的过程。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生煎包的底部开始变得焦黄焦黄的，看起来特别的有食欲。
整个过程也非常治愈。看着美食被制作出来，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被治愈了。几分钟后，第一锅生煎包搞定了。很快，陈飞将50个生煎包全煎好了。摄影师没着急吃，他趁热开始对生煎包拍摄近景镜头，他非常的专业。在他的操作下，一段极具诱惑力的视频就完成了。拍完了视频，大家这才开始品尝生煎包。还没吃，光是闻着香味，大家就馋得不行。生煎包表皮金黄酥脆，透过表皮就能看到里面的肉馅。我从来没见过哪位师傅能将生煎包做得如此完美，我都看到生煎包里面的汤汁了。生煎包上面撒上些许芝麻，令人食欲大增啊！大家记得在写文案的时候，一定要突出的生煎包的外形，这样会更有诱惑力。一番夸奖以后，他们这才开始享用生煎包。萧倩趁生煎包微冷，她拿了一个生煎包放去了樱桃小嘴中，唇齿刚刚碰到生煎包，萧倩就感受到了生煎包浓浓的香味，一口咬下去，生煎包的汁水一下就爆开了，汁水太多，直接从萧倩的嘴脸流了下来。萧倩可不舍得放过一点美味的汁水，连忙不顾形象的用舌头舔了舔汁水。她现在很贪婪，一点汁水都不愿意放过，就着汁水咬了一口生煎包的表皮。哇，表皮酥脆的掉渣呀，酥酥脆脆的，面皮已经完全充盈着生煎包的香味，面皮加上肉馅的味道，生煎包吃起来太令人满足了。这生煎包实在是太好吃了。李部长同样也吃完了一个生煎包，他吃完了一个，露出了十分满意的表情。享用陈老板的生煎包是享受啊。李部长拿起了第二个生煎包，他抬起了头，问着陈飞：“陈老板，有吸管吗？”陈飞犹豫了一下以后，立马就明白李部长要干啥。他去橱柜里找了一下，拿出了几根吸管。李部长说了声谢谢以后，他拿起了一根吸管，然后将吸管轻轻地插入到了生煎包当中。他喝了一口，将生煎包的汁水一滴不剩地喝到了嘴中。萧倩在一旁擦了擦刚才被汤汁弄脏的小嘴，他忍不住对李部长竖起了大拇指：“部长，论吃，还得是你最会吃啊，你不愧是行家。”李部长笑嘻嘻应了一声，刚才用吸管喝到了生煎包的汁水，好满足啊！一个小小的生煎包，汁水充沛，鲜香无比，实在是太令人满足了。一般来说，用吸管来喝汁水的只有汤包，比如金陵汤包。金陵汤包以汁水充沛，味道鲜美而出名。会吃的时刻，大家会用吸管将其汁水全部喝起来，避免在享用的时候汁水弄得到处都是。汤包里面有汤才更好吃。除了汤包以外，其他的包子之类很少有汁水充沛到要用吸管去享用的。李部长很意外，陈老板的生煎包居然需要用吸管，最关键的是用吸管去喝汁水，能喝到满满一口腔的汁水，这实在是太令人满足了。陈老板的生煎包甚至比某些金陵汤包还要美味，除了能喝到满足的汁水以外，还能吃到酥脆的表皮。一个小小的生煎包内含大乾坤啊！看到李部长如此会吃，萧倩他们一人从桌面上拿起了一根吸管，他们也要用金陵汤包的吃法来享用生煎包。将吸管插入到生煎包之中，轻轻一吸，热热的，香香的，鲜香无比的汁水一下就涌到了口腔当中，满足，实在是太满足了。喝完以后，几个人连连赞叹，陈老板的生煎包多到需要用吸管，实在是太厉害了，这比我吃过的金陵汤包还要好吃。除了金陵汤包以外，我还没见过谁的包子能有这个水准，陈老板实在是厉害。陈飞看着几人露出满意的神情，他也很高兴。这几位都是美食记者，他们的评价更加专业。既然他们都这么说，看来自己的生煎包现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喝完了汤汁，几人开始咬生煎包，一口咬下去，生煎包酥脆的表皮直接掉在了唇齿之间。就着酥脆的表皮咬一口肉，他们万万没想到，生煎包内馅里面的汁水竟然还如此充沛，内馅吃起来特别嫩，口感极佳，和酥脆的表皮在一块，形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感。一酥脆，一嫩爽，这两种口感融合在一起，实在是太棒了。176，享受美食也是正经事好吧。两口吃完了一个生煎包，萧倩作为专业记者开始滔滔不绝的夸赞，用吸管将生煎包里面的汁水全部吸完了。结果没想到肉馅当中还有这么多汁水，一口咬下去，汁水竟然还能在楼上中炸开。有一些汤包店铺也做不到将肉馅中融合这么多汁水，有很多汤包店铺的汁水和肉馅是分开的。厨师在包生煎包的时候，会后面用针管将高汤灌到汤包中，这样的汤包虽然有汁水，但是并没有和肉馅完美的融合在一块。陈老板的完全不一样，
生煎包的汁水充盈在了每一丝肉馅当中，肉馅的缝隙当中，汁水炸开，就像是洪水决堤了一般。这实在是太绝太妙了，我这辈子都没想到，一个生煎包居然能有这么好吃。萧倩不愧是专业的美食记者，她一张口就将生煎包的美味全部用文字形容了出来。她说的这一点，就连陈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老实说，陈飞没吃过正宗的汤包，所以在他的印象中，市面上的汤包应该和他做的不相上下才行啊。如果在煲汤包的时候用针管加入高汤，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这样内馅的美味既没有发挥出来，高汤的味道和汤包还有肉馅全都是分离的。这样做还不如直接喝高汤吃包子。但是一般人并不会觉得这有太大的问题，毕竟他们并没有吃到过味道更好的汤包。人在认知范围之内，就会觉得自己吃到的是最美味的。陈飞不知道外面的汤包佐能和他的相比呢？就算是给他们一辈子，他们也追不上陈老板的厨艺啊。听了萧倩的夸赞，李部长和同事连连点头表示认可。陈老板的生煎包就是有这么绝，几个人越吃越上瘾。陈飞刚刚做的50个生煎包，7、8分钟后全没了。李部长舔了舔嘴唇，乐呵呵地看着陈飞，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道：“陈老板，生煎包这么好吃，能不能再来几个啊？”部长，不能再吃了，还要忙着采访呢。萧倩小心地提醒着部长，要是再吃的话，陈老板今晚上摆摊的食材都会被吃完了，而且他们现在还要采访呢，可不能因为美食而耽误正事。部长，享用美食也是正事，没关系，我再去做一些。陈飞看着大家意犹未尽的表情，他忍不住笑了笑，然后又去做了50个生煎包过来。他在买食材的时候就多买了些。他们几位记者自己管够。陈爸陈妈也从旁边忙活了过来，看着有生煎包，他们俩也忍不住拿了几个享用。几分钟过后，50个生煎包又没了。享用完了生煎包，李部长他们几个人忍不住打了个饱嗝。他们现在很庆幸自己又来采访陈老板了，幸好自己来了，不然他们可就享用不到如此美味的生煎包了。吃完了生煎包，李部长他们对生煎包这一道菜的采访暂时结束。听陈老板说，旁边正在做泡脚凤爪，他们也决定去拍一拍。陈老板的每一道菜都非常的美味，当然全都要拍摄下来了。带着设备去了旁边的别墅。李部长他们几人发现，这里虽然是家庭房，但是卫生之类的打扫得非常干净，就连房租的角落之类也没有一点灰。有很多阿姨正在处理鸡爪，他们也是全副武装，戴了口罩，戴了手套，把头发全部都绑了起来。通过卫生和阿姨们的穿着，李部长就能看出陈老板对卫生要求非常的严格。陈老板这种其实算是家庭作坊，和小店铺那种一样，这种模式需要更加严格的卫生标准。李部长看了一下，陈老板这完全符合卫生标准，就这一点严，他们对凤爪放心了不少。毕竟有很多小店铺的卫生状况实在是不忍直视。萧倩和摄影戴着手套去看了一下凤爪，他们发现每一个凤爪的品质都非常好，而且大小一致，肉很多。有很多卖凤爪的店铺或者是食品加工厂，他们都会把层次不一样的凤爪放在一块，这样凤爪大小不一致掺和在一起，就算是品质低一些的凤爪也能卖出去。但是陈老板这全都是高品质凤爪。下午4点，鱼汤也熬煮好了。李部长他们今天一天都不准备走，要在陈老板这一直跟拍。终于他们等到了熬煮好的鱼汤。陈飞刚刚把锅盖掀开，一股浓郁鲜香的味道全飘了出来，瞬间这味道立马就充斥在了整间屋子里。摄影师连忙架起了相机，他凑近拍摄鲜美的鱼汤，刚刚一靠近，他就忍受不住这股鲜甜的味道了。啊，好馋人啊，好香啊！李部长和摄影师他们几个贪婪地吮吸了一下空气中的香味，好香好香。陈飞拿碗舀了一份鱼汤起来，摄影师全程跟拍，他拍摄得很到位，每一个镜头都非常完美，特别是陈飞涮鱼肉的画面，将薄如蝉翼的鱼肉放进滚烫的水中，轻轻一晃荡，鱼肉就煮熟了。起锅的鱼肉微微有些卷边，但是却没有一丝煮破的地方，每一片鱼肉都非常的完美。如果鱼肉太薄，其实非常容易煮烂，但是陈老板煮得非常完美，没有一丝损坏。如果在涮煮的时候力度稍稍大些，鱼肉也有可能破掉。陈老板的火候和力度控制得极好，陈老板的鱼肉切得如此薄，这就证明他的刀工无敌。涮煮的时候火候和力道控制得极好，就连很多大厨都无法做到。李部长见到过很多厨师做菜，但是像陈老板这样
刀工和火候控制得如此好的，还是第一位。通过这些，他们就能看出陈老板的厨艺到底有多高超了。摄影将涮鱼肉的画面拍得很有烟火气，这个画面是在家里拍摄的。李部长后面和同事们还决定去小吃摊拍摄，这样拍摄的画面更加美好，到时候就有更多的画面可以选择了。177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拍摄完之后，陈飞给每人涮了鱼肉，舀了一份鱼汤。李部长他们几个人像个小学生一样，焦急地等待在锅子旁边，用着十分渴望的目光看着陈老板的一举一动。因为嘴馋，他们现在特别着急。陈飞把鱼汤递给了他们，几个人十分期待，用着双手接过了鱼汤。陈飞看着他们接过鱼汤的表情，他们几人的表情就像是接过什么圣物一般，表情严肃，双手捧着，生怕鱼汤掉了下来。陈飞，不就是一份鱼汤而已，至于吗？至于吗？这几个人未免也太严肃了些吧。几人端到了鱼汤，他们都没发现自己的眼睛里正在冒星星。少许葱花撒在了冒着热气的鱼汤上，香味随着鱼汤涌了上来，直窜鼻腔。鱼汤微凉，几个人就忍不住拿着勺子尝了一口鱼汤。鱼汤刚到口腔当中，浓郁的鲜香味立马充斥在了齿缝之间。鱼汤的鲜味和香甜味一下就在口腔中炸开了。就只尝了一口鱼汤，萧倩就忍不住微微闭上了眼睛。享受，这鱼汤实在是令人太享受了。萧倩脑海里已经有万数以上的字来形容鱼汤的美味了。这鱼汤如此鲜美，她有责任和义务让全世界知道。好好喝呀！我这些年来喝过无数汤，但是这是我喝过最美味的汤。这汤喝起来甚至不像鱼汤，浓郁而鲜香，就好像是有很多鲜美的东西炖煮出来的一般。没有啊，陈老板炖汤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的确是鱼汤。几个人有些疑惑，到底是什么样的厨艺才能将鱼汤做得如此完美，甚至有点不像鱼汤。最关键的是，陈老板并没有加入其他调料，这的确是鱼汤。喝了一大口鱼汤以后，大家感觉自己的胃里很舒服。天气虽然微微有些炎热，但是这鱼汤喝起来一点都不燥热，反而很舒服。李部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拿起筷子准备夹起一片鱼肉放进嘴里，他稍稍用力，鱼肉就碎了。这鱼真的好嫩。无奈他用勺子舀了一勺鱼肉起来，鱼肉刚接触到嘴唇，嘴唇轻轻一碰，鱼肉又碎了。这鱼真的好嫩好嫩啊！鱼肉吸溜一下到了口腔当中，根本不用咬，鱼肉直接入口即化。这鱼没有刺，吃起来口感极佳，鲜美的鱼汤和极嫩的鱼肉混合在一起，这两者享用起来实在是太令人满足了。李部长3两下就喝完了一碗鱼汤，喝完以后他仰面感叹道：好好喝啊，今天我的口腔一次一次被美食刺激，实在是太幸福了。李部长吃过很多美食，不过他表示自己今天是最幸福的。陈老板做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他们走南闯北采访的名厨做的东西还要好吃无数倍。在陈老板这享用到了如此美味的食物，此生足矣。我以前其实挺讨厌这个工作的，可是现在我在陈老板这找到了探寻美食的意义。李部长听摄影师小赵这么说，他抬起头，错愕地看着这家伙。这家伙以前居然不喜欢这份工作。摄影师小赵立马反应了过来，糟糕，说错话了，都怪鱼汤太美味，一时冲昏头脑。他连忙笑嘻嘻地说着：嘿嘿，李部长，你别介意，我现在已经爱上这份工。在陈老板这，我发现了拍摄美食的意义。发现美食，拍摄美食，传播美食，就是我接下来的人生意义。摄影师小赵说的话，其实也是帮其他同事说的。他们之前也不喜欢这份工作，虽然能吃到很多美食，但是要经常出差，很累很累。有时候你发现的美食又不一定能被大众接受，所以大家其实并没有找到工作的意义。但是今天，他们在陈老板这找到了美食记者的意义。陈老板的食物如此美味，必须得有记者来采访，推广出去，才会有更多人知道有如此美味的食物，能让更多人享用到美食。这就是做美食记者的意义。不，他们不只是找到了美食记者的意义，甚至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就是能享用美食吗？陈飞陪着李部长他们拍摄完了鱼汤，他去看了一下旁边的凤爪，7000斤凤爪也已经打包好了，打包好了凤爪就可以出摊了。李部长他们几个再加1人买了10斤凤爪，还没出摊呢，就已经卖了50斤凤爪了。李部长几人本来还想多买些凤爪的，要不是车装不下了，他们高低还得再买几十斤，1人10斤凤爪，亲戚朋友都不够分。不过没关系，如果后面需要，到时候再来陈老板这买就行了。
鱼汤和生煎包限量，幸好凤爪不限量。陈爸给亲戚他们留了20斤凤爪，留20斤凤爪让他们尝尝味就行了。搞定了这些，飞开着小吃摊准备出摊。李部长决定先让摄影师开着车过去，把相机架好，这样还可以拍摄到陈老板出摊的完整画面。给陈老板说了一声之后，李部长就带着一个摄影师去了美食街。今天依旧是2个摄影师，一个摄影师跟拍陈老板出摊，一个摄影师提前去美食街准备着，这样他们俩边的画面都有了。李部长刚带着摄影师到美食街，他们俩就发现陈老板的空摊位附近站了好多人，他们好像全都是特意为陈老板来。陈老板的生意真的好，还没出摊呢，居然就有这么多食客围在摊位附近了。正好有时间，要不我们去采访一下吧，看看他们是不是为了陈老板来。可以。李部长和摄影师一拍即合，2个人决定去采访一下围观的人。随机采访了好几人，发现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昨天没吃上陈老板的美食，今天当然得早点来了。你们不知道，一天不吃陈老板的食物，我心里就跟猫抓一样难受。我是看了风雪日报的视频前来，听说这家小吃摊生意火爆，所以提前来了。刚来，没想到就有这么多。我可是陈老板的老顾客了，陈老板的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每天必来。我是看有这么多人排队，所以才来的。没想到这家小吃摊的生意这么好。我是工程学院的院长，支持学生的小吃摊义不容辞。今天都快6点了，陈老板咋还不来啊？院长小老头都接受了采访，他在面对镜头的时候，竟然说自己是为了支持学生的生意。院长，确定不是因为你嘴馋？李部长采访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是特意为了陈老板来，这其中甚至还有好多老支持陈老板来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现在陈老板都成了顶流了。李部长逛了一圈，竟然发现了一位熟人，叶平，178。今天是过年吗？太幸福了，这不是专门做扬州炒饭的老厨师叶平吗？他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来这了？李部长记得叶平之前做扬州炒饭专题的时候，他和这位名厨打过交道。这位名厨一心只有美食，钻研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味道做的的确挺好的。李部长突然明天他为啥会来这里了？莫不是因为昨天风雪日报发出的视频吧？那个标题取为最正宗的扬州炒饭，叶平不会是为了一探究竟，所以才亲自前来吧？李部长感觉自己猜的没错，他这位老厨师说不定真的是为了扬州炒饭而来的。李部长主动和叶平打了个招呼，叶大厨您好。叶平记得李部长，他伸出了手和李部长打招呼。李部长你好，你好，很久没见了。寒暄了一会，2个人就熟悉了。叶平开玩笑地说着，李部长，你们的视频标题取得有点意思啊，我看了你们的视频，特意来尝尝这家小吃摊的扬州炒饭。李部长听出了叶平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自己取的标题用词不当，他这个研究了一辈子扬州炒饭的人不服，所以特意来尝尝这家炒饭的味道。李部长也听出了叶平言语中的责怪之意，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取标题。李部长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叶平这位老厨师都80多岁了，还特意坐飞机过来品尝炒饭，这的确挺为难他的。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您一会尝了这家炒饭就知道我为何会这样取名了。叶平没吱声，他做了一辈子厨师，参加过不少比赛，也吃过不少名厨做的菜，这些名厨做的菜都很好吃。在他的认知里，李部长他们这次采访取的标题就是有问题。全天下的厨师这么多，他就不相信没有一位厨师能超过这个小年轻。叶平表示，等自己品尝了这家炒饭以后，一定要给这位小年轻好好提点意见，让他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李部长当然知道叶平是怎么想的了，他相信叶平吃了陈老板做的炒饭以后，就会知道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炒饭。陈老板的炒饭比叶大厨的高出一个层次和水平。李部长和叶平寒暄几句以后，就投入到了工作状态。陈飞收拾好了，他开着小吃车出摊。小吃车刚刚到美食街，就被很多老客人瞅着了。快看快看，陈老板的小吃车在那里，快冲啊！走走走，我们跟在小吃车的后面，这样就能第一个享用到美食了。今天来的真巧啊，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了陈老板出摊。快快快，我们得快点跟上，不然一会排队的人很多。唉，那辆小吃车不就是网上很火的那辆吗？我们正好碰上了。今天的美食街别提有多热闹了。昨天风雪日报的采访视频一发出，就获得了无数人的点击和关注。今天有无数粉丝前来购买陈老板的美食。小吃车刚到美食街，就被很多人盯上了。一群人跟着陈老板的小吃车后面跑，
他们不为别的，就为了能早点享用到陈老板的美食。摄影师把这画面给拍摄了下来，能让食客努力追车的，恐怕只有陈老板的小吃摊能做到了吧。食客也是拼，为了能享用到陈老板的美食，有些女生踩着恨天高，噔噔噔的追在了小吃车后，还有些阿姨也是，平时说自己年纪大，现在美食当前，精力甚至比年轻人还好。这幅画面稍微有点滑稽搞笑，不过这也证明了陈老板的生意到底有多好。陈飞把小吃车停在了摊位上，后面一群食客紧赶慢赶，终于追到了摊位。到了以后，他们发现陈老板的摊位上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这些食客都不知道来了多久了，排了多久的队，他们未免也太卷了吧。陈飞的小吃车刚到，就有50多号人排上了。刚才追车的客人只能默默地排在后面去。唉，我明天得早点来了。我家住在西边的小区，我现在非常后悔，应该把房子买在这条美食街附近的。你别说，我楼上的2手房空了这么久，一直没人买，结果前不久就有一个女的买了，她说是专门为了陈老板，所以才把房子买在了美食街。有钱这么任性，早知道我也把房子买在美食街附近的。这附近的房价好贵，算了算了，我们明天还是早点来吧。几个食客看着长长的队伍，他们在排队的时候就闲聊上了。住在美食街附近的食客表示，最近有很多人特意为了陈老板买了附近的房子，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美食的执着。刚到，江月熙拿出了小黑板书写今天的菜品，今天所有的菜品都出售，但是鱼汤和生煎包限购，先到先得。江月熙刚写完，食客看着小黑板上的字，他们无比激动。靠！今天陈老板不只卖炒饭，还卖生煎包和鱼汤，怎么回事？难不成今天过年？这也太幸福了吧！哇塞哇塞，今天所有菜品都有，我都快感动哭了。我已经很久没吃上鱼汤和生煎包了，馋死我算了。陈老板实在是太好了，我要各来一份。不少食客异常感动，对于他们来说，今天就跟过年一般。叶萍和孙女叶曼站在了排队的队伍当中，他们俩听着食客的话语，有些惊讶。这家小吃摊真的有这么好吃吗？大家对这家小吃摊的评价好像很不错啊。叶曼跟着爷爷一起经营餐馆，他很看重食客的评论。他们家餐馆的生意很好，可是食客也从来没表现得如此积极过。相反，这家小吃摊的食客粘合性很强，他们对小吃摊仿佛投入了很多感情。如果这家小吃摊的味道不咋样，食客的反应必然不会如此夸张。所以叶曼听着食客的话语之后，眉头微皱，他有些担心这家小吃摊的扬州炒饭真的很正宗。这样一来，爷爷估计会有点难受。爷爷年纪大了，他做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在扬州炒饭里注入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他还凭借还原正宗的扬州炒饭获得了不少厨艺方面的奖项。如果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年轻做的扬州炒饭，比爷爷的还要好吃，叶曼不由得有些担心，他怕爷爷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刚出摊，小吃车面前就排了长长的队伍了。179，叶大厨后悔了。这队伍还在不断增长，很多人都是看了风雪日报的推荐之后特意而来。有一些食客看小吃车面前排队的人太多，他们索性先去买凤爪了。凤爪全都是打包好了的，拿一包走人，拿一包走人，购买的速度很快。这附近那个快递店的老板基本上天天都出现在了小吃车的旁边，他有时候甚至比陈老板还要早。现在陈老板的凤爪就是自己的财富密码，这么多人都要快递凤爪给亲戚朋友，快递小哥在这里单量每天都爆火。就在陈老板这守着，快递点的老板都能发家致富。为了避免其他快递点的老板前来抢生意，这位老板每天都在盯着陈老板的小吃车，这可是发财的好地方，自己可不能掉了。陈飞看了一下今天的食客，排队的人都快排到小吃街尽头了，被记者采访的效果实在是太大了。收拾好了以后，陈飞开始投入到了今天的工作当中。今天要卖炒饭、生煎包和鱼汤，这3样东西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如果是换做别人的话，估计早就忙得晕头转向了。但是陈飞并不会，他的动作很快，每一样食物的出餐速度极快。今天有其他菜品，排在前面的食客基本上都是一样，来一份。陈老板，1份鱼汤，5个生煎包，1份炒饭。我要10个生煎包和1份鱼汤，鱼汤和炒饭一样，来1份。旁边还有凤爪，我一会去买几斤。陈飞记住了前面食客点单的内容，他很快就将菜品全部搞定了。食客都非常佩服陈老板，一个人做3个菜，速度还是这么快。李部长他们全程都在拍摄，陈老板的小吃摊实在是太有烟火气了，随便一拍
就特别的诱人。刚出摊不久，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小吃车面前甚至有2条队伍。其他的摊位老板别提有多羡慕了。呜明，陈老板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他们都快馋哭了。一整条街的顾客基本上都是为了陈老板来。很快就排到了叶平和他的孙女，他们俩点了2份扬州炒饭和1份鱼汤，10个生煎。叶平对其他菜品完全不感兴趣，他现在就只想吃扬州炒饭。李部长看到叶平拿到了扬州炒饭，他连忙叫摄影过去，跟着自己一块采访叶平。叶平可是一个名厨，他在国内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他都说扬州炒饭好吃，那肯定能堵住不少人的嘴。所以李部长这才想着去采访叶平，记录下他对扬州炒饭的评论，给叶平说了采访的事。叶平不但没拒绝，他反而很乐意接受采访。他想的是，如果这家炒饭不好吃的话，他一定会在镜头面前实话实说。看着有记者要采访，有几个好心的食客还给他们让了位置出来。叶平年纪大了，蹲在一旁吃炒饭有点累。叶曼儿连连给让座的食客道谢，说了谢谢以后，叶曼儿扶着爷爷过去坐下。叶平看着面前的扬州炒饭，这扬州炒饭看起来倒是挺不错的，颜色金黄，每一粒米饭都裹满了蛋液。他用筷子轻轻一拨，看了一眼炒饭里面，炒饭里面的配料很齐全，看上去也很新鲜。在看到炒饭里面熟度不一致的葱花的时候，叶平缓缓开口，葱花竟然是分3次加入，看来这位小年轻的确是个行家。叶厨，葱花还有讲究吗？李部长在一旁附和着提问。葱花可是有很大的讲究，葱花作为小小的调料，能激活整碗扬州炒饭的鲜味。葱的味道特殊，如果不放的话，扬州炒饭将缺少灵魂。但是葱花的味道又很大，如果一次性加入很多葱花，那扬州炒饭的味道就会被破坏。这碗扬州炒饭将全是葱味，如果分批次加葱，将每一次的葱都炒熟，这样葱的香味就会融入到米饭和食材当中，扬州炒饭会更加美味。特别是最后一次的葱，一定不能加多了，就星星点点的加入些许就够了。叶平解释得很详细，就分批次加入葱花这一点盐，也是叶平做了这么多年扬州炒饭发现的。所以光看炒饭当中的葱，叶平对陈飞的厨艺改观不少。原来小小的葱花还有这么多学问。李部长点了点头，他并不记得上一次做扬州炒饭专题的时候有厨师提起这点，看来这点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叶平闻了闻炒饭的味道，这股味道中萦绕着所有食材的香味。扬州炒饭里面的食材很多，可是并不是每一种食材的香味都会被完全激发出来。闻到这股香味之后，叶平双眸微微睁大，这股香味好不一样，甚至比自己炒的扬州炒饭还要香。看了闻了，叶平才开始拿起勺子准备尝一口扬州炒饭。他说刚刚拿起勺子，李部长就让摄影师连忙注意捕捉叶平的反应，他要记录下叶平吃到扬州炒饭的全过程。叶曼儿也看着爷爷，他全程大气都不敢喘，他知道爷爷对这份炒饭到底有多重视。今天早上，叶平和叶曼儿坐了最早的飞机过来，下午他们又在摊位上等了将近1个小时。爷爷的年纪这么大了，心心念念的就想知道这份炒饭到底是啥味的。所以叶曼儿看着爷爷吃炒饭，他大气都不敢喘。在李部长、摄像机和孙女的关注之下，叶平拿起了勺子掷，舀了一勺炒饭放在了嘴里。刚入嘴，叶平就后悔了。叶平脸色一沉，他放下了勺子，一脸铁青，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一般。他的眼神中闪过很复杂的表情。叶曼儿从未看到过爷爷这样，在他的印象中，爷爷可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就算是遇上了什么困难，他也表现得无比坚。可是现在，他却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一般难受。叶曼儿看着爷爷这样，无比心疼，他小声地问着爷爷：“爷爷，怎么了呀？”叶平低下了头，没吱声。他现在根本说不出任何话。180备受打击，我败了。李部长在一旁都愣住了。他记得叶厨可是一个很傲娇的人，他有他的傲娇和清高，但是现在他却像泄气的皮球。摄影师一直把镜头给到了叶厨，他脸上的表情全被捕捉到了。李部长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叶平好像受刺激了一样，自己生怕刺激到了他。叶曼儿看了一眼爷爷，他眉头紧锁，然后把目光放在了面前这份炒饭上。就是因为这份炒饭，爷爷才变得如此沉重。这份看起来普通的炒饭到底有何魔力？叶曼儿吃过不少扬州炒饭，所以他认为自己面前这份扬州炒饭和其他的炒饭并没有什么差别。毕竟
这份炒饭只不过看起来更有食欲，闻起来更香气而已。味道吗？肯不如爷爷做的好吃。叶曼儿拿起勺子，舀了满满一勺炒饭放在了嘴里。炒饭刚刚放入口腔，还没咀嚼，他就知道，糟糕了，糟糕！这份炒饭比爷爷做的更好吃。叶曼儿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这份炒饭是他吃过最美味的扬州炒饭。这份炒饭好好吃。叶曼儿刚刚紧锁的眉头被一份炒饭给舒展开来，他心咯噔了一下，然后疯狂地咀嚼着口腔中的炒饭，3两下，他就把这口炒饭吞了进去。叶平听着孙女对炒饭情不自禁的赞叹声，他不禁摇了摇头。他现在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技不如人啊。他低着头，无语凝噎。叶曼儿没发现，因为自己的反应，爷爷更加难过了。可是他现在眼里心里就只有这一碗炒饭，刚刚吃了一口，他就不行了。这份炒饭让他忍不住还想吃。他拿起勺子，还想继续疯狂吃炒饭，可是舀了一半，他看向了爷爷。爷爷看起来好难过。叶曼儿伸出手拉着爷爷，小声地安慰着爷爷。爷爷，这份炒饭一般般，没有爷爷做的好吃。爷爷做的炒饭是天下最好吃的。叶曼儿说这话当然是违心的，他是为了安慰爷爷。实话说，陈老板的炒饭比爷爷的好吃很多很多。爷爷做的虽然也很好吃，但是陈老板做的炒饭从味道到口感到火候都高出了爷爷一个层次。爷爷是大师，陈老板就是宗师级大师，差距不是很大，就差了一点点而已。叶曼儿也知道爷爷为何如此伤心，他研究了一辈子的炒饭不如这位小年轻，他当然很难过了。听着孙女安慰的话，叶平依旧没说话。他抬起了手，看着孙女，沉思了一会之后，伸手在孙女的手背上轻拍了2下。叶平的表情依旧很复杂。李部长在旁边全程不敢说话，他生怕自己说错了话，刺激到了叶平。他年纪大了，万一受了什么刺激就不太好了。李部长和摄影师只能全程在一旁记录。从刚才叶平的表现来看，他明显是被这一份炒饭震惊到了。沉思了良久，叶平猛地一下抬起了头，他抬起头看向了面前的炒饭。叶平若有所思地拿起了勺子，然后大口大口地开始享用起了炒饭。叶曼儿看傻了，爷爷年纪大了，他吃这么快，叶曼儿怕他噎着。爷爷，您慢点吃，吃噎了喝点鱼汤。叶平现在一心只有炒饭。第一口，他想品味出这份炒饭的奥妙，可是他只得出结论，这份炒饭是完美的。第二口，他想品味出自己做的炒饭和这份炒饭的区别，可是他发现自己做的炒饭远远不如这个小伙做的炒饭，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这位小伙做的炒饭直接将自己秒杀。第3口，第4口，吃了好几口以后，叶平放弃了。他根本参悟不透这其中到底有何奥妙，既然品尝不出什么秘密，叶平索性直接开始享受炒饭。他吭哧吭哧的吃完了一整份炒饭。叶曼儿只能在一旁傻傻的看着。爷爷吃的未免也太快了吧。吃完了炒饭，叶平忍不住打了个嗝。他看着面前的鱼汤，直接端起鱼汤喝了一口。不喝不知道，一喝吓一跳，妈的，这鱼汤未免也太好喝了吧。叶平表示，这是自己喝过的最好喝的汤，这鱼汤甚至比炖了很久的高汤还要好喝无数倍。叶平喝到鱼汤以后，突然释怀了。他知道自己的厨艺比不过这个小年轻，他想着自己已经80多岁了，黄土已经把头盖完了，在人生的尽头还能享用到如此美味的鱼汤和炒饭，是他的幸运。这个小年轻的厨艺果真了得。叶平喝了一口鱼汤以后，又把目光放在了生煎包上。他拿起筷子，夹了一个生煎包放在了嘴里，刚刚把生煎包咬破，他就在怀疑自己吃的是不是汤包。这生煎包的汁水未免也太多了吧。最关键的是，一个小小的生煎包也做到了极致的鲜香。叶平吃了一个生煎包以后，突然激动无比。这鱼汤好好喝，这炒饭好好吃，这生煎包也好好吃。看着爷爷激动的反应，听着爷爷的夸赞，孙女叶曼儿有些错愕。爷爷还从来没如此直白地表达过一个菜品好吃。他是一个名厨，在享用菜品的时候总会点评1、2，可是今晚上他并没有点评，而是直接说了好吃。这就证明在叶平的心目中，这几道菜非常的完美。叶曼儿看着爷爷释然的表情，他就放松了。看来爷爷已经从刚才巨大的悲伤中走出来了。看着叶平主动张口说话了，李部长在一旁弱弱的开口问着，他想知道叶平对这些菜的评价如何。有了他的评价，
也能让网上那些喷子更好的闭嘴。叶厨，是否点评一下这些菜品呢？嗝。叶平说话之前，忍不住打了个嗝，自己刚才吃太饱了。打完嗝以后，舒服多了。叶平想了一会，开口应着李部长：“我没资格点评。”他的话一出，叶曼儿和李部长都震惊了。爷爷在说什么呢？他可是一位名厨，居然没有资格点评这几道菜。就算是这几道菜味道很好，爷爷也有资格点评1、2啊。181，我没有资格点评。李部长也没想到叶平会这么说。他在厨师界的名声很大，很多人都想向他拜师学艺，有很多初出茅庐的厨师，做梦都希望能得到叶平的指教或者是点评。新厨师一旦有了他的指教或者是点评，他们就能在整个行业发展迅速。很多人都想蹭叶平的名声，所以当叶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叶曼儿和李部长的表情瞬间就凝固了，他们惊讶无比。叶曼儿小心翼翼地开口：“爷爷，您不必这么说，您可是一位名厨。”看着孙女的反应，叶平没解释，他把鱼汤和生煎包推了过去：“曼儿，你尝一下鱼汤和生煎包吧。”听了爷爷的话，叶曼儿尝了一下生煎包，刚尝了一个，她十分惊喜，这生煎包好好吃。又尝了一口鱼汤，品尝了一口以后，她瞬间就明白爷爷为何会这么说了。这鱼汤和生煎包都是爷爷无法做到的。鱼汤和生煎包看起来好像很好制作，可是叶曼儿知道这里面的功夫和名堂可多了，要想做的像陈老板的这么好吃，爷爷也没有这个水平。叶曼儿和很多厨师都打过交道，他敢说在他认识的厨师当中，也没有一位能将鱼汤和生煎包做得如此好吃。难怪爷爷会说自己没资格点评，爷爷的厨艺不如这位陈老板啊。吃完了生煎包和鱼汤，叶曼儿不敢开口说话了，他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让爷爷心里不舒服。爷爷不如一位小年轻这件事，他也不敢挑明了直说。叶平见孙女和李部长没说话，他这才缓缓张口：“这位小年轻，厨艺炉火纯青，难怪生意这么好。这个生煎包汁水如此之多，皮薄馅大，表皮金黄酥脆，很考究火候和白案功底。这个鱼汤，我也不知道为何能炖得如此鲜美，这里面的食材和调料都很常见。如果给我做，我就只能做成寻常鱼汤的味道。或许这世界上真有人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吧。看来我做了一辈子的饭，进步空间还很大很大。果然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叶平的话不算是点评，他只能是算是感叹，感叹自己厨艺不如人，感叹这位小年轻的厨艺竟然如此绝。听了叶平的话，李部长和叶曼儿没说话，他们俩知道陈老板的厨艺很高超，可是却没想到居然有如此高超。叶平的评价竟是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可是极高的评价，好像陈老板会魔法一般。叶平从未如此评价过一个人，就算是厨艺高超的厨师，他也只是对菜进行点评而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认可一位厨师的厨艺。叶平说完以后，他长舒了口气，彻底释怀了。他看着错愕的孙女，拍了拍她的手背道：“傻孙女，快把炒饭给吃了吧，不然一会冷了。”叶曼儿听爷爷这么说，他就放心了，笑嘻嘻地享用起了炒饭。他享用这美味的炒饭，这炒饭吃起来令人开心愉悦，根本停不下来。除了有美味的炒饭以外，还有鲜美的鱼汤和多汁的生煎包，叶曼儿一个都没有放过。这家小吃摊的美食每一个都很好吃，没有一个逊色的。吃完了炒饭，叶曼儿看着还有卖凤爪的，他弯着眼冲爷爷说着：“爷爷，您在这里坐着，我去买点凤爪来品尝下。”好。如果是之前，叶平肯定不屑于吃凤爪，他觉得凤爪这样的食物再好吃也就那样。可是现在他吃过炒饭之后，就完全不这么想了。只要是这位厨师做的东西，他都不能放过。他做的东西肯定都很美味，自己哪能轻易错过呢？叶曼儿去买了1袋1斤重的凤爪过来，撕开包装袋，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泡椒香。这股味道闻起来还有些回甜，闻起来特别好闻。戴着手套拿了一个凤爪起来，看了一下，这凤爪个头好大，品质好好，难怪这么多客人愿意买单。叶曼儿感叹了一句以后，就开始享用凤爪。她细细的品味了一下，哇，这凤爪好好吃啊，泡椒味恰到好处，辛辣，但是却能接受。吃进嘴里，辛辣味混杂着酸味，一下就在口腔中炸开了。这股味道实在是太美味了。叶曼儿不知不觉就啃完了一个凤爪。叶平上了年纪，牙口不是很好，他平时都不会喜欢吃泡椒凤爪一类费牙的东西。看到孙女吃这么香，他也忍不住拿了一个品尝了一下。这个泡椒凤爪
很劲道，但是却不费牙，咸味、辣味、甜味控制得刚刚好。这凤爪实属美味啊！刚啃了一个凤爪，叶妹儿突然有了想法，她想当陈老板凤爪的售卖商，自己从陈老板这以51斤的价格购买鸡爪，然后自己再以61斤的价格出售，肯定都能赚不少钱。她相信陈老板的鸡爪不缺销路，正好自己可以当他的城市售卖点。如果自己从他这购买鸡爪，再回去卖，肯定也能大卖。陈老板的凤爪品质这么好，肯定有不少人愿意买单。自己手下也有不少实体店铺，到时候可以先试一试。叶妹儿给爷爷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爷爷也表示同意。他啃了一个鸡爪以后，就敢肯定，如果当陈老板的凤爪售卖商，肯定能赚钱。李部长看着叶平情绪恢复了不少，他问着叶平：“叶厨，刚才对您的拍摄视频，不介意我发到网上去吧？”叶平没犹豫，他摆了摆手说道：“可以啊，你发吧。”李部长很高兴，他没想到叶平居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有了名厨对陈老板菜品的点评视频，就会让很多吃不到陈老板菜品的人相信他的东西很美味。采访完了叶平，李部长带着摄影继续去拍摄陈老板的摊位。自从上次的视频爆了，李部长他们现在就要竭尽全力拍好这次的视频。这次的视频一经发出，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观看的。182，陈飞整顿美食街。不到1个小时，陈爸陈妈的鸡爪就卖了快3000斤。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方平他们后面还来帮忙加货，有了几个大小伙子的帮忙，陈爸陈妈轻松不少。等鱼汤和生煎包早就卖完了，陈飞还在出售炒饭。鱼汤和生煎包准备的不多，很多客人都没买到这2种美味，他们都觉得很可惜。在排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冲陈老板委婉的请求2句：“陈老板，明天记得多做点鱼汤，我又没买到鱼汤，好可惜哦。唉，要是陈老板能分身就好了，这样我们也不至于每天眼巴巴的很馋。我明天也要早点来，能多早就多早，就为了买生煎包和鱼汤。”陈飞听着他们的讨论，他表示自己也没办法，小吃车太小了，鱼汤和生煎包只能准备这么多。陈飞依旧在高效率的出餐。现在8点多，小吃街上人来人往，客人非常多，但是有80%客人都是专程为了陈老板来。很多客人看了采访视频之后，他们特意前来探店。唉，那边就是风雪日报推荐的店铺。对对付，那家店是做扬州炒饭的，很正宗。开车3个小时终于到了，我得赶快去尝一尝。这家店叫有滋有味，这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很多客人都借机知道了陈飞小吃摊的名字。陈飞在忙碌之余，点开了系统任务看了一下，今晚上不到1个小时，居然新增了5000多人知道小吃摊的名字。这才1个多小时啊，这就证明今晚上来到小吃摊或者是购买了食物的人有5000多人，这5000多人都快占了整条美食街大半的人了，这人数可是很恐怖的。那就证明整条街都是陈老板的顾客。陈飞有信心，今晚上人数估计能增加1万多，这样自己离完成系统任务又近了一步。陈飞今晚上美滋滋，但是美食街其他老板就有些伤心了。几位老板站在了一块，他们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惆怅的不行。几人不禁开玩笑道：“唉，我感觉这一条街的顾客都是奔着陈老板来的。我也这样感觉，我发现自己还挡着陈老板做生意了。我觉得陈老板可以自行建立一条街了，为陈老板专门修一条美食街也挺不错的。这主意好啊，要是有人能为陈老板专门修一条街，到时候他的生意不定得有多好呢。”几位老板非常羡慕陈老板的有这么多客人，他们都开始自嘲了，要是能专门为陈老板修一条街，到时候说不定整街人都是他的客人，有他在的地方，街道肯定会很热闹。几个老板自嘲完以后，他们站在一旁，揣着手看着陈老板的摊位，他的生意真的好好啊，好的让人无比羡慕。自从陈老板在美食街开了小吃摊，这条美食街陆续倒闭了好几家餐馆，这些餐馆大多都是味道不好的，或者是卫生不达标的。吃过陈老板的美食，再去吃别家的东西，会对事物的味道非常挑剔。如果味道不好，这家店保准开不下去。但是如果味道好的店铺，生意就能在陈老板的带动下更好。陈飞还让美食街的餐饮形成了良心竞争，之前可并不是这样，很多餐馆的老板只想着赚一次性的钱，所以丝毫不看重口碑和味道。他们就想着，反正小吃街来往的人这么多，总能宰几个客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陈老板的影响下，能留下来的摊位，味道一定是过关的。陈飞的摊位在美食街餐饮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家良心竞争，这样有利于整个餐饮行业的发展。
故乡和几个姐妹吃完了炒饭，准备回去。今天几个小姐妹很高兴，她们来得挺早，买到了生煎包和鱼汤。终于，她们几个再也不是倒霉蛋了，吃上了陈老板的所有菜品，实在是太幸福了。几个白富美哼着歌准备离开。吉曼看着泡椒凤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看着香问着：“故乡，你上次把鸡爪当员工福利送给员工，他们的反应如何？”吉曼这么一问，其他几个小姐妹也好奇地看着故乡，她们几个也想给自家的员工带一些凤爪回去当员工福利。故乡知道这几个小姐妹的心思，她抬起手指了指排队中的人，说着：“那个穿白衣服的是我手下 IT 部的部长，那个黑衣服的是我的秘书，那几个都是我员工，还有最后边那几个是楼下公司的员工，他们都是因为吃了凤爪来的。”顺着故乡指的方向看过去，吉曼他们几个数了一下，排队的不到20个人当中，光是故乡公司的员工都有好几个，这里估计有20-30个都是我公司的。你们看看反应如何？上次助理给我说，有个员工因为排队买陈老板的美食，回去都快1点了。第二天早上他因为买陈老板的美食而迟到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们的反应，只能说他们也成为了陈老板的忠实粉丝。吉曼和几个小姐妹听了故乡的话，他们几个想都没想，直接窜到了凤爪摊面前去买凤爪。吉曼他们几个小姐妹一人买了400斤凤爪，有这几位大客户，凤爪一下就出售了1200斤，陈爸陈妈都乐开花了，自家的凤爪这么受欢迎，实在是太好了。7000斤凤爪，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斤了。李部长今天全程跟拍陈老板的小吃摊，他浅算了一下，陈老板小吃摊的营业额非常夸张，如果凤爪1斤盈利10元，一晚上都7万元，一晚上7万，很多大牌饭店想都不敢想。这还只是凤爪的盈利，如果再加上其他食品，一晚上的盈利说不定能破10万。李部长还只是估算，真实营业额说不定比这高多了。李部长看着陈老板一晚上挣这么多钱都馋哭了。当记者不如去摆地摊啊，摆地摊虽然很累，但是钱挣得多啊。李部长也只有羡慕的份，只可惜陈老板的厨艺并不是他能拥有的。183敲定第一个合作商，叶萍和孙女享用完美食之后也没有离开，一位想和陈飞合作，一位另有心思。10点多，今天所有的菜品全卖完了，后面还有不少客人在排队。他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挺早啊，才10点多，陈老板的东西竟然全卖完了。今天陈老板的小吃摊被围得水泄不通，人来人往，换了好几波人围观。这么多人光临，难怪东西全卖完了。陈飞一直在高强度的忙碌了这么久，他不禁伸了个懒腰，放松了一下以后，他舒服多了。江月熙看着陈飞终于能休息了，他走上前关切地问着：“累吗？”“不累。”陈飞俯下身，在这傻姑娘粉嫩的嘴唇上亲了一下，老婆的香吻能缓解一切疲惫。江月熙面对陈飞的亲亲有些懵逼，这外面还有这么多人呢，这也太让人不好意思了吧。江月熙傻懵懵地抬起头看了一眼周围，没走的食客都在盯着自己看。救命！好羞涩呀，被这么多人看着亲亲，这还是第一次，这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陈飞看了一下老婆的小脸，他的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脸红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没买到生煎包和鱼汤的食客看到陈老板亲老婆，他们当场石化：救命啊！自己没买到美食就算了，这大半夜的居然还被陈老板喂狗粮。陈老板是在惩罚我吗？没买到美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被迫吃了狗粮，我他妈干嘛不早点转身啊？早1分钟离开，我就不会看到如此魔鬼的画面了。可恶，实在是太可恶了，临走还要吃狗粮，我心里好难受啊。撤了，我也要回去亲老婆去了。唉，不对，我没老婆啊。陈飞看着大家对自己投来洋洋得意的眼神和目光，非常的高兴。哈哈，撒狗粮令人愉悦。江月熙在一旁转过了身，他不好意思看着别人。陈飞伸手捏了捏老婆红扑扑的小脸，柔声说道：“老婆，收摊回家吧。”哦，江月熙机械般的点了点头，他生怕陈飞又亲自己。陈飞和爸妈正收拾着东西回去，叶萍和叶曼走了上来，他们俩一直没走，就是想等着陈老板得空。叶曼看着正忙活的陈飞，主动开口道：“陈老板，我叫叶曼，来自魔都，我想和您合作卖凤爪，当您的城市售卖商。”陈飞听着城市售卖商几个字，他抬起头看向了面前的女人，他想当自己的城市售卖商，自己很早就有想法找城市售卖商了，
以每个城市为出发点进行销售。这个计划非常可行。有了这个想法，但是现在自己还没有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他本来想着过一段时间再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现在居然已经有人想和自己合作，这可是好事啊！一旦销量打开了，那凤爪的销量就会大幅度增加。陈飞回答着叶曼儿：“我正有这个想法。”叶曼儿听了陈老板的话以后，非常高兴。他没想到陈老板竟然也有合作意向。他兴奋地继续说着：“我先从您这购买3000斤凤爪回去试试，如果销量可以的话，每天将准时拿货，到时候拿货多少，我再给您说。我拿货就按您这边的销售价，51斤。我也有合作的快递公司，快递费也有我出，您只需要每天帮我准备好货就行了。我手下有好几家连锁餐馆，还有品牌店铺，是魔都最大的餐饮店，所以顾客方面您不用担心。”叶曼儿想和陈老板合作，拿出了200%的诚意。他并没有讲价，要低的竞购价，还说自己联系快递公司，自己出快递费，陈飞就只需要每天准备好货就行了，后面的一切叶曼儿都会找人负责。叶曼儿继续补充说道：“为了让您放心，我会专门安排一个靠谱的人来负责这件事，全程把控食品安全等问题，绝不会出任何问题。”陈飞明白他为何这么说，毕竟和别人合作有一定的风险，如果说中途出现了什么问题，那品牌名声就很有可能受损。品牌名声一旦受损，后续带来的麻烦事就挺多的。所以在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陈飞需要找到100%负责的伙伴，这样双方能赚钱，品牌质量也有保障。叶曼儿又有好几家连锁餐馆和品牌商店，客源肯定非常稳定和大，所以这个城市的发展空间很大很大。叶曼儿都这么说了，陈飞愿意试一试。可以，什么时候要货？叶曼儿没犹豫，他直接说道：“明天吧，明天拿3000斤。叶曼儿明天可以自己负责快递的事，到时候直接让公司的人接收就行了，后面就可以出售凤爪了。”“行，到时候凤爪做好了，我给你打电话，你直接安排人来打包快递就行了。生产点是否需要看一下？”陈飞点了点头，同意明天给叶曼儿3000斤货。他问着叶曼儿，问他是否需要参观生产点，合作需要担当风险。叶曼儿作为合作商，有理由查看生产点，如果一切合格，才选择合作；如果不合格，他作为合作商，可以随时终止合作。诚意都是相互的，陈飞也愿意拿出诚意和叶曼儿合作。如果合作一旦达成，就能打开一个城市的销量。陈飞很看重这次合作，真的可以吗？叶曼儿其实很相信陈老板，但是陈老板主动邀请了自己，他还是想参观一下制作过程。可以，随时都可以参观。陈飞点头应着，那好，我明天就来参观，我们互加个微信吧。陈飞拿出了手机，和叶曼儿互加了微信，敲定了合作意向以后，两个人都放心了，他们俩都希望成为自己最稳定的合作伙伴。叶萍在一旁见孙女和陈老板谈完了事情，她在一旁主动开口道：“陈老板，您这还需要帮忙的人吗？我愿意来帮忙，免费的，不收费。”叶萍的话一出，差点把陈飞手中的锅都给下掉。184，陈老板，我想留下来给打下手。陈飞看了一眼面前的老人，靠，这人都70、80了吧？他说给自己打下手，自己还担心折寿，这人没开玩笑吧？自己哪能让他帮自己打下手啊？万一干着干着就嗝屁了呢？陈爸、陈妈和江月熙都愣住了。这位爷爷，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叶曼儿看着陈老板惊讶的反应，他连忙拉着爷爷，尴尬的解释着：“陈老板不好意思，是我的爷爷唐突了。我爷爷是一位名厨，他做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想向你学习1、2。”听了叶曼儿的话，陈飞才明白过来，原来面前这位老大爷居然是个名厨。他是个名厨也就算了，现在还想向自己学习。陈飞还没开口，陈爸陈妈觉得这件事不妥，在旁边小声议论着：一位将近80的名厨向儿子学习，这是不是不太妥呀？那当然了，他都是陈飞爷爷辈的老大爷了，儿子好厉害，居然能让年纪这么大的老大爷向他学习。叶萍看着大家的反应，这才明白是自己太唐突了。他挠了挠头，继续诚恳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并不是想为您带来麻烦，我做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但是味道却不如您做的，所以才想在您这里学习学习，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和您的差距。您别我年纪大了，但是颠勺轮锅这些我依旧没问题，做饭是我热爱了一辈子的事情，做扬州炒饭更是如此，所以我才想提议在您这里打下手。您放心，我绝对不会给您带来麻烦的。
我会量力而行。叶平连连道歉，他一个80、90岁的老人，对着陈飞用的还是尊称您。陈飞看着眼前这位如此真诚的老人，不得不说，他被这位老人感动了。这位老人对厨艺的坚持，想学习的心，实在是令人敬佩。特别是这位老人如此诚恳的态度，让人根本无法拒绝。可是，自己又怎么可能聘请一个老人来给自己打下手呢？陈飞想了一下，说道：“你是一位名厨，让你给我打下手不行。你如果想学习的话，可以明天早点来，端个板凳坐在小吃车旁边观看我炒饭。”可以啊，多谢多谢。叶平今晚上就想看陈老板炒饭，只可惜小吃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人挤人，他根本就挤不进去。如果能挤进去，他早就站在一旁学习了。叶平见陈老板愿意给自己留一个角落，让自己观看学习，他别提有多高兴了。他相信自己，如果在一旁学习了，肯定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他虽然已经年过古稀，对厨艺的钻研之心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和叶平、叶妹儿说定了这些事情以后，陈飞就收拾东西回去了。他一回去，就和凤爪商联系，让他明天送1万斤凤爪过来，除开叶妹儿的3000斤，明天自己售卖7000斤。做凤爪、泡椒的需求量很大很大。陈飞在市面上找到了一家味道极好的泡椒供应商，这家泡椒价格稍微贵些，算上凤爪、泡椒等配料，陈飞的凤爪成本也能控制在30元，所以用这家价格稍高的泡椒也没关系，自己买的多。这位泡椒老板也愿意送货上门，这样一来，凤爪和泡椒都送货上门，节约了自己很多时间和精力。联系了凤爪供应商和泡椒供应商之后，陈飞就去洗漱睡觉了。自己明天下午有一节课，这是专业课，想逃也逃不掉。洗漱完，陈飞搂着老婆睡觉去了。叶平和叶妹儿也回了酒店。一晚上，叶平都非常的兴奋。他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亲自来品尝了这家扬州炒。刚回去，叶平厨师圈好多人都给他打来了电话，他们知道叶平出来探店，探的还是一家做扬州炒饭的店，所以他们都很好奇，这家是不是真的如网上所说。一晚上，叶平都在疯狂夸赞陈老板的小吃摊。林厨，这家网红小吃摊真的如采访中而言，他做的扬州炒饭是最正宗的扬州炒饭。他们家不只是扬州炒饭好吃，其他的菜品也非常不错。孙厨，是我们草率了，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一家小吃摊的味道能做到如绝。有了叶平的发言，陈飞的小吃摊在魔都厨师界也火了起来。叶平在魔都厨师界可是领头人物，他对这家小吃摊，这位厨师有如此高的评价，这让其他厨师不得不相信，这家小吃摊的味道真的很好。在叶平的强烈要求之下，有几位退休了的老厨师也决定从魔都飞过来，特意来品尝一下这家小吃摊的美食。打完了电话，叶平看着窗外美丽的夜景，他现在居然不想回魔都了，他还想在申城多玩会，多享用陈老板的美食。妹儿，我还想在这多待几天，我还邀请了几个好朋友过来。好呀，爷爷，只要您高兴就行，我在这陪着您。叶妹儿很久没看到过爷爷这么高兴了，爷爷想在这多玩会，他当然愿意陪着了。你不回去忙着售卖凤爪吗？我一个人在这没关系的，如果你忙的话，可以自己先回去。叶平怕耽误孙女，所以让他自己先回去，反正自己就住在美食街附近，每天就四处溜达溜达，然后去陈老板那吃美食就行了。爷爷，没关系，那边一切事宜都可以交给婉儿来负责，他现在也大了，正好可以让他锻炼锻炼。叶妹儿现在只想陪着爷爷，魔都的一切事宜，他在出发的时候都交给了自己的妹妹。叶婉儿和叶妹儿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叶婉儿的性格稍微孤僻些，也不爱出来玩。叶妹儿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让妹妹叶婉儿好好锻炼锻炼。说起凤爪，叶妹儿立马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给他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快递公司。经过沟通，顺丰快递提供的快递方案是冷链运输，今天下午运输，明天早上就能到，就可以进行售卖了。叶妹儿表示同意，冷链运输会缩短快递时间，也会保证食品的安，而且顺丰表示一天能接受5万斤货，这样一来，后期凤爪数量大，也有能力运输。叶妹儿给叶婉儿打了个电话，让她亲自负责这3000斤凤爪售卖的事情。叶婉儿同意了，她看得出来，姐姐和爷爷很重视这批凤爪。185不当震惊部长，快乐加班。叶妹儿算了一下，除去快递和人工等费用，每一斤凤爪自己能赚7元。自己从陈老板这拿货51斤，自己售卖61，他从中间赚7元。如果是100万斤凤爪，他就能赚700万。这生意
能做呀，而且利润巨大。叶曼儿本来想将凤爪售卖65一斤的，想了一下还是算了。如果自己这卖的太贵，恐怕会对陈老板这生意产生影响。毕竟自己算是他的经销商，价格不能太离谱。确定了这些事情以后，叶曼儿还从魔都调了一个单身狗过来，以后专门负责凤爪。安排好一切，叶曼儿就等着陈老板备好货就行。李部长今天带着团队跟拍了陈老板一整天，等着陈老板收摊，们才离开。可是他们都没有回家，反而是回了公司。刚回去，李部长就让人把叶平吃炒饭的那一部分视频剪辑了出来。昨天风雪日报发出的视频，还有不少人质疑视频标题，认为他们不该取名为最正宗的扬州炒饭。就这一点盐，李部长今晚上就想把叶平的点评视频发出去。叶平是一位名厨，国内很多厨师都认识他。一旦有这个视频，很多人肯定都会理解他们为何这样取标题了。小杨，你在剪辑视频的时候，顺便把叶平的相关背景介绍一下。有了简单的介绍，观众才会知道这是一位很有名的厨师。好，小杨点了点头，立马继续认真工作。李部长为了采访陈老板，拉着员工连续加班2天了。他以前都不会拉着员工加班，可是现在关于叶平的视频必须得趁着热度还在，趁早发出。李部长很心疼员工，手下的员工也没有抱怨，他们干劲十足，知道关于陈老板的视频一发出，肯定会获得很多人观看，播放量越多，他们部门的业绩就越好，工资就越高。为了工资，他们也愿意加班。11点多，叶平对陈老板的扬州炒饭评论视频剪辑好了，李部长审核了一下，直接将这个视频发了出去。这条视频标题名为当一位名厨碰上了小吃摊的扬州炒饭，反应竟然如此激烈。李部长选择了通俗易懂的取名方式，他本来还想在标题面前加上震惊2字的，想了一下还是算了，拒绝当震惊部部长。不过这条视频标签还是用了有滋有味小吃摊。这条视频同样是用风雪日报的官方号发出的，虽然不是主推，但是视频一经发出，还是获得了不少人的观看。大家点进去看，发现视频中的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居然是一位名厨，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扬州炒饭，这次前去有滋有味小吃摊，是特意想去品尝这家小吃摊的扬州炒饭。名厨身份加特意去探店，这就让很多人想知道这位名厨对这家小吃摊的态度如何。看完视频以后，大家万万没想到，一位名厨竟然会说自己没有资格评价这家小吃摊的炒饭，这实在是太意外了。他可是一位名厨啊，居然没资格评价一家小吃摊。这位名厨居然还说，这位小吃摊的老板有化腐朽为神奇和点石成金的能力，这评价未免也太高了些吧。看完了叶平对炒饭的评价，很多人更馋了。这家小吃摊的味道这么绝吗？一代名厨居然给出了这么高的评价，好馋啊！为什么让我晚上刷到这个视频？唉，我记得不是有很多人质疑这家小吃摊的味道吗？看完了这个视频，质疑的人呢？这些质疑的人是傻缺吗？有本事就亲自去品尝一下这家小吃摊仨。质疑的人好多都是同行，他们估计是嫉妒陈老板的生意太好了。这条视频刚一发出，下面就有无数条评论，特别是陈老板的忠实粉丝，他们一直在强推陈老板的美食，甚至还有很多粉丝化身成为了测评达人，书写了上千字评论。第二天一早，陈爸就开车回去了，他带了20斤凤爪回去，想给亲戚朋友品尝一。陈爸已经给领导说了辞职这件事了，他回去直接办理辞职就行了。办理完辞职，他拿着东西就可以过来了。今天回去，最迟明天就能回来，把老爸送走。陈飞径直去了菜市场买菜，陈妈现在已经和员工开始处理凤爪了，今天又加了3000斤凤爪。陈飞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忙过来，陈妈倒是说没啥问题，这几位阿姨的手都很快，处理1万斤凤爪没问题。一上午的时间，陈飞把下午摆摊的食材全部准备好了，泡椒凤爪也处理好了，泡到下午就能入味了。中途，叶曼儿前来参观了一下生产点，看到陈老板这管理如此严格，对卫生要求如此之高，他也就放心了。和陈老板合作，他非常放心。叶曼儿本来还想多停留一会，没想到陈老板今天居然还要去上课，这点让叶曼儿有些惊讶。他没想到陈老板居然还是一位学生。吃了午饭，陈飞牵着老婆的小手就去上课了。早上已经准备好了摆摊的东西，一会下课之后，直接开着小吃车出摊就行了。临走的时候，陈飞还不忘给3个儿子带了手表，昨天自己的3个怨种儿子来帮忙，10点多才走的。3个儿子这么辛苦，自己给他们买的手表当然也不能忘了。拿着手表，牵着老婆，陈飞和老婆到了学校。
刚到，陈飞就发现班上居然有不少人正在啃凤爪。喂，这可是上课时间呢，你们啃凤爪未免太积极了些吧？老婆和闺蜜沈清坐在前面听课，陈飞和3个院种儿子坐在了教室后面。2分钟后，这节课的老师也来了。上课10分钟不到，几个院种舍友坐不住想打游戏了。陈飞把手表拿了出来，递给了3个儿子。3个儿子有些惊讶，飞哥这是干啥呢？飞哥，手表8，包装这么精致，应该很贵吧？靠！飞哥，你不愧是我飞哥呀，居然送我手表！方平和小胖子接过了手表，打开了礼盒一看，里面的机械手表实在是太漂亮了，这个手感看起来品质极好，一看就很贵，186。飞哥，这礼物也太贵重了。陈飞看着2个儿子的反应，他笑了笑说道：作为爸爸，宠爱儿子是应该的。陈豪是个富二代，他手中有无数名表，陈飞挑选的这一块却非常好看，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品牌，陈豪曾经也买过。他拿着这块手表，小声的给方平和小胖子科普着，这手表是国外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品牌，一块手表1万多，价格虽然便宜，但是质量和品质却非常好。方平和小胖子听了陈豪说的话，非常震惊。他刚说啥呢？这块手表居然1万多！1万多，这也太贵了吧！小胖子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拉着陈豪的手，让他再说一次。豪哥，你刚刚说什么？这块手表1万多？对，这家店的手表均价都在1万5左右，不愧是飞哥选的表，这块表很好看。陈豪应着小胖子的问题，他又看了一下这块手飞哥选的表，很好看。小胖子和方平拿着1万多的手表，有些手足无措。这块小小的手表居然1万多，这着实刷新了他们的3观啊！好贵啊！这块手表比黄金还贵，这么贵，我可不敢收。飞哥，你怎么突然送我们这么贵的手表啊？小胖子看着如此名贵的手表，他表示自己不敢收啊，这礼物未免也太贵重了些。方平也在旁边附和，无功不受禄，就算是飞哥现在挣钱了，他们也不应该收飞哥这么贵重的礼物。你们对小吃摊的帮助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礼物一点也不贵重，你们就收下吧，不然为父可是会生气的。陈飞老实说着，这手表就是感谢他们帮忙的礼物。3个院种儿子经常来小吃摊帮忙，自己当然得表示了。陈豪他们3个其实并没有想着要飞哥表示感谢之类的，他们几个本来关系就挺好的，一人有事，其他3人肯定都会帮忙。现在飞哥主动送了这么贵的手表给他们，他们3个不由得更加崇拜飞哥了。他这人能处，为人处事实在是太耿直了。小胖子激动的都快哭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收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飞哥，这礼物好贵重啊，我一定拿回去供起来。方平同样激动，收了这么贵重的手表，他都不敢戴。感谢飞哥，这块手表就是我的传家宝，以后传给儿子孙子。陈飞都被这2个家伙的反应给逗笑了，他们俩还是学生，还没开始挣钱，觉得1万多的手表很贵，也很正常。陈豪也很开心，他发现飞哥的审美的确比自己好，看来自己以后得向他多多学习啊。后面有几个男生听见了他们在说1万元手表这事，全都非常羡慕。飞哥好牛批，挣了钱送给舍友1万元手表，的确挺牛批的。你小子也去摆摊挣钱啊，这样我们就能收到1万元手表了。算了吧，我可没飞哥这么厉害。靠，当飞哥的舍友未免也太幸福了吧。我要是小胖子，今晚上高低的搂着飞哥睡一觉，表示感谢。听了后面这位兄弟的话，小胖子的确有这个想法。他转过头，含情脉脉地看着陈飞。飞哥，今晚上要不我当牛做马报答你吧，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接受。陈飞看着小胖子这骚样，连忙往后仰，直接伸脚踹了一下这小子。滚，有多远滚多远。今天上午，吉曼和几个小姐妹把买的凤爪发给了员工。凤爪作为员工福利，很受员工欢迎。最近，很多著名公司的员工都收到了凤爪。陈老板的泡椒凤爪在很多白领之间非常受欢迎。吉总送凤爪给我们，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老板也送了凤爪给他们。最近好多人都发朋友圈强推这家凤爪，没想到我也有了。这家凤爪超级好吃，叶总送的这份礼物实在是太贴心了。好几个公司里，无数员工都在讨论这家美味的凤爪。现在陈飞的凤爪已经成为白领圈潮流了，很多员工都表示，下了班以后，他们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家小吃摊的美食。吉曼他们几个看着员工这么喜欢吃凤爪，他们也很开心。看来
这个员工福利十分贴心啊。昨晚上李部长又发了一条视频，这条视频一发出，很多人都没再质疑有滋有味小吃摊的味道了。有名厨出来站台，有一些人就算是质疑，他们也不敢在网上大放厥词，不然会被喷死。视频的热度正在持续发酵，已经有上千万人知道有滋有味小吃摊了。4点准时下课，陈飞拉着老婆的手回去了。刚下课，很多同学没回宿舍，他们直接跟在了陈老板的身后，准备去美食街买吃的。几分钟后，陈飞和老婆到家了。刚到家，陈妈就非常高兴的给自己说了今天的进度。儿子，叶老板要的3000斤凤爪全部打包完成，都放在箱子里了，你直接让他找人来拿就行。好，我马上和他联系。陈飞没想到今天的进度居然这么快，看来人手是够用的。陈飞给叶妹儿打了个电话，他的酒店就在美食街附近。接到电话之后，他连忙联系顺丰快递的负责人。10分钟后，叶妹儿和顺丰快递的负责人和快递车来到了陈老板的别墅。快递小哥称重装车，很快就把3000斤鸡爪装上了车。凤爪有1斤1袋、3斤1袋和5斤1袋的。你是卖这3000斤凤爪，我全部给你打包的是1斤1袋的。如果后面需要其他包装的话，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好，1斤1袋的更好售卖。叶妹儿点了点头，她知道陈老板为何要这样做。3斤1袋或者是5斤1袋，能更好的节约包装袋。一个小小的包装袋看起来不值钱，但是用量大的话，费用也挺高的，所以按斤、按等级包装更加划算。装车完成，快递公司将凤爪运输回去，直接冷链发出就行了。今天下午快递，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货了。明天早上餐饮店开业的时候，凤爪就能跟着一块售卖了。凤爪打包完成了，叶妹儿付了3000斤凤爪的钱，一共15万，除去成本，陈飞净赚6万。叶妹儿每斤赚7块，他就能赚2万1。他这2万1赚得很轻松。187，轮流搬小板凳过来学习，搞定了叶妹儿的3000斤货。陈飞去看了一下所剩无几的包装袋，他立马给包装袋供应商打电话，让他明天一早给自己送4万个包装袋过来。凤爪打包完成，陈飞让之前的那个货车司机帮自己把凤爪送了过去。他也开着小吃车出摊。陈飞今天有课，所以今晚上就只卖炒饭和凤爪。他还没出摊呢，摊位上依旧早早的有客人等着了。叶平特意去买了一个小凳子，他今晚上要去陈老板旁边学习，所以早早的就来了。不只是他，他邀请的几个朋友今天也坐飞机来了。几个厨师聚集在一块，他们想尝尝叶平口中最美味的炒饭。陈飞刚到，3个院众儿子就来帮自己了。他们3个一听说陈爸回去了，他们就决定早早的来飞哥这帮忙。陈妈年纪大了，嫂子又怀了宝宝，卖凤爪这件事交给他们3个就行了。飞哥，你放心吧，这7000斤凤爪交给我们完全没问题。方平拍了下飞哥的肩膀，特有自信的说道。陈飞很感谢3个院众儿子夸，他们的确帮了自己不少忙。说完以后，3个人就麻利的把桌子凳子摆了出来，将凤爪摆好，开始出售。陈妈和江月熙在旁边打下手。有了风雪日报的推荐，今天的生意依旧很火爆。叶平和几个厨师朋友来得很早，他们早早的就买到了炒饭，现在还有位置。几个人坐在了桌子上开始享用炒饭。这几位厨师朋友都60、70了，虽然比叶平小几岁，但是也比普通顾客大很多。你们快尝尝，看看这家炒饭到底如何。叶平自己也点了一份炒饭，但是他没着急吃，现在他很期待几位厨师朋友的反应。几位老厨师在叶平的关注下，拿起勺子开始享用起了炒饭，咬了一口炒饭放在了嘴里。他们发现这炒饭好好吃啊，米饭很松软，香味十足，每一种配料的鲜味都被激发了出来。刚吃了一口，几人就忍不住夸赞起了这份炒饭，火候恰到好处。没想到这位年轻人能把火候控制得如此好。对，扬州炒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候，这位小年轻的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我记得他是用大锅炒饭啊，一次炒这么多份，火候竟然还能控制得如此恰当，实在是太厉害了。扬州炒饭的制作很难，特别是食材的处理方面，每一种配料下锅的时间都要控制得极好，这样每一种食材的香味才能发挥出来。这位年轻的厨师已经掌握了食材下锅的最佳时间了，他才20多岁，未来前途无量啊。不少食客听到了几位厨师的专业发言，有些社牛的食客不禁和这几位专业的厨师聊上。几位肯定都是名厨，我没吃过其他地方的扬州炒饭，陈老板的扬州炒饭是不是最正宗的呢？有了你们的回答，我才更好向朋友吹牛。几位名厨异口同声应着，没错，
陈老板的扬州炒饭就是最正宗的。听了几个厨师的回答，好几个路人都加入了聊天。我就说陈老板厨艺最牛叉吗？网上居然还有厨师说他更厉害。这些傻缺，他们怎么敢和陈老板比？几位厨师有些尴尬，他们之前就在网上说陈老板的厨艺不行，如此打脸，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叶平他们几个和食客聊了一会以后，几位厨师都想去陈老板那学习学习，于是几个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他们几个轮流站在小吃车旁，看陈老板炒饭。我先去看陈老板炒饭，不看我心痒痒。算了，板凳也不带了，我杵着拐杖过去看。叶平本来还买了小板凳，现在小板凳也不带了，杵着拐杖到了小吃车旁边观看陈老板炒饭。陈飞看到了叶平，他浅浅的微笑了一下，表示打招呼。叶平高兴的不行，乐呵呵的站在一旁站着看陈老板炒饭。陈飞和他打了个招呼以后，就继续投入到炒饭当中去了。叶平立马十分认真的看着陈老板的一举一动，他的眼神，他的目光全都落在了陈老板的手上。看着陈老板炒饭，他心里大受震撼，他的颠勺实在是太厉害了，手臂有力，手法熟悉，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完美。叶平看着陈老板的动作，他忍不住伸出了手，竟然在一旁模仿了起来。他一代名厨，现在竟然忍不住模仿一位小年轻颠勺。几位厨师朋友看着叶厨如此认真学习的模样，他们纷纷对他十分崇敬。叶厨可是一位年过古稀的名厨啊，可是他依旧这么认真的学习厨艺，他此刻就像是陈老板的一位小学徒，无比认真和专注。叶平看完了陈老板炒扬州炒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陈老板不愧是厨艺大师，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炉火纯青，控制的极好，时间、火候、力度，这些都掌握的刚刚好，这一点特别困难。叶平这个做了一辈子饭的名厨都不可能做到如此完美，恰恰是这些决定了一碗炒饭是否美味。陈飞的炒饭之所以会高出自己一个等级，就是因为这些细节方面控制的如此完美。看完了陈老板炒饭，叶平感叹道：唉，再给我一辈子，说不定都赶不上这位小年轻。他默默地叹了口气以后，转身到了一旁，听了叶厨说的话，旁边几位厨师愣了一下。陈老板不至于这么说吧，他好歹也是一代名厨，不至于自轻自贱啊。陈老板的厨艺虽然很高，可是要是再给他们10年，肯定能追上陈老板的。几个人对此很有信心。接下来又有2个名厨站在了一旁学习陈老板炒饭，他们俩认真的看完了陈老板炒饭之后，纷纷感叹着：唉，是自己盲目自信了，陈老板的厨艺如此高超，他们这辈子是绝对追不上了，不，下辈子可能也追不上了。陈飞还有些纳闷呢，怎么一会换一个人来观看自己炒饭？他估摸着这几个人应该都是叶平认识的名厨。188，不夸张，陈老板的美食救了我们的命。今天生意很好，3个舍友卖凤爪，卖得特别欢。他们3个体验到了做生意的快乐，每次一来大顾客，3个舍友就贼高兴。今天小吃摊还迎来了一批老年顾客，这些老人都在70、80岁，估计有30多位慈祥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江月熙记得最前面的那位奶奶，她之前给老伴买过鱼汤和炒饭，她老伴生病了，吃不进去东西，这位奶奶特意来小吃摊买了鱼汤和炒饭。这位奶奶今天来了小吃摊，旁边还搀扶着一位爷爷，这位爷爷肯定就是奶奶的老伴。这位奶奶的老伴看起来痊愈了。夏金花搀扶着老伴，领着养老院的其他老朋友前来光顾这家小吃摊。各位老朋友，前面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家小吃摊，我老板就是因为吃了这家小吃摊的东西才好的。大家最近吃不进去东西，胃口不好的，正好可以来尝尝这家小吃摊的东西。夏金花满脸慈祥的笑容，她指着前面的小吃摊说着，她来这家小吃摊给病重的老伴买了一次鱼汤和一次炒饭，就是因为这2次进食，老伴胃口大开，身体才好转了不少。经过医生的悉心照料，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这2天，老伴在养老院很馋这家小吃摊的美食。养老院其他人听夏金花聊天的时候，提起了这家小吃摊的食物救了他老伴的命，所以大家也想来尝一尝这家小吃摊的食物。一听说养老院的朋友都想来尝尝这家小吃摊的食物，夏金花疯狂推荐，她给大家伙说这家小吃摊的食物超级美味。于是就有了今晚上夏金花带着整个养老院前来光顾小吃摊这件事。刚到美食街，很多步履蹒跚的老人看到了这家生意异常火爆的小吃摊，他们看着生意如此好的小吃摊，不禁很高兴。在养老院待久了，出来逛逛，整个人都很开心。这家店生意这么好啊，我已经很久没出来了。人老了，
就逐渐远离如此烟火气的地方了。这家小吃摊离养老院不远，如果味道可以的话，我们趁着身子骨硬朗，可以多来吃几次。好多老人聊着天，排在了队伍后面。有几个老人看着有卖凤爪的，他们忍不住嘴馋，还去买了凤爪。牙口好的老人在排队的时候啃上了凤爪，在小吃摊排队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又年轻了。很多年轻人看着队伍中的老人，他们尊老爱幼，不少人还主动给老人让了位置。陈老板的小吃摊就是这么有人情味，大家在这里享用美食，同时也在感受着生活。很快，不少老人拿到了炒饭，他们最开始还担心炒饭还很硬，可是小吃摊的炒饭一点都不硬，就算是老年人，他们也能轻松的嚼动炒饭。最主要的是，炒饭很香很香。不少老人最近食欲不好，在品尝到第一口炒饭的时候，他们食欲大开，开始大口大口的享用起了炒饭。陈飞看到有这么多年长的爷爷奶奶光顾自己的小吃摊，他还有些意外，这些爷爷奶奶应该都是同一家养老院的吧。直到看到一位熟悉的老奶奶，陈飞这才明白了，原来这些爷爷奶奶都是这位老奶奶介绍来的。这位老奶奶之前光顾自己的小吃摊，为生病的老伴买吃的。陈飞对她有印象，奶奶和老伴调了2份炒饭。拿到炒饭之后，老伴忍不住想对陈老板表示感谢。陈老板不好意思，耽误您1分钟可以吗？听到老奶奶的老伴这么说，陈飞停下了手中的话，看着这对爷爷奶奶，他柔声地应着这位爷爷：爷爷，您说。老爷爷用着非常诚恳的态度说道：陈老板，感谢您做的美食，正是因为您的美食，我的身体才能好转过来，才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陪着我老伴。您的美食救了我的命，让我能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因为您的美食让我转危为安。爷爷说着说着稍微有些激动，后面排队的食客听了都震惊了，陈老板的美食竟然救了一位老爷爷的命，这未免让人太惊讶了吧。陈老板的美食意义非凡啊。陈飞都愣了一下，自己怎么莫名其妙的成为这位老爷爷的救命恩人了呢？这位老爷爷越说越激动，眼睛里甚至泛着泪光，他的老伴老奶奶更是如此，眼泪忍不住滴答滴答的掉来。后面的食客一听说救命恩人这几个字，他们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大家忍不住在后面小声议论，陈老板好厉害啊，做的美食竟然能让病重一病人食欲大开。我有个侄女，她因为过度减肥有厌食症，吃了陈老板的东西，最近居然都开始慢慢进食了。原来美食还有这样的作用，这也忒神奇了吧。如果让我在生命弥留之际说出唯一的愿望，那我估计也是只想享用一顿陈老板的美食。我也是，临死也不忘享用美食。我们不愧是吃货，陈老板的美食救了一位病危老人的命，这件事的确挺神奇。大家都没想到，一份美食竟然能让病人转危为安。狗博主和几位美食主播排队在了爷爷奶奶后面，他们依旧在直播，并且把爷爷奶奶刚才说的话全都拍摄进去了。网友一听，弹幕齐刷刷的开始滚动。真的吗？我家老头年纪大了，最近天气炎热，胃口不好，他也吃不进去啥东西，我也去陈老板这买点美食让他试试。这都行，一份美食居然从阎王殿把一位老人给拉了回来。陈老板果然牛皮啊，正是因为食物太好吃，所以才能让生命垂危的病人食欲大开。我之前感冒了不想吃东西，我妈给我带了份鱼汤回来，我全吃完了。陈老板的东西清清淡淡的，味道又很好，老少皆宜。狗蛋直播间的弹幕本来就挺多的，现在听老人诉说了刚才的事情，弹幕直接翻倍。189，温馨的背影，治愈人心。直播间的人数正在以飞快的速度飙升，不只是直播间的观众很惊讶这事，狗博主他们几位主播也是如此。这几位主播平时见到的是挺多的，可是美食能救命这件事依旧让他们大开眼界。看爷爷奶奶的反应，大家这才明白，陈老板的美食居然这么受老人的喜爱，他们家里也有老人啊。狗博主看着面前的爷爷奶奶，和旁边的人说着，我太奶奶最近身体不好，我一会给她打包一份炒饭回去，看看她喜不喜欢吃。我外婆牙口不好，陈老板的炒饭松松软软的，她应该会很喜欢，我也买点回去让她尝尝。狗博主和几个主播都表示，他们一会要打包2份炒饭回去给家里的老人。现场排队的食客都表示，他们要特意为家里的老人打包炒饭回去。直播间的观众都馋哭了，很多人都想让家里的老人尝尝陈老板的美食，可是他们实在是太远了，根本买不到这些美味。要是陈老板能开分店就好了。陈飞看着面前有些激动的爷爷奶奶，他忙说着，爷爷奶奶，你们别激动，只要身体安康就行，身体安康，食欲大开，
以后天天来我这享用美食。哈哈，好，以后我和我老伴天天来。爷爷笑呵呵地回答着。他和老伴的儿女都在国外，他一度认为自己生活孤苦没盼头，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要是自己每天都能和老伴一起来享用陈老板的美，这就是最大的盼头。人活一辈子，临了才知道，原来人生的追求很简单，身体安康，能吃能睡，能享用美食，这就是最大的追求。老爷爷现在心情也变好了，身体恢复得很不错。爷爷和奶奶决定了，以后要多多光顾陈老板的直播间。感谢完了陈老板，爷爷奶奶乐呵呵的端着炒饭走开了。陈老板还在做生意呢，自己可不能打扰他。端了炒饭过去，爷爷奶奶和养老院其他老人开始享用起了炒饭。老人们的年纪大了，他们最开始还以为这炒饭很硬，可是没想到这炒饭一点也不硬，实在是太好吃了。狗博主看着一群慈祥的爷爷奶奶正在乐滋滋的享用炒饭，这样的画面很暖心。于是他把镜头转了过去，让直播间的观众看着爷爷奶奶享用美食。爷爷奶奶吃着炒饭，露出一脸满足的笑容，他们还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夸赞上了陈老板的炒饭。金花，这炒饭果然不错，味道真的很好。我生病的时候，要是能吃上这么香喷喷的炒饭，估计都能恢复得快点。这位小年轻的厨艺真是了得，难怪生意这么好。我得好好锻炼，不然以后都不能来陈老板这吃东西了。几个老爷爷老奶奶表示，自己回去了就得好好跳广场舞，为了陈老板的美食，他们得锻炼好身体。直播间的观众看着爷爷奶奶这么幸福的表情，他们也很高兴。陈老板的小吃摊总是这么温暖和暖心。看着爷爷奶奶吃炒饭，我也想起我的爷爷了，只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今天被领导骂了，忙碌了一天，工作也没完成，心情超级不好。可是看到陈老板小吃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治愈了。陈老板小吃摊真的很接地气，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份美食，这样心情就能变好了。大家心情好的时候也别忘了陈老板的小吃摊，这样你会更加开心。很多人默默地把手机放在了一旁，他们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陈老板的小吃摊，就特别开心。如此有烟火气的小吃摊，所有人都变得纯粹和干净了。这些爷爷奶奶享用完美食以后，就互相搀扶着回养老院了。他们的身子虽然已经佝偻了，但是背影却很治愈人心。有3个院种舍友的帮助，今天凤爪的销量很好。旁边的快递小哥今天晚上都出了100多单了，很多食客都选择快递凤爪。他们快递基本上都是5斤起，快递小弟紧靠在陈老板旁边守着，他都能发家致富了。今天也是7000斤凤爪，不出1个小时就已经卖出去3000斤了。小吃街之前有2家卖凤爪的，他们俩竞争不过陈老板，一个成功转行卖烤猪蹄，一个成功转行卖凉面。小吃摊的老板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不能和陈老板卖同样的食物，不然他们只有被碾压的份。小吃街很多摊主都忍受不了美味的凤爪，他们基本上都会购买陈老板的凤爪带回去吃。这些摊主算是发现了自己平时辛辛苦苦的摆摊，结果挣的钱好多都花在陈老板的美食上去了。他们这是在为陈老板打工啊！都说同行竞争，现在他们都抢着去陈老板那买吃的。10点多，陈飞收摊回家，今天所有的菜品都卖完了，生意这么好，还得多谢风雪日报的推荐。好多食客都想打包炒饭回去，可是没想到陈老板这么快就把炒饭卖完了。有不少人还往电饭煲里看了一眼，靠，电饭煲里1粒米都没有了。没办法，他们只能明天早点来了。有舍友的帮助，陈飞很快就收拾好了东西。看着忙了这么久的舍友，陈飞笑嘻嘻的和他们开着玩笑，感谢我的好蛋儿们。去，卖了这么多凤爪，我要回去了。呼，做生意还是有点累，不过看着飞哥生意这么好，挣这么多，我心里也很高兴。方平和小胖子伸了个懒腰，他们俩今天也累了，他们卖凤爪而已，就这么累，他们都能想象到飞哥平时有多辛苦了。陈豪虽然也有点累，但是他看到了商机。飞哥的凤爪1晚上就能卖7000斤，如果自己从飞哥这进货去卖，那他就可以从中间挣一笔。如果卖得多，这利润将非常可观。陈豪这个富二代有商业头脑，他平时就喜欢折腾各种挣钱的生意，总体来说也挣了些零花钱。现在看到飞哥的凤爪这么有前景，他也很想入手。190跟舍友合作，何乐不为？陈豪拍了下飞哥的肩膀，问着他，飞哥，我记得昨天是不是有个美女来和你谈当凤爪城市售卖商的事啊？她是怎么和你合作的呢？我也想和你合作。陈飞听陈豪这么说，他还有些意外，看来陈豪的目光还是挺毒的。他不像其他富二代，
就只知道吃喝玩乐，他还能发现其中的商机。陈飞也愿意和陈豪合作，他有钱，手下又有人，时间又多，只要是花点心思在上面，他就能将凤爪在一个城市推广出去。这样的合作伙伴对自己来说非常有利，自己和他们合作，不仅能挣钱，也能将品牌名声打出去。陈飞看了一眼陈豪，给他说着具体的事宜。那位合作伙伴是魔都的，他本身就是做餐饮的，手下有好几家连锁餐馆。他从我这里拿凤爪，以51斤的价格进货，然后卖61斤，扣除快递人工等，每斤净赚7元。我今天给他发了3000斤货，让他先试卖，如果是卖得好的话，接下来将长期合作。陈豪一听，在心里算了笔账，飞哥的鸡爪很受欢迎，就算是在其他城市，销量估计很快就能打出去了。每斤凤爪净赚7块，如果是1万斤凤爪，那就是7万元；如果是100万斤凤爪，那就是700万元。自己要是在城市的商业街之类的地方租一个店铺，雇人来售卖凤爪，除开房租等，一年也能挣不少钱，而且这些钱都是纯利润，根本没什么风险。陈豪浅算了一下，他知道这个生意能做。飞哥，你一天最多能出多少货？我也想合作。陈豪都没带犹豫的，直接给陈飞说着自己想和他合作。但是他知道，飞哥现在应该是纯人工制作凤爪，品质虽然有保证，但是数量却不一定。他每天生产的货估计不多，所以陈豪有些担心，不知道飞哥的凤爪货每天能不能供应上。自己一旦把销量打开了，每天说不定需要1万斤以上的凤爪。我现在每天最多能出2万斤货。对了，你不是有很多朋友吗？有没有谁要转让食品加工厂之类的呢？帮我留心一下。陈飞估计了一下，按照现在人工的速度，一天最多能生产2万斤凤爪，白天1万斤凤爪，下午处理完凤爪，睡觉之前腌制好，第二天早上再打包，这样就有2万斤凤爪。现在自己有合作商了，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食品加工厂。如果自己有厂，规范管理，然后再多招聘一些人手，半自动化加人工化加工，这样生产泡椒凤爪的速度就会快很多。陈豪是富二代，手里有不少资源，所以陈飞才让他帮自己留心这件事。我帮你留意着，一天2万斤凤爪啊。那你先供给晋城那位合作商，等你找到了食品加工厂了，我再和你合作。陈豪点了点头答应，他会给飞哥留意这件事的。合作的事，等飞哥把食品加工厂落实以后，自己再进行合作。凤爪利润空间很大，自己也不能让其跑了。行，这件事就麻烦你多多留心了。食品加工厂的规模不用太大，唯一的要求就是设备一定要新，如果转让的加工厂设备太旧，就不用考虑。陈飞点头答应，他还给陈豪说了一下自己具体要求，自己给他说了具体要求之后，他才好按照要求找。行，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陈豪觉得陈飞实在是太客气了，和自己不用这么客气。方平听他们这么一说，这才明白，原来陈飞的凤爪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啊。小吃摊看着虽然小，但是利润却足够多。飞哥，是不是我们以后也能成为你的售卖商啊？方平也想毕业了以后开个小店。他听了陈飞和陈豪的讨论，有了一点点想法。当然了，等你们毕业了，可以考虑这件事。陈飞点了点头。如果是其他人，手里没资源，又没钱，陈飞肯定不会选择和他们成为合作伙伴的。但是如果是李东和方平想和自己合作，只要他们踏实肯干，自己还是乐意和他们合作。有时候做生意也得讲究人情味，方平和李东愿意努力上进，自己也愿意拉他们一把。除此之外，其他人想和自己合作，主要靠实力，不然的话，自己不会选择他们。就算是找合作伙伴，陈飞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多谢飞哥，等后面看，如果能合作的话，我也和飞哥合作。和舍友聊完以后，陈飞收拾着东西就回去了。刚到家，休息了一会，老妈就拿出了一个好东西。儿子，你快看，这是老妈买的，快，拿上楼去，和西西一块享受享受。面对老妈的热情，陈飞和西西无法拒绝，他们俩把老妈送的东西拿上了楼。回了房间，陈飞和江月熙小两口对立面坐着，他们看着彼此，稍微有些尴尬。过了一会，陈飞这才主动开口：西西，准备好了吗？哦，江月熙点了点头。那我们开始吧。哦。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伸出了脚。陈飞看了一眼小老婆的脚丫，白白嫩嫩的，很好看。看了老婆的脚丫以后，陈飞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玉足了。
他并不是一个脚控，但是老婆的脚外实在是太完美了，让他忍不住多欣赏了几下。刚欣赏完，陈飞就把脚放了下去，放到了老妈买的秘密武器当中。呼，谁好烫啊！大热天的，为啥要泡脚啊？刚把脚放下去，陈飞就有些欲哭无泪。妈的，泡脚就泡脚，这水为啥这么烫吧？看着陈飞被烫的表情，江月熙不禁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他的反应实在是太可爱了。阿姨说我们每天这么累，回来泡泡脚会睡得更好，所以买了泡脚桶，这已经是最低温度了，你多泡泡就习惯了。江月熙倒是不觉得烫，女生能接受的温度一般都比男生高一些，洗澡的时候就能感受出来。陈飞扶额，以后和老婆洗香香的时候可咋办哦？191，老妈的秘密武器，果然很顶。好吧，多泡泡就习惯了，虽然有些烫，但是陈飞还是在坚持，能和老婆一块泡脚，挺幸福。陈飞用脚感受着老婆的白嫩的小脚外，她的脚小小的，嫩嫩的，很舒服。老妈买的这个泡脚桶贼棒，两个人的脚外正好可以放在一块。江月熙的脚外有些敏感，自己要是碰着了，她就会痒嗖嗖的，一碰着有些痒，她就一缩一缩的，特别可爱。江月熙柔声地问着陈飞，她好像不怎么喜欢泡脚，现在还烫吗？不烫了，只不过我背后都出汗了，水温虽然习惯了，但是泡脚泡得自己后背都出汗了。别说，泡了会脚以后，整个人的确放松了不少。陈妈乐呵呵的一个人在楼下敷着面膜泡脚，她想着儿子媳妇在楼上这么甜蜜，她就很高兴，她很识趣，让儿子媳妇去楼上泡脚，这样他们俩就有属于自己的二人世界了。当妈的必须得给小两口留出更多的独处甜蜜空间才行。20多分钟后，陈飞和江月熙泡好了脚，我给你擦吧，顺便还可以给你捏一下脚丫。怀着3个宝宝，这么辛苦，每天晚上捏捏脚，会舒服很多。陈飞轻握住把江月熙的小脚丫，拿着毛巾，轻轻地把脚给她擦干了。有点痒。江月熙娇嗔地来了一句，她现在还有些不好意思呢。我轻点，之前在网上学了一套按摩方法，正好可以帮你按。陈飞轻轻地给老婆按着玉足，老婆白白嫩嫩的小脚丫，真可爱。第二天一早，叶婉儿早上7点多就收到了叶妈送的凤爪，一共3000斤凤爪，一共3家餐饮店，叶婉儿一家店给了1000斤凤爪，分散销售，这样才能更好的将凤爪卖完。把3000斤凤爪送去了门店，叶婉儿和几个经理聚集在了一块，决定尝一尝凤爪的味道。几个人都还没吃早饭，叶婉儿觉得没吃早饭就吃凤爪肯定会辣的烧，所以她决定就咬2口，浅尝一下凤爪的味道。拿了个盘子，将凤爪撕开倒在了里面。叶婉儿和几个经理看了一下，这凤爪的确和市面上普通的凤爪不一样，这凤爪又大肉又多。刚刚将凤爪打开，就闻到了一股很香的泡椒味，应该不会很辣吧？叶婉儿嘟囔了一句，她平时不怎么吃辣的东西，拿起了一个凤爪尝了一下，刚咬了一口，她就感受到了凤爪的辛辣味。她本来以为很辣，结果没想到这股辣味完全能接受，这股辣味淡淡的，吃起来很开胃，一点也不烧味。没想到这凤爪一点都不辣，这股味道完全能接受，味道还很好，吃起来微微有些辛辣，但是很好吃。叶婉终于明白姐姐为啥要强推这家凤爪了，这家凤爪味道这么好，肯定能大卖。旁边几个经理尝了一口凤爪，这凤爪好好吃啊，口感和味道都很棒，有滋有味凤爪，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品牌，应该是私人做的吧，或者是小公司做的。这个凤爪味道的确很不错，肯定有很多人会喜欢。几个经理都表示，口味这么好的凤爪肯定会大卖。叶婉给几位经理解释着，这是姐姐和爷爷去探店的那家扬州炒饭的老板卖的。原来如此，这位老板的凤爪都这么好吃，扬州炒饭味道应该也不会差。你们没看叶厨的视频啊？那家扬州炒饭何止是好吃，叶厨说他自己都无法超过这位厨师。万万没想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叶厨都无法超过的人，看来这位老板的厨艺果然了得。几个经理开始讨论上了这件事，在他们的眼里，叶厨就是很厉害的大厨，既然叶厨都这么说了，那这位老板的厨艺果真了得。几个人讨论着这件事，不知不觉之间就吃完了1斤凤爪。叶婉也吃了好几个，这凤爪一点也不烧味，她很喜欢吃这个辣度的凤爪。吃完了凤爪，马上到8点了，叶婉冲着手下的经理说着，凤爪卖61斤，每家门店1000斤，你们自行销售，可以先让食客尝一下再买，记得随时给我反馈食客的反应。收到。好，几位经理纷纷点了点头。
他们很有信心能将这1000斤凤爪全卖出去。在正式上班之前，一位经理舔了舔嘴唇，冲叶婉说道：“叶总，我能不能先买几斤凤爪回去啊？我家里有2个孩子，他们肯定会很喜欢吃这家凤爪的。”这位经理刚刚说完，其他人也附和上了，他们也想买凤爪。几位经理每人都买了好几斤凤爪，他们几个很鸡贼，只有3000斤凤爪，肯定没一会就被食客买光了。他们当然得先买几斤凤爪起来了。叶婉也留了2斤凤爪起来，他刚刚只吃了几个凤爪，完全没过瘾呢，他还想多吃几个凤爪。叶婉给几位经理简单交代了一下以后，他们就到各自的门店去上班了。3个门店之间离得稍微有些远。今天有新品，叶婉早早的给几位经理开会。平时如果没有事的话，都是叶婉和叶妹视察门店，叶婉则在总店亲自销售凤爪。这大早上的，应该没有人会买泡椒凤爪吧？人家都要买早餐。叶婉看着面前摆好的泡椒凤爪，喃喃自语：现在才早上8点钟哎，大家要买，也只是买早餐。大早上的谁会吃这么辛辣的东西啊？可是，泡椒凤爪虽然有些辛辣，但是却一点也不辣，就算是早上吃，这个味道也完全能接受。叶婉穿戴着员工服和员工帽，开始销售凤爪。他们家除了卖凤爪以外，还销售各种特色美食，比如特色糕点之类的。叶婉他们家还搞了快递服务，如果买的多，就可以免费快递。其他的商品都卖得挺好。叶婉拿出了试吃盘，把凤爪摆了出来，这样客人才方便试吃。几分钟后，就有一位妈妈带着儿子上门光顾。叶婉趁这个机会开始强推凤爪。小姐姐，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新品泡椒凤爪哦。一听说泡椒凤爪，这位妈妈连连拒绝，她的小孩才3、4岁呢，不可以吃这么辣的东西。不用了，给我2袋绿豆糕就行了。这位妈妈拒绝了买泡椒凤爪这类比较辛辣的东西。叶婉有些失落，不过没关系，等下一位顾客前来，她还要强推。192魔都门店开张，不够卖。这位妈妈还没买完绿豆糕，就有一位导游带着一个旅游团过来了。各位游客，这家店就是魔都很有特色的店铺，大家可以购买特色产品带回去。我们来的比较早，现在不用排队，大家速战速决。导游把游客带到了叶家店铺面前。其实魔都的很多导游都和叶家店铺有合作，如果游客买的多，他们相应的有回扣，叶家店铺也会通过这种渠道打开销量。同时他们家的东西味道也不错，一来二去，叶家店铺就获得了很好的名声。很多来魔都的人都会光顾叶家店铺。游客去看了一下叶家店铺售卖的东西，都是魔都特产，他们都准备买一些寄回去。但是他们对面前这碗看着平平无奇的泡椒凤爪不怎么感兴趣。泡椒凤爪又不是啥特产，来旅游买啥凤爪啊？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家的凤爪哦，辛辣味正好，很好吃。叶婉一边卖货，一边向顾客介绍凤爪。很多阿姨都不感兴趣，其中一位阿姨是川蜀的，她比较喜欢吃泡椒凤爪。看着这又大肉又多的凤爪，她忍不住拿起一个凤爪品尝了一下。刚入口，她就发现这家凤爪和其他凤爪完全不一样。这家凤爪味道很好，酸酸辣辣的，很好吃。最关键的是肉很多，吃起来嚼劲十足。叶婉见有人在品尝凤爪，她连忙焦急地看着这位阿姨，她现在很期待这位阿姨的评价。阿姨不知不觉啃完了一个凤爪，吃完了以后，她还想再拿一个，刚想伸手去拿，她发现店员正盯着自己看。阿姨有些不好意思，她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是试吃品。阿姨指着凤爪说道：这凤爪好吃，给我打包5斤。好嘞，凤爪61斤哦。叶婉一听有些激动，终于有一位客户愿意买凤爪了。听着61斤，这位川蜀阿姨有些犹豫。61斤的凤爪的确挺贵啊，在川蜀，泡椒凤爪一般都在38一斤左右，还没有哪家的凤爪敢卖到61斤去。价格虽然贵，但是这家凤爪的味道的确很好。阿姨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6斤凤爪。旁边的阿姨一听说61斤的凤爪，大家不禁开始议论：61斤，抢钱呢，好贵啊！鸡爪子啥时候卖这么贵了？我才不买呢！61斤，抢钱呢！一听说价格，很多阿姨都对凤爪避而远之。叶婉也听到了阿姨的议论，61斤的凤爪的确挺贵，外面的凤爪基本上都卖30、41斤，自家的凤爪比别家的贵了一半。从价格上，自家的凤爪非常吃亏。阿姨看向了旅游团其他客，她想了一下，还是给大家推荐道：大家可以品尝一下这家凤爪，味道的确很不错，不像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凤爪，很好吃。
61斤虽然有点贵，但是大家吃了以后就能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贵了。听到这位阿姨的推荐，好几个人探头看了一眼泡椒凤爪。这凤爪看起来挺大一个的，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几个人虽然好奇，但是61斤的凤爪，他们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吧。叶婉看出了阿姨们的犹豫，她直接非常豪爽地说道：“大家尽管试吃，如果凤爪不好吃，我送大家一袋绿豆糕。真的？你是老板吗？能做主？真的，我就是老板，大家尽管试吃。”叶婉都恨不得求这几位阿姨品尝一下凤爪了。几位阿姨听老板都这么说了，他们拿了一个凤爪尝了一下，刚吃进去第一口，几位食客就开始惊呼上了：“哇，这凤爪真不错啊，吃得我食欲大开，酸酸辣辣的，很好吃。难怪这位阿姨吃了一个之后就要买5斤。我以前从来不吃这类东西，但是没想到这凤爪吃着上瘾，吃着还不错，给我来5斤吧，家里的小孩肯定更喜欢吃。我要2斤，一会在路上可以啃。”凡是吃了凤爪的食客，他们都说要买一些回去，就算是以前不喜欢吃泡椒凤爪的食客，也决定买2斤回去。其他正在买魔都特色产品的人都很好奇，咋回事？大家咋突然开始买凤爪了呢？这凤爪61斤，可一点都不便宜呢。叶婉见品尝了凤爪的食客都下单了，他很高兴，他就知道，只要是品尝了凤爪，就一定会被这味道给征服。叶婉看很多人还在观望，他继续大声的吆喝：“没关系，大家可以先尝一下凤爪，如果凤爪不好吃，大家可以不用买。”旁边围观的人见大家对凤爪都是好评，他们也品尝了一下，这凤爪的确不错，给我来2斤，给我来3斤吧，给我来5斤，和绿豆糕一起快递回去，先试吃后买。这个销售方法非常成功，整个旅游团的人都买了凤爪，无一例外。刚才带着儿子来买特产的妈妈看着大家对凤爪如此热情，她也忍不住拿了一个凤爪品尝了一下，这凤爪居然不是很辣，儿子也吵嚷着想吃凤爪，妈妈给他尝了一下，小家伙居然很喜欢这个味道。妈妈，好刺！看儿子这么喜欢，这位妈妈买了5斤凤爪回去，除了可以和儿子吃以外，还可以给亲戚朋友也尝一下这家凤爪。叶婉把这一波顾客购买凤爪的场面拍了下来，姐姐很期待食客对凤爪的反应如何。于是叶婉连忙把这个视频发了出去。姐姐，只要是吃了凤爪的客人，都喜欢凤爪。叶曼儿早早的就在期待妹妹的消息了，她连忙点开了叶婉发来的视频。视频里面，食客对凤爪的反应都非常的热情，凡是吃了的食客，都买了好几斤凤爪。叶曼儿看了视频以后，乐滋滋的不行，她就知道陈老板的凤爪肯定能大卖。叶曼儿很开心，她还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了陈飞。就只看了这个视频，叶曼儿就决定了，一定要和陈老板长期合作。这3000斤凤爪只是试卖而已，以后只会卖得更多。陈飞看了一下叶曼儿发过来的视频，他对食客的反应一点都不意外，自己做的凤爪这么好吃，肯定能受食客欢迎。陈飞很有先见之明，今天一大早就让鸡爪供应商送了2万斤凤爪过来，他又招了3个阿姨，让他们一天处理2万斤凤爪。陈飞估摸了一下，这些阿姨上午能处理完1万斤凤爪，处理完以后放在一旁泡着，趁这批凤爪泡着，又处理另外1万斤凤爪，这样一晚上的时间就可以让另外1万斤凤爪入一天2万斤凤爪，妥妥的，完全没问题。叶婉还去其他2家门店看了一下凤爪的销售情况，这2家凤爪卖的都挺好的，非常受顾客欢迎，特别是中午顾客多的时候，很多顾客都买了凤爪。家门店1000斤凤爪完全不够卖，193，逮着陈老板不放就行。陈爸回了家，辞职的时候在公司里分了几斤凤爪给老同事们，老同事们尝了一下凤爪，大家全都忍不住开始夸赞凤爪。老陈的儿子厨艺这么棒，兄弟几个都非常羡慕老陈。老陈，这就是你儿子做的凤爪啊，味道也太好了吧，带了多少回来啊？卖给我几斤呗。这凤爪的味道真的很巴适，下酒的话就更巴适了。同事们尝了一下凤爪以后，都忍不住让老陈多给他们几斤凤爪，他们还想吃凤爪呢。哥几个，如果想要凤爪的话，到时候发微信给我，把地址给我，我给你们快递过来。凤爪51斤，老陈乐滋滋的给同事们说着，他没想到临走的时候还能发展一波顾客。兄弟几个要是没尝凤爪，估计会觉得51斤的鸡爪有点贵，但是尝到了味，他们就觉得这凤爪完全不贵了。老陈办理好了辞职，回去就让亲戚朋友来家里拿凤爪，一家人1斤凤爪，让他们尝尝味道就行了。很快，家族群里的消息就一直没停过，
陈飞做的凤爪好好吃啊，只可惜我只吃到了一个，馋死我了，味道好极了，难怪陈飞生意不错。慧慧不回来了呀？以后都和儿子儿媳在一块过幸福日子了吗？凤爪都这么好吃，其他东西肯定也很美味。吴慧正忙着，她看着家族群里的消息，乐呵呵的笑开了花。她拿着手机回了语音：吴慧，回来啊，过年过节我们就回来，儿媳妇肚子大了，我在这照顾他们。吴慧就是故意炫耀的，明面上是说儿媳妇肚子大了，其实是在炫耀自己有孙子。家族群里大家都在夸赞陈飞的凤爪美味，并不是所有人都吃到了凤爪，那些没在家里的亲戚，他们就只能看着群里的消息嘴馋。只要有人夸赞儿子的东西美味，陈爸陈妈就特别高兴。陈爸办理好了辞职，把家里收拾了一下，收拾了一些必须的东西。他决定明天一早就过申城去。陈飞安排好了所有的事以后，就和老婆上课去了。今天有2节课，上午1节，下午1节。有老妈在家里帮着自己到时候下了课把今晚上摆摊的食材给准备好，晚上出摊就行了。陈飞在上课，打工人在打工。风雪日报美食部里，大家正在辛苦剪辑片子。终于，剪辑师把之前跟拍陈老板的片子剪完了。李部长，视频已经剪好了。行，所有人马上到会议室，边审片边开会。视频刚剪辑完，李部长就让美食部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会，他们要讨论下一期的选题。剪辑师把刚刚剪辑好的视频投影到了大屏幕上，所有人都在观看时长40分钟的视频。他们看着视频，就忍不住开始嘴馋了。观看视频，他们全都在忍不住回味陈老板的美食。一条视频看下来，所有人都拍手鼓掌，视频很好，这视频一发出，肯定会火。拍摄的很完美，剪辑的也非常完美，视频质量很好，把陈老板制作美食的过程记录得清清楚楚，美食也拍得非常有食欲。大家对剪辑好的视频没有任何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视频非常好。李部长也觉得这个视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食部下一期的选题还没决定。我想的是，下一期我们依旧主推陈老板的美食，但是我们部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连着2次都推荐一家店铺的先例。如果连续2次推荐同一家店铺，不知道观众会不会反感。李部长说出了自己的烦心，其实他非常想下次题材也选用陈老板的，可是他们还从未连续推荐过一家店铺，如果推荐一家店铺，很有可能会让观众反感，所以李部长才决定和大家讨论这件事。听着李部长的担忧，大家也表示认可。观众的口味可是很刁的，我们上次推荐的是陈老板的扬州炒饭，这次推荐的是鱼汤和生煎包。店铺虽然是一家，但是菜品却不一样。同意，陈老板的生煎包和鱼汤同样很美味，我们再次推荐的话，肯定也会受欢迎的。但是都是陈老板的小吃摊，会不会太单一了？这没关系啊，我们在后面放上上次选中的那家店铺呗，推荐2家店铺不就行了？听着底下人的讨论，李部长决定了，这一期视频的主题还是陈老板的小吃摊。为了防止视频无聊，就在视频的结尾再加一家店铺。对，这一期还是主推陈老板的店铺，视频的结尾加上我们上次选中的那家店铺吧。不过要把那家私厨店铺的时间缩短，就控制在7、8分钟以内吧，或者是5分钟以内就行。好，没问题，我这就去剪辑视频。整个部门纷纷表示同意，他们甚至没意识到，那家私厨店铺就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个长达50分钟的视频，那家私厨店铺就只有5分钟出镜，而且还是最后5分钟。最关键是，没一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私厨店铺本来可以作为主角的，就是因为出现了陈老板的小吃摊，在上一期，他家店铺直接被忽略了，在这一期，这家电视剧直接被放在了视频最后。私厨店铺老板，我都快哭出来了。我堂堂一家私厨店铺，竟然比不过一家小吃摊，这实在是太难受了。敲定好了下期的视频主题以后，美食部全体开始忙碌了起来，他们要把这期视频做得非常完美。陈老板的小吃摊是噱头，视频一发出，肯定会有很多人观看，所以他们的视频一定不能拉胯。下午5点，陈飞给叶妹儿发了个消息，今天依旧只有3000斤凤爪。叶妹儿看了一眼消息，直接秒回：叶妹儿，陈老板，3000斤凤爪完全不够卖啊！大哭 JPG。陈飞看着叶妹儿回复的消息，不禁笑了笑，他总有一种自己阻挡了一位商人挣钱的感觉。194蹭流量的博主蜂拥而至，陈飞，明天凤爪开始稳定供货，一天13000斤，
早上10点左右，13000斤凤爪就搞定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前让物流公司来运输。陈飞决定把晚上制作的凤爪给叶妹，这样白天制作的7000斤凤爪自己可以售卖，晚上的1万斤加白天的3000斤都供给叶妹自己销售。如果卖1万斤鸡爪的话，也能卖完。但是陈飞不想这么累，毕竟卖给散客和卖给叶妹都是一个价，那自己还不如卖给叶妹呢。叶妹虽然大哭，不过想着后面陈老板就会给自己供13000斤凤爪，他就高兴了。其实13000斤凤爪也不够卖，不过没关系，先慢慢卖着，打开销量，等陈老板货多了以后就更好卖了。今天有3000斤货，那就先卖3000斤。和叶妹沟通好今天的货之后，陈飞就去把另外1万斤凤爪给泡着了。等老爸回来了，陈飞决定让爸妈负责泡凤爪，他们慢慢上手，这样等自己开了工厂，他们说不定也能接手。泡凤爪很简单，陈飞到时候把凤爪分量和调料分量写给他们，他们严格按照分量进行制作就行了。今天自己还是卖7000斤凤爪，搞定好了这些，陈飞收拾着东西出摊。今天晚上的生意依旧火爆，风雪日报推荐之后后劲贼大，每一天都有很多顾客前来打卡。陈飞看了一下系统任务，68881000000，时间之内让10万人知道小吃摊的名字。现在已经马上有7万人知道小吃摊的名字了，看来这系统任务的进程还是挺快的。陈飞估摸着后天应该就能完成系统任务了。今天出摊的时候，陈飞发现有很多美食博主都来自己的小吃摊打卡，小吃摊上竟然出现了很多抖音大主播，他们全都来自己的小吃摊蹭热度。抖音500万粉丝美食主播小月儿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应粉丝的热烈要求，来到了有滋有味小吃摊，我替大家尝尝味，看看这家小吃摊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吃说。抖音2万粉丝美食主播青蛙咕咕，今天打卡全网著名的小吃摊，有滋有味小吃摊。陈飞看了一眼，现场大概出现了4、5位主播正在直播，他们来自己这，除了分享美食以外，还想蹭热度。一位只有几万粉丝的小主播，刚刚来自己的小吃摊开播，瞬间就涨了2万粉丝。最近抖音上有很多大小主播都来陈飞的小吃摊凑热度，陈飞看到这样的情况，倒也没管，只要他们不造成什么轰动，不影响小吃摊的正常运营就行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小吃摊是网红小吃摊，现在这个社会沾上网红和流量之类的词语，很多人就会反感。陈飞倒也不担心这些，反正自己有实力，只要自己的东西好吃就行了。这些主播来蹭流量，反之自己也可以借助于他们，打开小吃摊的名气。晚上8点，风雪日报美食部把之前的采访视频发了出去。这一期他们依旧主推陈老板的美食，视频刚刚发出不久，就获得了不少人的观看和留言。老粉丝纷纷在下面留言，怎么回事？风雪日报居然连续2次推荐这家小吃，陈老板的小吃摊又上榜了，真开心，他家的东西超级好吃，连续2次上榜，看来风雪日报挺喜欢这家店啊，莫不是买推广了吧？最近全网都是这家网红小吃摊，一个小小的小吃摊，哪来的钱买推广啊？你们未免也太高看一个小吃摊的盈利了吧？刚刚点开视频观看，还没1分钟，视频下面就有不少留言说陈老板买推广了。不少粉丝继续观看视频，他们很好奇，为啥这家店会被推荐2次？不就是一家普通的小吃摊吗？到底有个玄机呢？依旧是记者肖倩在采访。肖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有滋有味小吃摊的另外2种美食，滋补鱼汤和生煎包。肖倩，我们全程跟拍陈老板，还原了每一道菜品的制作过程。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陈老板美食生产过程。随着肖倩的视线，陈飞出现在了观众的视野当中。剪辑是从购买食材开始剪辑的，通过购买食材，大家就能看出来陈老板到底有多认真负责。随着镜头推进，镜头将陈老板每天制作菜品的过程全部展现了出来，每一道菜品的美味也都用镜头展现了出来。看完了整个视频，大家这才明白为啥风雪日报会推荐2次这家小吃摊了。这家小吃摊的生煎包和滋补鱼汤，光是看视频，大家就感受到了其美味。跟着肖倩的讲解和镜头的展现，观众也更加了解了陈老板对美食的态度。虽然是一个小吃摊的摊主，但是对美食却是200%用心。不少观众又被陈老板的生煎包和鱼汤吸引住了，好馋啊，好想吃生煎包。陈老板对待美食未免也太认真负责了吧？从食材的采购到制作，每个流程都非常用心。现在的厨师已经很少会如此纯粹了，很多人都是为了赚钱，食物的口味口感之类的
他们完全不顾。这家小吃摊的东西看起来的确挺美味的，好想去尝一尝。我吃过陈老板家所有东西，我拿出后半辈子的幸福生活证明，陈老板家的东西很美味，值得所有人打卡。楼上的是床上生活吗？床上生活的话，我信了。视频播出半个小时左右，下面的评论越来越多。李部长他们几人正死死地盯着后台数据，他们发现今晚上的视频播放量也非常高，而且播放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上涨。李部长看到上涨的播放量，非常高兴，他忍不住说道：不愧是陈老板，他就是流量，我们蹭他的热度蹭对了。李部长现在都开始认为自己是在蹭陈老板的热度了。所有人都很高兴，唯独只有一人不高兴，那就是这期拿来凑数的私厨店代名老板很失落。风雪日报节目播出前，他就收到了消息说这期要播放自己家店铺。风雪日报已经来采访了自己的店铺了，原本上一期就要播出的，可是没想到上一期他们临时换素材了。195出名私厨被小吃摊秒杀了，戴明知道了这事也没办法。风雪日报可是大报社，就算是换素材了，他也没招。今天得知风雪日报要播放关于他的采访，他非常的高兴。今晚上甚至还邀请了亲戚朋友，还有所有的员工一块守在电视机面前看视频。戴明知道这期视频一发出，自家的私厨就能好好火一把，到时候生意不就大把的来吗？8点钟的时候，所有人都非常兴奋。播出了，节目终于播出了。可是播放了几分钟以后，他们傻眼了，这怎么不是自家店铺呢？怎么还是上次那家小吃摊呢？于是戴明的亲戚朋友和员工不禁埋怨上了：明哥，这咋回事啊？咋还是上次那家小吃摊啊？靠，不是说推荐明哥的私厨吗？这不是糊弄人吗？多往后看看，说不定后面就有咱们家的店铺。其中一个人安慰着说道。戴明整个人都傻眼了，妈的，不是说了有自己的采访吗？算了，现在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往后看。过了10分钟，居然还是这家小吃摊。过了20分钟，竟然还是这家小吃摊。戴明彻底无语，难不成自己得到的消息是假消息？在场所有人都非常失落，这期根本没有戴明的私厨。最终在节目播出45分钟以后，记者肖倩提到了戴明的私厨。肖倩，这期节目我们还将为各位观众推荐一家私厨，这家私厨很有名，名叫代代私厨。听到了代代私厨几个字，戴明和所有人都非常兴奋。上电视了，终于上电视了，看来我得到的并不是假消息。明哥，原来咱们家的店铺是第2名啊，第2名也挺不错的，到时候节目播出以后，生意肯定也会暴涨。牛批牛批，明哥上电视了。大家才兴奋没几分钟，风雪日报的这一期节目就戛然而止了，结束了。戴明的私厨只出现了不到5分钟，全程50分钟的节目，代代私厨只出现在了最尾巴上的5分钟，内容少得可怜。记者也只是就提了一句这家私厨而已，采访了这么多内容，根本没有剪辑进去。看着视频截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傻掉了，怎么回事？视频就完了？闹呢？我们家店铺就只出现了5分钟而已。靠！前面那家小吃摊凭啥占用45分钟啊？我们在屁股尾巴上，这家小吃摊味道真有这么好吗？我们家可是申城数1数2的私厨啊！戴明的朋友不禁为他打抱不平。代代私厨做了很多年，也是申城数1数2的私厨店铺，也非常的出名。但是现在这个视频里，代代私厨完全不如那家有滋有味小吃摊，他们家竟然被这家小吃摊给秒杀了。这对于戴明和朋友员工来说非常不能接受。靠！我倒要去尝尝这家小吃摊的东西，看看有啥特殊的。戴明气得不行，他啪的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说要去这家小吃摊。私厨虽然上了电视，但是就那5分钟而已，打发告花子呢。他倒要去尝尝这家小吃摊的东西，如果这家小吃摊的东西不好吃，那他就得找风雪日报要个说法。戴明不知道，能出现在这条视频的最后5分钟，已经无数餐馆梦寐以求的事情了。他们做梦都想让风雪日报推荐自家店铺。戴明现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明哥，我跟你一块去，我也想尝尝这家店到底啥味道。这家小吃摊2次出现在了风雪日报的视频上，味道却不一定真的好，我也想去尝尝味。走走走，我们都去尝尝这家小吃摊的味道。如果味道不行的话，就别怪我化身成为网络喷子。戴明的朋友也表示想跟着一块去这家小吃摊尝尝味道，他们倒想看看一家小吃摊到底是如何将一家私厨给秒杀了。走，我们就去看看这家小吃摊到底有何优势。我倒要看看这家小吃摊是不是买了流量和粉丝。
戴明和朋友们开着车，直奔这家小吃摊。现在9点多，这家小吃摊应该还在营业。跟着导航，戴明他们来到了深大美食街。戴明的私厨店铺是市中心地段很好的店铺，这条美食街的位置也算不错，但是属于普通百姓会光临的。私厨的价格一般都会比较贵。戴明一来这，就觉得这里的位置不行，这些食客消费能力不行，那家小吃摊估计挣不了多少钱。把车停好，戴明和朋友们到了美食街。刚到美食街，他们就看到了一家生意很好的小吃摊。那家店生意好好，那不就是有滋有味小吃摊吗？走走走，我们去看看，看看他的东西有没有明哥的东西好吃。人还挺多，这家小吃摊还有不少网红在直播打卡。几个人边走边聊，很快就到了有滋有味小吃摊。戴明看了一下现场，现场居然有5、6个主播正在直播，这些主播肯定是这家小吃摊的老板请的托。我之前也请过，2000块钱就能请一个小主播了，多请几个主播，就能在网上起到宣传作用了。戴明看着这些正在直播的主播，他直接肯定地说道：这些主播肯定是小吃摊老板请的托。戴明刚刚说完这话，不远处就来了一个10几万粉丝的小主播，他和助理拿着设备，急冲冲地冲了过来，来到了陈老板的小吃摊。走走走，就是这家小吃摊。橙子说在这涨了2万粉，我们也去试一试。这家小吃摊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直播了呀，看来大家凑热度都蛮早的嘛。小主播一边走一边冲助理说着，他现在非常后悔，后悔自己怎么没早点来这家小吃摊蹭热度呢？来迟了，没好的位置，没关系，直接找地方蹲在一直播就行了，只要不打扰周围人吃东西逛街，自己在一旁直播没啥影响。戴明看着这位主播，不禁有些好奇，他们到底是不是陈老板请的托啊？于是他拦住了这位主播问道：美女，你是陈老板请来做广告的吗？这位主播瞥了这人一眼，直接说道：陈老板的小吃摊这么火，哪还需要找我们来做广告啊？我们都是过来蹭热度的。听了这位主播的话，戴明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靠！没想到自己秒被打脸，原来这些主播居然不是陈老板请来的。戴明看着这些主播羡慕哭了。196，我要反思，去买辆车吧。戴明之前宣传私厨的时候，花了大概20万请了不少主播前来宣传，正是因为自己下足了功夫宣传，私厨的生意才这么好。可是陈老板这竟然没花1分钱请主播，这些主播全都是自愿来的，他们竟然主动来陈老板这蹭热度。戴明现在更加好奇这个小吃摊的味道了，于是和朋友们排在了队伍当中。他作为一个生意人，会注意到小吃摊的生意到底好不好。戴明看了一下，他发现这家小吃摊的生意简直好到爆炸呀！这家小吃摊的营业额甚至比自己的高档私厨还要高，就算是凤爪盐，这家小吃摊一晚上估计能卖出去好几千斤凤爪。戴明看到这以后，他发现自己轻视这家小吃摊了，很快就排到了戴明和他的朋友们。几个人都点了一份扬州炒饭，他们本来还想买其他的美食，只可惜这家店铺今天只卖扬州炒饭，这倒没什么大碍。如果这家小吃摊的味道真的很棒的话，通过一份炒饭就能看出来了。吃了炒饭以后，戴明终于明白为啥风雪日报会强推这家小吃摊了，这味道实在是太他妈好了，凤爪也很好吃，难怪会卖出这么多份。戴明不禁反思了一下自家的私厨，味道虽然可以，但是每一样食物的味道都只能算得上普通，并没有出色到让客人流连忘返。私厨的生意虽然很好，但是戴明一直想让自家生意更进一步。他苦恼了很久，终于找到本质原因了，就是因为味道不够好，所以生意才没更进一步。这家小吃摊秉持着做美食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保证美食的味道，只要味道够好，才会受食客欢迎。唉，难怪风雪日报会连出2期视频推荐这家小吃摊，和这家小吃街竞争，我完全没机会。戴明吃完了一整碗炒饭，叹了口气说道。他的朋友听戴明这么说，他们这才敢开口。几个人品尝到第一口炒饭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家小吃摊的美食比戴明的好吃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不是戴明的朋友，他们肯定更愿意花钱来光顾这家小吃摊。这家小吃摊的东西便宜又美味，更适合大众。既然戴明都开始夸赞这家小吃摊了，他的几个朋友也忍不住了。这家小吃摊的东西的确很好吃，看来风雪日报还是挺靠谱的，他们推荐的店铺基本上都不会踩雷。炒饭这么美味，我去再来一碗。戴明看着朋友们的反应叹了口气，他现在很感谢风雪日报把最后5分钟的时间留给了自己。时间虽短，
总比没有好。希望这5分钟能起到小小的推荐作用吧。风雪日报后台，李部长正和全体员工盯着播放数据看，他们非常欣喜，因为这次的视频热度非常好。视频播出不到2个小时，就在各平台快速获得了不少点击量。小破站、抖音、微博这几个平台，视频的热度也正在持续飙升。李部长在采访的时候，发现陈老板的小吃摊之前有公司前来团建，还有病危的老人享用了他们的美食而恢复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噱头。这次李部长在采访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这些事情。有了这些事情，有滋有味小吃摊在全网的话题更多了。随着视频的发出，小吃摊的顾客越来越多，也有很多新顾客打卡小吃摊。收摊回家，陈飞看了一下账户里的钱，180多万，他终于有100多万的存款了。他拿出手机，给附近 4S 店的店员发了个消息，问他有没有现货。就算是晚上，店员直接秒回，明天就有现货，欢迎前来挑选。陈飞已经在网上看好车型了，他决定买一辆新能源 SUV， 装货这些也方便不少。第二天早上9点多，陈飞给叶妹儿准备的13000斤货准备好了。叶妹儿昨天很聪明，她将3000斤凤爪弄成了限购，每人只能购买1斤。最开始很多人都不愿意买凤爪，结果品尝到凤爪以后，大家都想多买些凤爪带回去。临到要买的时候，大家竟然发现凤爪居然限购，限购就弄得让人有些难受了。大家心里痒的不行，全都被吊足了胃口。所以今天很多人早早的来到了夜市店铺，他们都想多买些凤爪回去。叶妹儿一听说陈老板的货准备好了，她亲自去收货。顺丰快递的人也到了，他们称重冷链物流，早上9点多发出，第二天下午就能到魔都了。以后每天9点半出货，你可以和快递公司沟通好，这样他们每天按时来运货就行了。陈飞已经能确定出货时间了，每天9点阿姨就能全部打包完成，9点半就能出货了。好，合作愉快。叶妹儿和陈飞伸出了手握了握手，他还拿出了合同，和陈飞签了合作合同。陈飞看了一下合同，上面清楚的写了合作内容和事宜，双方都没吃亏。他签了字，还让叶妹儿把这份合同的模板发了一份给自己。陈飞和叶妹儿签合同的时候，这才反应过来，看来自己需要一位律师啊，以后生意做大了，需要签的合同更多，看来自己也得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才行。签好了合同，陈飞和叶妹儿的合作正式达成。陈飞最看重就是钱，叶妹儿也很耿直，陈老板的钱3天结一次，一天13000斤凤爪，陈飞1斤凤爪盈利26万，3天一结，那就是78万，凤爪的盈利额很不错，陈飞很满意。就叶妹儿一位合作伙伴，陈飞一天就能赚20多万，如果多发展几个城市售卖商，那自己光是凤爪一天就能有上百万盈利。陈飞想到这就觉得美滋滋。叶妹儿的13000斤凤爪正式发车，将凤爪发出以后，陈飞今天上午就没啥事了，他拿出手机给老爸打了个电话，问他到哪里了。老爸速度挺快，今早一早就过来了，还有几分钟就到别墅了。几分钟后，老爸到了。陈飞给爸妈和西西说道，我们一会去买个车吧，我已经和 4S 店联系好了，今天有现货。陈飞刚说完，爸妈就愣了一下，咩呀，买车？197，把凤爪生意交给爸妈。陈飞看着爸妈，走吧，我昨晚上和 4S 店联系了，今天店员打电话给我，说有现货了，我们正好可以去看看。儿子，你已经看好买哪款车了吗？陈爸很高兴，拍了下儿子的肩膀问着。他没想到自己一回来儿子就去提车。买车这事，全家人都很高兴。很快就到了附近的一家 4S 店，店员很热情的上来介绍。陈飞开门见山的说着，我之前已经在网上挑选好车型了，想买比亚迪宋。好的，请移步这边。店员把陈飞带到了比亚迪宋车的位置。陈飞看了一眼这车，紧凑型 SUV， 后排空间很大，能装不少东西，还是一款电车，也不费油。最主要的是，这款车22万，也不贵，20几万的车，平时开出去或者是用来装货，实用性都非常高。就这款吧，可以试驾吗？陈飞其实也是第次买车，所以还是想上车感受一下这款车的舒适度。可以，您上车就行，这边有指定的试驾道路，我会指示您的。陈飞上车，江月熙和爸妈坐在了后排，店员坐在副驾驶给陈飞说着试驾道路。点火发车，陈飞往指定的试驾道路开了出去。这车比不上 BBC， 不过开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反正这辆车大多都是拉货之类的。陈飞觉得买
买这个价位的车完全够了，而且老爸的车也很久了，到时候完全可以给老爸用。刚上车，爸妈在后排感受了一下，他们俩很喜欢空间比较大的车，这辆车真不错，我要录个视频发到家族群里，给他们炫耀炫耀，我儿子买车了。陈妈刚把视频发出去，家族群里就热闹的不行。陈飞这么厉害啊，还没毕业呢就买车了，这车这么豪华，应该要个20-30万吧？厉害厉害，我们陈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表弟好厉害啊！我都毕业2年了，还在搬砖。阿飞不错啊，真为大爷挣脸面。陈妈乐滋滋的在家族群里说了这车的价格，22万。这价格一说出去，惹得亲戚们非常羡慕。陈飞这小伙有点厉害啊，还没毕业呢，就买了20-30万的车。陈爸陈妈一边坐在了后排感受新车，一边拿着手机在家族群里聊天。他们2个脸上的笑容就没下来过。儿子买了新车，他们当然值得炫耀了。陈爸也是普通父母，儿子这么有出息，他们很高兴。试驾了一圈，陈飞挺喜欢这辆车的， SUV 看着舒适度挺好，空间大的车，江月熙坐着也舒服。这辆车肯定不是自己唯一辆，到时候3个宝宝出生了，自己还得买一辆大一点的车，还要在车上安装3个儿童座椅才行，所以这辆车就过渡一下，等后面挣了钱再换豪华点的。把车开回去，几人下车？就这辆吧。刷卡支付。好的，您这边请。您需要 4S 店代办牌照吗？买保险等一切手续都可以交给我们代办，代办费500元。今天会发一个临时牌照给您，15天之后，等正式牌照下来了，直接来 4S 店更换就行了。买车后年还要办理一些手续，陈飞也时间自己去办理，直接交给 4S 办理就行了。代办费500，也不贵，这倒是给自己节约了不少。可以，好的，刷卡支付，整车落地23.2万，上了个临时牌照，陈飞就可以把车开走了。您一路顺风，手续搞定了，我会在微信上给您发消息的。好，陈飞拿到了车钥匙，然后给老婆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上车吧。哦，江月熙坐在了副驾驶上，老爸老妈坐在了后排。陈飞开着车出去，新车就买好了。一路上，老爸老妈都非常兴奋，没想到现在买车这么快，什么都可以花钱代办。当然快了，儿子真厉害，还没毕业呢，就买了一辆车了。这车还不便宜，20-30万呢。哈哈，也看是谁儿子。一家人聊着天，就回到了别墅，把爸妈他们送了回去。陈飞就开车去采购今天的食材去了，有车方便不少，还给自己节约了不少时间。把食材买了回去，陈飞就去准备今晚上摆摊的食材了。下午有课，6点才下课，他得提前把食材准备好，一会下课了，就可以直接开着小吃车出摊。在准备食材之前，陈飞把爸妈叫了过来，他决定正式把凤爪交给爸妈来负责。爸妈，以后就由你们来负责腌泡凤爪吧，我已经把腌泡凤爪的具体配料表都发给你们了。陈爸陈妈一听儿子这么说，他们俩瞬间紧张了起来，毕竟腌泡凤爪这事可是一项大工程，他们俩还是怕自己做不好。陈妈犹豫了一下，想让儿子再指导他们俩天。阿飞啊，要不……陈妈的话还没说完，陈爸直接自信十足地说道：儿子，你就放心吧，老爸肯定能把这事做好的，不是有秤吗？我和你妈会严格按照配料表来腌泡凤爪。陈爸决定严格按照配料表来腌泡凤爪，每一种配料都用秤来称过，这样总不会出错。陈飞看着老爸的反应笑了笑，他鼓励着爸妈说着：爸妈，你们也逐渐上手了，严格按照配料表来制作，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也会跟你们几天，等过几天才完全放手。有了儿子的鼓励，陈爸陈妈信心十足，他们肯定能完成任务。陈飞给他们买了很精准的秤，所有的配料严格按照配料表加入就行了。爸妈，配料表一定要收藏好，可别聊天的时候误发给别人了，也别被别人偷去了，这可是机密，就你们俩知道就行了。腌泡凤爪的时候也要避开其他阿姨。陈飞给他们提醒着最重要的事情，泡椒凤爪的秘方可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了。我知道了，一定好好保管。陈妈认真的点了点头，她知道这秘方到底有多重要。我在手机上把秘方设为加密，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陈爸乐滋滋的说着，他可以把秘方设置成隐私，然后加密，这样其他人怎么着也看不到了。陈妈一听，扭头看着陈爸，哟，你还是个人精呢，都会设置加密了。我看看手机里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老婆，
我哪会有这些啊？陈飞默默地退了出去。接下来是属于老爸的战场，自己得及时退出去，才能明哲保身。过了好一会，陈爸陈妈认真的腌泡凤爪去了。这件事交给他们俩，完全没问题。198人形立牌广告，陈老板真帅。下午5点，叶婉收到了13000斤凤爪。收到货以后，叶婉非常高兴。这2天凤爪完全不够卖，不少顾客都前来询问鸡爪还有货没。今天终于有货了，13000斤凤爪估计也不够卖。叶婉嘟囔了一句，现在凤爪的销量完全打开了，13000斤凤爪估计也不够卖。总门店5000斤凤爪，其他2个门店各4000斤凤爪。叶婉将凤爪分了出去，3家门店同时销售。5点半，3家门店的凤爪全上货了。刚上货就有不少客人购买凤爪，每家门店的凤爪数量有限。叶婉今天还是将凤爪设置成了限购，只不过把限购数量提升了些，提升至了3斤，一人限购3斤。门店在 LED 屏幕上写下了今日凤爪限购3斤。叶婉还用陈飞上新闻的照片做了一个广告牌立在了店门口，这样还可以蹭蹭陈老板的热度，也可以把凤爪给宣传出去。叶婉在立广告牌的时候还给姐姐说了一声，叶妹儿给陈飞发了个消息，陈飞也同意这样做。现在自己就是热度，合作伙伴想蹭蹭热度当然可以了，这样还可以把自家小吃摊给宣传出去。最关键的是这广告牌做的挺不错，本人很帅。看着今日凤爪限购3斤，所有人都高兴的不行。快，今天有凤爪卖了，限购3斤，我们可以买3斤，怎么还要限购啊？我本来还说给我亲家寄5斤凤爪回去来着，限购3斤总比限购1斤好，正好我们可以多买点。快去买凤爪，不然一会又卖完了。这家凤爪叫有滋有味凤爪，好像是网上很火的一家小吃摊做的。对，就是那家小吃摊，这不就是有广告牌吗？我记得那家小吃摊的老板非常帅，好想亲自飞过去品尝下这家小吃摊的其他的美食啊。叶婉的立牌蹭了陈老板的热度，同时也将有滋有味小吃摊宣传了出去。今天凤爪的销量极好，5点多正是顾客多的时候，人流量非常大，顾客纷纷前来购买凤爪。夜市餐饮最近因为出售凤爪，他们家生意也变得比之前好了不少。很多人在买凤爪的时候都会顺便买点其他特产，或者是进去吃点东西再走。叶婉看着门店增加的营业额，非常高兴。姐姐决定和陈老板合作，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叶萍和叶妹儿已经在外待了3、4天了，这几天他们每天晚上的必备项目就是光顾陈老板的小吃摊。叶萍发现陈老板的炒饭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腻，在外面待了这么几天，叶萍还不想回去。回了魔都，他就享用不到陈老板的美食了，所以他想趁着身子骨硬朗，多在外面玩几天，自己也能趁这个机会多多享用陈老板的美食。今晚上叶萍和叶妹儿准时出现在了陈老板的摊位上，他们俩照旧每天1份炒饭。叶萍看着陈老板的小吃摊，他不禁回想起了自己将小店开成连锁店的过程。陈老板的味道这么好，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应该能开店了。叶萍都在期待着陈老板开店了，以他的能力肯定能开一家连锁店。10点多，陈飞正在炒饭，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阵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恭喜宿主获得新菜品中式炸鸡，恭喜宿主获得初级红案技术。系统任务：还原华夏最经典的炸鸡并且推广，炸鸡日销量超过长青路门店肯德基。系统任务这么快就完成了，陈飞还有些意外。完成系统，获得了初级红案技术和菜谱中式炸鸡，但是这个系统任务就稍微有点困难了。中式炸鸡的销量要超过长青路那家肯德基，的确有点困难。那家肯德基门店很大，销量很好，一天炸鸡的销量估计数十万。陈飞也没管这么多，继续炒饭。车到山前必有路，自己做的炸鸡肯定非常美味，就算是要和肯德基这样的店铺比销量，自己的小吃摊未必比不过他们。陈飞这边生意很火爆，叶妹儿那边同样如此，1万多斤凤爪分给3家门店，完全不够卖。叶婉见识到了顾客恐怖的购买力，味道好，所以顾客才会疯狂购买。10点多，陈飞收摊了。最近一直在卖炒饭，他决定明天换一换，让顾客也能享用一些其他美味。开着小吃车回家，睡觉之前，陈飞和爸妈去腌制凤爪，调料都在这里了，爸妈只需要将调料按配方加入就行了。陈爸陈妈非常认真地开始配比各种调料，每一种调料严格称重，误差把控在0.1之内。陈飞在旁边看着谨小慎微的2人，不禁笑了笑。
他们俩的反应未免也太夸张些。他们刚刚上手，这么紧张也正常。等他们多习惯，就不用这么谨小慎微了。半个多小时，陈爸陈妈将1万多斤凤爪全泡好了。这些凤爪泡到明天早上，明天早上一早打包就行了。爸妈，你们做得很好。陈飞笑了笑，鼓励着老爸老妈，他们俩做得非常棒。嘿嘿，老爸还是有点小紧张，不过你在一旁看着，肯定没什么事。陈爸乐呵呵地说着，他刚才严格按照步骤来，生怕自己做错了。我看着了，完全没问题。陈飞点了点头，说着，他们俩每一步都非常正确。凤爪泡好了，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吧。好，几个人回到别墅，江月熙暖心地切了一盘水果，一家人缩在沙发上，吃着水果，看着电视，一天的疲惫都缓解了。对了，爸妈，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咸鸭蛋快好了，我去拿一个看看哈。陈飞突然想起来，家里还在酝酿着一种美食。今天第8天，还有2天咸鸭蛋就搞定了。这8天之内，陈飞还没看过咸鸭蛋呢。今天突然想起来了，就去拿了2个出来，准备看看咸鸭蛋有没有坏掉之类。199，陈飞的咸鸭蛋真好吃。陈飞拿了2个咸鸭蛋煮了8分钟，咸鸭蛋正好煮8分钟就可以了。煮好了，他把2个咸鸭蛋拿了过来，放在了茶几上。陈爸陈妈还有江月熙凑了过来，他们都很好奇这咸鸭蛋的品质到底如何。在3人好奇的目光下，陈飞把咸鸭蛋剥开，然后将鸡蛋从中间掰开。刚一掰开，蛋黄里面金黄的油直接就流了出来，金黄冒油，这咸鸭蛋非常完美，闻起来还有一股咸鸭蛋独特的香味，香气浓郁，味道十分诱人。蛋黄里的油非常多，油直接流到了陈飞的指尖上，4个人的目光都被咸鸭蛋给吸引了。蛋黄冒油，看上去没有一点点疙瘩，松沙的蛋黄浸着黄油，看上去实在是太诱人了。晚上昏暗的灯光之下，金黄的咸鸭蛋居然在反光。我吃了一辈子的咸鸭蛋，还没见过出油如此多，起沙这么好的咸鸭蛋，这颗咸鸭蛋实在是太完美了。陈妈看着滋滋冒油的咸鸭蛋，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这颗咸鸭蛋就是她的梦中情蛋，她做梦都不敢想象市面上竟然会有这么完美的咸鸭蛋。的确很完美，不过咸鸭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盐会多放，很多咸鸭蛋都太咸了，特别是蛋白，咸的根本不能吃。不知道这颗咸鸭蛋如何，光是看外表，陈爸也觉得这颗咸鸭蛋非常完美，可是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咸鸭蛋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太咸，如果太咸会很影响口感。我去拿筷子，我们尝尝这个咸鸭蛋味道如何。刚说完，陈爸就去拿了4双筷子过来，这里还有一颗咸鸭蛋，老爸你剥吧。陈飞把另外一颗咸鸭蛋递给了老爸，让他剥。陈爸接过咸鸭蛋，拿了根筷子，直接插入到了咸鸭蛋中间。刚插下去，陈爸和陈妈居然听到了滋滋冒油声，将筷子拿起来，上面了全是红油，把筷子扯起来，那个小洞里面滋滋往外直冒油。这颗咸鸭蛋也好完美啊！江月熙不禁感叹了一句，这颗咸鸭蛋实在是太完美了，这也太夸张了，咸鸭蛋居然能出这么多油，我从来没想过咸鸭蛋居然能出这么多油。吃咸鸭蛋一般都是用筷子敲破空头，筷子头一扎下去，吱一红油就冒出来了。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来看咸鸭蛋是否有油。陈爸给儿子解释着刚才的动作，很多人吃咸鸭蛋都喜欢直接捅个洞，然后掏蛋黄吃，其实这也是因为咸鸭蛋的蛋白太咸了的原因，直接从洞里掏蛋黄，这样还不用剥皮，这样吃咸鸭蛋也方便很多。而且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插个洞也能直接看咸鸭蛋里面有没有黄，这个方法对咸鸭蛋来说非常有效。没想到老爸还是个吃货行家呀！陈飞没想到陈爸居然还会研究吃的，陈爸嘚瑟的来了一句，那当然了，快剥吧，我可不想和你掏洞。陈妈拍了下陈爸的肩膀，让他把咸鸭蛋剥皮之后分成2半。很快，陈爸把咸鸭蛋剥皮分成了2半，这个咸鸭蛋也非常完美，里面全是油。陈飞先拿着筷子夹了一点点蛋黄起来，放在了嘴里，他尝了一口蛋黄，刚入口他就感受到了咸鸭蛋极致的鲜，这股鲜味直冲天灵盖，瞬间细细沙沙蛋黄直接就在嘴里化开了，细细沙沙的蛋黄中还浸着油，吃起来口感极佳。除了细软之外，蛋黄还特别松软，没有一点点颗粒，细嫩松沙起油，这几项都非常完美。
陈飞一个拥有10只百味的人，他这么挑的嘴，觉得这个蛋黄非常完美。最关键的是，咸鸭蛋咸淡适中，一点也不会偏咸。他还尝了一点蛋白，蛋白只是微微有点咸，但是这个咸味也完全能接受。咸鸭蛋并不会出现像老爸说的咸的不可下咽。陈爸、陈妈和江月熙的目光都落在了陈飞的身上，他们都很好奇，这咸鸭蛋到底啥味啊？他怎么一直没说话呢？陈飞抬头看了一眼着急的三人，他连忙说道：“很好吃，你们快尝尝。”听陈飞这么说，他都说味道很好吃，那咸鸭蛋的口味肯定不错。江月熙拿着咸鸭蛋，直接放在嘴里咬了一大口，他吃到了蛋白和蛋黄，刚咬了一口，蛋黄里的油就顺着唾液流到了牙缝之间，金黄的油特别的香。一瞬间，江月熙感觉自己的口腔中充满了无数的鲜香味，他轻轻一抿，甚至不用咬，蛋黄和蛋白就化了，特别是蛋黄，沙沙的，口感极佳，味道实在是太好了，鲜香十足。江月熙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咸鸭蛋，就算是爷爷泡的咸鸭蛋，也不如陈飞做的美味。最关键的是，咸鸭蛋的蛋白也非常好吃，浸泡久了，蛋白也有了香味，好吃，非常好吃。江月熙像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他很喜欢吃陈飞做的咸鸭蛋。陈爸、陈妈也尝了一口咸鸭蛋，他们俩这辈子吃过不少咸鸭蛋，但是不得不说，面前这颗咸鸭蛋的味道是最好的。咸鸭蛋一点也不咸，就算是不下稀饭也能吃，就只吃了一点点，咸鸭蛋的鲜香味就充斥在了整个口腔，这味道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没想过咸鸭蛋居然能这么好吃，起沙流油的如此完美。这颗咸鸭蛋打败了市面上99%的咸鸭蛋。陈爸、陈妈吃完一口，他们俩不禁开始夸赞起了这颗完美的咸鸭蛋。吃完了之后，他们俩感觉唇齿留香，咸鸭蛋的香味一直萦绕在了嘴边。我以前吃咸鸭蛋从来不会吃蛋白，但是儿子的咸鸭蛋，就算是蛋壳我也不舍得扔掉。陈爸十分夸张地说道，他3两口直接把手中的半颗咸鸭蛋吃完了，就连蛋壳他都恨不得全吃进去。吃完以后，陈爸把目光落在了陈妈手中的半颗咸鸭蛋上，这半颗咸鸭蛋看起来好好吃啊。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老婆，你是不是觉得不好吃啊？我可以帮你吃。陈妈白了一眼这家伙，这人嘴馋就嘴馋，居然认为自己觉得儿子做的咸鸭蛋不好吃。儿子做的咸鸭蛋这么完美，当然很好吃。儿子做的咸鸭蛋很好吃，我就不劳烦你帮忙了。陈妈本来说减肥，晚上不吃任何东西了，结果现在她实在是忍不住，直接将这半颗咸鸭蛋全吃进去了。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吃完了半颗咸鸭蛋，陈妈居然还觉得不过瘾，她竟然还想再来一颗。救命！怎么吃咸鸭蛋都能上瘾啊？陈爸眼睁睁地看着半颗咸鸭蛋落入到了老婆的嘴里，他竟然莫名的有些难受。我还想再吃点咸鸭蛋，200，涂个妊娠油。你这样我会受不了的。4个人分完了2个咸鸭蛋，大家都觉得有些意犹未尽，特别想再来一个。陈爸感觉自己刚才就只尝了个味，自己都没好好感受咸鸭蛋的美味。陈爸一脸期待的说道，好想再吃一颗咸鸭蛋啊。我也是，还没吃够呢。陈妈竟然也在旁边附和着，她已经完全忘记减肥这件事了。减肥？以后还是都别想这件事了吧，再去煮几个吧。陈飞看大家都没吃爽，于是主动说道。江月熙也跟在了陈飞的身边，小两口又去拿了6个咸鸭蛋来煮。陈飞特意挑选了不同位置的咸鸭蛋，刚才那2个咸鸭蛋是最上面的，下面的盐应该会更重些。陈飞想看看下面的咸鸭蛋会不会咸，挑选了6个咸鸭蛋，又煮了8分钟，咸鸭蛋就煮好了。陈飞拿了个盘子，将6个咸鸭蛋放在了茶几上。陈爸、陈妈早就迫不及待了，趁着蛋微凉，他们俩就忍不住剥开了一个蛋放在了嘴里。他们俩很会吃，先吃蛋白，最后剩下蛋黄。蛋白虽然有点咸，但是也有蛋黄的香味，味道比普通的白鸡蛋好吃不知道多少倍。吃完了蛋黄，陈妈看着完美无瑕、金黄透亮的蛋黄，忍不住上扬着嘴角。这蛋黄好香啊！看着美味的蛋黄，她忍不住将一整颗蛋黄全塞在了嘴里。好香啊！一整颗蛋黄放在嘴里实在是太满足了，金黄的油充斥着整个口腔，牙齿轻轻一碰，蛋黄就散掉了，沙沙的，口感别提有多好了。如果是白鸡蛋，吃一整颗蛋黄估计会被噎死，但是咸蛋黄就不会，整颗咸蛋黄没有任何硬疙瘩，全是沙，吃下去就算是不用喝水也一点都不会噎。
享用完一整颗蛋黄，实在是太幸福了。陈妈吃完以后，不禁感叹了一句：“呼，感觉我的人生完美了。”陈飞，老妈，您的人生未免也太容易完美了吧？只不过是吃了一个咸鸭蛋而已，居然就感叹人生完美。陈飞不禁感叹：“至于吗？至于吗？”陈妈刚感叹完，陈爸紧接着在旁边来了一句：“靠，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咸鸭蛋实在是太好吃了。”陈飞扶额，这俩的反应一个比一个夸张。江月熙也吃了一个咸鸭蛋，吃完了咸鸭蛋，这傻姑娘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她挽着陈飞的手说着：“我小时候其实很少吃咸鸭蛋，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吃上1、2个。小时候家里的蛋都会拿去卖，所以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吃到咸鸭蛋。爷爷做的咸鸭蛋有点咸，我也舍不得扔掉。咸鸭蛋就着饭吃，可好吃了。”江月熙说的乐呵呵的，特别是那句可好吃了，还把语调扬了起来。陈飞听着非常心疼，伸手摸了摸这小家伙的脑袋，他柔声说道：“傻瓜，等下次回去了，就可以带我做的咸鸭蛋给爷爷尝一尝了。”江月熙乖巧的点了点头：“现在10点多，我去给爷爷打个电话。”小猫咪说完以后，就回房间给爷爷打电话去了。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忙，江月熙每天都是晚上给爷爷打电话，爷爷每天晚上睡得也挺晚的，他也会等着孙女打电话过来。陈爸陈妈听儿媳妇刚才这么说，他们俩也非常心疼。陈妈看着儿媳妇上楼的身影，念叨着说道：“西西真是个好女孩，小时候日子过得这么辛苦，也很不容易。她就是我女儿，我以后会给她很多很多爱。”陈飞伸手拉住了老妈，他很感谢爸妈会这么喜欢江月熙。他之前还在担心婆媳关系之类的，结果发现爸妈和江月熙相处得很好，自己完全不用担心这些。老妈，谢谢。傻儿子，说啥呢？都是一家人。儿子，咸鸭蛋这么好吃，明天要售卖吗？陈飞听着老妈的问题，想了一下，还是卖吧。不过他做咸鸭蛋，其实更想卖给粽子生产商。不过自己该去哪里找粽子生产商呢？陈飞想了一下，自己明天先卖50个咸鸭蛋吧。同样，咸鸭蛋搞限购，每人只能买1个。将50个咸鸭蛋拿出去，看看食客的反应，顺带还可以宣传一下咸鸭蛋。如果说能趁机找到粽子生产商就好了。有了想法，陈飞回答着老妈：“出售，只不过就出售50个。”老爸老妈有些疑惑，儿子不是有200个咸鸭蛋吗？为啥只卖50个呢？不过他们俩也没多问，儿子自有打算。和爸妈聊了一会，陈飞洗漱完上楼去了。江月熙正好打完了电话，陈飞从后面轻轻地把这傻姑娘搂在了怀里。老婆的肚子比之前大了不少，陈飞抱抱老婆就感受出来了。江月熙感受着陈飞的抱抱，娇嗔的来了一句：“依依呀，你什么时候上来的呀？”“刚上来。”“躺下吧，我们该睡觉了。”陈飞从背后转了过去，拉住了老婆的小手。“对了，我买了妊娠油，你躺下，我轻轻的给你涂抹上。”“妊娠油？你还了解了这个呀？”江月熙听陈飞这么说有些意外，他完全没想到陈飞居然会给自己买妊娠油，他还以为陈飞很粗心，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呢。“傻瓜，我当然了解这些了。怀孕会将肚肚撑大，妊娠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妊娠纹。我选择的是性质较为温和的妊娠油，妊娠油中主要含有的是维生素 E 成分，对于身体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你乖乖躺下，我轻轻的给你涂抹妊娠油。”陈飞之前看了很多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这个时期妈妈的身体会走形，需要老公时刻关心和注意妈妈的心情。很多孕妇还会担心怀孕的时候会长妊娠纹，所以在怀孕4、5个月的时候就要开始每天坚持涂妊娠油，这样可以有效的滋润肚肚上的皮肤，缓解妊娠纹的生长。涂抹妊娠油的时候要轻轻的、轻柔的进行按摩。陈飞了解了很多，当然也要把老婆给照顾好了。江月熙听陈飞这么说，心里很感动，被老公宠爱，这种感觉好幸福啊。哦，小猫咪轻哦了一声，乖乖的躺下了。陈飞盘腿坐在了他的旁边，然后把衣服掀开，把小肚肚露了出来。陈飞把手哈了哈气，等手暖了，他才轻轻的伸手摸了摸江月熙的小肚子。之前都是隔着衣服摸的，现在光着。陈飞只知道老婆的肚肚好光滑，好白皙啊，老婆的皮肤实在是太好了。小肚肚鼓了起来，隆起的小肚肚看起来特别的可爱。我先听听小宝宝在肚肚里干啥。陈飞忍不住将头贴了上去，他想听听宝宝在肚肚里干嘛。他上扬着嘴角，将耳朵贴了上去。他的动作很轻很轻，头发碰到老婆小肚肚的时候，
江月熙觉得痒嗖嗖的，他忍不住笑呵呵的缩了缩身子。哎呀，好痒，头发弄着痒嗖嗖。陈飞听着这傻姑娘娇嗔的声音表示，好热啊！不行不行，自己不能再这样了，不然今晚上睡不着。他冷静了一会之后，给老婆轻轻的涂抹妊娠油。涂抹完以后，陈飞抱着老婆睡觉去了。201，上课你小声点。什么？新品？早上7点多，陈妈早早的就起来了。昨晚上的咸鸭蛋让她久久不能忘怀。咸鸭蛋如此美味，当然要搭配粥一起吃了。陈妈起来熬了白粥，她还去买了2袋榨菜回来。榨菜、咸鸭蛋、白粥，完美。4个人享用了一顿简单但是却非常美味的早餐。白粥清香，搭配上浓香四溢的咸鸭蛋正好。光是喝白粥，他们几人就吃了3、4碗。谁也没想到，一碗普通的白粥居然这么美味，有咸鸭蛋加持，白粥享用起来实在是太棒了。吃完了早饭，陈飞和江月熙去学校上课了。今天一上午的课，下午正好有空。早上9点半，给叶妹儿准备好的货准备好了，快递那边也知道运输凤爪的流程，按照每天的流程进行就行了。这件事直接交给老爸老妈来负责，陈飞完全不用操心。课堂上，陈豪这2天一直在给飞哥留意食品加工厂的事。他小声地问陈飞道：飞哥，食品加工厂预算多少啊？我看了有2个厂都要转出去，一个将近200万，一个100多万。陈豪已经看了好几个厂了，只有这2个厂稍微符合预期。不过也得问一下飞哥，看看他的预算是多少。如果预算太多，那个200多万的厂都不用考虑，都去看看吧，哪个厂性价比更高，就敲定哪个。陈飞倒没预算，主要是看厂，哪个厂好，自己就可以要哪个，价格稍微高点也无所谓。行，我多瞅瞅，一次多去看几个厂。陈豪点了点头，他懂飞哥的意思了，他朋友很多，手下有厂区的人也不少，他可以多看看，到时候和飞哥一块去看厂，这事就麻烦你了。陈飞拍了下陈豪的肩膀道谢，买厂这是挺麻烦的，前期考察工作就得做很久。陈豪有资源有人脉，帮自己节约了不少的事。客气啥呢？等我再看2家厂给你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实地考察。好，陈飞点了点头。到时候看厂估计得花1天。和陈豪聊了会，陈飞给李部长和狗博主发了个消息，通知他们俩今晚上有新菜品。咸鸭蛋要想被粽子生厂商注意到，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李部长或者是狗博主宣传出去。消息刚刚发出，狗博主激动的不行。狗博主忙给兄弟们说道：兄弟们，陈老板又出新品了，他还特意给我发了消息，这就证明陈老板心里有我。切，臭不要脸，陈老板啥时候心里有你了？陈老板有新品啊！哇塞，好激动，不知道是什么菜品，好期待哦。几个人都非常激动，他们都很好奇陈老板的新菜品是什么，特别是狗博主，陈老板特意给他发了消息通知他有新菜品，这整个人别提有多激动了。这还是陈老板第一次给自己发消息呢。狗博主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比收到喜欢的女孩发来的消息还要激动。李部长也给手下的人说，今晚上去陈老板那采访。手下的人一听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又去陈老板那采访？1周之内采访3次，这频率未免也太高了吧？采访会不会过于频繁了？1周之内采访3次，有点离谱啊。李部长明白大家的疑惑，前面2天才去陈老板那采访了，今天又去，频率的确太高了。于是他向大家解释道，陈老板出新品了。一听说陈老板出新品了，所有人都忘了刚才的事情。新品哎，会是什么啊？好期待，我也是。陈老板的新品肯定非常美味。走，我们现在就去采访吧。我已经忍不住想享用陈老板的新品了。几个人恨不得现在就去陈老板那采访，说的是为了采访，其实大家说忍不住想去品尝陈老板的新品。他们几人这是妥妥的假公济私。李部长他们几人甚至觉得采访陈老板很幸福，采访陈老板就能享用美食，这件事实在是太幸福了。李部长和狗博主直接秒回，他们俩一定会准时到达小吃摊。陈飞看着他们回的消息笑了笑，这2人好像很激动哎，自己出新品了。最激动的是食客。陈飞拍了拍陈豪的肩膀，说道：兄弟们，今晚上有新品。新品？是啥呀？小胖子一听说有新品，眼睛直接就亮了，他非常激动地问着陈飞，这一声还不小。最关键的是，现在是在上课，他刚才来的那一句话直接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专业英语敏锐地听到了关键词，他暂时放下了手中的课件，激动地问着：陈飞，
今晚上小吃摊有新品吗？同学们见老师都如此放肆，于是他们也纷纷转过了头。新品？飞哥，今晚上又有新品啊？是什么美食啊？好期待，我也好期待。新品啊！陈飞扶额，小胖子，你他妈就不能小声点吗？看着如此激动的大家，陈飞只能小小声的来了一句：对，今晚上小吃摊有新品。陈飞以后绝对不能在班上说任何新品的事情了，不然这课还怎么上啊？小胖子尴尬的挠了挠头，妈的，都怪自己刚才太激动了。好，我今晚上会早早的去小吃摊。没想到飞哥又出新品了，好期待哦！新菜品哎，味道肯定非常美味，我得早点冲，不然一会新菜品卖完了。老师和同学们找到了目标，他们今晚上必须早早的冲到陈飞的小吃摊，不然一会新菜品全卖完了。讨论了好一会美食以后，专业英语的老师才继续上课。还好这是大学，如果是高中，那不得耽误大家的成绩啊。下午4点，陈飞今天本来只决定卖50个咸鸭蛋的，可是今天在班上说漏了嘴，很多同学都会来光顾小吃摊，所以陈飞决定还是卖100个咸鸭蛋吧。他希望今晚上就能找到一家粽子合作商，不然等自己的咸鸭蛋卖完了，都没找到合作商。煮好了咸鸭蛋，准备出摊。陈飞今天下午有空，所以今天的菜品加了生煎包。今天小吃摊卖生煎包、炒饭，还有咸鸭蛋和凤爪。小吃摊已经很久没卖这么多美味了，食客肯定会非常激动的。4点10分，陈飞开着小吃车到了摊位上。202，吃个咸鸭蛋，居然高潮了。陈飞已经给李部长和狗博主说了具体的出摊时间了，他们早早的在摊位上等着了。刚把小吃车停下，李部长和狗博主就上前来打了个招呼：陈老板，今天这么早啊？今天有新品，所以早点出摊。陈飞话刚说完，旁边就有人非常激动地问着了：新品呢？新品呢？新品是啥呀？别着急，一会陈老板就摆出来了。陈老板，我把直播打开了哦，您有新品，我正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狗博主冲陈老板说着，不知道为啥，他开直播还要询问陈老板的意见。在狗博主的心目中，陈老板的意见非常重要。好，陈飞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回答着狗博主。在老爸老妈的帮忙下，摊位3两下就摆好了。狗博主和其他主播的直播也打开了。直播间刚刚打开，就有1万多个观众涌入了直播间。狗博主最近涨粉量非常恐怖，一段时间以来，他涨粉300多万，这还得多亏自己天天待在陈老板的直播间。若非如此，他的粉丝不可能增加的如此快。狗博主把直播间打开，就有不少观众猜到了，狗主播今天肯定又在陈老板那。不过他今天开播未免也太早了吧？今天才4点多哎，难不成陈老板这么早就出摊了？在观众的疑惑下，狗博主对着摄像头说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早早的来到了陈老板的小吃摊。今天陈老板这大事发生，我已经期待很久了，那就是陈老板今天有新品。狗博主刚刚说完，直播间的观众非常高兴，陈老板居然有新菜品啊！陈老板有新菜品啊！那我要冲了，我现在就请假去陈老板的小吃摊。别提了，我又吃不到陈老板的新品，不知道为啥这么高兴。靠，陈老板居然又出新品了，这未免也忒棒了吧！大家快冲，陈老板有新品！直播间陆续涌进了4-5万人。狗博主看着陆续上涨的人数，他特别的开心，然后把镜头转向了陈老板的小吃摊。他现在也很期待陈老板的新品会是啥呢？陈飞收拾好了摊位，他把咸鸭蛋端了出来。李部长和狗博主他们看着锅中的东西，期待的眼神望眼欲穿。陈老板，这里面就是新品吗？是什么啊？感觉神神秘秘的。狗博主和摄影师都把镜头架好了。陈飞看着他们这么期待，笑了笑，把锅盖给掀开了。新品就是咸鸭蛋。众人看着锅中的咸鸭蛋，他们愣了一下。陈老板的新品居然就是咸鸭蛋，这未免也太普通了吧！直播间的观众看着平平无奇的咸鸭蛋，他们总感觉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还以为陈老板的新品会非常美味呢。结果就这，果然期待值不能一直太高，我感觉自己白期待了。不就是一咸鸭蛋吗？算得上新品？咸鸭蛋未免太普通了吧！切，我还以为陈老板会出什么美味的新菜品呢，结果就只是咸鸭蛋而已。你们要知道，陈老板做的咸鸭蛋肯定有特殊之处，就是陈老板的咸鸭蛋肯定非常好吃。很多观众刚才怀有极高的期待，想知道陈老板的新品。等锅盖一掀开，
新品咸鸭蛋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都愣住了，所有人都有些失落。李部长和狗博主他们几个表情也稍稍顿了一下，不过他们也没表现得太明显。他们有无数种猜想，可是万万没想到陈老板的新品居然是咸鸭蛋。李部长虽然有些意外，反应过来以后，他连忙说道：想做好一颗小小的咸鸭蛋可一点都不简单，陈老板的咸鸭蛋肯定有奥妙，我先尝一颗如何？你请。陈飞点了点头，让李部长随意。李部长拿起了一颗咸鸭蛋，他愣了一下以后问陈飞：陈老板，我能不能用一下你的刀啊？当然可以。得到允许之后，李部长把咸鸭蛋放在了炒饭盘子里，然后拿了把刀，将咸鸭蛋从正中间切开。镜头一直在记录着李部长切咸鸭蛋的过程。刀刚刚落下，咸鸭蛋就被一分为二了。被切开的缝隙中，竟然有金黄的油从中间流了出来。刚把咸鸭蛋切开，李部长就闻到了一股浓香味，这是咸鸭蛋独有的香味。李部长伸手将切开的咸鸭蛋拿了起来，刚拿起来，咸鸭蛋中间金黄的油竟然滴落到了盘子当中。他把咸鸭蛋分开，展示给了大家，大家这才清楚地看到，一颗小小的咸鸭蛋居然有这么多的油。刚才切咸鸭蛋的刀上都沾染上了油，厚厚的一层，金黄透亮，非常有食欲。我没想到咸鸭蛋居然会有这么多油，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李部长拿起咸鸭蛋，看着滋滋冒油的蛋黄，不禁感叹着。他就知道陈老板的咸鸭蛋肯定不简单，所以他才想拿刀将咸鸭蛋从中间切开，这样就能将咸鸭蛋完整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咸鸭蛋被从中间切开，蛋黄最中间居然全是金黄的油。切开之后，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味，这股香味是咸鸭蛋独特的香味，闻起来实在是太好闻了。李部长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拿了个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蛋黄放在了嘴中。刚入嘴，他就忍不住享受地闭上了眼，露出了一脸享受的表情，然后用十分荡漾的表情来了一句：我加加，好爽。旁边的人都看傻了，吃个咸鸭蛋居然高潮了，这人的表情未免也太夸张了吧。直播间的观众都不好意思看向李部长，他的表情不禁让人想入非非，这男的好夸张啊。哈哈哈，或许是因为咸鸭蛋实在是太美味了，可能吧。李部长丝毫没注意到自己的形象有何不妥，他现在正在享受咸鸭蛋的美味。一勺蛋黄中满满的全是咸鸭蛋的油，油贼香，沙沙的蛋黄直接在嘴里化开了，他甚至不用咬，直冲脑门的香味就顺着唾液流了下去。203，陈飞的蛋被人盯上了。李部长感觉自己的身体里全是香味，一颗小小的咸鸭蛋仿佛将所有的鲜香味融入到了其中。李部长之前也吃过不少咸鸭蛋，但是这颗咸鸭蛋却是他吃过最美味的。享用完了一勺咸鸭蛋以后，李部长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感觉自己刚才又一次经历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好吃，陈老板的咸鸭蛋绝了。李部长没用刚才如此粗俗的话来形容陈老板的咸鸭蛋，他非常激动地来了一句：陈老板的咸鸭蛋绝了。李部长实在是忍不住，三两下把整颗咸鸭蛋都吃了进去。他第一次知道，原来咸鸭蛋的蛋白也这么好吃啊。狗博主直播间的观众全程看到了李部长的反应，他们不禁好奇，一颗小小的咸鸭蛋，味道真有这么好？狗博主和其他人也受不了了，于是他们纷纷拿起了咸鸭蛋开始享用起来。他们剥开了咸鸭蛋，发现每一颗咸鸭蛋里面的黄都非常非常多，起沙流油，如此完美。陈老板的咸鸭蛋每一个品质都非常好。几个人剥开了咸鸭蛋，也拿了个勺子将蛋黄舀了满满一勺蛋黄放在了嘴里。刚吃到咸鸭蛋的时候，他们几人的反应甚至比李部长还要夸张。哎呀妈耶，这咸鸭蛋未免也太好吃了吧！我不行了，这咸鸭蛋仿佛拿捏住了我的灵魂。我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咸鸭蛋，实在是太好吃了。他们几人都表现得像是高了一样，眼睛闭上，表情别提有多享受了。陈飞看着他们几人的反应，表示你们几个人的反应未免也太夸张了些吧。救命啊，不就是一个咸鸭蛋吗？搞得好像是见到了一个美女，正想入 YY 呢。一个人表现得夸张没啥，但是一群人表现的夸张就不一样了。直播间的观众看着大家的反应如此激烈，弹幕齐刷刷的飞过，这咸鸭蛋真有这么好吃吗？陈老板的咸鸭蛋起沙流油的好完美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做的咸鸭蛋能如此棒，好馋啊！如此完美的咸鸭蛋搭配稀饭，味道肯定贼棒。我承认，是我刚才小看陈老板的新品了。陈老板厨艺高超，就算是咸鸭蛋也非常完美。狗博主看着直播间的弹幕，他忍住了嘴馋，然后
将镜头给到了手中的咸鸭蛋。这颗咸鸭蛋实在是太完美了，他用镜头将美味的咸鸭蛋拍摄了进去。狗博主的直播间人很多，他正在用镜头展现美味的咸鸭蛋，直播间的观众也越来越多。龙腾纵办公室内，刘总正在刷抖音，他是龙腾纵的老总，想看看市面上有没有出现一夜爆火的粽子。现在很多网红品牌一夜上市，这对他们传统粽子行业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刘江也想通过抖音了解一下大家的口味变化。以前很流行咸蛋黄粽子，现在粽子的口味多变，很多人都会去购买水晶粽之类的网红粽子。刘江今年也想根据食客的需求调整自家的粽子。刷着刷着，刘江就刷到了一颗完美的咸鸭蛋，他看着直播间忍不住点了进去。这位主播正在拍摄一颗完美的咸鸭蛋，这颗咸鸭蛋通过镜头，刘江就看出了它起沙流油，非常完美。刘江做了这么多年的粽子了，每年都会生产咸蛋黄粽子，他们家的咸蛋黄都是和咸鸭蛋厂家进行合作的。魔都的咸鸭蛋非常好，刘江的咸鸭蛋一般都来自魔都。纵使刘江见过市面上这么多咸鸭蛋，他也是第一次看到直播间当中有如此完美的咸鸭蛋，蛋黄里面的油直接快烫出来了。光是从视频看，咸鸭蛋也没用任何疙瘩。这颗咸鸭蛋是刘江见过品质最好的一颗咸鸭蛋，如果用这颗咸鸭蛋来做粽子，那该多美味啊！刘江看着如此完美的咸鸭蛋，不禁感叹道，他都能想象到用这颗咸鸭蛋做的粽子得有多美味了。正在刘江想象这股味道的时候，助理敲响了他的办公室门，提醒他开会了。刘总，开会了。好。刘江正在看直播，他也没退出去，他准备把这颗如此完美的咸鸭蛋给其他人看看。会议室当中，手下的人向刘总说了采购这边的事情。刘总，蛋黄还是选择魔都那家吗？刘江听着手下人的话，他愣了一下，于是让手下人把抖音打开，搜索狗博主直播间。几个经理还有些意外，刘总这是干啥呢？点开狗博主直播间一看，大家发现原来这位主播正在介绍咸鸭蛋。光是看视频，所有人都惊叹于这个完美的咸鸭蛋。这个咸鸭蛋看起来实在是太完美了，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啊！这家咸鸭蛋比魔都那家看起来质量好太多了。对，蛋黄里面全是油，这样的咸鸭蛋用来做粽子正好。哇塞，如果能用这么完美的咸鸭蛋来做粽子，那今年的粽子销量肯定不错。同意。刘江没想到手下的人居然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自己也想用如此美味的蛋黄来做粽子。今年的咸蛋黄先不用去年那家，我想去看看这家咸鸭蛋如何。这家店好像是一个小吃摊，在深大美食街那边，我去看看。散会。采购部的和我一块去。事还没说完，刘江直接散会，他决定现在就去看看这家咸鸭蛋的品质到底如何。刘江带着采购部的经理莫林杰开车前往这家小吃摊。狗博主的直播间正在继续，陈飞还在直播间中借机推广了一波咸鸭蛋。他直接在直播间中表示，咸鸭蛋可以和粽子商进行合作。陈飞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粽子商注意到，不过广告嘛，先打了再说。看到陈老板在直播间这么说，好几个粽子生产商都看中了陈老板的咸鸭蛋，他们纷纷决定来陈老板的小吃摊，和他商量合作的事情。打完广告之后，陈飞开始正式去忙活了。204又搞限购，陈老板，你做个人好吧？咸鸭蛋的成本在2.5块左右，陈飞定价5块钱一颗。5块钱一颗的咸鸭蛋在市面上来说也不算贵，很多平台上的咸鸭蛋均价都在4块左右。自己的咸鸭蛋质量比市面上高这么多，但是就只贵了1块钱，食客也纷纷能接受这个价钱。陈飞把咸鸭蛋和凤爪放在了1块，老爸老妈在卖凤爪的时候也1块卖咸鸭蛋。咸鸭蛋每人限购1个，陈飞还留了10几个起来，万一会有粽子合作商想来谈合作，他不得把咸鸭蛋给人家品尝吗？很多食客在看到陈老板这有咸鸭蛋售卖，他们都愣了一下，这就是陈老板的新品。在得知咸鸭蛋每人限购1颗之后，无数人都排队去买咸鸭蛋去了。快，陈老板又搞限购，我们得赶快去买咸鸭蛋。5块钱一个的咸鸭蛋，稍微有点贵啊。贵个屁哦，陈老板做的美味，直接无价。走走走，买咸鸭蛋。食客生怕咸鸭蛋没了，他们先去排队了，买一个咸鸭蛋。很多人都很好奇咸鸭蛋到底是啥味的，他们在排队的时候就忍不住剥开咸鸭蛋品尝。吃到咸鸭蛋以后，无数人纷纷感叹，这5块钱花的超值啊！5块钱就能享用一个如此完美的咸鸭蛋，实在是太幸福了。陈老板的厨艺果然了得，
一个小小的咸鸭蛋，